江州市西郊殡仪馆，午夜12点，窗外雷雨交加。苏阳坐在值班室的破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桶泡面，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一具水晶棺。这年头，钱难挣，屎难吃，要不是为了一晚上1000块的高薪，谁他妈愿意来这鬼地方守夜？苏阳是个穿越者，来到这个平行世界已经3天了。原主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大学生，为了给女神买新款手机，竟然跑来殡仪馆兼职守夜。结果第1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让苏阳捡了个便宜，吸溜了一口泡面。苏阳目光再次落在了那水晶棺上，那里躺着的是前天送来的一具女尸，听说是个豪门千金，死得蹊跷，要在殡仪馆停放3天做法事。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水晶玻璃，但借着昏暗的灯光，依然能看清那女尸的容貌，极美，那是真的美。一张标准的瓜子脸，皮肤白皙的如同上好的羊脂玉，哪怕失去了生机，依然透着一股惊心动魄的冷艳。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色丝绸旗袍，做工极其考究，即便此刻静静地躺着，那若隐若现的白腻肌肤依然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尤其是胸前的起伏，巍峨挺拔，将红色的丝绸撑起一道惊人的弧度。啧，真是红颜薄命啊！这么极品的妹子，要是活着，那腿我能玩1年。苏阳忍不住感叹了一句。作为一个正常男人，面对这种级别的美女，哪怕是具尸体，多看2眼也是人之常情。就在苏阳准备喝完最后一口泡面汤时，咔嚓一道炸雷在窗外响起，紧接着停尸房里的灯光忽然闪烁了2下，滋滋滋，电流声过后，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操，这就停电了！苏阳骂骂咧咧地掏出手机，正准备打开手电筒，突然一股极其阴冷的感觉从后背升起，就像是有块冰贴在了脊梁骨上。与此同时，一阵指甲抓挠玻璃的声音在寂静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刺耳。吱嘎吱嘎，声音是从水晶棺里传来的。苏阳手里动作一僵，缓缓抬头，借着窗外划过的闪电光芒，他清晰地看到原本盖得严严实实的水晶棺盖竟然被推开了一道缝隙，而那具原本躺着的红衣女尸此刻竟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头，遮住了半张脸，露出的那只眼睛眼白翻起，死死盯着苏阳。我好冷！一道悠悠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传来，带着颤音钻进苏阳的耳朵。诈尸了，还是红衣厉鬼？苏阳心脏猛地一缩，按照恐怖片的套路，这时候要是跑，肯定会被瞬间秒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他脑海中骤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遭遇灵异事件，最强天师系统正在激活，激活成功，请宿主做出选择。选项1：转身就跑，大喊救命，奖励飞毛腿，跑得比狗快，称号怂包。选项2：跪地求饶，喊女鬼姐姐，奖励冥币1000万，这就送你下去花。选项3：不管他是人是鬼，既然寒冷，那就是缺爱，冲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用阳气温暖他，奖励100年精纯修为5雷正法，满级9转纯阳体。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苏阳愣了一下。系统，穿越者的标配虽迟但到，只是这选项，第1个是当怂包，第2个是去送死，只有第3个虽然看起来离谱，但这奖励可是实打实的神迹啊！5雷正法，100年修为，有了这些，别说眼前这红衣女鬼，就是阎王爷来了也得递根烟。更何况苏阳看着那女尸绝美的脸庞和旗袍下若隐若现的曼妙身段，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妈的，拼了！人家小姐姐都说冷了，身为21世纪的大好青年，怎么能见死不救？苏阳深吸一口气，扔掉手里的泡面桶，猛地站起身来。那红衣女尸显然没想到这人类竟然不跑，反而站了起来，那翻起的眼白微微转动了一下，似乎带着一丝疑惑。小哥哥，你要去哪？女尸缓缓伸出双手，指甲漆黑如墨，足有3寸长，散发着森森寒气。别怕，妹子，哥这就来温暖你。苏阳大喝一声，3步并作2步冲到了水晶棺前，看着那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苏阳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伸手按住了女尸的双肩，入手冰凉刺骨，滑腻如酥，这种触感简直绝了。女尸显然被苏阳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苏阳已经俯下身，在女尸震惊呆滞的目光中狠狠印上了那2瓣冰冷的红唇。那一瞬间仿佛时间都静止了，女尸瞪大了眼睛，原本翻着的白眼瞬间恢复了正常的黑瞳，里面充满了不可置信和羞愤。她堂堂红衣厉鬼，刚苏醒准备大开杀戒吸食阳气，结果被人强吻了，而且这个男人的舌头竟然还放肆。女尸体内爆发出一股恐怖的阴煞之气，就要将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登徒子震碎。可就在这一刻，叮！恭喜宿主做出选择，奖励发放中。轰！一股浩瀚如海的恐怖热流瞬间在苏阳小腹处炸开，100年精纯修为9转纯阳体。刹那间，苏阳全身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那滚滚的纯阳之气顺着2人接触的嘴唇疯狂涌入女尸的体内。原本想要反抗的女尸，在这股恐怖的至阳之气冲击下，只觉得浑身瘫软，一身阴煞之气就像是雪花遇到了骄阳，瞬间消融瓦解。甚至因为阳气过盛，她那原本惨白的脸颊竟然泛起了一抹诡异的潮红，口中原本凄厉的嘶吼
也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呜咽。苏阳并没有停下，他只觉得体内力量爆棚，不仅没有被冻僵，反而浑身燥热难耐。他的大手顺着旗袍的开叉处滑了进去，扣住了盈盈一握的纤腰，触感惊人的好。这女鬼的身材比之前看的时候还要有料。足足过了1分钟，直到系统提示奖励完全融合，苏阳才意犹未尽地松开了嘴。此时的女尸已经完全瘫软在了水晶棺里，眼神迷离，大口喘息着，高耸的胸脯剧烈起伏，旗袍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大片雪腻的春光。他看着苏阳，眼神中哪里还有刚才的凶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一丝莫名的羞涩。这个男人身上的阳气太烫了，烫得他灵魂都在颤抖。苏阳擦了擦嘴角，看着已经被彻底制服的女鬼，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怎么样，妹子，现在还冷吗？要是不够暖和，哥还可以再给你做个全身按摩，免费的。说着，苏阳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那双修长笔直的白腿上扫过。女尸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想要合拢双腿，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你到底是什么人？停尸房内气氛旖旎而诡异。苏阳居高临下，单手撑在水晶棺的边缘，目光火热地打量着身下的女鬼。不得不说，这女鬼虽然已经没了心跳，但那皮肤的手感、身材的比例简直是造物主的恩赐。特别是那双穿着红色绣花鞋的小脚，精致小巧，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让人有一种想要把玩的冲动。我是什么人？苏阳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手指轻轻划过女鬼冰凉滑腻的脸颊，最后停留在她精致的下巴上，微微用力一抬。刚才还叫我小哥哥，现在就忘了？闲着时间也没你这么快吧？女鬼被苏阳轻飘的动作弄得浑身一僵，原本苍白的脸上更是红晕遍布。她名叫苏倾城，生前是江州市首富苏半城的掌上明珠，追求者无数，哪个男人见了她不是毕恭毕敬，奉若神明？可眼前这个穿着保安服的小保安，不仅强吻了她，还敢调戏她。偏偏她现在全身酥软，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体内那股霸道的纯阳之气还在乱窜，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登徒子，你放开我！苏倾城咬着嘴唇，声音软糯，哪里有半点厉鬼的威严，反而像是在撒娇。放开你！苏阳眉头一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百年精纯修为已经彻底融合，此刻的他感觉自己一拳能打死一头牛。更重要的是九转纯阳体，这玩意儿简直是个作弊器，源源不断的阳气滋生，让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个行走的人形火炉。对于鬼物来说，这既是致命的毒药，也是无上的补品。妹子，刚才可是你寒冷的，我这刚给你暖热乎，你就想赶我走，也太不地道了吧！苏阳一边说着，一边故意再次压低了身子，两人的鼻尖几乎碰到了一起。苏倾城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俊脸，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灼热气息，心脏竟然不争气的狂跳起来。他能感觉到，只要靠近这个男人，他原本因为怨气而即将溃散的灵智，竟然变得无比清晰稳固。那种温暖的感觉，让他本能的想要依靠，想要索取更多。定检测到红衣厉鬼苏倾城对宿主产生依赖心理，其实就是缠你身子，触发隐藏选项。选项1，趁热打铁，收服女鬼做鬼仆，奖励主仆契约，他绝不敢背叛，积分500点。选项2，冒号一剑杀了，替天行道，奖励桃木剑一把，称号钢铁直男。选项3，放他离开，两不相欠，奖励好人卡1张，可能出门就被他反杀。这还用选？傻子才选2和3，这么极品的女鬼，杀了多可惜，放了更是脑残。要是能收做鬼仆，以后漫漫长夜，岂不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系统，我选1。苏阳心中默念。定，恭喜宿主做出选择，奖励主仆契约已发放，请尽快使用。随着系统声音落下，苏阳脑海中多了一道古老的金色符文。他看着身下的苏倾城，眼神逐渐变得威严起来。苏倾城，我看你怨气缠身，若是放任不管，迟早会沦为只知杀戮的恶鬼，最后魂飞魄散。念你修行不易，长得又本天师今日便大发慈悲，收你做个侍女，你可愿意？苏倾城闻言，美眸微微睁大。侍女？她堂堂苏家大小姐，竟然要给一个小保安当侍女？我不愿。苏阳脸色一沉，手中隐隐有雷光闪烁。五雷正法，滋滋滋，恐怖的蓝色电弧在他指尖跳跃，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苏倾城感受到雷电中蕴含的煌煌天威，吓得花容失色，灵魂都在颤栗。这是雷法，传说中只有道门高人才能掌握的雷法。这个小保安竟然真的是一位隐士高人，既然不愿意，那就是想魂飞魄散了。苏阳做事就要一掌拍下，别，我愿意。苏倾城吓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连忙喊道：比起魂飞魄散，当侍女好像也没那么难以接受，而且跟着这个阳气旺盛的主人，似乎也很舒服。算你识相。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手指一点眉心，那道金色符文瞬间射出，没入苏倾城额头。嗡！苏倾城只觉灵魂深处多了一道烙印，从此以后，眼前这个男人的命令就是他的天条，绝对无法违抗。主人，苏倾城低垂着眼帘，轻声唤了一句，那模样楚楚可怜，又带着几分乖巧。乖。苏阳伸手摸了摸他的秀发，手感丝滑。既然是我的鬼仆了，
那就别躺在棺材里了，怪瘆人的，出来给主人捏捏剑。苏阳重新坐回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苏倾城虽然有些羞耻，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飘了出来。那一身红衣旗袍在灯光下更是鲜艳夺目。他飘到苏阳身后，伸出冰凉的小手，轻轻帮他按捏着肩膀，撕舒服。苏阳眯着眼睛，享受着这帝王般的待遇。谁能想到，前一秒还在诈尸索命的红衣厉鬼，下一秒就成了乖巧听话的按摩小妹。这系统真他妈像！就在苏阳沉浸在温柔乡里的时候，咚咚咚，停尸房的大门突然被人用力敲响。苏阳，苏阳，我是殡仪馆的王经理，快开门！苏家的人来看苏小姐了。一道急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王经理，苏家的人。苏阳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惊忙。这大半夜的，苏家的人不在家办丧事，跑来停尸房干什么？而且听着王经理的语气，似乎很是慌张。主人，苏家可能有坏人。身后的苏倾城听到这声音，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恨意。哦，坏人！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拍了拍苏倾城的手背。别怕，不管什么坏人，既然来了这儿，那就得按我的规矩办。去，先回棺材里躺好，看我眼色行事。是，主人。苏倾城乖巧地点头，化作一道红影，重新飞回了水晶棺，闭上眼睛，恢复了那副死寂的模样。只是那微微起伏的胸口，显示着他此刻并不平静的内心。苏阳整理了一下衣服，站起身，慢悠悠打开了房门。敲什么敲？赶着投胎啊！大门打开，只见门外站着3个人，领头的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正是殡仪馆的王经理。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以及一个穿着黄色道袍、手里拿着罗盘的老道士。那老道士山羊胡，眯眯眼，一看就透着一股子猥琐劲儿。苏阳，你怎么才开门？是不是在里面偷懒睡觉了？王经理一见苏阳，立马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子，劈头盖脸的训斥道：睡觉？我哪敢啊！苏阳似笑非笑的看了那老道士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这不是忙着给苏小姐做心理辅导吗？心理辅导？王经理听到这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那张肥腻的脸上一阵抽搐。苏阳，你特么是不是睡糊涂了？苏小姐都那样了，你给她做心理辅导？你辅导个鬼啊！他觉得这个苏阳是不是脑子瓦特了？大半夜在停尸房里发什么神经？旁边那个穿着黄色道袍的老道士也是捋着山羊胡，发出一声嗤笑。年轻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贫道刘半仙走南闯北数十年，还从未听说过给死人做心理辅导的。莫不是你在这停尸房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刘半仙一边说着，那双浑浊的小眼睛一边往停尸房里面瞟，手里拿着的罗盘指针正在疯狂转动，阴气极重，甚至还夹杂着一丝奇怪的阳气。刘半仙心中暗自嘀咕，他今晚是被苏家二爷请来的，目的很简单，在法事上动点手脚，让苏倾城永世不得超生，顺便夺取苏家的气运。本以为就是个简单的活儿，没想到一进这殡仪馆，罗盘就反应剧烈。老东西，饭可以乱吃，屁可不能乱放。苏阳斜靠在门框上，双臂环抱，完全没有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苏小姐生前遭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死后怨气难消，我作为一名敬业的守夜人，用爱去感化她，用温暖去包容她，这难道不是心理辅导吗？你刘半仙被噎得脸色一僵，这小子的嘴怎么这么损？哼，牙尖嘴利。王经理见状，立马跳出来表忠心，指着苏阳的鼻子骂道：苏阳，你怎么跟刘大师说话呢？刘大师可是苏家特意请来的高人，你一个小小的保安，不想干了是吧？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蛋，工资1分钱都没有！滚蛋！苏阳眼神一冷，百年金唇修为微微泄露了一丝。你可以试试。仅仅是一个眼神，王经理就感觉浑身一冷，仿佛被一头猛兽盯上了一样，到了嘴边的脏话硬生生憋了回去，双腿甚至有些发软。这小子眼神怎么这么吓人？让开，别挡道！那一直没说话的黑衣保镖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推开苏阳。他身材魁梧，肌肉虬结，这一推用了不小的力气，若是普通人恐怕直接就要摔个跟头。然而苏阳纹丝不动，就像是一座大山，反倒是那保镖感觉自己像是推在了铁板上，反震力震得他虎口发麻，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一脸骇然地看着苏阳。练家子！刘半仙眼睛微眯，终于正视起这个年轻的小保安，有点意思，怪不得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不过年轻人，有些东西可不是靠蛮力就能解决的。刘半仙冷笑一声，手中罗盘一收，大步流星地朝着停尸房内走去。贫道倒要看看你给苏小姐做了什么心理辅导。苏阳也没有阻拦，侧身让开，脸上带着一抹戏谑的笑容。看吧看吧，希望待会儿你别吓尿了裤子。几人鱼贯而入，停尸房内依旧昏暗，只有窗外的闪电偶尔划破黑暗。刘半仙径直走到水晶棺前，掏出一张黄符，嘴里念念有词，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显形！他手中的黄符无火自燃，借着火光，他往水晶棺里看去。这一看，刘半仙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见水晶棺内的苏倾城虽然依旧闭着眼睛，但那原本惨白如纸的脸色，此刻竟然透着一股诡异的红润，而且那原本整齐的红衣旗袍领口微微敞开，甚至还能看到上面隐隐约约的几个红印子。这特么乃像是死人！
这分明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那啥之后熟睡的美人。刘半仙手里的符纸都烧到手指头了，他才猛地反应过来，痛呼一声甩掉符纸，指着苏阳的手都在颤抖。畜生，你个畜生啊！你竟然对尸体做这种事，你还有人性吗？这可是大不敬，要遭天谴的。王经理和那个保镖也凑了过来，借着还没熄灭的符纸火光看了一眼，顿时也是目瞪口呆，倒吸一口凉气，看向苏阳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变态狂魔。这小子也太猛了吧，连女尸都不放过。啧，老东西，你思想能不能纯洁点？苏阳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我说了，这是心理辅导，按摩懂不懂？这是为了疏通苏小姐体内的怨气，让她走得安详一点。放屁，一派胡言！刘半仙气得胡子都在抖，他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按摩能按出草莓印，按摩能把衣服按乱，你当贫道是3岁小孩吗？今日贫道就要替天行道，收了你这个亵渎尸体的妖孽！刘半仙大喝一声，反手从背包里抽出一把桃木剑，咬破舌尖，一口血喷在剑上。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是，桃木剑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光，带着呼啸的风声，直刺苏阳的面门。这老道士虽然人品不咋地，但还是有点真本事的。这一剑若是刺实了，普通人非死即残。定，检测到宿主遭遇攻击，触发神级选择。选项1，跪地求饶，承认自己是变态，奖励变态狂魔称号，魅力值100。选项2，逃跑，奖励神行太保体验卡。选项3，狠狠打脸，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道法，奖励掌心雷，积分1000点。选3，苏阳眼中寒芒一闪，跟我玩剑，老东西，给你脸了是吧？苏阳站在原地，不躲不闪，直到那桃木剑刺到眼前，他才猛地伸出右手，啪一声脆响，泛着红光的桃木剑竟然被苏阳徒手抓住了剑身。什么？刘半仙大惊失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可是加持了他精血的桃木剑啊，削铁如泥，对邪祟更有奇效，怎么可能被人徒手接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滋滋滋，苏阳手掌之上突然爆发出刺目的蓝色雷光。玩道法，我教你啊！咔嚓，坚硬的桃木剑在雷光之下瞬间炸裂成无数碎片，紧接着啪一个响亮无比的耳光狠狠抽在了刘半仙的老脸上。这一巴掌，苏阳可是动用了修为，刘半仙整个人就像是一个破布袋，直接横着飞了出去，狠狠撞在了墙上，又弹回地上。哇！他张嘴吐出一口鲜血，里面还混着几颗大黄牙，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猪头。雷法！刘半仙捂着脸，惊恐万状地看着苏阳手里还在跳跃的电弧，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你是天师府的人？只有传说中的天师府正统传人才能掌握如此纯正霸道的五雷正法呀！他竟然惹了一位天师。旁边的王经理和保镖早就吓傻了，腿肚子直转筋，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一股尿骚味弥漫开来。徒手捏爆桃木剑，手搓闪电，这特么还是人吗？苏阳甩了甩手，一步步走向刘半仙，脸上笑容依旧，但在刘半仙眼里却比厉鬼还要可怕。现在我有资格给苏小姐做心理辅导了吗？有，太有了！刘半仙拼命点头，哪里还敢有半个不字？天师大人法力无边，别说心理辅导，就是起死回生也是应该的。呵呵，算你识相。苏阳冷笑一声，目光扫过角落里的王经理，还有你，刚才说要开除我，不敢。苏大师，苏爷爷，是我有眼无珠，我该死。王经理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求饶，脸上的肥肉乱颤。就在这时，主人，一道幽怨而空灵的声音突然从水晶棺里飘了出来，紧接着在3人惊恐欲绝的注视下，那原本躺着的苏倾城竟然缓缓地飘了起来，红衣如血，长发飞舞，他悬浮在半空，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刘半仙，眼中闪烁着森冷的红光。刚才是谁说要把我永世不得超生的？鬼啊！王经理和旁边的保镖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刘半仙也是浑身僵硬，看着那煞气滔天的红衣厉鬼，再看看旁边一脸淡定仿佛在看戏的苏阳，他彻底绝望了。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组合啊？手搓雷法的天师养着一只红衣厉鬼当宠物，这世界太疯狂了。主人，这个老道士刚才想害我，能不能让我杀了他？苏倾城飘到苏阳身边，像是邀功一样，指着刘半仙问道。苏阳摸了摸下巴，看了一眼已经被吓得快要魂飞魄散的刘半仙，微微眯起了眼睛。杀了他多没意思，正好我缺个跑腿打杂的，我看这老东西还算机灵。停尸房内阴风阵阵，却掩盖不住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刘半仙跪在地上，浑身抖得像是筛糠。他抬头看了一眼飘在半空红衣如血的女鬼，又看了一眼手中雷光还在隐隐跳动的年轻人，心里最后一丝侥幸彻底崩塌了。这特么根本不是人能抗衡的局面啊！机灵！刘半仙反应极快，顾不得肿成猪头的半边脸，砰砰的就在地上磕起了响头。天师爷爷，苏爷爷，只要您饶我一条狗命，从今往后我刘半仙就是您身边的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绝无二话。什么尊严，什么大师风范，在生死面前连个屁都不是，活着才有一切。苏阳看着脚下像赖皮狗一样的刘半仙，眼睛微眯，缓缓蹲下身子，
做狗那也得看你这条狗够不够听话。苏阳声音很轻，却像是一记重锤敲在刘半仙的心口。说吧，谁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滋滋滋，苏阳指尖再次跃起一道蓝色电弧，在刘半仙眼前晃了晃。我这掌心雷可是很久没尝过烤人肉的滋味了。刘半仙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隐瞒？竹筒到豆子般全招了。是苏二爷，苏建国，他给了我500万，让我今晚借着做法事的名义，在苏小姐的尸身上打下7根锁魂钉。只要锁魂钉入体，苏小姐的魂魄就会被永远禁锢在尸体内，永世不得超生，也没法屈得府告状，更没法回来索命。只要苏小姐彻底没了，苏建国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苏家所有的家产。轰！刘半仙话音刚落，苏阳身后的苏倾城猛地爆发出一声厉笑。苏建国，他可是我亲二叔啊，我平时对他那么好，他竟然想让我永世不得超生。苏倾城身上的红裙猎猎作响，一头黑发无风自动，原本绝美的脸庞此刻因为极度的愤怒和怨恨，竟然隐隐浮现出一丝狰狞的青色。停尸房里的灯泡瞬间炸裂，无数玻璃碎片飞溅，恐怖的阴煞之气如同潮水般汹涌，吓得刘半仙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裤裆早就湿了一片。倾城，淡定点。就在苏倾城即将暴走时，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握住了他冰凉的手腕。为这种畜生生气不值得，气坏了身子，主人可是会心疼的。这一声主人，再加上手掌传来的滚烫温度，瞬间让苏倾城从暴怒中清醒过来。他看着苏阳那双深邃平静的眼睛，心中那股滔天的怨气竟然奇迹般的平息了下来。主人，我要报仇！苏倾城咬着红唇，眼眶微红，楚楚可怜地看着苏阳。放心，这仇我帮你报。苏阳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感动我的人，别说是苏建国，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让他脱层皮。说完，他转头看向刘半仙，语气瞬间变得森冷。老东西，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天师大人饶命啊！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刘半仙拼命磕头。行了，别磕了，留着你的狗命还有用。苏阳踢了他一脚。明天早上，苏建国肯定会来接人，我要你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按照原计划行事。记住，你要表现的一切顺利，让那老东西以为计谋得逞了。要是敢露出一丝马脚，苏阳手指一弹，一道蓝色的电弧在指尖跳跃，我就让你尝尝五雷轰顶的滋味。不敢，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刘半仙看着那雷光，吓得魂飞魄散，连连保证：滚吧，去外面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是。刘半仙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停尸房，顺便还把昏迷的王经理和保镖给拖了出去。随着大门关上，停尸房里再次恢复了寂静，只剩下苏阳和苏倾城一男一女，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旖旎起来。苏阳重新坐回椅子上，看着悬浮在空中的苏倾城，目光毫不避讳地在他曼妙的身姿上扫视。刚才因为愤怒，苏倾城的旗袍领口崩开了一颗扣子，此刻虽然平复了心情，但那若隐若现的一抹雪白深渊依然让人血脉奋张。主人，苏倾城被苏阳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缓缓飘落下来，跪坐在苏阳脚边，仰着那张精致的小脸，眼神中充满了感激和崇拜。谢谢主人帮我出气，光嘴上说谢谢可不行啊！苏阳坏笑一声，伸脚轻轻勾起苏倾城的下巴。刚才为了救你，我可是消耗了不少阳气，现在浑身酸痛，你说该怎么办？苏倾城闻言，俏脸一红，他虽然是鬼，但也懂男女之事。主人，这暗示不，这已经是明示了。可是人鬼殊途，真的可以吗？苏倾城咬了咬嘴唇，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那双冰凉的小手轻轻搭在了苏阳的腿上。主人若是不嫌弃倾城蒲柳之姿，身如寒冰倾城愿意侍奉主人。说着，他缓缓起身，绕到苏阳身后。倾城生前学过一些按摩手法，或许能帮主人缓解疲劳。还没等苏阳说话，一双柔弱无骨、带着丝丝凉意的小手就按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那种触感简直绝了，就像是在炎热的夏天吃了一口冰镇西瓜，爽到了天灵盖。苏阳忍不住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闭上了眼睛。苏倾城的手法确实很专业，力度适中，而且因为他是灵体，手指可以轻易地透入肌肉深处，按压到那些平时根本按不到的穴位。从头部到肩膀再到后背，那双冰凉的小手一路向下游走，每一次按压都让苏阳体内的纯阳之气一阵激荡。主人，这里酸吗？苏倾城的声音就在耳边，吐气如兰，带着一丝天然的魅惑。苏阳微微睁开眼，侧头看去，只见苏倾城正贴在他的后背上，红色的旗袍紧紧贴着他的身躯，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他那领口下的大好风光，以及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红的指尖。往下点。苏阳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苏倾城脸颊红得快要滴血，但还是乖巧的依言照做。这一夜，停尸房外的雷雨渐渐停歇，而停尸房内却是春光无限。虽无实质性的突破，但这红衣女鬼的服饰却让苏阳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帝王享受。定，恭喜宿主与红衣厉鬼亲密度提升，获得绝技天眼通。定，宿主纯阳之气得到调和，修为略微精进。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苏阳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微笑。这哪里是守夜，这分明是来度假的呀！明天苏家
苏建国，等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始。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值班室里，苏阳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浑身骨骼噼啪作响，感觉精神前所未有的饱满。这一夜虽然没发生什么少儿不宜的实质性进展，但苏倾城这只红衣女鬼的按摩手法，那是真的没话说。阴凉的小手，恰到好处的力度，再加上时不时在他耳边娇滴滴的主人，简直比任何顶级会所的技师都要让人上头。主人，天亮了，我该回去了。苏倾城看了一眼窗外的阳光，眼中闪过一丝畏惧。鬼物怕光，这是天性，哪怕他是红衣厉鬼，在正午的烈阳下也会受到重创。回去吧。苏阳点了点头，大手一挥，一道淡淡的金光从他指尖弹出，笼罩在苏倾城身上。这是苏倾城惊讶地发现，原本让他难受的阳光，此刻照在身上竟然变得暖洋洋的，不再有丝毫痛感。一点小手段，避光咒而已。苏阳随口胡诌了个名字，其实这是9转纯阳体衍生出的一点阳气护罩，能帮鬼物抵御阳气侵蚀。谢谢主人。苏倾城感动的美眸含水，若不是时间地点不对，他真想扑上去狠狠亲苏阳一口。他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一块苏阳随身带的玉佩里。这玉佩成色不错，正好用来当苏倾城的临时闺房。刚把玉佩挂在脖子上，贴身放好，门外就传来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透过窗户看去，只见一列黑色的奔驰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入了殡仪馆的院子，为首的是一辆加长版劳斯莱斯幻影，极尽奢华。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几个黑衣保镖，紧接着昨晚还肿着半边脸的刘半仙，此刻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道袍。虽然脸上的淤青还没全消，但那股的道高人的范儿倒是端得十足。而在刘半仙身后，跟着一个穿着考究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中年男人。这男人长着一双鹰钩鼻，眼神阴鸷，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笑容，正是苏倾城的二叔，如今苏家的掌舵人苏建国。刘大师，昨晚的事情都办妥了？苏建国一边走一边低声问道，眼神里满是期待。刘半仙身子微微一僵，下意识地摸了摸还在隐隐作痛的半边脸，然后看了一眼值班室的方向，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说道：苏二爷放心，贫道出手自然是万无一失。那剑可，苏小姐的魂魄已经被锁魂定镇住，永世不得翻身，您就等着接手苏家的泼天富贵吧。好啊。苏建国闻言忍不住放声大笑，只要那个死丫头回不来，苏家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刘大师，答应你的500万，回头我就让人打到你账上。多谢二爷。刘半仙皮笑肉不笑的应了一声，心里却在滴血。500万，这钱我有命拿，也得有命花啊。此时苏阳推门走了出来，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哟，这就来接人了，挺早啊。苏建国看到苏阳，眉头微微一皱，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你是谁？那守夜人呢？在苏建国眼里，这种底层的保安就像是路边的蚂蚁，根本不值得他正眼相看。之前的守夜人辞职了，我是新来的保安队长苏阳。苏阳似笑非笑地看着苏建国，苏二爷是吧？听说你要把苏小姐的遗体接回去火化？废话，不接回去难道留在这里过年吗？苏建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赶紧开门，别耽误了吉时，要是误了事，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说完，他看都懒得看苏阳一眼，转身对刘半仙说道：刘大师，请吧。刘半仙看了一眼苏阳，见苏阳微微点头，这才松了口气，装模作样的掐了个指决。起棺。几个保镖立刻冲进停尸房，将装着苏倾城尸体的水晶棺抬了出来，送上了后面的一辆灵车。整个过程，苏建国都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甚至看都没看那棺材一眼，仿佛里面躺着的不是他的亲侄女，而是一件让他厌恶的垃圾。啧，真是最毒不过人心啊。苏阳冷笑一声，跟在刘半仙身后，也想蹭个车坐坐。站住！苏建国突然喝道，指着苏阳，你跟着干什么？我们要回苏家祖宅，闲杂人等滚远点。闲杂人等。苏阳脚步一顿，转头看向刘半仙，眼神玩味。刘大师，我是闲杂人等吗？刘半仙被苏阳这一眼看得浑身一哆嗦，他猛地转过身，一巴掌狠狠拍在苏建国的后脑勺上。啪！这一巴掌清脆响亮，把在场所有人都打懵了。苏建国捂着脑袋，不可置信地看着刘半仙，刘大师，你打我干什么？打你，贫道恨不得踹死你。刘半仙吹胡子瞪眼，指着苏阳大声喝道，瞎了你的狗眼！这位苏先生是贫道请来的助手，天资聪颖，道法高深，这次法事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根本成不了。你敢对苏先生不敬，就是对贫道不敬，这法事贫道不做了。说着，刘半仙做事就要撂挑子走人。苏建国彻底傻眼了，助手，这么年轻的助手，还是个保安？但看着刘半仙那一副你敢动他我就跟你拼命的架势，苏建国也不敢怀疑，毕竟现在全指望刘半仙镇压苏倾城的魂魄，要是把他气走了，万一那死丫头变鬼回来索命怎么办？别！刘大师息怒。苏建国连忙陪笑，那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既然是大师的助手，那就请上车，请上车。他转头看向苏阳，虽然心里100个不爽，但还是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苏先生，请。苏阳看着苏建国那副憋屈的样子，也不多说，
大摇大摆地走到了那辆劳斯莱斯面前，拉开车门，一屁股坐在了最舒服的老板椅上。愣着干什么？开车呀！苏建国看着鸠占鹊巢的苏阳，气得牙根直痒痒，但碍于刘半仙的面子，只能忍气吞声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车队缓缓启动，驶向市中心的苏家祖宅。车内气氛有些沉闷，苏阳翘着二郎腿，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把玩着胸前的古玉佩。主人，这个苏建国身上有古怪。脑海中突然传来苏倾城的声音。哦，什么古怪？苏阳心中问道。他身上有一股很浓的妖气，不像是活人该有的气息。苏倾城的声音有些凝重，而且刚才我看他的眼神不像是人类的眼神，倒像是某种冷血动物。妖气，冷血动物。苏阳眉头微微一挑，悄悄开启了天眼通。只见在前排副驾驶的苏建国身上竟然缠绕着一股淡淡的黑气，那黑气隐隐幻化成一条蛇的形状。哼，有点意思。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原本以为只是个豪门争产的狗血剧，没想到还混进来个妖魔鬼怪。这苏家水挺深啊，不过水越深，他抓起鱼来才越有意思。倾城，等会儿到了苏家，给你看场好戏。苏阳摸了摸玉佩，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什么好戏？关门，放可可，放你去咬人。半小时后，车队驶入一座占地极广的豪华庄园。苏家祖宅气派非凡，亭台楼阁极尽奢华。此时庄园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白色的挽联高挂，哀乐阵阵，不少江州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吊唁了。虽然苏建国巴不得苏倾城早点死，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毕竟苏家是江州首富，面子不能丢。灵堂正中央摆放着苏倾城的巨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笑靥如花，明艳动人，与此刻灵堂内压抑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阳跟着刘半仙下了车，看着满堂的宾客，又看了看假惺惺抹眼泪的苏建国，只觉得讽刺无比。各位亲朋好友。苏建国走到灵堂前，拿起话筒，一脸悲痛欲绝的样子。家门不幸啊，我那可怜的侄女倾城，年纪轻轻就遭此横祸，我这个做叔叔的心如刀绞啊。台下不少不明真相的宾客都在感叹苏二爷仁义，不过人死不能复生。苏建国话锋一转，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为了让倾城早日安息，我特意请来了得道高人刘半仙，为倾城做一场超度法事。法事过后就立刻火化，让倾城干干净净的走。好，下面有人带头叫好，显然是苏建国的托。刘半仙拿着拂尘，装模作样的走上台，正准备开始他的表演。就在这时，一道懒洋洋的声音突兀的在灵堂内响起：慢着，谁说苏小姐死了？我看她好像还能再抢救一下啊。此言一出，全场寂静，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苏阳双手插兜，大摇大摆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站在了灵堂中央。他抬头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然后又看了一眼脸色瞬间铁青的苏建国，咧嘴一笑：苏二爷，这棺材盖还没钉死呢，你就急着火化，是不是心里有鬼啊？心里有鬼。苏阳这4个字一出，整个灵堂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苏阳。这人谁啊？穿着一身保安制服，吊儿郎当地站在苏家大小姐的灵堂上，还敢公然挑衅苏二爷，这不是寿星攻上吊嫌命长了吗？苏建国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那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苏阳，眼角的肌肉因为愤怒而微微抽搐。到了这种时候，哪怕苏阳是刘大仙请来的人，他也决定不忍了。哪里来的野狗，也敢在我苏家乱吠！来人，给我把这个疯子打断手脚，扔出去喂狗！随着苏建国一声令下，原本站在灵堂四周的10几个黑衣保镖瞬间动了，他们个个身强体壮，杀气腾腾，直接朝着苏阳围了过来。周围的宾客吓得纷纷后退，生怕溅一身血。啧，恼羞成怒了。苏阳站在原地，非但没有一丝慌张，反而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了一口。苏二爷，我好心好意来告诉你苏小姐还能救，你非但不领情，还要打断我的手脚，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待客之道。救人都死了2天了，你拿什么救？拿你的嘴吗？苏建国怒极反笑，眼中杀机毕露。给我上，往死里打，出了事我负责。是，10几个保镖齐声怒吼，挥舞着橡胶棍，如同狼群般扑向苏阳。哎，为什么要逼我动手呢？我可是个斯文人。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即眼神骤然一冷。滚！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仿佛平地惊雷，在众人耳边炸响。下一秒，砰砰砰，一连串闷响声传出，众人只觉眼前一花，甚至都没看清苏阳是怎么出手的，就看到那10几个冲上去的彪形大汉，竟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倒飞了出去。轰隆隆，有人砸烂了花圈，有人撞翻了桌椅，还有人直接飞出了灵堂，挂在了外面的树杈上，哀嚎声响成一片。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保镖队全军覆没。这怎么可能？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的看着站在中央的年轻人。这特么是特种兵王吗？苏建国也是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小子有点邪门，难道是刘大师联合做局坑他？你到底是什么人？苏建国色厉内荏的吼道：敢在我苏家撒野，你知道后果吗？
我是什么人？苏阳吐出一个烟圈，我是苏小姐的贴身保镖，兼职心理辅导员。昨晚我和苏小姐在停尸房里促膝长谈，深入交流了一整夜。她说她死得好惨啊，她说她是被人害死的，她还说她想二叔了，想让二叔下去陪她。苏阳每说一句就往前走一步，强大的气场压迫的苏建国连连后退，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你胡说八道，倾城是心脏病突发，法医鉴定都出来了，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苏建国额头上冷汗直冒，虽然嘴硬，但心里已经开始发慌了。难道这小子真的知道什么？不可能，昨晚的事情只有刘半仙知道。而刘半仙，苏建国猛地转头看向一旁的刘半仙，却发现这老道士正眼观鼻，鼻观心，一副我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甚至还往后缩了缩，装神弄鬼。苏阳走到水晶棺前，伸手拍了拍棺盖，发出一声脆响。苏二爷，既然你不信，那不如让苏小姐自己出来跟你说。什么？此话一出，满堂皆惊，让死人自己出来说话，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哈哈哈，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苏建国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指着苏阳大笑道：小子，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诈尸吗？还是鬼上身？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封建迷信这一套？你不信？苏阳微微一笑，伸手从脖子上摘下那块古玉佩，轻轻摩挲了一下。倾城，你二叔不信你会诈尸呢？出来吧，给咱们苏二爷表演个绝活。话音刚落，呼，原本艳阳高照的灵堂内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温度骤降，头顶的吊灯开始忽明忽暗，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摆在灵堂两侧的花圈竟然无风自动，发出一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摩擦声。这是怎么回事？好冷，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宾客们骚动起来，一个个抱紧了胳膊，惊恐地四处张望。就在这时，摆在正中央的水晶棺突然剧烈颤抖起来，砰砰砰，像是有人在里面用力敲击棺盖。啊！诈尸了！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胆小的宾客直接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苏建国也是吓得腿一软，差点没跪在地上。他死死盯着那口水晶棺，眼中满是恐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锁魂钉不是已经打进去了吗？怎么还会诈尸？轰！一声巨响，厚重的水晶棺盖直接被一股巨力掀飞，重重砸在地上，摔得粉碎。紧接着，一团浓郁的红雾从棺材里涌了出来，瞬间弥漫了整个灵堂。在红雾之中，一道曼妙的身影缓缓升起，红衣似火，黑发如瀑。苏倾城悬浮在半空，一身剪裁合体的红色旗袍将他那魔鬼般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修长笔直的大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泛着惨白却诱人的光泽。他低垂着头，看不清面容，只有一双穿着红色绣花鞋的小脚在空中微微晃荡。美，那是窒息的美，也是致命的恐怖。二叔！一道幽怨凄厉的声音在苏建国耳边响起。苏倾城缓缓抬起头，那张绝美的脸庞上两行血泪顺着眼角滑落，滴在鲜红的旗袍上，触目惊心。二叔，我好冷啊，你为什么要害我？最后一句话，苏倾城陡然拔高了音调，变成了凄厉的尖笑。轰！滔天的怨气如同海啸般爆发，灵堂内的桌椅板凳瞬间炸裂。鬼啊！苏小姐变厉鬼索命了！宾客们彻底崩溃了，尖叫着四散奔逃，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苏建国更是首当其冲，他被那股恐怖的怨气直接掀翻在地，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一身名贵西装沾满了灰尘，狼狈不堪。你别过来，别过来！苏建国瘫坐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裤裆处已经湿了一大片，散发着难闻的骚味。倾城，我是你二叔啊，不是我害你的，不是我，是心脏病，是意外。苏倾城飘到苏建国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让他敬重的二叔，眼中满是失望和仇恨。那你为什么要找人在我尸体上打锁魂钉？为什么要让我永世不得超生？二叔，你的心怎么这么狠毒啊？苏倾城伸出长着尖锐黑指甲的手，缓缓抓向苏建国的脖子。既然你想要我的命，那现在就把你的命赔给我吧。不，救命！大师救我！眼看利爪就要刺穿咽喉，苏建国绝望的大吼起来，目光看向躲在一旁的刘半仙。刘大师，快收了他，我给你1000万，不，1个亿。然而刘半仙缩在柱子后面，抱着脑袋，连个屁都不敢放，甚至还偷偷给苏阳比了个大拇指。苏建国彻底绝望了。就在这时，他眼中的恐惧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诡异的树瞳，一股阴冷腥臭的气息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出来。想杀我没那么容易，都给我去死吧！苏建国的嘴巴猛地张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一根猩红的分叉舌头弹射而出，如同利剑般刺向苏倾城面门。妖气，浓郁到极致的妖气。这苏建国根本不是人，而是被蛇妖附体了。变故突生，苏倾城没想到苏建国还有这一手，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躲避。眼看毒蛇就要刺中他的鬼体，一道金色光芒横空而来，啪！一只大手稳稳抓住了那根腥臭的舌头。这么长的舌头，不去以此谋生，真是可惜了。苏阳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两人中间，手里拽着苏建国的舌头，一脸嫌弃地说道：“不过，在我面前玩蛇，你问过我手里的雷了吗？”
滋滋滋，话音未落，狂暴的雷霆之力顺着那根舌头瞬间灌入了苏建国的体内。滋滋滋，狂暴的蓝色雷霆顺着苏建国猩红的舌头疯狂灌入他的体内。啊！一声非人般的凄厉惨叫瞬间响彻整个灵堂，这声音根本不像是人类能发出的，更像是某种野兽濒死前的哀嚎，听得周围宾客头皮发麻。只见苏建国的身体在雷电的肆虐下开始剧烈抽搐，如同跳霹雳舞一般，浑身骨骼噼啪作响，一股股黑烟从他的七窍中冒出，原本保养得体的中年富商形象此刻迅速干瘪下去，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放开我，该死的道士，放开我！苏建国或者说那条附身的蛇妖此时也是惊恐万状，他修炼了300年，好不容易才找到苏建国这么个载体，本想吞了苏倾城的怨魂就能化焦，哪曾想半路杀出个这么恐怖的煞星，这雷法至刚至阳简直就是他的克星。放开你！苏阳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手中力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大了几分。刚才不是挺嚣张吗？不是要让我死吗？现在想跑，晚了，给我滚出来！轰！苏阳大喝一声，掌心雷光大盛，化作一道刺目光柱，狠狠轰进了苏建国的嘴里。砰！苏建国的后脑勺瞬间炸开一个血洞，但流出的不是脑浆，而是一团浓郁到极致的黑气。黑气在半空中翻滚扭曲，最后凝聚成一条足有水桶粗细的黑色巨蟒虚影。巨蟒通体漆黑，鳞片森森，一双树瞳散发着阴毒的光芒，张开血盆大口，对着苏阳发出丝丝的怒吼：臭道士，你敢毁我肉身，我要吞了你！现出原形，蛇妖虽然元气大伤，但这更加激发了他的凶性。妖怪啊，真的是蛇妖！苏二爷被蛇妖吃了。底下的宾客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有些胆小的直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活了半辈子，这种只在电影特效里见过的场面，谁受得了？哼，区区一条赖皮蛇也敢嚣张！面对扑面而来的腥风，苏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反而嫌弃的扇了扇鼻子，口臭这么重，平时没少吃屎吧？找死！蛇妖彻底暴怒，巨大的蛇尾横扫而出，带着千钧之力狠狠抽向苏阳。这一击若是抽实了，别说是人，就是一辆卡车也得被抽成废铁。主人小心！一旁的苏倾城见状，吓得花容失色，下意识就要冲上来替苏阳挡这一击。虽然他是厉鬼，但在这300年修为的蛇妖面前，依然显得有些脆弱。别过来，看我给你表演个手撕辣条！苏阳对着苏倾城眨了眨眼，随后身形不退反进，迎着呼啸而来的蛇尾，猛地伸出了双手，九转纯阳体开！嗡！苏阳浑身金光暴涨，整个人如同天神下凡，一股霸道无匹的气势冲天而起。啪！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苏阳竟然用双手死死抱住了那条粗壮的蛇尾，巨大的冲击力仅仅是让他脚下的地砖碎裂了几块，而他的身体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什么？蛇妖巨大的蛇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特么还是人类的力量吗？嘿嘿，抓到你了！苏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眼神狂热。接下来就是大风车时间，起！苏阳一声暴喝，双臂肌肉隆起，竟然将7、8米长的巨大蛇妖直接给抡了起来。呼呼呼！巨大的蛇身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残影，发出恐怖的破空声。砰！啊！蛇妖的脑袋狠狠砸在了灵堂的柱子上，柱子应声而断。砰！嗷！又是一下砸在了地板上，砸出一个大坑。砰砰砰！苏阳就像是抡着一根破草绳，疯狂地将蛇妖往地上、墙上、柱子上砸去。整个灵堂仿佛经历了10级地震，到处都是碎石飞溅，尘土飞扬。放过我，我错了，别打了，大仙饶命啊！仅仅过了不到半分钟，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蛇妖已经被砸得七荤八素，浑身黑气溃散，原本凝实的虚影都变得透明起来，发出了求饶的哀嚎。太残暴了，这特么简直比妖魔还要妖魔！饶命！刚才你想吃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饶命？苏阳停下动作，踩着蛇妖的7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下辈子投胎做条蚯蚓吧，记得别再惹我。说完，苏阳右手高举，掌心之中一颗足有篮球大小的雷球迅速凝聚，那恐怖的能量波动让整个空间的空气都变得焦灼起来。五雷正法掌心雷灭！轰！雷球轰然落下，直接轰在了蛇妖的脑袋上，没有任何悬念。在耀眼的雷光中，蛇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瞬间灰飞烟灭，连渣都不剩。叮！恭喜宿主击杀300年蛇妖，替天行道。奖励积分500点，奖励蛇妖内丹极品大补1颗，奖励苏家地契。既然人都死绝了，这房子就归你了。听着系统的提示音，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波不亏，不仅拿了积分，还有内丹这种好东西。他手掌一翻，一颗散发着幽幽绿光、龙眼大小的珠子出现在手中。蛇妖内丹服用后可大幅度增强体质，强化肾脏功能，并且获得技能蛇影前行，强化肾脏。苏阳眼睛一亮，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个飘在空中的红衣身影，这东西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呀！可，低调低调。苏阳不动声色地将内丹收好，准备晚上回去再好好研究。此时灵堂内烟尘散去，所有人都如同泥塑木雕一般，呆呆地看着站在废墟中央的苏阳。
那一身保安服虽然沾满了灰尘，但在众人眼里却仿佛披着金甲圣衣的战神。徒手抡蛇妖，掌心发雷霆，这哪里是人，这尼玛是神仙下凡啊！啪嗒，不知道是谁先跪了下来，紧接着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满堂宾客齐刷刷的跪了一地。天师饶命，天师饶命啊！我们跟苏建国那个畜生没关系，我们是被骗来的。苏大师神威盖世，简直是当世活神仙。这群人刚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卑微。角落里的刘半仙更是直接爬了过来，抱着苏阳的大腿就开始痛哭流涕。苏爷，您太牛逼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亲爷爷，我刘半仙以后为您马首是瞻。苏阳嫌弃的把刘半仙踹开，目光看向了飘在半空的苏倾城。此时的苏倾城身上的怨气已经消散了大半，那张绝美的脸上不再是刚才的狰狞恐怖，而是充满了震惊、崇拜以及一丝深深的迷恋。哪个女人不爱英雄？哪怕变成了鬼，这种慕强的天性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刚才苏阳为了保护她，一人独占蛇妖，那狂暴霸气的身影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他的灵魂深处。主人，苏倾城飘落下来，也不管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着，直接扑进了苏阳的怀里。虽然他的身体是冰凉的，但苏阳却感觉到了一股火热的情意。主人，你好猛，倾城好喜欢。他抬起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仿佛能拉出丝来，声音软糯的让人骨头都酥了。可可，基操，物六。苏阳老脸一红，感受着怀中那柔软的触感，心里那叫一个爽。既然仇已经报了，苏建国也死了，这苏家……苏阳环视了一圈四周，最后目光落在那群瑟瑟发抖的苏家旁系亲属身上。苏小姐现在是我的鬼仆，这苏家的产业是不是该有个说法？应该的，应该的。一个苏家的长辈连忙爬出来，磕头如捣蒜。苏家本来就是倾城的，现在倾城跟了大师，那苏家自然就是大师的。对对对，以后苏家为大师之命是从。开玩笑，连蛇妖都被这煞星给灭了，谁还敢说个不字？那不是找死吗？算你们识相。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从今天起，他苏阳不再是那个苦哈哈的守夜保安，而是这江州市首富苏家的新主人。行了，这里太乱了，让人收拾一下。苏阳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搂着苏倾城的纤腰，大步朝着苏家后院走去。倾城，带我去你的闺房看看，刚才打架出了一身汗，正好借你的浴室洗个澡。苏倾城闻言，俏脸瞬间羞得通红，整个人都快化成水了，低声应道：是主人。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跪在地上的刘半仙擦了擦冷汗，眼中满是羡慕。啧啧，人鬼情未了啊，苏爷这身子骨真是铁打的。苏家后院大小姐闺房，这里的装修极尽奢华，又不失温馨，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女儿香。苏阳一进门就直接把自己扔到了那张柔软的大床上，舒服的呻吟了一声。还是这床舒服，比停尸房那个破椅子强多了。苏倾城此时已经显化出了实体，他红着脸走到床边，那双大长腿在旗袍下交叠，显得格外诱人。主人，要不我先帮您放洗澡水。苏阳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他，从兜里掏出那颗蛇妖内丹，在手里抛了抛。洗澡不急，倾城，你说这玩意儿吃了真的能变强吗？苏倾城看到那颗内丹，本能的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精气，他舔了舔红唇，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但更多的是对苏阳的关心。这蛇妖内丹是至阳至补之物，主人您是纯阳体，吃了肯定大有裨益。只是什么？只是这药效太猛，若是没有阴阳调和的话，恐怕会火气过旺，伤肾。说到最后，苏倾城的声音已经细若蚊蝇。火气过旺。苏阳看了一眼手里那绿油油的内丹，又看了一眼面前这娇滴滴的红衣女鬼，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怕什么？这不是还有你这块万年玄冰吗？正好，咱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到底是这蛇妖的火气大，还是我的定力强。说完，苏阳仰头，直接将那颗内丹吞了下去。轰轰！随着蛇妖内丹入腹，苏阳只觉得像是吞下了一颗小型核弹，狂暴炽热的能量瞬间在他胃里炸开，顺着经脉疯狂涌向四肢百骸。卧槽，劲儿这么大！苏阳脸色瞬间涨红，额头上青筋暴起，浑身皮肤都变成了煮熟的大虾般的红色，甚至开始冒出缕缕白烟。这就是300年蛇妖的精华所在。对于现在的苏阳来说，确实有点虚不受补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有无数团火焰在体内燃烧，烧得他口干舌燥，仿佛要把他整个人都融化掉。热好热！苏阳一把扯掉身上的保安服，露出一身精壮如同雕塑般的肌肉，但此刻那肌肉都在剧烈颤抖，散发着惊人的热量。主人！一旁的苏倾城见状吓了一跳，他能感觉到苏阳此刻体内的阳气已经狂暴到了极点，如果不及时引导宣泄，恐怕会爆体而亡。主人，快，我来帮你！苏倾城没有丝毫犹豫，曼妙的娇躯直接贴了上去。滋滋滋！当苏倾城冰凉如玉的肌肤接触到苏阳滚烫的身体时，竟然发出了如同冷水泼在烧红铁块上的声音。苏阳发出一声舒服的闷哼，那种极致的冰凉感瞬间缓解了他体内的燥热。他下意识地伸出双臂，死死抱住了怀中的这块万年玄冰。倾城再冷一点。此时的苏阳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本能地索取着凉意。主人，您轻点。苏倾城俏脸绯红，虽然他是厉鬼，体质阴寒，
但在苏阳这如日中天的纯阳之气冲击下，也感到吃不消。阴阳交汇，龙虎互济，原本狂暴的妖丹能量在两人的接触点上开始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苏阳体内的阳气冲刷着苏倾城的鬼体，帮他炼化阴煞之气，让他的魂魄更加凝实纯净。而苏倾城的极阴之气则反哺给苏阳，中和了他体内的燥热，帮助他吸收妖丹的精华。这一夜，苏家大小姐的闺房内红鸾帐暖，春光无限。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苏阳猛地睁开了眼睛，两道金芒从他眼中射出，如同闪电般刺目。呼，他吐出一口浊气，在空中形成一道白链，足足延伸了1米多远才消散。爽！苏阳从床上一跃而起，只觉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体内的真气比之前浑厚了足足1倍有余，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感。定！恭喜宿主成功炼化蛇妖内丹，完成一次完美的阴阳调和，奖励修为提升至筑基期中期，奖励金光咒满级，身披金光，万法不侵，奖励鬼仆苏倾城进化为红衣鬼将，解锁新技能幽冥鬼爪，幻术魅惑。听着系统的提示音，苏阳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筑基中期，金光咒，这波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赢妈了。他转头看向床边，只见苏倾城正蜷缩在被子里，睡得正香。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种虚幻的灵体状态，而是变得和真人几乎一模一样，皮肤白里透红，富有弹性，甚至连呼吸和体温都有了微弱的显现。若不是没有心跳，谁敢信这是只鬼？看来昨晚把你累坏了。苏阳没有吵醒他，而是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间。苏家大厅，刘半仙正指挥着一群佣人打扫卫生，看到苏阳下来，立马屁颠地跑了过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苏爷，您醒了，早餐已经备好了，全是顶级的燕窝鲍鱼，给您补补身子。看着刘半仙那暧昧的眼神，苏阳没好气地踹了他一脚，少他妈废话，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妥了，全都妥了。刘半仙拍着胸脯保证道，苏家那些旁系亲戚昨天被您那一手雷法吓破了胆，现在一个个老实的跟鹌鹑一样，没人敢对您接手苏家有半句废话。另外，苏建国名下的所有资产我已经找律师在做过户手续了，最迟明天您就是这苏家真正的主人。不错。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正准备坐下来享受这顿豪华早餐。就在这时，嘎吱一声急促的刹车声在别墅门口响起，紧接着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哒哒声传来，听起来急促而有力。谁啊？这么大早上的扰人清梦？苏阳皱了皱眉，抬头望去，只见大门口走进来一道高挑的身影，那是一个女人，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人。她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制服，将火爆的身材包裹得凹凸有致，尤其是胸前那2团宏伟，仿佛随时都要把扣子撑爆。下身是一条齐膝的短裙，搭配着黑色的丝袜，勾勒出2条修长笔直的大长腿，脚踩一双红底高跟鞋，御姐范儿十足。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五官精致却透着一股冷艳，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一种禁欲系的美感。但此刻她那双美眸中却透着审视和不善。谁是苏阳？女人走到大厅中央，冷冷的开口，声音清脆悦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刘半仙看的眼睛都直了，口水差点流下来，但在女人凌厉的目光下瞬间怂了，缩到了苏阳身后。我就是。苏阳咬了一口包子，肆无忌惮地在女人身上打量了一番，最后目光停留在她胸前的工作证上。江州市灵异调查局特别行动组组长林彬。哟，官方的人看够了吗？林彬察觉到苏阳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我是江州市灵异调查局的林彬，昨晚有人报案，这里爆发了强烈的能量波动，还有妖气残留，我怀疑这里发生了非法灵异事件。林彬走到苏阳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咄咄逼人。苏建国人呢？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是不是有妖物作祟？面对林彬的质问，苏阳不慌不忙地喝了口豆浆，然后靠在椅背上，一脸玩味地看着他。林长官，你是来查案的，还是来诱惑我的？什么？林彬愣了一下，大清早的穿成这样闯进单身男人的家里，还站得这么近。苏阳指了指他那因为俯身而微微敞开的领口，里面的风光若隐若现，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你的动机啊！你无耻！林彬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脸颊瞬间涨红，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唐陵一局的高级探员，走到哪里不是被人敬畏3分，竟然被一个流氓给调戏了，少跟我油嘴滑舌！林彬恼羞成怒，猛地拔出腰间的一把银色手枪，枪口直指苏阳的眉心。但这枪显然不是普通的枪，枪身刻满了符文，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我怀疑你和妖物勾结，杀害了苏建国，现在立刻双手抱头，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否则我就开枪了。玩真的？苏阳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眼神变得有些冰冷。林长官，我这个人最讨厌2件事：第一，别人抢我的东西；第二，别人拿枪指着我的头。话音未落，苏阳的身影突然凭空消失在原地。什么？林彬瞳孔骤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觉得手腕一痛，啪，手中的灵能手枪直接被拍飞。紧接着，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毫无征兆地揽住了他的纤腰，将他整个人带得旋转了一圈。天旋地转之后，林冰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被那个男人压在了沙发上，两人的姿势暧昧到了极点。你想干什么？林冰慌了，他引以为傲的伸手，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干什么？苏阳单手按住林冰乱动的双手，将他们举过头顶，另一只手捏住他精致的下巴，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林长官，你不是说我勾结妖物吗？那我要是不做点坏事，岂不是对不起你给我扣的这顶大帽子？说着，苏阳缓缓低头，凑到了林冰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垂上。还有，下次出门记得把扣子扣好，不然很容易让人犯罪的。你混蛋，放开我！林冰羞愤欲死，他从来没跟异性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身体竟然不受控制的有些发软。就在这时，楼梯口突然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主人，大早上的就这么有兴致，这是给我找了个姐妹吗？林冰浑身一僵，侧头看去，只见穿着一身红色真丝睡袍的苏倾城正倚在楼梯扶手上，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那一身恐怖的红衣鬼气虽然收敛了大半，但依然让身为灵异探员的林冰感到一阵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红衣厉鬼！林冰瞪大了眼睛，看着苏阳，又看了看苏倾城，世界观都要崩塌了。这个流氓竟然在家里养了一只红衣厉鬼，而且看那女鬼的样子，好像还争风吃醋了。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红衣鬼将看着从楼梯上款款走下的苏倾城，林冰的瞳孔剧烈收缩。作为灵异调查局的特别行动组组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红衣代表着什么？在鬼物的等级划分中，普通游魂之上是怨灵，怨灵之上是恶鬼，而恶鬼之上才是红衣厉鬼。但此刻苏倾城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比普通的红衣厉鬼还要恐怖10倍不止，那浓郁的阴煞之气几乎凝成了实质，在他周身形成了一圈肉眼可见的红色气场。这分明是指差一步就能晋升鬼王的红衣鬼将。这种级别的存在，别说是他，就算是局长亲自来了，也得掂量能不能全身而退。可现在这样恐怖的存在竟然称呼眼前这个流氓为主人。这位姐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苏倾城赤着玉足，脚步沾地，如同鬼魅般飘到了沙发前。他那双泛着红芒的美眸冷冷盯着被苏阳压在身下的林冰，拿着枪指着我家主人的头，还想把他抓走。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做鬼仆的是摆设？轰！话音刚落，一股滔天的寒意瞬间爆发，整个大厅的温度骤降至冰点。林冰只觉得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让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误会！林冰艰难地挤出2个字，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是来查案的，不是来送死的呀！行了，倾城，别把林长官吓坏了。苏阳见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慢悠悠地松开林冰的手，从他身上坐了起来。林长官，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林冰狼狈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灵能手枪，退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依旧满脸警惕地盯着两人。苏阳，你私自豢养红衣鬼将，这是违反灵异法的重罪，一旦失控，整个江州市都会生灵涂炭。违反灵异法？苏阳嗤笑一声，林长官，饭可以乱吃，屁可不能乱放。倾城是我的家人，怎么能叫豢养？再说了，你看他像失控的样子吗？倒是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闯进民宅，还拔枪相向，这才是知法犯法吧？我林冰一时语塞。确实，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苏倾城神志清晰，除了对自己有敌意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嗜血狂暴的迹象，这在厉鬼中简直是奇迹。至于你说的苏建国，苏阳指了指角落里的垃圾桶，那是他留下的遗物，你可以带回去化验一下。林冰顺着手指看去，只见垃圾桶里扔着一张完整的人皮布，准确说是一张有些焦黑的蛇皮。蛇妖！林冰走过去一看，脸色再次一变。作为专业人士，他一眼就看出蛇皮上残留着浓郁的妖气。苏建国早就被这蛇妖夺舍了，昨晚他想吃我，被我顺手给宰了。苏阳轻描淡写的说道，我这算不算为民除害？你们灵异局是不是该给我发个锦旗，再奖励个几百万花花？林冰，几百万？你再想屁吃！不过如果事实真如苏阳所说，那他确实无罪，反而有功。林冰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将手枪收回腰间。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讲道理了。这件事我会带回去调查清楚，如果属实，局里会撤销对你的监控。林冰深深地看了苏阳一眼，眼神复杂。这个男人不仅实力深不可测，身边还跟着一只红衣鬼将，绝对不是池中之物。与其为敌，不如拉拢。想到这里，林冰的语气缓和了几分。苏阳，最近江州市不太平，灵异事件频发，你既然有这身本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灵异局？待遇从优，编制内五险一金。没兴趣。苏阳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管束。再说了，我有苏家这么多家产要继承，还需要去你们那领死工资？林冰好气哦，但他说的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行，既然你不愿意，我不勉强。林冰咬了咬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色的名片，扔在茶几上。这是我的私人号码，如果你改变主意了，或者遇到了处理不了的麻烦，可以打给我。说完，他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得震天响，
仿佛要把地板踩穿一样。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恶狠狠地瞪了苏阳一眼。还有刚才的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要是敢传出去半个字，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拉着你同归于尽。要是让人知道他堂堂冷艳警花被人按在沙发上调戏，他以后还怎么在局里混？放心，林长官的身材可手感，我一个人独享就够了。苏阳贱兮兮地挥了挥手，滚！林冰俏脸通红，摔门而去。主人，刚才那个女人身材真的很好吗？林冰刚走，苏倾城就悠悠地飘到了苏阳身边，语气里透着一股浓浓的酸味。一般般吧，比我家倾城差远了。苏阳一把揽住苏倾城的细腰，一本正经地说道：那种硬邦邦的制服有什么好的？还是我家倾城的真丝睡袍，摸起来舒服。哼，算你有眼光。苏倾城傲娇地哼了一声，但眼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不过主人，您真的打算接手苏家吗？苏家的生意我不懂，而且我怕我身上的阴气会影响到普通人。生意的事交给刘半仙那个老神棍去打理就行，咱们只管收钱。苏阳摆了摆手，随即眼神微微一凝。而且我也没打算一直待在苏家养老，作为得道天师也得找点活儿干啊。苏阳心头微动，根据系统提示，他还差一点积分就能开启抽奖了，眼下确实的找点正事。他拿出手机，打开了灵异论坛，这是原主之前经常逛的网站，里面有很多关于灵异事件的悬赏帖。苏阳手指滑动，很快一条加粗加红的置顶帖吸引了他的注意。江北大学闹鬼事件，悬赏追加至300万。江北大学，苏阳眉毛一挑，帖子的内容触目惊心。女生宿舍深夜传来婴儿啼哭声，多名女生离奇跳楼身亡，宿管阿姨被掏空心脏，死状凄惨。已有3波驱魔人接单，全部失联。江北大学现已全面封锁，急求真正的高人出手，赏金300万。300万，这钱好赚啊！苏阳眼睛一亮，钱不钱的倒无所谓，主要是他想去大学里普度众生。倾城，收拾一下。苏阳关掉手机，站起身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咱们去体验一下大学生活。苏倾城一愣，去大学干什么？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当然是抓鬼赚钱，顺便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女大学生。女鬼需要心理辅导。江北大学校门口，此时正值黄昏，残阳如血，将整个校园染成了一片惨淡的猩红。原本应该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象牙塔，此刻却大门紧闭，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10几名荷枪实弹的特警守在门口，神情肃穆，严禁任何人出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仿佛那高耸的围墙里面关押着什么洪水猛兽。在警戒线外站着一道焦急的身影，那是一个女人，大概27、8岁的年纪，正是女人最成熟最有韵味的阶段，就像是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稍稍一捏就能掐出水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职业衬衫，下身是一条黑色的包臀短裙，将原本就夸张的腰臀比勾勒得惊心动魄。特别是那双腿，修长笔直圆润，包裹在薄如蝉翼的黑色丝袜中，泛着淡淡的光泽，简直是标准的腿完年系列。她叫叶雨晴，是江北大学的辅导员，也是这次负责接待驱魔大师的联络人。怎么还没来？都这个时候了，要是天黑了可就麻烦了。叶雨晴不停地看着手腕上的表，美眸中满是焦虑。这2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太恐怖了，尤其是那起起跳楼事件，她亲眼目睹了惨烈的现场，现在闭上眼都是满地的鲜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一个漂移，稳稳地停在了校门口，车门打开，苏阳悠哉悠哉地走了下来。师傅，不用找了。苏阳扔给司机100块钱，转身看向这座被阴气笼罩的大学。啧，好浓的怨气啊，看来这回能吃顿饱的了。主人，这里的味道我很喜欢。藏在玉佩里的苏倾城传音道，语气中透着一丝兴奋。苏阳整了整衣服，径直朝着警戒线走去。站住，干什么的？还没靠近，2名特警就上前拦住了他，目光警惕。学校已经封锁了，闲杂人等赶紧离开。苏阳还没说话，一旁的叶雨晴听到动静，连忙跑了过来。当他看到苏阳那年轻过分的脸庞和一身休闲装打扮时，眼中的期待瞬间变成了失望。那个同学现在学校放假了，而且里面在装修，你快回家吧，别在这里逗留。叶雨晴把苏阳当成了不知情的返校学生，好心的劝道。苏阳看着面前这个波涛汹涌的御姐辅导员，目光很不老实的在他那黑丝包裹的大腿上扫了一圈。老师，装修需要拉警戒线，还需要特警站岗。苏阳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你们这装修风格挺硬核呀。被苏阳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叶雨晴感觉浑身不自在，像是被看穿了一样，脸颊微红。这是学校的机密，总之你快走吧，这里很危险。危险？有多危险？苏阳上前一步，2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他甚至能闻到叶雨晴身上那股淡淡的幽香。是有鬼吗？听到鬼这个字，叶雨晴浑身一颤，脸色瞬间煞白。你知道什么？苏阳不再逗他，直接拿出手机亮出那个接单的页面。我是接了悬赏来的，自我介绍一下，苏阳，兼职驱魔人。你驱魔人？叶雨晴瞪大了美眸，上下打量着苏阳，满脸的不可置信。在他印象里，那些大师不都是仙风道骨的老道士，或者是拿着法器的高僧吗？
眼前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学生还像学生的小帅哥，是去抓鬼的？送外卖还差不多吧？怎么，叶老师是以貌取人？苏阳挑了挑眉，谁规定驱魔人就不能长得帅了？不是。叶雨晴有些结巴，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现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那你跟我进来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里面真的很危险，之前的几个大师都读失联了。你要是害怕，现在走还来得及。走？那不行。苏阳咧嘴一笑，目光再次落在叶雨晴紧致的包臀裙上。有叶老师这么漂亮的美女陪着，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啊！你，叶雨晴脸更红了，这人怎么这么不正经？但不知为何，看着苏阳那自信的笑容，他心里原本的恐惧竟然莫名消散了一些。跟我来吧，校长他们都在行政楼等着呢。叶雨晴叹了口气，转身带路，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校园。刚一踏入校门，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好几度，原本闷热的空气变得阴冷刺骨，天色仿佛也一下子暗了下来，路灯昏黄闪烁，像是鬼火一般。叶雨晴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脚步有些发抖。苏阳走在后面，欣赏着前方曼妙的背影。随着叶雨晴走动，那被包臀裙紧紧包裹的蜜桃臀左右摇摆，划出一道道诱人的弧线，黑丝美腿更是吸睛无数。主人，你看够了没有？脑海中传来苏倾城悠悠的声音。要不要我出来把她的裙子掀起来给你看？可，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这是在观察有没有鬼附在她身上。苏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在两人走到女生宿舍楼附近时，哇哇，一阵凄厉的婴儿啼哭声突然从头顶上方传来，声音尖锐刺耳，像是用指甲刮过黑板，直钻人的脑髓。啊！叶雨晴吓得尖叫一声，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她惊恐地抬头望去，只见在女生宿舍楼的顶楼阳台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个穿着白裙的长发女生。那女生怀里抱着一个血淋淋的襁褓，正一步步走向阳台边缘。跳又要跳了！叶雨晴捂着嘴，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绝望地喊道：“同学，别跳，快回来！”但这根本没用，那女生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动作僵硬，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呼，白色的身影如同断线的风筝，直直坠落。这可是6楼，跳下来必死无疑。完了！叶雨晴闭上了眼睛，不忍心看那血肉模糊的场面。然而，预想中重物落地的声音并没有传来。叶老师，睁开眼看看，这是你要找的学生吗？一道懒洋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叶雨晴颤巍巍地睁开眼，下一秒，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嘴巴张得能塞进2根肉肠。只见苏阳单手插兜，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而他的另一只手正稳稳拖着那个跳楼的女生。那女生虽然昏迷了，但身上却毫发无伤。怎么可能？从6楼跳下来，冲击力何等巨大，她竟然单手接住了，而且脚下的水泥地连条裂缝都没有。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叶雨晴看着苏阳轻松惬意的样子，脑子一片空白。苏阳随手将那个女生放在地上，拍了拍手，然后走到还没回过神的叶雨晴面前，嘴角带着一抹坏笑。叶老师，地上凉，对女人的那个地方不好，要我抱你起来吗？静，死一般的寂静。不仅是叶雨晴，就连远处守着的那些特警，此刻也都像是见了鬼一样，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徒手接住6楼跳下来的人，而且接完之后脸部红气不喘，甚至连脚下的尘土都没扬起一丝。这特么不科学啊！牛顿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你！叶雨晴坐在地上，仰视着面前这个带着坏笑的年轻人，大脑一片宕机，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看来叶老师是被吓腿软了。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很是绅士地伸出手，抓住了叶雨晴那只白嫩的小手，入手滑腻，如同上好的丝绸，带着一丝冰凉的汗意。起！苏阳微微用力一拉，啊！叶雨晴惊呼一声，因为双腿实在发软，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去，结结实实地撞进了苏阳的怀里。噗！2团沉甸甸的宏伟瞬间被挤压变形，传来一阵惊人的弹性。苏阳只觉得胸口像是被2团棉花撞了一下，那股幽香瞬间钻进鼻孔，让他心神一荡。啧，叶老师，你这凶器有点犯规啊！苏阳顺势揽住那纤细如柳的腰肢，凑到他耳边低声调侃道。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叶雨晴敏感的耳垂上，让他浑身一颤，像是触电了一般，苍白的俏脸瞬间长得通红。你放开我！叶雨晴羞愤欲死，连忙挣扎着从苏阳怀里站直了身体，慌乱地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衫。他堂堂大学辅导员，平日里也是高冷御姐范儿，什么时候跟男人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哼！狐狸精！挂在苏阳脖子上的玉佩里，苏倾城冷冷地哼了一声，语气酸溜溜的：“主人，你再不放手，我可就要出来帮他降温了。”苏阳心里一惊，连忙松开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个女生没事吧？”叶雨晴为了掩饰尴尬，连忙转移话题，看向地上那个昏迷不醒的女生：“死不了，只是被阴气入体，昏过去了而已。”苏阳看了一眼那个女生，随即抬头看向刚才女生跳下来的楼顶，在他的天眼通下，只见楼顶的边缘残留着一团淡淡的黑气，正缓缓消散，而在那黑气之中，似乎有一双怨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随后引入黑暗之中。跑得倒挺快。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学校里的东西看来不简单啊，竟然懂得借刀杀人，
还知道避其锋芒。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叶雨晴长松了一口气，连忙招呼远处的特警过来，把女生抬去医务室。做完这一切，她才转过身，看向苏阳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如果说之前她还怀疑苏阳是来骗吃骗喝的，那么现在她已经把苏阳当成了救命稻草，单手接坠楼，这绝对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啊！苏大师，叶雨晴语气恭敬了许多，甚至有些拘谨。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请您千万别见怪。叫什么大师，多生分。苏阳摆了摆手，目光在他那被黑丝包裹的美腿上流连忘返。叫我苏阳就行，或者叫杨哥。杨哥。叶雨晴红着脸叫了一声。虽然苏阳看起来比他小好几岁，但在这种强者为尊的世界里，打者为师嘛，这才乖。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走吧，带我去见见你们那个出钱的大冤种哦，不，大金主校长。好的，请跟我来。叶雨晴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带着苏阳朝校园深处的行政楼走去。一路上阴风阵阵，路边的树木影影绰绰，仿佛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影。叶雨晴吓得紧紧贴着苏阳，柔软的触感时不时蹭过苏阳的手臂，让这厮心里暗爽不已。行政楼顶层会议室，此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的几乎能滴出水来。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胖子，正是江北大学的校长钱大富。他此刻正拿着手帕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脸色惨白，眼神中满是焦急和恐惧。而在会议室的两侧则坐着两拨人马，虽然都穿着道袍僧衣，但一个个鼻孔朝天，神情倨傲。左边是一个穿着明黄色道袍的老道士，手里拿着一把拂尘，留着山羊胡，看起来仙风道骨，但那双三角眼却透着几分精明和算计。这是来自茅山的灵虚道长。右边则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脖子上挂着一串巨大的佛珠，袒胸露乳，满脸油光，正抓着一只烧鸡，啃得满嘴流油。这是来自金山寺的法海大师。除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外，他们身后还各自跟着几个徒弟，也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钱校长，这都几点了？那个什么苏大师怎么还没来？灵虚道长有些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冷哼一声。依频道看，那就是个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咱们还是别等了，直接开始做法吧。是啊，钱校长。那个法海大师也咽下嘴里的鸡肉，打了个饱嗝，瓮声瓮气地说道：洒家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分分钟几百万上下，这学校里的妖孽凶得很，再拖下去恐怕又要死人了。这钱校长一脸为难。可是叶老师说那位苏大师也是接了悬赏榜的，而且什么？灵虚道长不屑地撇了撇嘴，这年头阿猫阿狗都敢称大师。钱校长，你可别被那些小年轻给骗了，这抓鬼降妖可是要看道行的，不是长得帅就能当饭吃，就是想跟贫僧抢饭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法海和尚也是一脸鄙夷。就在这时，砰！会议室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谁在放屁？这么臭！一道嚣张至极的声音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苏阳双手插兜，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叶雨晴跟在他身后，一脸尴尬，却又不敢说什么。看到苏阳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会议室里的众人都愣了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苏大师？这特么不就是个街溜子吗？叶老师，这就是你找来的大师？钱校长看到苏阳，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脸色瞬间垮了下来。胡闹，简直是胡闹！叶老师，你知道现在的局势有多严峻吗？你竟然找个学生来捣乱，赶紧让他走，别在这丢人现眼。校长，苏阳哥他真的很厉害。叶雨晴连忙解释道，刚才在楼下有个女生跳楼，被他单手接住了，我亲眼看见的。单手接住跳楼的人。灵虚道长闻言嗤笑一声，眼中满是讥讽。小姑娘，这种骗3岁小孩的把戏你也信？我看这根本就是他们演的一出戏吧。就是这小子毛都没长齐，也敢来这凑热闹。法海和尚把手里的鸡骨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来，一身肥肉乱颤，指着苏阳喝道：小子，这里没你的奶粉钱，赶紧滚回家喝奶去吧，别等会被鬼吓尿了裤子，还要洒家给你擦屁股。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声，那些徒弟们也都跟着起哄，看向苏阳的眼神充满了鄙视。面对众人的嘲讽，苏阳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慢悠悠地走到会议桌前，看了一眼满桌的残羹冷炙，最后目光落在那个法海和尚身上。死胖子，你刚才说让我喝奶？苏阳眯了眯眼，身上散发出一股危险的气息。怎么，你不服？法海和尚仗着自己体型庞大，根本没把苏阳放在眼里，挺着大肚子走到苏阳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洒家就是让你滚！不到3秒钟，团灭！苏阳拍了拍手，重新回到刚才的位置，一屁股坐在会议桌上，翘起二郎腿，目光戏谑地扫视全场。现在还有谁觉得我是来喝奶的？他目光所过之处，无人敢与之对视。那个灵虚道长更是吓得缩了缩脖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钱校长擦着冷汗，看着苏阳的眼神已经从不屑变成了震惊和狂喜。高手，这绝对是高手啊！苏大师，误会，都是误会。钱校长连忙陪着笑脸凑了上来。英雄出少年，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废话就不用说了。苏阳瞥了他一眼，伸出3根手指，300万，1分都不能少。另外，我要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您尽管提。钱校长现在哪敢说个不字？苏阳转过头，目光落在旁边一脸呆滞的叶雨晴身上，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我要叶老师做我的贴身向导，全程陪同，随叫随到的那种。随叫随到。听到苏阳这意味深长的要求，在场所有人表情都变得精彩起来。钱校长是个人精，哪能听不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他看了一眼旁边俏脸通红、羞愤交加却又不敢反驳的叶雨晴，心里顿时有了计较。虽然叶老师是学校的门面，但和自己的乌纱帽还有这满校园的人命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钱校长把胸脯拍得震天响，一脸谄媚的笑道：叶老师本来就是这次行动的联络人，配合苏大师的工作是他的分内之事。别说是随叫随到，就算是……他嘿嘿一笑，没把话说透，但那猥琐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叶老师，为了学校的大局，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就要辛苦你了。钱校长转头看向叶雨晴，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但这严肃中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压力。叶雨晴咬着红唇，双手紧紧攥着衣角。她看着苏阳那双带着侵略性的眼睛，心里既委屈又无奈。她当然知道这所谓的贴身向导意味着什么，孤男寡女，深更半夜，还要在那种阴森恐怖的地方，万一这流氓对自己图谋不轨怎么办？可是想到刚才苏阳那惊世骇俗的实力，还有那个至今昏迷不醒的学生，她深吸了一口气，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我答应。声音虽小，却透着一股坚定、爽快。苏阳打了个响指，从会议桌上跳了下来，顺手又从钱校长的桌上顺走了一包还没拆封的软中华。既然谈妥了，那就别墨迹了，带路吧。现在叶雨晴一愣，天都已经黑了。废话，抓鬼不晚上去，难道等大中午的晒太阳啊？苏阳翻了个白眼，率先走出了会议室，趁着夜黑风高，正好办事。叶雨晴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至于那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大师，早就灰溜溜的跑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夜幕降临，江北大学彻底陷入了一片死寂。昏黄的路灯拉长了两人的影子，校园里静悄悄的，连虫鸣声都听不到，只有偶尔刮过的阴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通往女生宿舍的小道上，苏阳嘴里叼着烟，双手插兜，那叫一个悠闲自在，仿佛是来饭后散步的。而叶雨晴则紧紧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个强光手电筒，一双美眸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把他吓一跳。我说叶老师，你不用贴这么紧吧？苏阳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啊！叶雨晴没刹住车，再次一头撞进了苏阳怀里。这么主动？苏阳顺势扶住他的腰，感受到掌心惊人的弹性，忍不住调侃道：我不是故意的。叶雨晴连忙后退两步，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诱人。她今天穿的这双高跟鞋本来就不好走路，再加上心里害怕，腿一直有点发软。苏阳低头看了一眼她那双被黑丝包裹的美腿，即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泽，那完美的腿型简直就是艺术品。叶老师，你说你长这么一双好腿，不去蹬三轮车真是可惜了。噗！原本紧张的要死的叶雨晴听到这话，差点没一口气呛死。蹬三轮，这人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苏阳，你能不能正经点？叶雨晴羞恼地瞪了他一眼，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吗？苏阳耸了耸肩，指了指前方不远处的一栋老旧大楼，那里就是闹鬼的4号楼。叶雨晴顺着他的手指看去，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只见在夜色中，那栋5层高的宿舍楼孤独地矗立着，所有的窗户都黑漆漆的，像是一只只张大的怪兽眼睛。整栋楼都被浓重的雾气笼罩，明明周围没有风，但这栋楼前的树木却在疯狂摇晃，发出呜呜的怪声，哪怕隔着几十米远，都能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扑面来。对，就是那栋楼。叶雨晴声音颤抖，出事的几个女生都是住在这栋楼的404寝室。404，这房号挺吉利啊，查无此人是吧？苏阳嗤笑一声，眼中却闪过一丝惊芒。在他的视野里，这栋楼可不仅仅是被雾气笼罩那么简单，整栋楼都被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黑色怨气包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蚕茧。而在怨气的中心，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通过这些怨气源源不断地汲取着养分。有点意思，看来是个大家伙。苏阳舔了舔嘴唇，大步走了过去。走，带我去会会这404的房客。啊，真的要进去吗？叶雨晴看着黑洞洞的大门，腿肚子直转筋。他是真的怕啊？怕什么？有我在，阎王爷来了也得给我几分薄面。苏阳回头看了他一眼，伸出手。手给我干嘛？牵着呀，万一等会儿跑丢了，被男鬼抓去当压寨夫人，我可不负责救你。叶雨晴犹豫了一下，看着周围阴森的环境，最后还是乖乖把手伸了过去。被苏阳那只宽厚温热的大手握住的瞬间，他心里莫名的生出一股安全感，原本冰凉的身体也似乎暖和了一些。两人来到宿舍楼下，大门上贴着警方黄色的封条，上面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苏阳看都没看，直接一脚踹了过去，砰！那把大锁连同门框直接飞了出去，在空旷的1楼大厅里发出巨大的回响。呼，门刚一开，一股阴风便呼啸着冲了出来，吹得两人衣服猎猎作响。叶雨晴吓得惊呼一声，整个人都快贴到苏阳身上了。
好重的阴气！苏阳皱了皱眉，这阴气的浓度比之前的苏家还要强上好几倍。咯！就在这时，空荡荡的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那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忽远忽近，听得人头皮发麻。谁在那？叶雨晴举着手电筒乱晃，声音带着哭腔：“别晃了，在上面呢。”苏阳按住他的手，抬起头，目光看向2楼的楼梯拐角处，只见在那里不知何时挂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裙子随风摆动，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人穿着它在跳舞。而在裙摆下方，竟然滴答滴答的往下滴着鲜红的液体，血是血！叶雨晴捂着嘴，差点没吐出来。装神弄鬼！苏阳冷笑一声，手中金光一闪，滋滋滋，一道掌心雷瞬间轰出。啊！那件红裙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燃烧起来，化作一团火球。火光中隐约可见一张扭曲的人脸一闪而过。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苏阳吹了吹手指上并不存在的烟，转头对已经看傻了的叶雨晴说道：“走，上楼。对了，叶老师，等会儿要是害怕，可以报警我不介意，你占我便宜。”叶雨晴虽然很想骂人，但她还是默默地抱紧了苏阳的胳膊，整个人几乎是挂在他身上，跟着他踏上了那条通往地狱般的楼梯。楼道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2人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哒哒哒！叶雨晴死死抱着苏阳胳膊，那张精致的俏脸煞白一片，连大气都不敢喘。阳哥，还有多久到啊？叶雨晴带着哭腔问道。这楼梯怎么感觉走不到头似的？急什么？这才刚到3楼。苏阳一脸轻松惬意，甚至还时不时用手肘蹭一下身旁那团柔软，感受着那惊人的弹性。不过叶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叶雨晴心里咯噔一下。苏阳停下脚步，指了指旁边墙上那个红色的楼层号。我们走了大概5分钟了吧？按理说早该到4楼了，可为什么这里还是3楼？叶雨晴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斑驳的墙壁上赫然写着一个鲜红的数字3，而且这个3字写得歪歪扭扭，红色的油漆还未干透，正在缓缓往下流淌，就像是刚用鲜血写上去的一样。啊！叶雨晴吓得尖叫一声，差点没瘫软在地上。鬼打墙！我们遇到鬼打墙了。他在恐怖小说里看过，鬼打墙就是被鬼迷了眼，会在原地一直转圈，永远走不出去，直到被活累死或者吓死。呵呵，有点意思。苏阳冷笑一声，目光环视四周，在他的天眼通下，这哪里是什么3楼？他们其实一直在2楼和3楼的楼梯间里转圈，周围布满了一层淡淡的青色鬼气，像是一个迷宫，将他们困在其中。咯！那阵诡异的笑声再次响起，这次是在他们头顶。叶雨晴下意识地抬头，却什么也没看到，只有一片漆黑的天花板。装神弄鬼的东西！苏阳不屑地撇了撇嘴，突然抬起右脚，猛地向下一跺，别我破！轰！一股霸道无匹的金光以他脚掌为中心，瞬间向四周扩散开来。9转纯阳体的至阳之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咔嚓！仿佛镜子破碎的声音响起，周围浓郁的青色鬼气在金光的冲击下瞬间支离破碎，消散无踪。眼前的景象也随之一变，原本流血的3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的楼层指示牌。而在楼梯的拐角处，一道黑影发出一声惨叫，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狼狈地钻进了墙里，跑得倒是挺快。苏阳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转头看向已经看呆了的叶雨晴，挑了挑眉：“怎么样，叶老师，这特效做的还行吧？”这是特效。叶雨晴眨了眨眼，虽然他不懂道法，但也知道刚才那一脚有多震撼，整个楼道都被金光照亮了，简直比电影里的超级英雄还帅。杨哥你太厉害了！叶雨晴看着苏阳的眼神里，崇拜的小星星都要溢出来了。有这样的猛男在身边，就算是去地狱逛一圈，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基操物六！苏阳摆了摆手，继续往上走。终于2人来到了4楼，一踏入4楼的走廊，温度瞬间降至冰点，地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水渍，踩上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像是死鱼烂虾的味道，好臭！叶雨晴捂着鼻子，眉头紧锁，小心点，别弄脏了你的丝袜。苏阳提醒了一句，目光紧紧盯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404室，那扇门紧闭着，门缝里透出一丝幽幽的绿光，仿佛里面正在举行什么诡异的仪式。就在2人经过公用洗漱间的时候，哗啦啦，里面的水龙头突然自己打开了，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猩红的鲜血。与此同时，一只苍白浮肿的手毫无征兆地从地面的水渍里伸了出来，一把抓住了叶雨晴的脚踝。那只手力大无穷，指甲漆黑尖锐，深深地刺入了黑丝之中。啊！叶雨晴尖叫一声，整个人失去平衡，就要往后倒去。找死！苏阳眼神一寒，反应极快，他左手一把拦住叶雨晴的腰，将她拉回怀里，右脚猛地抬起，狠狠踩在那只鬼手上。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嗷！水渍里传来一声沉闷的惨叫。敢碰他的腿！苏阳脚下用力碾压，金光爆闪，直接将那只鬼手碾成了黑烟。他低下头，看着怀里惊魂未定的叶雨晴，霸道的宣告：“这双腿，除了我，谁也不准碰，连鬼也不行。”叶雨晴愣住了，她呆呆地看着苏阳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心跳如肋骨。虽然这话听起来很流氓，
很霸道，但为什么听在耳朵里却让人这么有安全感，甚至还有点心动？谢。叶雨晴红着脸小声说道。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那双昂贵的巴黎世家黑丝已经被抓破了几个洞，露出里面雪白的肌肤，上面还有几道红印子。可惜了，这么好的丝袜破了。苏阳惋惜地摇了摇头，看来那只鬼是个不懂欣赏的粗人。没事，回去再买新的。叶雨晴有些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脚。行了，别磨蹭了，正主就在前面。苏阳松开他，目光投向走廊尽头的404室。此时，那扇紧闭的门不知何时已经打开了一条缝隙，一只血红色的眼睛正透过门缝死死地盯着他们。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坐坐吧。一道阴森沙哑的声音从门缝里飘了出来。吱呀，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404宿舍那扇破旧的木门被苏阳一脚踹开。扫视一圈，宿舍里的陈设竟然异常整洁，4张床铺整整齐齐，书桌上摆放着课本和化妆品，阳台的门开着，白色的窗帘随风飘荡，看起来就像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宿舍。除了坐在正中间那张椅子上的背影，那是一个穿着红色睡裙的女生，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脑后，正对着桌上的一面圆镜一下又一下地梳着头。沙沙梳子划过发丝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你是谁？叶雨晴躲在苏阳身后，探出一个脑袋，声音颤抖地问道。是这里的学生吗？那女生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学生？她缓缓转过身来，一张惨白却精致的脸庞出现在两人面前。不得不说，这女鬼长得还挺好看，大眼睛，尖下巴，如果不看那双没有眼白的漆黑瞳孔，以及嘴角那一抹诡异的血迹，绝对算得上是系花级别的。我当然是学生啊！女鬼冲着苏阳抛了个媚眼，声音酥软入骨。这位小哥哥，你是来陪我玩的吗？长夜漫漫，人家好寂寞啊。说着，她缓缓站起身，那红色的睡裙很短，随着她的动作，露出一双修长惨白的大腿，一步步朝着苏阳走来。一股淡淡的桃花香气弥漫开来。叶雨晴闻到这股香气，眼神顿时变得有些迷离，身体也开始摇晃起来。好香啊！她喃喃自语，竟然松开了抱着苏阳的手，傻笑着就要朝那女鬼走去。幻术！苏阳眉头一挑，这女鬼有点道行，竟然懂得用媚术迷惑心智。啪！苏阳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拍在了叶雨晴挺翘的臀部上。啊！这一巴掌力道十足，打出一阵肉浪。叶雨晴痛呼一声，眼中的迷离瞬间消散，捂着屁股跳了起来，一脸羞愤地看着苏阳。你干嘛打我？帮你醒醒脑。苏阳收回手，还在鼻尖闻了闻，手感不错，弹性十足。你！叶雨晴气得跺脚，这流氓明明就是在占便宜。小哥哥，你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啊？那红衣女鬼已经走到了苏阳面前，伸出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想要抚摸苏阳的胸膛。那个姐姐有什么好的？又老又凶，不如你跟我玩吧，我会的可多了，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女鬼吐气如兰，那双漆黑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她是这栋楼的楼霸，专门吸食男人的精气修炼。眼前这个男人体内阳气旺盛的简直像个小太阳，若是能吸干他，他绝对能晋升鬼将。然而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苏阳衣服的时候，苏阳突然往后退了一步，一脸嫌弃地扇了扇鼻子。大姐，你几天没刷牙了？这么重的尸臭味，你是刚从粪坑里爬出来的吗？女鬼脸上的媚笑瞬间僵住了。你说什么？我说你臭啊，聋了吗？苏阳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还有，别对着我抛媚眼，看着恶心。就你这长相，还没我老婆的一根脚趾头好看，也好意思出来卖弄风骚？我要是你，早就找块豆腐撞死了，省得出来吓人。啊呀，我要杀了你！女鬼彻底破防了。她生前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容貌，死后更是靠着这副皮囊勾引了不少男人，现在竟然被一个人类指着鼻子骂丑，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轰！原本整洁的宿舍瞬间变了模样，墙壁开始渗血，天花板上垂下无数黑色的长发。女鬼原本精致的脸庞瞬间裂开，变成了一张血盆大口，满嘴獠牙，朝着苏阳的脖子咬来。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去死吧！啊，鬼啊！叶雨晴吓得尖叫，闭上眼睛根本不敢看。就在那血盆大口即将咬中苏阳的瞬间，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男人？一道冰冷至极、充满杀气的声音骤然在宿舍内响起，紧接着一道红色残影从苏阳胸前的玉佩中冲出，砰！一只纤细白皙的手掌稳稳掐住了女鬼的脖子，就像是捏住了一只小鸡仔。女鬼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被那只手应声生地踢在半空，四肢乱蹬，眼中的凶光瞬间变成了惊恐。红衣鬼将。此时苏倾城一身凤冠霞帔，容颜绝世，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他冷冷地看着手里这个丑陋的女鬼，眼中满是不屑。就凭你这种货色，也想勾引我家主人？也不撒泡尿照自己，老婆威武！苏阳在后面吹了声口哨，像个吃瓜群众一样鼓掌。叶雨晴听到动静，偷偷睁开一只眼。当他看到那个悬浮在空中、美得不可方物的苏倾城时，整个人都看呆了。这是苏阳养的女鬼，这也太美了吧！而且这气场简直就是女王啊！相比之下，那个404女鬼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饶命！女鬼被掐得直翻白眼，
身上的鬼气都在迅速溃散。在红衣鬼将面前，他这种级别的厉鬼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说，这学校里的事是不是你干的？苏倾城手指微微用力，指甲刺入女鬼的脖颈。不是我。女鬼艰难地说道。我只是个看门的，真正的在地下。地下？苏阳走上前，眼神一凝。地下有什么？有一个古墓，那下面封印着一个恐怖的东西，那些死掉的女生都是被他吸干了精血。我只是趁机喝点汤。古墓封印？苏阳摸了摸下巴，这剧情有点意思了。原本以为只是校园怪谈，没想到还挖出了个古墓副本。那个宿管阿姨也是你杀的？苏阳又问。是她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只能，那就是死有余辜了。苏阳冷冷地判了死刑。倾城，吞了他，给你补补身子。是，主人。苏倾城眼中红光一闪。不要！大师饶命！女鬼绝望的尖叫。但下一秒，苏倾城张开红唇，猛地一吸，呼，那女鬼瞬间化作一股精纯的黑气，被苏倾城吞入腹中。嗝！苏倾城打了个饱嗝，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红润动人，味道有点差，勉强能入口。他嫌弃地擦了擦嘴，然后转身飘到苏阳身边，立马换上了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抱着苏阳的胳膊撒娇。主人，人家刚才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奖励啊？叶雨晴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变脸速度真的是鬼吗？表现不错，晚上回去奖励你点蛋白质。苏阳摸了摸苏倾城的头，然后转头看向叶雨晴。叶老师，听到没？正主在地下，这学校下面有古墓。叶雨晴脸色苍白，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呢。苏阳看了一眼地板，走吧，去地下室看看，那个所谓的恐怖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啊？还要去地下室？叶雨晴腿都软了。杨哥，要不我们明天白天再去吧，或者报警抓古墓里的僵尸。你觉得警察叔叔会信吗？苏阳翻了个白眼，来都来了，不拿点土特产回去怎么行？而且苏阳突然凑近叶雨晴，坏笑道，地下室那种狭窄幽暗的地方更适合咱们深入交流啊。叶雨晴虽然很害怕，但为什么突然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呸！叶雨晴你在想什么呢？在苏阳的强迫下，三人离开了404，朝着宿舍楼的地下室入口走去。越往下走，阴气越重，甚至连楼梯的扶手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而就在他们刚刚踏入地下室的瞬间，轰隆，身后的铁门突然重重地关上，紧接着四周亮起了一盏盏惨绿色的长明灯。借着灯光，叶雨晴看到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地下室的中央竟然摆放着一口巨大的青铜棺椁，地下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惨绿色的长明灯摇曳不定，将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椁映照得鬼气森森。棺椁表面刻满了古老而晦涩的符文，那些符文似乎是活的，正像小蛇一样缓缓游动，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这是什么朝代的棺材？怎么这么大？叶雨晴死死抱着苏阳的腰，整个人恨不得缩进他怀里。他虽然是辅导员，但也就在博物馆见过这种东西，而且博物馆里的那些哪有这口棺材这么邪门？光是看一眼就感觉灵魂都要被吸进去了。看这花纹和制式，起码是1000年前的东西了。苏阳一只手搂着叶雨晴柔软的娇躯，另一只手摸了摸下巴，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啧，全是实心的青铜啊，这要是拖出去卖废品，得值不少钱吧？叶雨晴和飘在一旁的苏倾城都无语了。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想着卖废品？主人，这里面有个大家伙。苏倾城神色凝重，挡在苏阳身前，那一身红衣无风自动，显然是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里面的气息比我还要强，比你还强。苏阳眉毛一挑，那是得好好见识一下了。话音刚落，咚，青铜棺椁内部突然传来一声沉闷巨响，像是有人在里面狠狠捶了一下。紧接着，咯吱咯吱，那沉重无比的棺盖竟然缓缓向一侧滑开，一股浓郁到极致的湿气瞬间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这湿气并非恶臭，反而带着一股奇异的幽香，就像是陈年酿造的美酒，又像是某种古老的香料，让人闻一口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酥软。不好，这香气有毒！苏倾城脸色一变，连忙挥袖，一道红色的屏障瞬间笼罩住三人。但即便如此，叶雨晴还是吸入了一点，整个人瞬间瘫软在苏阳怀里，眼神迷离，脸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嘴里发出无意识的哼哼声。热好热！他不安分地扭动着身体，饱满的胸脯在苏阳身上蹭来蹭去，双手更是开始撕扯自己的领口，露出一片雪腻的肌肤。卧槽，这湿气还是那啥药？苏阳瞪大了眼睛，看着怀里媚眼如丝的美女辅导员，虽然很想顺水推舟，但现在显然不是时候。他单指点在叶雨晴的眉心，输入一道金光，暂时压制住他体内的毒素。就在这时，轰！棺盖彻底飞了出去，重重砸在墙壁上，砸出一个大坑。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从棺材里坐了起来，那是一个女人，一个美得令人窒息的女人。她穿着一身金丝绣凤的华丽古装，头戴珠翠，肤如凝脂，五官精致的仿佛是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不同于普通僵尸的干瘪腐烂，她的皮肤饱满水润，甚至比活人还要细腻。唯独那双眼睛是诡异的紫色，没有瞳孔，只有2团紫色的火焰在跳动。而在她的嘴角，2颗尖锐的小獠牙微微探出，不仅不显得恐怖，反而给她增添了一丝妖异的魅惑。千年不化骨，
苏清城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有些颤抖。僵尸极天地怨气晦气而生，不老不死不灭，分为紫姜、白姜、绿姜、毛姜、飞姜、游尸、伏尸、不化骨。眼前这位竟然是传说中仅次于汉魃的不化骨级别，也就是所谓的尸王。呼，那女尸王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紫色的眸子扫视了一圈，最后死死定格在苏阳身上，那眼神充满了贪婪、渴望，就像是饿了3天的狼看到了一块鲜嫩的肥肉。好精纯的阳气，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孤沉睡千年，刚一醒来，上天就送给孤这么好的一具鼎炉。说完，他身形一闪，竟然直接消失在棺材里。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劲风扑面来，他竟然瞬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出现在苏阳面前。那长着紫色指甲的手掌直取苏阳心脏，快，太快了！休想伤我主人！苏清城娇喝一声，虽然明知不敌，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一掌拍出，滚滚阴气化作一只巨大的鬼爪，砰！2掌相交，苏清城闷哼一声，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墙上，鬼体一阵虚幻，显然受了不轻的伤。清城，苏阳眼神一冷，聒噪的小鬼！那女尸王看都没看苏清城一眼，目光依旧灼热地盯着苏阳，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小郎君，乖乖做姑的鼎炉吧，姑会让你欲仙欲死的。说着，他再次欺身而上，这一次他直接张开双臂，想要抱住苏阳，然后狠狠咬住他的脖子吸血。鼎炉，苏阳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想白嫖老子，你问过我的拳头没有？没有任何花哨。苏阳没有用雷法，也没有用金光咒，而是直接抡圆了胳膊，简单粗暴的一拳轰出。这一拳汇聚了他全部肉身力量，再加上9转纯阳体的加持，拳风所过之处，空气都发出了刺耳的爆鸣。哼，不自量力！女尸王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她是千年不化骨，肉身坚硬如神铁，凡人的拳头打在她身上，跟挠痒痒有什么区别？她不闪不避，挺起那傲人的胸脯，硬接了这一拳。然而，就在拳头接触到她身体的一瞬间，她的脸色变了。轰！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怪力，如同山洪爆发般在她胸口炸开，伴随着一阵骨裂声。这位刚刚苏醒、不可一世的千年尸王，竟然被苏阳这一拳直接打得倒飞了回去。砰！他狠狠砸进了那口青铜棺材里，把厚实的棺底都砸穿了，整个人陷进去半米深，激起一片尘土。啊！女尸王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捂着胸口，紫色的眸子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痛，好痛！这怎么可能？他可是刀枪不入的不化骨啊，竟然被一个人类一拳打疼了，而且好像还打肿了，手感有点硬啊。苏阳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一脸嫌弃地看着棺材里的女尸王。喂，那个谁，你不是挺狂吗？起来继续啊！你敢打姑？女尸王挣扎着爬起来，捂着被打痛的部位，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长这么大，不对，死了这么多年，还没人敢这么打他，而且还是打那里。打你怎么了？长得好看就能为所欲为啊？苏阳一步步走到棺材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身上金光暴涨，如同一尊金甲战神。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苏阳竖起2根手指，第一，跪下叫爸爸，以后跟我混；第二，我把你拆了，这身排骨正好拿去熬汤。你放肆！女尸王气得浑身发抖，狮牙咬得咯咯作响，让她堂堂大厨长公主跪下叫爸爸，是可杀不可辱，姑要杀了你！她怒吼一声，浑身紫气爆发，头发瞬间暴涨，化作无数根钢针般的利刺，朝着苏阳射来。看来你是选2了。苏阳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滋滋滋！他双手猛地合十，掌心之中一道刺目的白色雷光骤然亮起。这不是普通的掌心雷，而是融合了9转纯阳之气的阳五雷。五雷正法，雷切！轰！苏阳手持雷电长矛，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瞬间撕裂了漫天的发丝，狠狠刺向女尸王的眉心。这一次，他是动了杀心的。感受到那雷霆中蕴含的毁灭气息，女尸王终于慌了。那是天克他的至阳雷法，这一击要是挨实了，他绝对会魂飞魄散。不要！就在雷矛即将刺穿他头颅的瞬间，他猛地闭上眼睛，大喊一声：“爸爸，我选一呀！”滋！狂暴的雷电长矛在距离女尸王眉心仅剩0.01公分的地方骤然停住，恐怖的高温瞬间烧焦了她额前的几缕秀发，甚至让她的皮肤都感到了阵阵刺痛。女尸王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剧烈颤抖，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她是真的怕了，沉睡千年，刚一醒来就遇到这么个变态，不但肉身力量比她这个不化骨还硬，甚至还掌握着专门克制她的阳五雷。这一矛要是扎下来，她这1000年的修为就真的要在欢声笑语中打出 GG 了。哼，这就怂了。苏阳看着面前被吓破胆的千年尸王，手中雷光缓缓散去。刚才那股唯我独尊的劲儿呢？不敢了。女尸王缓缓睁开眼睛，看到那致命的雷电消失，这才长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软在破碎的棺材里。她那一身华丽的金丝绣凤长袍，此刻已经变得凌乱不堪，领口大开，
露出大片雪腻如玉的肌肤，在惨绿色的灯光下，泛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冷艳美感。不敢了，苏阳蹲下身，伸出手，毫不客气地挑起他那精致完美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看着自己。刚才喊我什么？女尸王娇躯一颤，紫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屈辱。她堂堂皇室公主，金枝玉叶，竟然要管一个平民男子叫，声音细若蚊蝇，带着一丝颤抖。没吃饭吗？大声点！苏阳眉头一皱，女尸王闭着眼，豁出去了，大喊一声：“哎，真懂事！”苏阳满意地拍了拍她那滑腻的脸蛋，手感真是不错。虽然是尸体，但因为是不化骨，皮肤比活人还要细腻冰凉，摸起来像是在摸一块顶级的羊脂白玉。定，恭喜宿主收服千年不化骨，触发特殊奖励，奖励尸王契约主仆版，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间。奖励金刚不坏肾，神级连玉而不到。奖励控尸术满级，湘西改尸。那都是弟弟，卧槽！苏阳听到第二个奖励的时候，眼睛瞬间亮得像两个大灯泡。金刚不坏肾，这特么才是真神技啊！有了这玩意儿，以后家里就算再多几个女鬼女尸，他也完全顶得住啊！系统，你果然是最懂我的。苏阳在心里给系统点了10000个赞，然后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尸王契约。嗡，一道黑色的符文瞬间没入女尸王的眉心，女尸王浑身一震，看向苏阳的眼神瞬间变了，原本的恐惧和屈辱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臣服和奴婢。楚灵拜见主人。他跪在棺材里，双手交叠放在地上，额头深深地贴在手背上，行了一个标准的宫廷大礼，那姿态卑微到了极点。楚灵，好名字。苏阳点了点头，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曼妙曲线上扫视，这个姿势将他夸张的腰臀比完美地展现了出来，简直是引人犯罪。既然跟了我，以后就别端着尸王的架子了。苏阳伸手抓了一把他那柔顺的黑发，放在鼻尖闻了闻，一股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以后你就负责给我端茶倒水，暖床叠被。哦，不对，你是冷的，暖床就算了，夏天当个抱枕降降温倒是不错。是，主人。楚灵乖巧地应道，哪里还有半点刚才要杀人的凶狠模样。哼！就在这时，一声充满醋意的冷哼在旁边响起。只见苏倾城捂着胸口飘了过来，虽然刚才受了伤，但这会儿看着楚灵那副讨好苏阳的样子，他心里的醋坛子直接打翻了。主人，这硬邦邦尸体有什么好抱的？硌得慌。苏倾城挤到苏阳身边，用自己柔软的身子贴了上去，还挑衅地看了楚灵一眼，而且他身上还有湿气，哪有我香？你懂什么？楚灵缓缓直起腰，虽然在苏阳面前卑微，但在苏倾城面前，他那股尸王的傲气又回来了。他挺了挺傲人的胸脯，确实比苏倾城大了不少，冷笑道：“本宫乃是不化骨，肉身不朽，岂是你这种虚无缥缈的鬼魂能比的？再说了，主人刚才可是摸得很开心呢。”你不要脸！苏倾城气结，彼此，也不知道是谁刚才喊得那么冷。楚灵反唇相讥：“行了，都少说两句。”苏阳左手搂住苏倾城，右手挑起楚灵的下巴，做起了和事佬。大家都是姐妹，要和睦相处吗？倾城是正妻，你是通房丫鬟，以后要听倾城的话，知道吗？苏倾城一听正妻2个字，顿时眉开眼笑，像只斗胜的公鸡一样昂起了头。听到没？通房丫鬟。楚灵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主人的话就是圣旨，只能委委屈屈的低头应道：“是大姐。”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低吟，一直昏迷的叶雨晴缓缓醒了过来。她迷迷糊糊睁开眼，脑袋还有些昏沉沉的。杨哥，那个僵尸。她话还没说完，眼睛就猛地瞪大了。只见在她面前，那个之前还要杀人吸血的恐怖女尸王，此刻正衣衫不整地跪在苏阳脚边，一脸乖巧顺从，而苏阳脸上挂着一副享受的表情。这场面比刚才女尸王诈尸还要炸裂100倍啊！醒了。苏阳看到叶雨晴醒来，淡定地松开手，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叶老师，没事了，这只僵尸已经被我咳用爱感化了。感化？叶雨晴看了一眼楚灵娜被扯破的领口，又看了一眼满地的棺材碎片，嘴角疯狂抽搐。你管这叫感化？这分明是打服的好吗？而且他怎么？叶雨晴指着楚灵，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哦，介绍一下，这是楚灵，以后就是我的私人女仆了。苏阳拍了拍楚灵的肩膀，来，给叶老师笑一个。楚灵虽然心里10000个不愿意给这个凡人女人笑，但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个僵硬的笑容，露出2颗尖尖的小虎牙。叶老师好。叶雨晴，她觉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这可是千年僵尸啊，还是能飞天遁地的那种，竟然被苏阳收上了女仆，这家伙到底是有多变态啊？行了，既然事情解决了，咱们也该出去了。苏阳看了一眼四周，大手一挥，直接将那口破碎的青铜棺材偷偷收了起来。这棺材可是用极阴之地的青铜铸造，是给鬼物养伤睡觉的神器，不能浪费。楚灵，你先回棺材里待着，外面人多眼杂。是，主人。楚灵乖巧地点头，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苏倾城也钻回了玉佩里，地下室瞬间只剩下苏阳和叶雨晴2个人。走吧，叶老师，这地方阴气太重，待久了容易内分泌失调。苏阳伸了个懒腰，朝门口走去。叶雨晴看着他挺拔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恐惧、敬畏、
感激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这个男人虽然嘴花花，看起来不正经，但却是真的强得离谱啊！宿舍楼外，此时天还没亮，但4号楼前已经围满了人。钱校长、那2个被打跑的大师，还有特警队的人都紧张地盯着那扇黑洞洞的大门。这么久都没动静，该不会已经凉了吧？法海和尚捂着肿脸，幸灾乐祸地说道：“我就说那小子不行，非要逞能，这下好了，肯定被里面的凶物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可惜了叶老师啊！”灵虚道长也是一脸惋惜，那么个大美人也要跟着香消玉殒了。钱校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擦汗。要是叶雨晴也死在里面，他这个校长真的要当到头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阳必死无疑的时候，哒哒哒，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从黑暗的楼道里传了出来。众人瞬间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门口。只见一道修长的身影，双手插兜，嘴里叼着烟，一脸悠闲地走了出来。而在他身后跟着那个衣衫虽然有些凌乱，但毫发无伤的美女辅导员苏大师。钱校长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随后爆发出一声狂喜的尖叫：“出来了，活着出来了！”法海和尚和灵虚道长的下巴直接砸在了地上，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可能？那里面的阴气浓郁的连他们都不敢靠近，这小子竟然能活着出来，而且看起来连发型都没乱。苏阳走到众人面前，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众人，最后目光落在钱校长身上，咧嘴一笑：“钱校长，里面的脏东西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现在……”苏阳搓了搓手指，眼神变得意味深长：“是不是该结一下尾款了？哦，对了，还有叶老师的贴身导游服务，是不是也该兑现了？给，马上给！别说300万，就是500万也值啊！”钱校长听到苏阳的话，先是一愣，随即如捣蒜般疯狂点头。他现在对苏阳那是心服口服，外加100个畏惧，连那种恐怖的凶物都能摆平。这苏大师简直就是活神仙下凡，这点钱算什么？只要能保住他的乌纱帽，花再多钱他也乐意。我这就让人财务转账，马上！钱校长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当着苏阳的面就开始操作。叮，您的银行卡到账300万点00元。仅仅过了1分钟，苏阳的手机就响起了悦耳的提示音。看着那一串零，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苏大师，钱已经转过去了，您看。钱校长一脸讨好地看着苏阳，生怕这位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办事效率挺高。苏阳拍了拍钱校长的肩膀，行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吧，什么封口令之类的，不用我教你吧？懂，我都懂。钱校长连连点头，绝对不会泄露半个字，对外就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苏阳懒得听他编理由，转头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法海和尚和灵虚道长，2位大师还不走，等着我请你们吃夜宵呢？不敢！两人吓得魂飞魄散。刚才苏阳在里面的动静他们虽然没看见，但那冲天的湿气和雷光可是实打实的。苏大师神威盖世，我们就先告退了。说完，这俩货连滚带爬的跑了，连留在地上的法器都顾不上拿，生怕跑慢了被苏阳一巴掌拍死。赶走了苍蝇，苏阳伸了个懒腰，目光落在了旁边一直低着头、俏脸通红的叶雨晴身上。此时的叶雨晴显得格外诱人。经过刚才的一番折腾，她那一身职业装有些凌乱，白衬衫的扣子崩开了一颗，露出里面精致的锁骨和一抹深邃的雪白，尤其是那双腿。黑色的丝袜因为之前被鬼手抓破，此时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白皙的肌肤，这种残缺的美感反而比完好无损时更加让人血脉奋张。叶老师，走吧。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直接伸手揽住了他那纤细柔软的腰肢。去哪？叶雨晴浑身一僵，声音都在颤抖。当然是去兑现你的承诺呀。苏阳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脖颈上。刚才在地下室不是说好了吗？贴身导游，随叫随到。现在我很累，需要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你该不会想赖账吧？叶雨晴咬着红唇，看着苏阳那双充满侵略性的眼睛，心里一阵慌乱。他当然知道休息意味着什么，可是想到刚才苏阳在地下室那如神魔般的身影，还有那一拳轰飞狮王的霸气，他竟然鬼使神差的没有拒绝，甚至内心深处还有一丝隐隐的期待。那就去学校旁边的万豪酒店吧，那是校董会旗下的产业。叶雨晴声音细若蚊蝇，低着头不敢看苏阳。听你的。苏阳嘿嘿一笑，搂着他朝停在路边的一辆红色宝马 X5 走去。车内空间密闭而暧昧，叶雨晴坐在驾驶座上，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因为紧张手心都在出汗。苏阳则大咧咧地靠在副驾驶上，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从侧面看去，叶雨晴那 S 型的曲线简直要命，尤其是他踩油门的时候，那双被黑丝包裹的长腿微微紧绷，肌肉线条流畅而优美，配合那双红底高跟鞋，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只是那几个破洞实在是太碍眼了。叶老师，苏阳突然开口。啊，怎么了？叶雨晴吓了一跳，方向盘都稍微抖了一下。你这丝袜破了，有点影响美观啊。苏阳说着，一只大手直接伸了过去，覆盖在了他的大腿上，温热厚实的手掌隔着薄薄的丝袜贴着他的肌肤。叶雨晴浑身一颤，差点没踩个急刹车。杨哥，我在开车，别！他俏脸涨红，想要推开苏阳的手，
却发现那只手像是铁钳一样，根本纹丝不动。开车要专心，我帮你处理一下这个瑕疵，免得你分心。苏阳坏笑着，手指顺着那个破洞钻了进去，指尖触碰到那细腻滑嫩的肌肤，手感简直绝了。既然破了，那就别要了吧。滋啦一声清脆的裂帛声在寂静的车厢里响起，苏阳手上微微用力，本就破损的黑丝瞬间被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大片雪白耀眼的肌肤瞬间暴露在空气中，与周围残留的黑色破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啊！叶雨晴惊呼一声，羞耻感瞬间爆棚。你干什么呀？帮你撕了呀，这样看着顺眼多了。苏阳一脸无辜，手却并没有收回来。你看这皮肤多白多嫩，被这破布遮着多可惜。别痒。叶雨晴咬着嘴唇，双腿忍不住并拢，身体在座椅上不安地扭动着，那种酥麻的感觉顺着大腿直冲脑门，让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都软了。这还在大马路上啊，万一被人看见。叶老师专心开车哦，要是出了车祸，咱们可就要做一对同命鸳鸯了。苏阳在他耳边吹了口气，手上的动作却更加过分。你坏死了！叶雨晴眼眶微红，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却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魅意。她强忍着身体的异样，只能把油门踩到底，只想快点到酒店，结束这该死的折磨，或者开始另一种折磨。10分钟后，红色宝马像是一头失控的野兽，冲进了万豪酒店的地下停车场。车刚一停稳，叶雨晴就瘫软在了座椅上，大口喘息着，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此时的她，那条黑丝已经彻底报废了，挂在腿上破破烂烂的，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凌虐的美感。到了，苏阳收回手，放到鼻尖闻了闻。叶老师，你出汗了。你闭嘴！叶雨晴羞愤欲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拿出房卡，扔给苏阳。这是顶层的总统套房，你自己上去吧。我要回家了。他现在这副样子怎么见人？而且他怕再待下去，真的会被这个流氓吃干抹净。回家。苏阳接过房卡，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叶老师，你是不是忘了什么？贴身导游可是要全程陪同的。而且苏阳指了指他那破烂的丝袜和凌乱的衣衫。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家，不怕被人误会刚去做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吗？还不如跟我上去洗个澡，换身衣服，顺便我教你几招防身术，以后再遇到色鬼也好有个自保之力啊。听到防身术3个字，叶雨晴犹豫了。她今天是真的被吓坏了，那种无力感让她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真的能学几招，而且苏阳虽然流氓，但确实有真本事，真的只是叫防身术。叶雨晴抬起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苏阳，像是只受惊的小兔子。当然。苏阳一脸正气，我可是正经天师，从来不骗人。那好吧。叶雨晴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屈服了。两人下了车，苏阳直接脱下自己的外套，系在叶雨晴的腰间，挡住了那引人遐想的风光。这个细心的动作让叶雨晴心里微微一暖，这家伙有时候还挺体贴的嘛。顶层总统套房，这里的奢华程度简直令人啧舌，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江州市的夜景。一进门，苏阳就躺到了足有3米宽的大床上，舒服的呻吟了一声。还是这床软啊。叶雨晴站在门口，有些局促不安。那个，我去洗澡。她低着头，抱着换洗的浴袍，飞快地钻进了浴室，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哗啦啦的水声，看着磨砂玻璃上透出的那道曼妙剪影，苏阳嘴角露出一抹邪笑。系统打开抽奖面板，我要来个10连抽住助兴。刚才完成了学校的任务，积分暴涨，再加上收服狮王的奖励，现在他的积分已经破1000了，正好趁着美女洗澡的功夫提升一波实力。定，消耗1000积分，开启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魅魔体质，被动对异性吸引力正1000%。恭喜宿主获得龙虎山天师度残卷。恭喜宿主获得情趣可可霓裳羽衣鬼物专用1件。恭喜宿主获得双修秘术阴阳大乐赋。看着这一连串不正经的奖励，苏阳陷入了沉思。这系统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我是那种人吗？不过这阴阳大乐赋好像有点东西啊。就在这时，咔嗒，浴室的门开了，一阵香风扑面来。苏阳抬头望去，顿时感觉鼻子一热，差点没流出鼻血。浴室门口水雾缭绕，叶雨晴裹着一件宽大的白色浴袍走了出来。她刚洗过澡，原本精致的盘发此刻湿漉漉的披散在肩头，发梢还在往下滴着水珠。因为热气的熏蒸，她那张白皙的俏脸透着一股迷人的粉红，就像是刚剥了壳的荔枝，鲜嫩多汁。浴袍的领口有些低，露出一大片雪腻如酥的肌肤，精致的锁骨下那道深邃的沟壑若隐若现，随着她的呼吸轻轻起伏，散发着致命的诱惑。最要命的是，浴袍下摆只遮到了大腿根部，露出一双修长笔直毫无瑕疵的大长腿，赤着一双莹润如玉的小脚踩在地毯上，每一个脚趾头都粉嫩可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苏阳脑海里瞬间蹦出这句诗，他感觉体内的魅魔体质似乎自动激活了，一股无形的奇异磁场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叶雨晴原本有些羞涩和局促，正低着头不敢看苏阳，可就在他抬起头的瞬间，目光触及到苏阳那双深邃的眼睛时，整个人突然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现在的苏阳好像变了，变得特别顺眼，
特别迷人。他那凌乱的碎发，带着一丝痞气的坏笑，还有领口下露出的精壮胸肌，每一个细节都在疯狂撩拨着他的心弦。扑通扑通，叶雨晴的心跳瞬间加速，一种莫名的燥热感从小腹升起，让他原本就红润的脸颊更加滚烫。我这是怎么了？叶雨晴有些慌乱，自己虽然对他有好感，但也还没到这种看一眼就腿软的地步吧。叶老师，洗好了。苏阳拍了拍身边的床铺，眼神火热却又带着一丝戏谑。过来坐，咱们开始上课。上课。叶雨晴眼神迷离，像是被蛊惑了一样，乖乖地走了过去，在床边坐下。随着他的动作，浴袍的下摆微微上扬，那一抹惊心动魄的春光差点让苏阳当场破防。对啊，防身术教学。苏阳一本正经地说道，身体却很诚实地凑了过去。叶老师，刚才在地下室，你的腿受伤了，如果不及时处理，留下了疤痕可就不好看了。说着，他伸手握住了叶雨晴那只白嫩的小脚，轻轻抬起，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入手滑腻温热。叶雨晴发出一声娇哼，想要缩回脚，却发现自己根本使不上力气。别动，我是兼职医生，这叫触诊。苏阳的手指顺着他的脚踝缓缓向上，划过紧致的小腿肚，最后停留在之前被鬼手抓伤的地方，那里还有几道淤青的指印，在雪白的肌肤上显得格外刺眼。这鬼下手真重，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苏阳掌心之中泛起一抹淡淡的金光，那是九转纯阳体的阳气，不仅能驱邪，还有着活血化瘀的奇效。叶老师可能会有点热，忍着点。叶雨晴此时已经完全沉沦在了苏阳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和迷人的气息中，乖巧地点了点头。当苏阳那带着温热阳气的手掌覆盖在伤口上时，一股暖流瞬间钻进了他的体内，顺着经脉游走全身。那种酥麻、温暖又带着一丝刺激的感觉，让叶雨晴忍不住仰起头，发出了一声令人脸红心跳的呻吟。苏阳看着眼前这幅美人春睡图，体内邪火再也压不住了。这特么谁忍得住？忍者神龟来了，也得把龟壳给扔了。叶老师，防身术的第一课就是贴身肉搏。苏阳欺身而上，双手撑在叶雨晴的身侧，将她困在自己和床铺之间，两人鼻尖对着鼻尖，呼吸交缠。杨哥。叶雨晴眼神迷离，双手下意识地攀上了苏阳的脖子，吐气如兰。我想学。这一声想学彻底点燃了导火索。苏阳再也没有犹豫，低头狠狠吻上了那两瓣红唇。甘甜柔软，就像是品尝一块最美味的果冻。叶雨晴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便彻底沦陷，甚至笨拙地开始回应起来。就在这时，苏阳脑海中闪过刚才抽到的那本阴阳大乐赋，既然气氛都到这儿了，那就修炼一下。心念一动，那晦涩难懂的口诀瞬间变得清晰无比，仿佛刻在了骨子里。苏阳的大手顺着浴袍的缝隙滑了进去，覆盖在那惊人的柔软之上。叶雨晴身子猛地一颤，弓成了虾米状。伴随着苏阳手上的动作，一股股奇异的能量开始在两人体内流转。不同于和苏倾城那是人鬼殊途的凉意，这和活人修炼那是实打实的热火朝天。窗外的月亮似乎都害羞地躲进了云层里。总统套房内春意盎然，战况激烈。从床头到沙发，从沙发到落地窗前，叶雨晴这位平日里端庄高冷的辅导员，在苏阳的防身术教学下，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一声声婉转的求饶和交提，就是对苏阳实力最好的褒奖。翌日，日上三竿，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凌乱的大床上。苏阳睁开眼，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舒坦。这阴阳大乐赋果然是好东西，不仅昨晚折腾了一宿丝毫没觉得累，反而体内的真气又精纯了几分，修为竟然隐隐有了突破筑基后期迹象。而且那金刚不坏肾更是给力，简直就是永动机。他转头看向身旁，叶雨晴正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他怀里，睡得正香。此时的他虽然俏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但整个人却容光焕发，皮肤比昨天还要水嫩白皙，仿佛年轻了好几岁。这就是双修的好处，采阳补阴，阴阳互补。似乎是感觉到了苏阳的目光，叶雨晴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睛。当看到苏阳那张帅气的脸庞时，昨晚那些疯狂的画面瞬间涌入脑海。落地窗、浴室、沙发，天啊，自己昨晚怎么会那么不知羞耻啊！叶雨晴惊呼一声，连忙拉起被子盖住脑袋，羞得根本不敢见人。躲什么？昨晚喊杨哥好棒的时候，声音可没这么小啊！苏阳坏笑一声，一把掀开被子钻了进去。你干嘛？别来了，真的不行了。被子里传来叶雨晴慌乱的求饶声。嘿嘿，这就叫晨练，对身体好。又是一番不可描述的晨间运动后，苏阳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抽着烟，叶雨晴则一脸幽怨地趴在他胸口画圈圈。你这头牛都不累的吗？叶雨晴声音沙哑，感觉自己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累，这辈子都不可能累的。苏阳得意地弹了弹烟灰。对了，叶老师，这防身术你也学会了，以后在学校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报我的名字。谁敢欺负我呀？叶雨晴白了他一眼，心里却甜滋滋的。经过昨晚，他算是彻底把自己交给这个男人了。虽然他有点坏，有点花心，但那种安全感和征服感却是任何男人都给不了的。叮铃铃！就在这时，
苏阳的手机突然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喂，哪位？苏阳，是我，林斌。电话那头传来美女警花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和试探。林长官，苏阳挑了挑眉，怎么想我了？这才分开一天就忍不住给我打电话？少贫嘴，我有正事问你。林斌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天使整形医院？整形医院？苏阳一愣，我要那玩意儿干嘛？我这颜值还需要整？不是让你去整容。林斌语气无奈，最近局里接到几个案子，有几个年轻女孩失踪了，最后出现的地方都是这家医院，而且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痕迹。什么痕迹？像是有野兽抓过的爪印，但又有些像是人为的，而且那里的磁场很乱，一般的仪器进去就失灵。局里怀疑可能是某种新型的灵异事件，或者是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混在城市里了。林斌说到这里，语气变得认真起来。我知道你有点本事，而且你那只那只红衣女鬼对阴气应该很敏感，我想请你帮忙去看看，当然是有报酬的。苏阳摸了摸下巴，整形医院，失踪少女，野兽爪印，这要素听起来有点意思啊。虽然不像是什么毁天灭地的大妖王，但这种藏在都市阴暗角落里的诡异案件，往往有水也不少。而且整形医院嘛，那里面的护士小姐姐和女病人质量应该都不错吧，报酬什么的都好说，主要是为了维护江州市的和平。苏阳义正言辞地说道，地址发我有空去溜达一圈。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林斌似乎松了口气，小心点，这家医院背景不简单，而且我总觉得里面藏着什么让人很不舒服的东西。挂断电话，苏阳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怎么了？又要出去？叶雨晴担忧地看着他，像个乖巧的小媳妇。接了个小活儿。苏阳掀开被子下床，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去一家整形医院看看，据说那里闹耗子。整形医院？叶雨晴一愣，是那家天使整形吗？你知道？苏阳回头，那家医院很有名的，很多网红和学生都会去那里做项目。叶雨晴皱了皱眉，不过最近听说风评不太好，好像出了几起医疗事故，但都被压下来了，看来果然有猫腻。苏阳穿好衣服走到床边，在叶雨晴额头上亲了一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等我忙完了再来找你复习功课。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开了房间。江州市城南富人区天使整形医院，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城堡建筑，外墙被粉刷成了梦幻的粉色，尖顶高耸，巨大的落地窗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光芒。医院门口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汉白玉天使雕像，天使张开双臂，笑容慈悲，仿佛在拥抱每一个渴望变美的灵魂。只是若是仔细看去，便会发现那天使的眼睛似乎雕刻的有些过于狭长，嘴角上扬的弧度也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诡异，像是在嘲弄着什么。吱嘎，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苏阳推门下车，抬头看了一眼这座充满了金钱与欲望气息的城堡，忍不住咂了咂嘴，啧，把医院建成这样，这老板挺有少女心啊。不过苏阳鼻尖微微耸动，眉头皱了起来，在那浓郁的绿化带花香和高档香水的味道掩盖下，他依然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那种味道就像是腐烂的肉上撒了一层劣质的胭脂粉，甜腻的让人反胃。你来了！一道冷冽的声音传来，只见警戒线内林斌正快步走来，今天的他依然是一身干练的特警制服，腰间别着配枪和战术匕首，脚踩军靴，英姿飒爽。哟，林长官！苏阳吹了个口哨，目光在那因为呼吸急促而剧烈起伏的波涛上停留了2秒。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看来林长官最近伙食不错，这规模好像又大了。苏阳，林斌俏脸一寒，下意识的伸手拉高了拉链，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很正经啊。苏阳耸了耸肩，一脸无辜，关心合作伙伴的身体健康，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嘛。毕竟你要是负重太大了，跑起来也不方便不是？你闭嘴！林斌气得牙痒痒，要不是现在有求于这家伙，他真想拔枪崩了他。深吸一口气，林斌强行压下心头的火气，指着身后的医院大楼说道，闲话少说，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我们封锁了这里已经2个小时了，但是派进去搜查的2组队员全都失联了。说到这里，林斌的眼中闪过一丝焦虑和恐惧。无线电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最后传出来的是一阵很奇怪的笑声，像是女人在笑，又像是狐狸在叫。狐狸？苏阳眉毛一挑，走吧，先进去看看。苏阳没有丝毫畏惧，直接跨过了警戒线。林斌犹豫了一下，对手下的警员吩咐道，你们守在外面，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进去，如果半小时后我们没出来，就请求总部支援，动用重武器。说完，他拔出手枪，打开保险，紧紧跟在了苏阳身后，推开那扇沉重的雕花大门。一股冷气瞬间扑面而来，激得林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大厅内富丽堂皇，巨大的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各种整容成功的案例照片，一个个美得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正对着来客微笑。只是在这死寂的环境下，那些照片上的笑容怎么看怎么瘆人。好安静！林斌握紧了手枪，背靠着苏阳，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偌大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前台的电脑还亮着屏幕，旁边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
仿佛这里的人前一秒还在工作，下一秒就凭空消失了。主人，这里的味道很骚。一直藏在玉佩里的苏倾城突然传音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嫌弃。骚？苏阳嘴角微翘，看来是遇到同行了。有人吗？苏阳突然大喊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苏阳，你疯了！林冰吓了一跳，连忙想要捂住他的嘴。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欢迎光临天使整形医院。话音未落，一道温柔的有些甜腻的声音突然从前台后面传来。林冰猛地转身，枪口指了过去，只见前台的挡板后面缓缓站起来一个穿着粉色护士服的年轻女人。她的身材极好，护士服被改得很短，露出一双穿着白丝的长腿，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大眼睛，高鼻梁，微笑唇，完美的就像是一个橱窗里的假人模特。两位客人是要做项目吗？护士小姐姐双手交叠放在身前，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声音甜美。我们这里最近推出了焕颜新生套餐，只要打1针就能让你重返18岁哦。警察举起手来，林冰厉声喝道：你是谁？这里的人都去哪了？刚才进去的警察呢？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那护士却没有丝毫慌张，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依旧保持着那个完美的微笑，歪了歪头看着林冰。这位警官小姐姐，你的皮肤有点粗糙哦，还有黑眼圈，看来平时熬夜很多吧？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玻尿酸填充？我可以给你打8折哦。我问你话呢。林冰感觉有些不对劲，这女人的反应太反常了。别紧张嘛，林长官。苏阳按下了林冰的枪口，笑眯眯地走了上去，直接趴在了前台上，距离那护士的脸只有不到10公分。小姐姐，玻尿酸就算了，我看你这鼻子做得不错呀，挺真的。苏阳伸出手，竟然直接朝着护士的脸摸去。那是当然，这是我们院长的独家技术。护士并没有躲避，反而还得寸进尺地挺了挺胸，眼神中闪过一丝媚意。小哥哥，你要是想做，我可以带你去 VIP 室，让院长亲自给你面诊哦。VIP 室。苏阳的手指轻轻划过护士那光洁的如同塑料般的脸颊，突然他的动作停住了，手指猛地用力一扣。啊！护士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不过小姐姐，你这脸皮好像没贴好啊。苏阳冷笑一声，2根手指夹住护士耳后的一块皮肤，猛地一撕，滋啦，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裂帛声，那张精致完美的人脸竟然被苏阳像撕面膜一样硬生生地扯了下来。啊！我的脸，我的脸！凄厉的尖叫声瞬间响彻大厅。林冰惊恐地看到，在那张被撕下的人皮面具之下，根本不是血肉模糊的脸庞，而是一张长满了黄褐色绒毛、尖嘴猴腮的黄鼠狼的脸。那双绿豆大小的眼睛里充满了恶毒和怨恨，死死盯着苏阳。臭道士，你敢回我画皮？哦，看着那张丑陋的瘦脸配上那身粉色的护士服，林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没吐出来。这就是刚才那个甜美可人的护士，这特么是个妖怪，果然是黄皮子。苏阳嫌弃地把手里的人皮面具扔在地上，我就说怎么一股子骚味，原来是一窝偷鸡摸狗的东西，找死！我要吃了你的心！黄鼠狼惊恼羞成怒，原本纤细的手掌瞬间变成了长着利爪的兽爪，带着腥风朝着苏阳心口抓来，速度极快。苏阳小心！林冰下意识地想要开枪，但苏阳比他更快。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刚才还凶相毕露的黄鼠狼精直接被苏阳一巴掌抽翻在地上，半边瘦脸都被打歪了，几颗尖牙混着血水飞了出来。吃我的心，你配吗？苏阳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微微用力，传来骨骼碎裂的声音，说：这里面还有多少像你这种穿人皮的畜生？你们把抓来的女孩弄哪去了？嘿嘿嘿！被踩在脚下的黄鼠狼精不仅没有求饶，反而发出了诡异的笑声。你们都要死！姥姥正在享用盛宴，你们也会成为新的皮囊。姥姥！苏阳眉头一皱，砰！就在这时，大厅深处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和惨叫声。那是刚才失联的特警。林冰脸色一变，他们还活着！走！苏阳脚下猛地用力，直接踩断了黄鼠狼精的脖子，金光一闪，将其震成了碎肉。去看看这位姥姥到底是个什么货色，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枪声越来越密集，还夹杂着绝望的嘶吼声。苏阳和林冰一前一后，飞快地穿过富丽堂皇却死寂无人的走廊。越往里走，那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就越浓烈，就连空气中弥漫的高级香水味都掩盖不住。原本粉色的墙壁渐渐变成了暗红色，仔细看去，墙纸仿佛是用某种生物的皮拼接而成的，摸上去竟然还有着微微的体温和脉动。这是什么鬼地方？林冰看着这诡异的场景，握着枪的手心全是冷汗。他在灵异局干了这么多年，也算见多识广，但这种把整栋楼都变成活体的手笔，还是让他头皮发麻，这就受不了了。苏阳走在前面，甚至还闲庭信步的伸手戳了戳墙壁，那里立马渗出一股粘稠的血水。林长官，这就是欲望的味道啊！那些想要变美的女人，为了这张皮，哪怕是把灵魂卖给魔鬼都在所不惜。这家医院的老板不过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罢了，只不过代价稍微大了一点。正说着，两人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扇双开大门前，门牌上写着几个烫金大字 VIP 尊享手术中心，枪声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小心里面有很多那种怪物。林冰压低声音提醒道。怪物？
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手中金光隐隐跳动，在我眼里，那都是废物。砰！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飞起一脚，将那扇厚重的大门踹得粉碎。轰！门后的景象瞬间展露在两人面前。即使是有了心理准备，林冰还是被眼前的地狱秽土震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个巨大的手术室，或者说是一个屠宰场。原本洁白的手术台，此刻已经被鲜血染成了黑红色。数十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粉色护士服的护士，正像野兽一样疯狂地围攻着角落里的几个特警。那些医生护士有的还维持着人形，有的已经撕破了伪装，露出毛茸茸、尖嘴猴腮的黄皮子本体，锋利的爪子上挂着碎肉，正在疯狂撕咬。地上躺着几具尸体，有的穿着警服，已经被开膛破肚，有的则是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孩，不仅脸皮被剥了下来，就连身上的皮也被剥得干干净净，露出一身血淋淋的肌肉纤维，还在微微抽搐。救命！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角落里仅剩的3个特警背靠背，手中的冲锋枪疯狂喷吐着火舌，但在这些不知疼痛、动作敏捷的妖物面前，子弹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就是盛宴。林冰看着挂在无影灯下的一张张完整的人皮，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愤怒让他的双眼瞬间通红。畜生！这群畜生！砰砰砰！他举起手枪，对着最近的一个医生连开3枪，枪枪爆头。那医生脑袋炸开，却没有倒下，反而转过身，露出半张破碎的人皮和下面狰狞的兽脸，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朝着林冰扑来。小心！眼看那利爪就要抓破林冰的喉咙，滋滋滋！一道耀眼的金色雷光突然从侧面横扫而来，轰！那只黄皮子竟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直接被雷光轰成了焦炭，炸成漫天黑灰。苏阳站在门口，右手还保持着挥掌的姿势，掌心雷光缭绕，如同雷神降世。哟，这就是 VIP 待遇吗？挺热闹啊！他目光扫视全场，眼神中透着一股漠视苍生的冰冷。既然都在，那就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都给老子死！轰隆！随着一声暴喝，苏阳全身金光大盛，9转纯阳体全力爆发，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直接冲进了怪物堆里。砰砰砰！每一拳下去，都必定有一只黄皮子被打爆脑袋，或者直接被撕成2半。简单、粗暴、血腥。苏阳就像是一台人形绞肉机，所过之处，肢体横飞，血肉四溅。那些原本凶残无比的黄皮子精，在这个人类面前，竟然脆弱的像纸糊的一样。这还是人吗？那几个幸存的特警都看傻了，忘记了开枪，呆呆地看着那个在怪物群中大杀四方的身影。林冰也是美眸圆睁，虽然知道苏阳很强，但亲眼看到他如此狂暴的一面，还是让他心跳加速，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油然而生。滋滋滋！剩下的10几只黄皮子精怕了，他们虽然嗜血，但也不是傻子，面对这种不可战胜的杀神，本能的恐惧占据了上风。他们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纷纷丢下对手，转身想要逃跑。想跑？问过我没有？苏阳冷笑一声，双手猛地合十，金光咒，牢！嗡！无数道金光从他体内射出，瞬间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牢笼，将整个手术室笼罩在内。那些撞在金光上的黄皮子瞬间被烧得滋滋乱叫，身上冒出阵阵黑烟。关门打狗，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苏阳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一步步走向那些瑟瑟发抖的妖怪。就在他准备大开杀戒，收割这波积分时，啪啪啪，一阵缓慢而优雅的掌声突然从手术室深处的休息间里传来。精彩，真是精彩！没想到在这末法时代，还能见到如此精纯的阳气和雷法，伴随着苍老却又带着几分妩媚的声音。休息间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穿着大红色旗袍，手里拿着翡翠烟斗的老太太，在一群年轻护士的簇拥下缓缓走了出来。这老太太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虽然布满了皱纹，但皮肤却异常白皙细嫩，就像是婴儿的皮肤贴在了一张枯老的骨架上，透着一种诡异的不协调感。尤其是她那双眼睛狭长阴冷，闪烁着绿油油的光芒，仿佛能看穿人的灵魂。姥姥！那些幸存的黄皮子经看到老太太，就像是看到了救星，纷纷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废物！老太太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手中烟斗轻轻一挥，呼，一股黑风卷过，那10几只黄皮子精竟然瞬间干瘪下去，变成了一张张干枯的人皮，飘落在地。既然没用，那就成为姥姥我的养料吧。老太太深深吸了一口烟斗，吐出一个骷髅形状的烟圈，那双绿眼睛死死盯着苏阳，舌头舔了舔嘴唇。小伙子，你的皮囊不错，阳气更是极品，若是献给姥姥，姥姥可以让你做我的面首，享尽荣华富贵，如何？面首？苏阳看着这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老妖婆，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我说老太婆，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副尊容，给我当鞋垫我都嫌个脚。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林冰，故意大声说道：林长官，抱紧我，这老妖怪长得太丑了，我怕看了长针眼。林冰虽然情况很危急，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踹这货一脚。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太太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手中烟斗猛地一顿地。小的们，给我把它拿下，我要活剥了它的皮，做成最新款的大衣。轰隆隆，随着他的命令，
手术室的地板突然裂开，无数只血淋淋的手从地下伸了出来，紧接着一个个浑身没有皮肤，只有血肉模糊的肌肉组织的人形怪物嘶吼着爬了出来。那是被剥了皮的受害者怨灵，被这老妖婆炼成了血尸，足足有上百个，密密麻麻，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大军。这下有点麻烦了呀。苏阳看着这恐怖的数量，眉头微微一皱，但眼中的战意却更加高昂。林长官，躲在我身后，别乱跑，看来今天要大干一场了。好，上百具被剥了皮的血尸，像是一群从地狱爬出的恶鬼，发出一阵嘶吼，手脚并用地朝苏阳和林冰扑来。他们虽然没有皮肤，但肌肉组织异常发达，速度极快，眨眼间就冲到了金光罩外，疯狂的抓挠撞击着。砰砰砰！金光罩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下开始剧烈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声。苏阳，怎么办？子弹打光了！林冰扣动扳机，却只听到空舱挂机的咔嗒声。他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血色怪物，脸色苍白。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特警，面对这种超自然的怪物海，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没用的！站在高处的姥姥挥舞着烟斗，发出刺耳的狂笑。这些血尸都是被我用秘法炼制过的，不知疼痛，力大无穷。就算你是道门中人，也会被活活耗死。小的们，给我撕碎他们，把那个男人的皮给我完整的剥下来，耗死我！苏阳看着那摇摇欲坠的金光罩，非但没有惊慌，反而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深吸了一口。老妖婆，你是不是对现在的局势有什么误解？就凭这些烂番茄臭鸟蛋，也想动我？苏阳吐出一个烟圈，眼神骤然变得凌厉起来。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疏远。不装了，我是挂逼，我摊牌了。话音刚落，苏阳猛地掐灭烟头，双手一挥，大喝一声：“都出来吧，干活了！让这只老黄皮子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女子天团！”嗡，两道截然不同的恐怖气息瞬间从苏阳身上爆发而出。左边红光漫天，一道绝美的红色倩影凭空出现，凤冠霞帔，红袖飞舞，那滔天的阴煞之气让周围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红衣鬼江苏倾城，右边紫气东来，一口巨大的青铜光果虚影一闪而过，紧接着一位身穿金丝绣凤长袍的高冷御姐踏空而出，她肤如凝脂，双眸紫火跳动，浑身散发着镇压一切的狮王威压。千年不化骨楚灵，两大绝世凶物一出，整个手术室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那些原本疯狂攻击的血尸，像是遇到了天敌一般，瞬间僵在原地，瑟瑟发抖，连嘶吼声都憋回了喉咙里。这是高台上的姥姥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手里的烟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红衣鬼将，千年狮王，你怎么可能同时驾驭这两种东西？你到底是哪路神仙？不仅是老妖婆，就连身后的林冰也彻底傻眼了。苏倾城他是见过的，但旁边那个穿着古装、气场强的离谱的女人又是谁？怎么苏阳身边全是这种祸国殃民级别的大美女，而且都不是人？那个苏阳，这位是？林冰下意识地问道。哦，介绍一下，这是2号技师可可，2号女仆楚灵。苏阳咧嘴一笑，指了指周围的血尸，别愣着了，2位美女，来比个赛，谁杀得多？今晚我有特殊奖励哦。听到特殊奖励4个字，苏倾城和楚灵的眼睛瞬间亮了。作为鬼物和僵尸，苏阳那是纯至阳的阳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世上最美味的补品。这群恶心的烂肉也配脏了主人的眼。苏倾城冷哼一声，率先出手，万鬼噬息！呼，他红袖一挥，无数道红色鬼影呼啸而出，如同绞肉机一般冲进了血尸群中。扑哧扑哧，那些力大无穷的血尸在红衣鬼将面前脆弱的像豆腐一样，瞬间被撕成了碎片，漫天血雨纷飞。哼，花里胡哨！楚灵不甘示弱，他更加简单粗暴。作为一个近战法师，他直接冲了进去，一拳一个小朋友，砰砰砰，每一拳轰出，必定有一具血尸被打爆成血雾。他就像是一辆失控的重型坦克，在尸群中横冲直撞，所过之处寸草不生。101、102，两女一边杀，还一边较劲数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血尸大军，不到半分钟时间，就被这2位姑奶奶杀得干干净净，连个完整的零件都找不到了。整个手术室彻底变成了修罗场。怪物，都是怪物！高台上的姥姥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她虽然有几百年道行，但也就在普通人面前作威作福，哪见过这种阵仗？这特么哪是踢到了铁板，这是踢到了核弹啊！跑，必须跑！老妖婆再也顾不上什么形象，转身化作一道黄烟，朝着手术室后面的暗道冲去。想跑？苏阳看着那道黄烟，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倾城、楚灵，别抢人头了，先把 boss 留住。是，主人。两女异口同声的应道。下一秒，嗖！苏倾城化作一道红光，瞬间出现在暗道口，红袖一甩，直接封死了退路。嗖！楚灵紧随其后，从天而降，一脚踩在暗道上方的横梁上，直接把横梁踩塌，堵住了去路。是，老妖婆被逼了回来，现出原形一只足有牛犊大小、毛色灰白的老黄鼠狼。他此时正弓着背，龇牙咧嘴，眼神绝望地看着一前一后堵住他的2个煞星。打不过，跑不掉，饶命！上仙饶命啊！
老黄鼠狼也是能屈能伸，直接2条后腿一跪，前爪作揖，痛哭流涕。小妖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上仙，求上仙把小妖当个屁放了吧！我有钱，这医院赚了很多钱，我都给您。还有那些女人的皮不，那些美容秘方也都给您。钱。苏阳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林冰紧紧跟在他身后，已经被这场面震得麻木了。不好意思，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苏阳走到老黄鼠狼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对你的皮比较感兴趣，你不是喜欢包皮吗？正好我这缺个坐垫，我看你这身皮毛色不错，冬天坐着应该挺暖和的。不要！老黄鼠狼吓得浑身炸毛，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既然你不让我活，那咱们就同归于尽。黄仙拜月，毒气攻心。噗！一股浓郁到极点的黄色毒烟猛地从他屁股后面喷涌而出，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这是黄鼠狼保命的绝招，奇臭无比，且含有剧毒，闻一口就能让人神志不清，甚至化为脓水。小心，有毒！林冰脸色大变，连忙捂住口鼻。然而苏阳却站在毒雾中心，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这，他嫌弃地扇了扇风。你是吃了多少生化武器？这味儿比鲱鱼罐头还冲。不过在我面前玩毒，金光咒净化。嗡！苏阳身上金光暴涨，如同一轮烈日，瞬间将周围的毒物蒸发得干干净净。紧接着，滋滋滋，一道蓝白色的雷光在他掌心凝聚，发出千鸟齐鸣般的刺耳声响。下辈子记得做个讲卫生的好妖。掌心雷灭！轰！雷光贯穿了老黄鼠狼的身体，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直接在雷光中化为了灰烬，只留下一颗散发着恶臭的内丹，孤零零地滚落在地上。叮！恭喜宿主击杀500年黄鼠狼精，替天行道。奖励积分200点。奖励幻形术高级，可随意改变容貌体型，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奖励定颜珠1颗，服用后容颜永驻。送礼神技。苏阳捡起那颗定颜珠，眼睛一亮，好东西啊！这玩意儿要是拿去拍卖，那些富婆不得抢疯了。不过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目瞪口呆，衣服还有些凌乱的林冰，又想到了酒店里的叶雨晴，还有身边的2个女鬼，这狼多肉少啊，1颗好像不够分。那个结束了。林冰看着满地的狼藉，还有那个不可一世的男人，声音有些干涩。收工。苏阳拍了拍手，将2女收回。他走到林冰面前，看着他那张即使沾染了灰尘依然美艳动人的脸庞，突然凑近。林长官，案子破了，我是不是又是头功？这次的奖励能不能来点实际的？苏阳的目光毫不掩饰地落在了林冰那诱人的红唇上。手术室内尸横遍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焦糊味，但在这一片狼藉的修罗场中心，气氛却旖旎得有些过分。苏阳一只手撑在林冰身后的墙壁上，将这位身材火爆的特警支队长困在自己和墙壁之间，两人离得极近，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林冰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苏阳瞳孔中那个慌乱的自己，以及感受到他那带着强烈侵略性的灼热呼吸。你干什么？林冰的声音有些发颤，他下意识想要后退，但这已经是墙角了，退无可退。他那只握着枪的手无力地垂在身侧，明明面对无数怪物都能面不改色，可面对眼前这个男人的逼近，他却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尤其是苏阳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奇异味道，那是魅魔体质自带的荷尔蒙气息，就像是最烈的催情毒药，顺着他的呼吸钻进肺里，融入血液，让他心跳如雷，面红耳赤。干什么？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视线肆无忌惮地在他胸口扫过，那里黑色的紧身背心被汗水浸湿，贴在肌肤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要奖励。林长官，为了救你，我可是连家底都掏出来了，2只鬼仆都累坏了，收点利息不过分吧？可是这里是……林冰看了一眼周围满地的尸体和碎肉，羞耻感爆棚。在屠宰场一样的地方调情，这家伙是变态吗？这里怎么了？多刺激！苏阳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低头直接吻了下去。林冰瞪大了美眸，大脑瞬间一片空白。那是一种极其霸道的吻，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瞬间撬开了他的牙关，攻城略地。他原本想要推开苏阳的手，在触碰到他坚硬滚烫的胸膛时，竟然鬼使神差的变成了抓紧，指尖陷入了他的衣服里，指节泛白。一声压抑不住的嘤咛从他鼻腔里哼出。那一瞬间，林冰感觉自己坚守了20多年的心理防线正在一点点崩塌。这个男人的气息太好闻了，太让人着迷了，那种强大的安全感让他欲罢不能。苏阳的大手也没有闲着，顺着他紧致的小蛮腰向下滑去，在那挺翘的臀部上狠狠捏了一把，弹性十足，不愧是常年锻炼的，手感比叶雨晴那种软糯的类型更加紧实有力。队长你在里面吗？就在2人吻得难舍难分，苏阳的手正准备进一步探索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焦急的呼喊声，紧接着砰，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端着枪冲了进来。不许动！举起手！冲在最前面的特警队长看着眼前这一幕，整个人都石化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们那位平日里冷若冰霜，被称为警队霸王花，连局长都要给几分面子的林大队长，此刻竟然被一个男人压在墙上强吻，而且看林队那个样子，好像还挺享受。
咳。特警队长连忙大声咳嗽，同时转身把后面想要冲进来的队员拦住，别进来，里面还在排爆，很危险。听到这动静，林彬终于从意乱情迷中惊醒过来，他猛地推开苏阳，整张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你混蛋！他慌乱地整理着被苏阳揉乱的衣服，尤其是那拉链，赶紧拉到了最上面，遮住了那一抹诱人的春光。味道不错。苏阳舔了舔嘴唇，一脸回味地看着他，眼神戏谑。林长官，你的心跳好快啊，刚才差点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闭嘴，不许说。林彬恼羞成怒，拔出枪托就想砸他，但手举到半空又停住了，最后只是恨恨地跺了跺脚。苏阳，今天的事，你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我就怎么样？就嫁给我。苏阳嘿嘿一笑，凑到他耳边低声道：放心，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过这只是利息，真正的本金我改天再去你家慢慢收。说完，苏阳也不等林彬发飙，转身对着门口那些目瞪口呆的特警挥了挥手，辛苦了各位，里面的怪兽已经被奥特曼打跑了，剩下的洗地工作就交给你们了。然后双手插兜，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留下一个潇洒至极的背影。看着苏阳离去，林彬摸了摸有些红肿的嘴唇，眼神复杂到了极点，羞愤、恼怒，但更多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队长，那个人是谁啊？这么猛？旁边的特警队长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那些怪物？闭嘴，不该问的别问。林彬深吸一口气，瞬间恢复了那个冷艳干练的女警官形象，只是耳根的那抹红晕依然没有消退。封锁现场，通知局里派生化部队来处理尸体，还有刚才看到的一切都给我烂在肚子里，谁要是敢乱嚼舌根，全体5公里越野。是。出了医院，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苏阳伸了个懒腰，心情大好。这一趟不仅收了一波积分，搞到了定年珠这种神物，还顺便攻略了一下警花，简直是完美。系统查看当前属性面板，宿主苏阳，修为筑基后期，距离金丹期一步之遥，体质九转纯阳体，金刚不坏肾，魅魔体质，技能五雷正法满级，金光咒满级，控尸术满级，幻形术高级，阴阳大乐父，鬼仆苏倾城，红衣鬼将楚灵，千年不化骨，还差一点就能突破金丹期了。苏阳摸了摸下巴，一旦突破金丹期，那就是真正的陆地神仙，可以御剑飞行，寿元500载。到时候在这个灵气复苏的初期，他就是无敌的存在。看来得抓紧时间修炼了。而且这颗黄仙内丹也是个好东西，虽然不如蛇妖内丹那么补，但用来提升精神力应该不错。不过修炼这种事讲究个劳逸结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回酒店，毕竟那里还有一位刚刚被开发出来的好学生，正在等着他回去复习功课呢。想到叶雨晴那双大长腿和昨晚的疯狂，苏阳感觉体内的火气又有点上来了。师傅，去万豪酒店，开快点！苏阳拦下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万豪酒店总统套房，叶雨晴正穿着那件宽大的男士衬衫，光着2条大白腿，蜷缩在沙发上发呆。电视里播放着无聊的肥皂剧，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上面。每隔几分钟，他就要看一眼手机，生怕错过了苏阳的消息。这个坏蛋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受伤了吧？还是被其他狐狸精勾走了？女人的直觉总是准得可怕。叶雨晴咬着嘴唇，心里有些酸酸的。虽然他知道苏阳这种有本事的男人身边肯定不缺女人，但一想到他可能正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他就忍不住难受。就在这时，叶雨晴摸着自己的脸，激动的语无伦次：谢谢你，杨哥，我该怎么报答你？他看着苏阳，眼神中满是感动和爱意。报答？苏阳看了一眼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嘴角露出一抹笑意。那就把昨晚没解锁的姿势，今晚全解锁了吧？啊，还要来？叶雨晴虽然嘴上说着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软了下去。这次清点。翌日清晨，万豪酒店的总统套房内，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凌乱的大床上。苏阳盘膝坐在落地窗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呼，这口气在空中凝而不散，竟然隐隐带着一丝金色的光泽，最后化作一道气箭，射在几米外的花瓶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筑基圆满。苏阳睁开双眼，眼中金芒爆闪，随即又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可惜距离金丹期还是差了那临门一脚。昨晚和叶雨晴的深入交流，再加上之前那颗黄仙内丹的辅助，虽然让他的修为精进了不少，但想要从筑基突破到金丹，那是生命层次的跃迁，光靠量的积累还不够，还得需要一点机缘，或者说需要更庞大的积分来兑换系统里的突破丹。他回头看了一眼大床，叶雨晴正像只小猫一样缩在被窝，睡得正香。服用了定年珠，她的皮肤白嫩得像是剥了壳的鸡蛋，即使是在睡梦中，嘴角也挂着一抹满足的笑意。真是个妖精。苏阳嘴角露出一抹宠溺的笑容，帮他掖了掖被角，然后拿起手机走到了客厅。得找点活儿干了呀，不然这金丹期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他熟练地打开了那个名为灵异侦探社的 App 论坛，刚一刷新，一条飘红的加急帖子就跳了出来，直接霸占了热搜榜首。紧急求助，江州市444路末班车灵异事件，已有3人失踪，悬赏金额500万。444路公交车。苏阳眉毛一挑，
点开了帖子，发帖人似乎是个知情者，描述的绘声绘色。最近1周，每到午夜12点，原本已经停运的444路公交车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西郊的老公路上。有人看到车上坐满了乘客，但那些乘客都面色惨白，没有一丝活气。更恐怖的是，凡是误上了这辆车的人，第2天都会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但依然没有任何线索。现在西郊那边人心惶惶，一到晚上根本没人敢出门。看完帖子，苏阳眼睛微微眯起，鬼公交，这可是恐怖片里的经典桥段啊！而且悬赏500万，看来这车上的乘客应该不少，全是行走的积分包啊！叮，触发系统任务。就在这时，脑海中那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任务名称：午夜狂飙。任务描述：登上444路鬼公交，并顺利抵达终点站阴阳路火葬场。任务奖励：金丹突破丹1枚。卧槽，想什么来什么！苏阳眼睛瞬间亮了，这系统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金丹突破丹有了这玩意儿，今晚我就能立得结丹，成就陆地神仙。苏阳不再犹豫，迅速穿好衣服，给叶雨晴留了张字条，便风风火火地离开了酒店。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州市西郊，这里是老城区，路灯昏暗，很多地方都在拆迁，显得格外荒凉。此时，在那个传说中闹鬼的444路公交站台上，一个穿着 JK 制服、梳着双马尾的年轻女孩正举着自拍杆，对着手机镜头瑟瑟发抖。她叫周明月，是某鱼直播平台的一名户外灵异主播，长得甜美可爱，身材更是有着与长相不符的童颜。据 X， 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她经常会去一些凶宅或者闹鬼的地方直播。今晚，她的目标就是这辆传说中的444路鬼公交。家人们，现在是晚上11点50。周明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大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漆黑的街道。根据传闻，那辆鬼车还有10分钟就会经过这里。说实话，主播现在有点慌。弹幕里瞬间刷起了一片：明月老婆别怕，我们保护你。这就是剧本吧？这世上哪有鬼？楼上的别乱说，这444路真的很邪门。我二舅老爷的邻居就是上周失踪的，老婆快跑吧，为了那点打赏把命丢了不值得。看着弹幕里热火朝天的讨论，周明月心里更虚了。他本来也是唯物主义者，但今晚这气氛实在是太诡异了。明明是大夏天，但站台周围却冷得像是冰窖一样，阴风一阵阵地往脖子里钻，地上的纸屑打着旋儿的飞舞，就像是有看不见的人在踢着碗。哒哒哒！就在这时，一阵清晰的脚步声突然从黑暗中传来。谁？周明月吓得尖叫一声，差点把手机扔出去。借着昏黄的路灯，他看到一个穿着休闲装、双手插兜的年轻男人，正慢悠悠从黑暗中走出来。男人长得很帅，嘴角挂着一抹慵懒的笑意，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个来探险的，反倒像是来散步的。来人正是苏阳。哟，挺热闹啊！苏阳看了一眼举着手机的周明月，目光在他那被 JK 短裙包裹的白嫩大腿上停留了2秒，然后吹了个口哨：“美女，大晚上的不回家睡觉，在这直播喂蚊子，你是人是鬼？”周明月警惕地退后2步，举着手机当护盾。废话，有这么帅的鬼吗？苏阳翻了个白眼，走到站台的长椅上坐下，顺手掏出一根烟点上。我也是来等车的，444路拼个车。你也是来探灵的？周明月松了口气，只要是人就好。他凑近看了看苏阳，发现这小哥哥长得确实挺帅，而且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气质，让人很有安全感。探灵算是吧。苏阳吐出一个烟圈，不过我主要目的是去终点站办点事。办事？去火葬场办事？周明月瞪大了眼睛，这人脑子有病吧？大半夜去火葬场能办什么事？烧烤吗？就在2人说话间，呼，一阵刺骨的阴风刮起，卷起漫天的尘土。原本寂静的街道尽头突然亮起了2盏惨绿的车灯，就像是2只巨大的鬼眼，在黑暗中死死盯着这边。轰隆隆，一辆破旧的老式公交车带着沉闷的轰鸣声缓缓驶来，车身斑驳，满是锈迹，车窗玻璃上似乎还沾染着干涸的血迹。最诡异的是，车顶上的电子显示屏显示的不是红字，而是白字：444路开往地狱。来了！周明月吓得浑身僵硬，牙齿都在打颤，手机镜头都在剧烈晃动，弹幕更是瞬间炸锅。卧槽，真的有车！这车灯怎么是绿色的？主播快跑啊！这车不对劲！呲！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刹车声，公交车稳稳停在了站台前。哐当，前门打开，一股浓重的腐尸味混合着汽油味扑面来。车厢里黑漆漆的，只有驾驶座上方亮着一盏昏暗的小灯。司机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只能看到苍白如纸的下巴和一双放在方向盘上布满尸斑的手。上车，一道沙哑像是声带被砂纸磨过的声音从司机嘴里发出：“我不上了，我不上了。”周明月崩溃了，转身就要跑。这特么根本不是什么探灵直播，这是送命啊！然而他的腿还没迈开，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他的双脚，就像是有2只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脚踝。既然来了，就上来坐吧。车厢里无数双惨白的眼睛突然亮起，齐刷刷看向车外的周明月。那些乘客个个面无表情，有的少了半边脑袋，
有的舌头伸出老长，有的正在往回塞自己的肠子。啊！救命啊！周明月吓得闭上眼睛，尖叫，眼泪哗哗的流。就在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别嚎了，吵死了！苏阳懒洋洋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就是坐个车吗？有什么好怕的？只见苏阳掐灭烟头，一把拉住周明月的手腕，像是拽着一只受惊的小鸡仔，大步流星的朝着车门走去。走，哥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阴间快车。不，我不去，你会害死我的。周明月拼命挣扎。放心，有个在，阎王爷也不敢收你。苏阳根本不由分说，直接将他拖上了车。刚一上车，唰，车门瞬间关闭，整个车厢内的温度骤降，所有的鬼乘客都转过头，死死盯着这两个不知死活的活人，眼中闪烁着贪婪和嗜血的光芒。尤其是那个司机，他缓缓转过头，露出一张没有五官，只有一张嘴巴的脸。投币2元，或者留下命。投币。苏阳站在投币箱前，看着那个无面司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冥币收不收？收，那就好办了。苏阳大手一挥，哗啦啦，漫天的黄色纸钱如同雪花般洒满了整个车厢。这些钱够买这辆车了吗？苏阳一脚踩在投币箱上，身上金光隐隐浮现，一股霸道无匹的气势瞬间席卷全车。现在这辆车被我征用了，司机，给我开车，要是敢晃一下，老子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轰！随着苏阳充满杀气的话音落下，无面司机浑身一抖，原本僵硬的手立刻握紧了方向盘，油门一踩，破旧的公交车发出一声哀鸣，乖乖的启动了。他虽然没有脸，但他不傻，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势，比他见过的最凶的厉鬼还要恐怖，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制。这就对了吗？做鬼也要有职业操守。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收回踩在投币箱上的脚，转身看向车厢。车厢里10几只鬼乘客此时都缩在座位上，原本贪婪的目光此刻变成了惊恐，一个个低着头，生怕跟这个煞星对视。来，美女，随便坐。苏阳拉着还没回过神的周明月，大咧咧地走到了最后一排的爱心专座上。原本坐在那里的一个断头鬼看到苏阳过来，吓得还没等苏阳开口，就抱着自己的脑袋，嗖的一下飘到了车顶上挂着，把座位让了出来。谢了呀，兄弟。苏阳冲着车顶上的断头鬼挥了挥手，然后一屁股坐下，顺手把周明月也拉到了自己身边。啊！周明月惊呼一声，整个人跌坐在苏阳怀里。怎么，腿软了？苏阳顺势搂住他的腰，那 JK 短裙下的触感温热滑腻，充满了青春的弹性。放心，有个在，这车上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让他连鬼都做不成。呜呜，大佬，救命！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周明月此时已经吓破了胆，紧紧抱着苏阳的胳膊，整个人恨不得钻进他怀里。而此时他手里的自拍杆虽然歪了，但直播还没断，直播间里的弹幕已经疯了。卧槽，这哥们太猛了吧！3冥币坐鬼车，这操作也是没谁了。断头鬼，我当时害怕极了，放开那个主播，让我来，这姿势羡慕死我了。这哥们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连鬼都怕他？公交车在漆黑的公路上疾驰，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渐渐变成了一片迷蒙的灰雾，那是通往阴阳交界处的迷魂道。车厢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周明月的抽泣声。可苏阳觉得有些无聊，伸手拍了拍前排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太。大娘，去哪呀？那老太太缓缓转过头，整张脸像是一张揉皱的纸，只有一只眼睛，嘴里还流着黑血。去火葬场烧纸。烧纸？给自己烧啊？苏阳乐了，那挺方便，省得让儿女跑一趟了。老太太，她死死盯着苏阳，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这人嘴怎么这么欠呢？看什么看？再看，把你另一只眼也抠出来。苏阳眼睛一瞪，身上金光一闪，老太太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转过头去，假装看风景，再也不敢吭声。就在这时，嘎吱，公交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周明月没坐稳，整个人往前一冲，又重重弹回苏阳怀里。哎呦，小心点，别把这大好身材给撞坏了。苏阳眼疾手快地护住他的重点部位，坏笑着调侃道：怎么回事？苏阳抬头看向前方，只见车门打开，上来了一个身材高大、浑身湿漉漉的男人。这男人脸色惨白浮肿，身上还缠着水草，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直掉水，显然是个淹死鬼，也就是传说中的水鬼。水鬼通常怨气极重，因为他需要找替死鬼才能投胎。那水鬼一上车，浑浊的死鱼眼就锁定了坐在最后一排的苏阳和周明月。活人，新鲜的血肉。好！水鬼发出一声低吼，根本不理会其他鬼乘客，直接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苏阳冲了过来。替身，我要替身！他的速度极快，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眨眼间就冲到了苏阳面前，伸出那双长满倒刺的大手，抓向苏阳脖子。啊！小心！周明月吓得尖叫，闭上了眼睛。找替身找到我头上来了。苏阳坐在座位上动都没动，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说你们这些鬼，能不能有点眼力见？既然你想投胎，那我就送你一程。啪！就在鬼手即将触碰到苏阳的瞬间，苏阳猛地抬手，反手就是一个大逼斗。这一巴掌没有用雷法，纯粹是肉身力量加上一点点阳气，但即便如此，对于一只普通的水鬼来说，也是毁灭性的打击。轰！
那只体型壮硕的水鬼竟然像个陀螺，被这一巴掌抽得在原地转了2圈半，半边浮肿的脸直接被打烂了，黑色的牙齿飞得到处都是。水鬼被打懵了，晃晃悠悠地站在原地，死鱼眼里满是迷茫。我是谁？我在哪？刚才发生了什么？还没死？苏阳挑了挑眉，皮挺厚啊，那就再来一下。说着，他站起身，又是一个大逼都甩了过去。啪！这一次力道更重，那水鬼直接被抽飞了出去，像是出膛的炮弹，狠狠撞在前挡风玻璃上，把玻璃都撞出了裂纹，然后像滩烂泥一样滑落在地，身体变得几乎透明，显然是鬼气被打散了大半，离魂飞魄散不远了。静，死一般的寂静。车厢里的其他鬼乘客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太残暴了，这特么到底是人是鬼啊？打鬼跟打孙子似的。还有谁想找替身的？站出来，我免费送他上路。苏阳拍了拍手，目光环视全场，所有的鬼都整齐划一的把头摇成了波浪鼓，甚至有几个胆小的直接钻到了座位底下。切，一群怂包。苏阳撇了撇嘴，重新坐回座位，一把拦过还在发抖的周明月。好了，搞定，睁开眼看看，没事了。周明月小心翼翼的睁开眼，看到地上那只像死狗一样的水鬼，又看了看一脸云淡风轻的苏阳，眼中的恐惧瞬间变成了崇拜。大佬你也太厉害了吧？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苏阳对着他的手机镜头挑了挑眉，露出一个骚包的笑容。直播间的家人们看到没？这就叫专业。以后要是遇到灵异事件，记得找我苏某人，价格公道，童叟无欺。666，大佬牛逼，这巴掌太解压了。看啥？火箭 X10，大佬收徒吗？我腿毛特长，前面的滚粗。大佬缺暖床丫鬟吗？人家萝莉衣。直播间的人气瞬间爆炸，直接冲上了平台首页。周明月看着那满屏的礼物特效，虽然还在害怕，但心里却乐开了花。这不赚大了呀！大佬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能下车啊？周明月弱弱地问道。下车？早着呢。苏阳看了一眼窗外越来越浓的黑雾，眼中闪过一丝惊芒。好戏才刚刚开始，终点站才是我们的目的地——阴阳路火葬场，希望能给我点惊喜吧。苏阳摸了摸下巴，心里已经在盘算着，这火葬场里到底藏着多少只大肥羊了。毕竟那颗金突破丹，他可是势在必得。吱嘎，一阵刹车声响起，444路公交车终于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无面司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颤抖。他发誓这辈子做鬼都没开过这么憋屈的车。车门刚一打开，车厢里的那些断头鬼、吊死鬼、淹死鬼就像是受惊的兔子，争先恐后的挤了下去，生怕慢一步就被那个煞星抓去物理超度。啧，跑这么快蛋吗？还没给好评呢。苏阳伸了个懒腰，拉着还在发抖的周明月下了车。一股灼热而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入眼处是一座巨大的破败工业园，四周荒草丛生，在半人高的枯草中隐约可见无数座孤坟，散发着幽幽灵火。而在园区正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建筑，像是一头匍匐的巨兽。建筑顶端有一根高耸入云的烟囱，正源源不断地向外冒着黑烟，黑烟中仿佛夹杂着无数痛苦的人脸，发出凄厉的哀嚎。大门口挂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牌，借着鬼火勉强能看清几个字：阴阳路火葬场。这就是传说中的阴阳路。周明月看着眼前宛如地狱般的场景，牙齿都在打颤，手里的自拍杆都要握不住了。大佬，我们真的要进去吗？来都来了，不进去做多不礼貌。苏阳看着冒着黑烟的烟囱，眼中闪过一丝惊芒。这里面鬼气冲天，绝对是个刷分的好地方。走，带你去参观一下这里的流水线作业。苏阳大步流星地走向大门。等我。周明月虽然怕得要死，但更不敢一个人留在外面，只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紧紧抓着苏阳的衣角。刚一靠近大门，站住！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只见大门旁边的保安室里飘出来一个穿着破烂制服、只有半截身子的老鬼，他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登记簿，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苏阳和周明月，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新来的燃料，看着挺鲜活的嘛，细皮嫩肉的，烧出来的油肯定很香。燃料？苏阳眉毛一挑，走上前去，直接一巴掌拍在登记簿上。大爷，你眼神不好啊，我是来视察工作的领导，懂不懂？领导？半身老鬼愣了一下，随即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结活人也敢来这里冲领导？进了这道门，不管你是谁，都得变成灰。来人啊，把这2个活人给我扔进焚化炉，给厂长加餐。随着他的一声尖叫，哗啦啦，大门内瞬间冲出来10几个身材高大、浑身焦黑的恶鬼，他们身上还冒着火星，皮肤像是烧焦的树皮一样，手里拿着通红的铁钩和铲子，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高温和焦臭。这是火葬场的烧火工。好，烧火工们咆哮着，挥舞着铁钩朝2人扑来。啊！救命！周明月吓得尖叫，躲在苏阳身后瑟瑟发抖。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看傻了。卧槽，这特效太逼真了吧？这真的是直播吗？我怎么感觉像是在看恐怖大片？这数量也太多了，大佬顶得住吗？一群烤焦了的红薯也敢在我面前嚣张？苏阳看着冲过来的烧火工，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正好，我也想试试新学的招式。他单手插兜，另一只手缓缓抬起，掌心之中金光与雷光交织，
化作一道璀璨的电弧。五雷正法，连环闪电，滋滋滋，一道粗大的闪电从他掌心射出，瞬间击中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烧火工。紧接着，闪电仿佛有灵性一般，在怪物群中疯狂跳跃、传导。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十几个看似凶猛的烧火工瞬间被雷电炸成了漫天黑灰，连渣都不剩。就这，苏阳吹了吹手指，看向那个已经吓傻了的半身老鬼：“大爷，还有人吗？这点不够塞牙缝的呀！”你！半身老鬼指着苏阳，浑身颤抖，像是见了鬼王一样。这特么还是人吗？一招秒杀十几个恶鬼，谁敢在我阴阳路撒野？就在这时，一声如闷雷般的怒吼从火葬场深处传来，轰隆隆，地面开始剧烈震动。只见那高耸的烟囱突然喷出一股冲天火柱，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紧接着，一个足有3米多高、浑身燃烧着绿色鬼火的巨型怪物一步步走了出来。他长着一颗硕大的牛头，手里拖着一把巨大的斩骨刀，每走一步，地面都会留下一个燃烧的脚印。火葬场长牛头鬼将，那恐怖的威压比之前的任何鬼物都要强横数倍。厂长救命啊！半身老鬼像是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的飘了过去。这个活人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要拆了咱们火葬场，拆我的场子！牛头鬼将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牛眼死死盯着苏阳，鼻孔里喷出2道白烟，好大的口气！小子，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我的焚化炉里还缺一味至阳的主材。至阳！苏阳看着那个庞然大物，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笑得更灿烂了。巧了，我也缺一颗鬼将内丹来下酒。大牛子，我看你这身板挺结实，应该挺耐揍吧？苏阳活动了一下手腕，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明月，拿好手机，退后点。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点少儿不宜啊！大佬，你要干嘛？周明月紧张地问道。苏阳回头露出一口大白牙，在鬼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森白。干嘛？当然是给这位厂长做个全身正骨。轰！话音未落，苏阳身上金光暴涨，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竟然主动朝着那巨大的牛头鬼将冲了过去。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瞬间在阴阳路火葬场上空炸裂开来，仿佛是一颗陨石撞击了地面。恐怖的气浪以撞击点为中心，疯狂向四周扩散。周围那些半人高的枯草直接被连根拔起，无数座孤坟的墓碑在气浪中崩碎。咳，周明月被气浪掀翻在地，吃了满嘴的土。他顾不上疼痛，连忙爬起来，抓起掉在地上的手机，紧张地看向烟尘中心。大佬没事吧？直播间里几十万神友此时也都屏住了呼吸，弹幕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毕竟那可是身高3米、浑身冒火的牛头鬼将啊，而苏阳只是个血肉之躯的人类，这种体型上的巨大悬殊让人本能地感到绝望。然而当烟尘散去，所有人看清场中的景象时，全都惊掉了下巴。只见在满目疮痍的地面上，苏阳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势，身姿挺拔如松，浑身金光缭绕，连衣角都没有丝毫破损。而在他对面，那不可一世的牛头鬼将此刻正双手握着巨大斩骨刀，刀刃死死抵在苏阳的拳头上。可是那把看起来重达千斤、散发着悠悠寒光的斩骨刀，竟然被硬生生地顶弯了，刀身呈现出一个惊人的弧度，仿佛随时都会崩断。这不可能！牛头鬼将巨大的牛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惊恐。他这把刀可是用99个恶鬼的脊椎骨炼制的阴兵啊，削铁如泥，连岩石都能像切豆腐一样切开。可现在竟然被一个人类徒手接住了，而且从刀身传来的反震力，震得他的鬼臂都在剧烈颤抖，虎口更是直接崩裂，黑色的鬼血顺着刀柄流淌下来。这就不行了！苏阳缓缓抬起头，在璀璨的金光映衬下，他的笑容显得既神圣又欠揍。大个子，你是不是没吃饭啊？这点力气给我挠痒痒都不够。还有，苏阳瞥了一眼那把弯曲的斩骨刀，嫌弃地摇了摇头，你这刀质量不行啊，该不会是在拼夕夕上买的9块9包邮的吧？好，欺鬼太甚！牛头鬼将彻底暴走了。作为阴阳路的一霸，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羞辱？我要把你剁成肉泥！他怒吼一声，身上的绿色鬼火猛地暴涨，瞬间变成了一片滔天火海，地狱烈火焚烧万物。呼！恐怖的绿色火焰顺着刀身蔓延，瞬间将苏阳整个人吞没。这可不是普通的火，而是来自地狱的阴火，能直接灼烧人的灵魂。普通道士沾上一星半点，都会瞬间魂飞魄散啊！大佬！周明月吓得尖叫出声，直播间里也是一片哀嚎。完了，这是法术伤害啊！物理防御再高也怕火烧啊！这火看着就邪门，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冷。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阳要变烤猪的时候，那熊熊燃烧的绿色火海中突然传出了一道慵懒的声音。这就有点意思了，温度刚好，挺暖和的，正好去寒气。只见火海之中，苏阳身上的金光突然发生变化，化作一条条金色的龙形纹路，在他皮肤表面游走。九转纯阳体全开，那些原本凶猛的绿色鬼火，在遇到这些金光时，就像是老鼠见了猫，竟然被硬生生地逼退了3尺。苏阳站在火海中心，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甚至还伸手抓了一团鬼火，在手里捏了捏。这就是地狱烈火，有点虚啊，是不是平时纵欲过度，
火力不足了。苏阳随手捏爆那团鬼火，看向牛头鬼将的眼神充满了戏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牛头鬼将此时已经开始怀疑鬼生了。刀砍不动，火烧不死，这特么还是人吗？这简直比他这个鬼将还要像怪物！我不信，我是不死不灭的鬼将，这阴阳路就是我的领域！牛头鬼将发疯似的咆哮起来，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对着身后那根冒着黑烟的巨大烟囱狠狠一吸。小的们，把你们的力量都献给我！呜！随着他的动作，烟囱里原本哀嚎的无数冤魂突然发出一阵更加凄厉的尖叫，紧接着成千上万道黑色的鬼气如同洪流一般从烟囱里冲了出来，疯狂涌入牛头鬼将的体内。咔咔咔，吸收了这些冤魂，牛头鬼将的身体开始剧烈膨胀，原本3米高的身躯瞬间拔高到了5米，浑身的肌肉如同岩石般隆起，原本绿色的鬼火也变成了深邃的暗紫色，手中斩骨刀更是暴涨了1倍，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血煞之气。他的气息比之前强横了足足2倍有余。结！牛头鬼将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苏阳，那双牛眼中充满了残忍和狂傲。人类，你确实很强，但在这阴阳路，我就是主宰。现在的我，就算是真正的天师来了，也得跪下，受死吧！轰！他双手举起巨大的斩骨刀，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狠狠朝着苏阳劈了下来。这一刀，连空气都被撕裂了，发出一阵刺耳的音爆。这才像样吗？面对这恐怖的一击，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懂得摇人家 buff， 看来智商还没完全退化。不过，苏阳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我怎么觉得这里是我的主场？滋滋滋！随着他的动作，原本漆黑的夜空突然毫无征兆地亮了起来，乌云翻滚，雷声轰鸣，无数道银色的电蛇在云层中穿梭，汇聚成一片恐怖的雷海，正好笼罩在火葬场的上空。一股煌煌天威瞬间锁定了下方的牛头鬼将。雷法天雷！正准备劈下去的牛头鬼将动作猛地一僵，抬头看着头顶那片雷海，灵魂深处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鬼物最怕什么？当然是天雷。而苏阳现在所引动的可不是普通的掌心雷，而是五雷正法中的神霄天雷。这是什么级别的道术？牛头鬼将握刀的手都在颤抖，他想跑，可那股天威已经将他死死锁定，根本动弹不得。大牛子，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吧，如果不服，欢迎去的府告我。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右手猛地向下一压，雷来！轰隆隆，一道足有水桶粗细的银色雷柱，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从天而降，瞬间贯穿了天地，狠狠轰在了牛头鬼将的身上。不，在雷光淹没一切之前，只听得见牛头鬼将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轰！整个火葬场都被照亮如白昼，巨大的冲击波再次席卷全场，直播间的画面瞬间变成了一片白茫，随后彻底黑屏，信号中断。良久，当烟尘再次散去，只见原本牛头鬼将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深达数米的大坑，那不可一世的鬼将此刻已经彻底消失了，连灰都没剩下，只有一颗散发着紫色光芒足有拳头大小的内丹静静悬浮在坑底，散发着诱人的能量波动。呼，这天雷的威力果然的劲儿。苏阳站在坑边，眼睛发亮，他手一招，那颗紫色内丹便飞入手中。叮！恭喜宿主击杀牛头鬼将，超度冤魂3000，任务完成。奖励金丹突破丹1枚，奖励鬼将内丹极品。听着系统的提示，苏阳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大丰收啊！有了这颗内丹和突破丹，今晚就是他踏入金丹大道之时。大佬！这时身后传来周明月颤巍巍的声音，只见他灰头土脸的从草丛里爬出来，头发乱糟糟的，原本漂亮的 JK 裙也破了好几个洞，看起来狼狈不堪。但他看向苏阳的眼神却狂热的像是在看神明。那个怪物死了。苏阳将内丹收好，转过身看着这个狼狈的小主播，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刚才信号断了，最后那一段没播出去吧？没有。周明月摇了摇头，手机刚才黑屏了。那就好。苏阳松了口气，做人要低调，太高调了容易被切片研究。说完，他走到周明月面前，看着他那因为惊吓而苍白的小脸，还有那大腿上被草叶划伤的血痕，叹了口气。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不好好在家直播跳舞，非要来这种地方受罪，走吧，送你回家。苏阳蹲下身，上来，我背你。啊，背我？周明月脸一红，心跳瞬间加速。不乐意，那你就自己走回去吧，这附近可是还有不少孤魂野鬼哦。我上。听到还有鬼，周明月吓得一哆嗦，连忙扑到了苏阳背上，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感受到背上那2团惊人的柔软，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坐稳了，老司机要发车了。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阴阳路火葬场的冲天火光和雷声惊动了整个江州市，而苏阳早已背着美女主播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当然，回家之前是不是该找个地方帮这位受到惊吓的小主播压惊？毕竟金刚不坏肾可是需要时刻保养的嘛。夜色如墨，荒草萋萋，远离了那座还在冒着黑烟的阴阳路火葬场，周围的空气终于不再那么灼热逼人。苏阳背着周明月，步伐稳健地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那个大佬趴在苏阳背上的周明月
此时脸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虽然刚才在极度恐惧下没觉得什么，但现在安全了，感官就变得格外敏锐起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苏阳宽阔背脊传来的温度，还有那充满男性荷尔蒙的气息，让他有些头晕目眩。尤其是随着苏阳的走动，两人身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更是让他羞耻的脚趾头都蜷缩了起来。怎么嫌我走得慢？苏阳掂了掂背上的人儿，两团惊人的柔软再次重重地压在他的背上，触感简直满分。看不出来啊，你这丫头看着瘦瘦小小的，这分量倒是挺足，特别是某些地方，是不是平时把营养都吃到那儿去了？哪有？周明月羞愤地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声音细若蚊蝇。我才90斤，90斤！苏阳坏笑一声，我看光是胸前的2两肉就占了10斤吧？你流氓！周明月气得想咬他，但又不敢，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娇嗔，心里却莫名的有些甜滋滋的。被这么强大的男人调戏，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反感。两人就这样一路斗着嘴，走出了荒凉的工业园区，来到了稍微有点人烟的公路上。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这种鬼地方，别说出租车了，连个鬼影都看不到。大佬，我们怎么回去啊？周明月看着漆黑的公路，心里有些发毛，手机没电了，叫不了车，慌什么？有我在，还能让你露宿街头？苏阳把他放下来，让他坐在路边的石墩上，随后走到路中间，掏出一张黄符，手指一夹，天圆地方，律令9章，无经下笔，万鬼伏藏，急急如律令，滴滴打鬼。轰！黄符无火自燃。不到1分钟，远处突然亮起了2盏惨白的车灯，一辆看起来像是80年代的桑塔纳出租车悄无声息地飘了过来，停在了两人面前。司机是个面色惨白的中年人，看到苏阳，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没把方向盘给拔下来。大师又是您啊？这鬼司机正是之前送苏阳去苏家的那个，没想到今晚又撞枪口上了。哟，熟人啊！苏阳拉开车门，上车吧，我的专属座驾。周明月看着那辆明显透着阴气的鬼出租，咽了口唾沫，但看着苏阳那笃定的眼神，还是硬着头皮钻了进去。苏阳紧随其后，一屁股坐在后座，极其自然地揽住了周明月的肩膀。师傅，去市中心。好的。鬼司机哪敢废话，一脚鬼火，车子像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半小时后，车子停在了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口。这是你家？苏阳看了一眼这小区的环境，安保森严，绿化不错，看来这小主播平时赚的不少啊。我就住在这。周明月红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抬起头看着苏阳，大眼睛水汪汪的。那个大佬，现在太晚了，你要不要上去坐坐？我家猫会后空翻。说出这句经典台词的时候，周明月感觉自己的脸都要烧着了，这暗示也太明显了吧？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孩？可是真的不想让他走啊，哪怕只是多待一会儿也好。后空翻的猫，苏阳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神玩味。那我倒是真得见识见识了。不过比起猫，我更想看看这猫的主人会不会……哎呀，你！周明月羞得一跺脚，转身就往小区里跑。爱来不来？来，必须来！苏阳嘿嘿一笑，大步跟了上去。周明月的家在16楼，一进门，一股淡淡的奶香味扑面而来，和苏阳想象中一样，这是个典型的少女风公寓。粉色的墙纸，粉色的沙发，地上铺着毛茸茸的地毯，到处都堆满了各种可爱的玩偶，就连拖鞋都是带着兔耳朵的粉色款。随便做那个，家里比较乱，别介意啊。周明月有些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沙发上乱扔的几件衣服，脸红的快递出血来了。平时一个人住习惯了，也没想到会突然带个男人回来。苏阳倒是不客气，直接往那柔软的粉色沙发上一躺，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挺香的嘛，这才是女孩子该住的地方，不像那个是王楚林的棺材，一股子冷气。这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还有荷尔蒙的味道。我去洗个澡。周明月低着头，不敢看苏阳，他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狼狈了，满身是土，裙子还破了，简直像个小叫花子。去吧，洗干净点。苏阳挥了挥手，眼神却在他那双脏兮兮却修长笔直的美腿上扫了一圈。对了，记得把伤口处理一下，要是够不到我可以帮忙。才不用。周明月抓起一套睡衣，逃也似的冲进了浴室。没过多久，浴室里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苏阳听着那水声，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周明月童颜巨乳的身材在水流冲刷下的画面。这金刚不坏肾真是个祸害，火气太大了。苏阳灌了一大杯凉水，强行压下心头的燥热。他趁着这个空档，从兜里掏出了那颗金丹突破丹。这颗丹药龙眼大小，通体金黄，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药香，光是闻一口就感觉体内的真气蠢蠢欲动。先办正事。苏阳盘膝坐在沙发上，一口吞下了丹药。轰！丹药入腹，瞬间化作一股磅礴浩瀚的能量，如同长江大河般冲刷着他的经脉，体内的真气开始疯狂运转。原本液态的灵力在丹田中不断压缩、旋转、凝练，渐渐的，一颗金灿灿的虚丹雏形在他丹田气海中缓缓凝聚。整个房间里的灵气仿佛受到了牵引，疯狂朝苏阳涌来，在他周身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灵气漩涡。若是有人开了天眼，就能看到此刻苏阳整个人都在发光，宛如一尊金身罗汉。时间1分1秒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咔嚓，仿佛某种桎梏被打破的声音在体内响起。苏阳猛地睁开双眼，两道金光如同实质般射出，足有3尺长。金丹成，大道圣。苏阳长啸一声，只觉得浑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100米内的一切动静都在他的感知之中，甚至连空气中的微尘都清晰可见。这就是金丹气，陆地神仙的境界。呼，爽！苏阳收敛气息，感受着体内那颗圆润饱满的金丹，满意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浴室的门开了，一阵香风伴随着湿热的水汽扑面而来。苏阳抬头望去，呼吸瞬间一滞。只见周明月穿着一件宽大的男款白衬衫，除此之外似乎什么都没穿。衬衫刚好遮住大腿根部，露出一双洗得白白净净、泛着粉红色的美腿。湿漉漉的双马尾已经散开，披在肩头。那张精致可爱的娃娃脸上带着一丝刚出浴的红晕，眼神有些躲闪，又有些期待。他手里拿着一瓶红花油，一瘸一拐地走到苏阳面前，咬着嘴唇，声音软糯的像是要滴出水来。大佬，我后背好像擦伤了，我看不到，你能不能帮我涂一下药？说着，他缓缓转过身，背对着苏阳，然后颤抖着手解开了衬衫上面的2颗扣子，微微向下一拉，那白皙如玉的美背瞬间展露在苏阳面前。而在那光洁的背脊上，一道浅浅的红痕显得格外刺眼，更增添了几分让人想要凌虐的欲望。苏阳看着这幅画面，感觉刚突破的金丹都在颤抖，这特么谁顶得住啊？涂药是吧？苏阳声音沙哑，接过红花油倒在掌心搓热。放心，我的手法很专业的，保证药到病除，甚至还能顺便通通经络。大手覆盖上去的那一刻，周明月浑身一颤，发出了一声足以让圣人破防的娇吟。粉色的客厅里，暧昧的气息如同实质般流淌。周明月趴在柔软的沙发上，在那一声令人脸红心跳的娇吟之后，整个人彻底化成了一滩春水。苏阳的大手覆盖在他光洁如玉的背脊上，掌心滚烫，红花油的辛辣味道混合着他身上特有的男子气息，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催化剂。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热。苏阳的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他并没有单纯的涂抹药油，而是悄悄运转起了体内那颗刚凝聚的金丹。一丝丝精纯至极的纯阳灵气顺着他的掌心透过毛孔缓缓钻进周明月的体内。好烫！周明月咬着枕头，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那种感觉太奇妙了，不像是在涂药，倒像是一股暖流在经脉里游走。所过之处，原本火辣辣的擦伤瞬间变得清凉舒适，连带着那一身的疲惫和酸痛都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酥麻感，从尾椎骨质冲天灵盖。大佬，你这是什么手法？周明月迷离着双眼，声音断断续续，感觉好奇怪。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手上的动作非但没停，反而顺着脊椎一路向下滑到了那最为敏感的腰窝处。这叫灵气 SPA， 外面有钱都买不到的高端服务，不仅能祛疤美容，还能滋阴补肾。滋阴！周明月俏脸瞬间爆红，这词听起来怎么那么不正经啊？别动，这里还有一处淤青。苏阳按住他乱扭的小蛮腰，手指轻轻在那挺翘的弧度上打着圈。周明月浑身一僵，脚趾头都蜷缩了起来。那件宽大的男士衬衫随着两人的动作早已不知不觉地滑落到了肩膀以下，露出了大片大片雪白的肌肤。在粉色灯光的映衬下，它就像是一只剥了壳的荔枝，鲜嫩多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苏阳看着眼前这幅绝美的美人春睡图，刚突破金丹期的那股燥热再次涌上心头，阴阳大乐赋自动运转，仿佛在催促着他赶紧进行下一步的修炼。明月，苏阳俯下身，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廓上。药涂完了，接下来是不是该收点诊费了？诊费。周明月回过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苏阳，眼神中既有羞涩，又有一丝期待。我现在没钱。苏阳挑了挑眉，目光意味深长的在他身上扫视了一圈。没钱没关系，肉偿也行啊。话音未落，他再也忍不住，低头吻住了那张诱人的红唇。周明月瞪大了眼睛，但很快便闭上了，笨拙而热烈的回应着。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粉色的少女闺房内，春光无限，窗外的月亮似乎都害羞地躲进了云层里，只留下屋内2道交缠的身影，在这深夜里谱写着一曲动人的乐章。苏阳一边引导着体内的纯阳之气与周明月的元阴之气交融，一边在心里感叹：这阴阳大乐赋果然是神技，不仅能提升修为，还能让妹子更加嫩。翌日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地毯上那些散落的衣物上。周明月迷迷糊糊的醒来，只觉得浑身像是散架了一样，酸痛中却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旁边空的。大佬，周明月心里一慌，猛地坐起身来，被子滑落，露出他那一身宛如凝脂般的肌肤。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因为长期熬夜直播而有些暗沉的皮肤，此刻竟然变得晶莹剔透，白里透红，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而且昨晚背上那些擦伤和淤青竟然全都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是怎么回事？周明月难以置信地摸着自己的脸蛋，感觉滑嫩的不可思议。醒了。就在这时，卧室门口传来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
苏阳围着一条浴巾，手里端着2杯热牛奶，倚靠在门框上，正一脸笑意地看着他。刚洗完澡的他，头发湿漉漉的，水珠顺着那精壮的胸肌滑落，没入浴巾的边缘，充满了男性荷尔蒙的诱惑力。啊！周明月尖叫一声，连忙拉起被子捂住胸口，只露出一双大眼睛，脸红得快要滴血。你还在啊？怎么想让我走？苏阳走过来，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顺势坐在床边，伸手捏了捏他那粉嫩的脸颊。睡完就不认账了，小没良心的。哪有？周明月低着头，心里甜滋滋的，把牛奶喝了，补体力。苏阳看着他，昨晚辛苦了。听到这话，周明月更是羞得不敢抬头。昨晚这头蛮牛简直太疯狂了，他感觉自己嗓子都快喊哑了。就在2人温存的时候，哼，好一股子狐狸精的骚味！一道冷冰冰的声音突然在房间里响起，周明月吓了一跳，谁在说话？苏阳也是嘴角一抽，暗道不好。只见他胸前的玉佩红光一闪，一道绝美的红色倩影凭空出现，悬浮在半空中。苏倾城一身红衣，双手抱胸，正用一种审视情敌的目光冷冷地盯着床上的周明月。啧，我还以为是什么绝世大美女呢，原来就是个还没长开的小丫头片子。苏倾城撇了撇嘴，语气里满是酸味。主人，你的口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淡了？鬼啊！周明月看到飘在空中的苏倾城，吓得两眼一翻，差点没晕过去，本能地钻进苏阳怀里，瑟瑟发抖。别怕，这是自己人蛾，自己鬼。苏阳连忙拍着周明月的后背安抚，然后瞪了苏倾城一眼。倾城，别闹，吓坏了他，今晚你负责暖床啊。哼，暖就暖。苏倾城飘落下来，坐在床的另一边，伸出冰凉的手指戳了戳周明月的脸蛋。喂，小丫头，别装死了，以后见了本宫要叫大姐头，知道吗？周明月颤巍巍地探出头，看着眼前这个虽然是鬼，但美得惊心动魄的姐姐，又看了看一脸淡定的苏阳。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佬男朋友好像有点不一般啊，不仅能捉鬼，还能养鬼做后宫。大姐头好。周明月弱弱地叫了一声，虽然害怕，但心里竟然莫名地松了一口气。既然是大佬养的鬼，那应该不会吃人吧？算你识相。苏倾城满意地点了点头，虽然还是有点吃醋，但作为正宫，这点容人之量还是有的。只要这小丫头不跟他抢正妻的位置，收个通房丫鬟也没什么。行了，别吓他了。苏阳看着这和谐的一幕，心里暗爽，这奇人之福虽然有点费腰，但真特么香啊。就在这时，周明月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他拿起来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天啊，大佬，你看，怎么了？苏阳凑过去，只见手机屏幕上无数条消息弹窗像雪花一样飞来。某鱼平台，周小姐，您昨晚的直播破了平台记录，我们想跟您签 S 级合约，年薪1000万。头条新闻惊爆，444路鬼公交真相大白，神秘到长手撕鬼将。微博热搜第1，井号全网寻找最帅捉鬼小哥井号，粉丝私信999加，老婆你没事吧？那个帅哥道长是谁？求联系方式。周明月激动得手都在抖，大佬我们火了。苏阳看着热搜标题，摸了摸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火了也好，正好缺个打广告的机会，既然全网都在找我，那就……苏阳眼中金光一闪，咱们就搞个大的，开一家真正的灵异事务所，专接别人不敢接的活儿，赚别人不敢赚的钱。粉色的卧室内，气氛在短暂的尴尬和某种诡异的和谐中恢复了平静。那个大姐头，周明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飘在半空的苏倾城，又看了一眼正坐在床边喝牛奶的苏阳。我们真的要开事务所吗？当然。苏阳放下空杯子，舔了舔嘴角的奶渍。现在名气有了，不趁热打铁捞一笔，对得起老天爷赏的这碗饭吗？苏阳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还在不断上涨的热搜指数，而且有了固定的地盘，以后接活儿也方便，省得我天天到处跑。最重要的是，系统商城里有很多需要庞大积分兑换的高级阵法和建筑图纸，他打算打造一个真正的洞天福地，哪怕是在这灵气复苏的初期，也能让自己和身边的家人们修炼速度倍增。可是开事务所需要场地吧？周明月有些发愁，市中心的写字楼租金可贵了，虽然我现在签了 S 级合约，但首付款还没到账。谁说我们要租写字楼？苏阳神秘一笑，我们要买，而且要买那种别人都不敢要的房子啊！别人不敢要的？周明月一愣，笨，就是凶宅啊！苏倾城在旁边插嘴道，一脸看傻子的表情。这种房子阴气重，正好适合本宫修炼，而且价格便宜，这就是传说中的简陋，懂不懂？这样也行？周明月目瞪口呆，买凶宅开公司，这脑回路果然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行了，别发愣了。苏阳站起身，大手一挥，换衣服，咱们这就去看看江州市哪里有著名的鬼屋出售，顺便带你去把那个 S 级合约签了，以后你就是咱们事务所的首席宣传官僚。遵命，老板。周明月眼睛一亮，连忙从衣柜里翻出一套稍微正式点的衣服。上午10点，江州市最大的房产中介公司安家天下。当苏阳带着周明月走进大厅的时候，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男的帅气逼人，一身休闲装却穿出了 T 台走秀的感觉，女的更是极品，童颜巨乳，皮肤白得发光，简直比明星还要耀眼。两位是要买房吗？一个穿着西装
戴着眼镜的年轻中介小哥连忙迎了上来，眼神在周明月身上停留了2秒，便不敢多看，因为他感觉那个男人的眼神有点危险。买房。苏阳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我要那种独栋的，面积大点的，最好带个院子。独栋别墅。中介小哥眼睛一亮，这是大客户啊，先生您真有眼光。我们最近刚好有几套位于滨江路的高端别墅，环境优美，风水。停！苏阳打断了他的话，摆了摆手，我不看风水好的，我要看风水差的。啊！中介小哥懵了，风水差的？对，越差越好。苏阳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道，就是那种死过人、闹过鬼，半夜能听到哭声，最好是连你们中介都不敢带人去看的房子，有没有？中介小哥倒吸一口凉气，看苏阳的眼神像是在看神经病。这年头还有人专门买凶宅的，嫌命长吗？先生，您别开玩笑了。谁跟你开玩笑？苏阳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钱不是问题，只要房子够凶，我立马全款。听到全款2个字，中介小哥的职业素养瞬间战胜了恐惧。他咽了口唾沫，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您真的想要，其实还真有一套。在老城区的槐树胡同有一栋民国时期的3层小洋楼，带个大院子，位置其实挺好的，离市中心也不远。但是中介小哥脸色有些发白，声音也低了下来，那房子邪门得很，据说以前是个戏班子的宅子，后来一夜之间戏班子10几口人全都吊死在里面了。从那以后，每到半夜里面就会传出唱戏的声音，还有人看到红衣女人在阳台上梳头。这几年先后有几拨人不幸携买了下来，结果住进去不到3天，不是疯了就是残了。现在的房主已经被吓破胆了，挂牌价从2000万降到了500万，还是无人问津。500万！苏阳眼睛一亮，市中心的3层独栋洋楼只要500万，这简直是白菜价呀！至于什么吊死鬼、唱戏声，那不正是他需要的免费员工和装修风格吗？就他了。苏阳一拍大腿，带路，现在就去。啊，真去啊？中介小哥腿有点软，废话，不去怎么签合同？苏阳站起身，拉起周明月，走，老婆，咱们去看新房。周明月脸一红，虽然老婆这个称呼让他很受用，但一想到要去那种恐怖的凶宅，他还是有点怂。不过看了一眼苏阳自信的背影，他又觉得充满了安全感。怕什么？连鬼将都能手撕的男人在身边，那些小鬼还不得乖乖叫大嫂。槐树胡同44号，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老巷子，两旁种满了高大的老槐树。槐树属阴，民间有门前种槐，百鬼夜行的说法，这地方的风水确实是一言难尽。而在巷子尽头矗立着一栋有些破败的红色小洋楼，墙壁上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大门紧闭，上面的铜环锈迹斑斑。即使是在大中午，这栋楼周围也弥漫着一股阴冷的雾气，阳光似乎都照不进去。就是这里了。中介小哥站在离大门还有10几米远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先生，钥匙给您，我就不进去了，我在外面等你们。瞧你那点出息。苏阳接过钥匙，鄙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牵着周明月的手，大步走向那扇诡异的大门。吱呀，随着沉重的大门被推开，一股发霉的味道混合着浓重的阴气扑面而来。院子里杂草丛生，正中间有一口枯井，井边还放着几双有些腐烂的绣花鞋。咿呀！就在两人踏入院子的瞬间，一阵凄厉而尖锐的戏曲声突然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响起。紧接着，2楼的阳台上几道白色的虚影一闪而过，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地上的枯草都结了一层白霜。啊！有鬼！周明月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挂在了苏阳身上。别怕！苏阳拍了拍他的屁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抬头看向2楼那个黑洞洞的窗口，身上的金光隐隐浮现。唱得挺好听啊，怎么不唱了？继续啊，正好给我助兴。不过苏阳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凌厉无比。要是唱得不好听，或者赶出来吓唬我老婆，我就把这栋楼给拆了，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晒太阳。轰！一股属于金丹期修士的恐怖威压瞬间笼罩了整栋小楼。原本还在咿呀乱叫的戏曲声，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戛然而止。整个院子瞬间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那些躲在暗处的孤魂野鬼，此时全都瑟瑟发抖地缩在角落里，连头都不敢抬。这特么哪是买房的，这分明是阎王爷来视察工作了呀！这就老实了。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看来这房子的原住民还挺好客的嘛。走，进去看看咱们的新家，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灵异事务所。吱呀！沉重的木门被推开，一股陈旧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一栋典型的民国风格小洋楼，内部空间极大，墙壁上贴着暗红色的壁纸，虽然有些剥落，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奢华。只不过此时的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破碎的家具、厚厚的蛛网，以及隐匿在阴影中那一双双窥视的眼睛。好冷啊！周明月紧紧抱着苏阳的胳膊，整个人恨不得缩进他怀里。他能感觉到，自从踏进这屋子，周围就有无数道阴冷的视线在盯着他，就像是被一群毒蛇盯上的青蛙。冷就对了，省得开空调了。苏阳倒是毫不在意，大步走到大厅中央的一张太师椅前，伸手一扶，呼，一股纯阳之风刮过，椅子上厚厚的积灰瞬间被卷走，露出原本光亮的红木色泽。苏阳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翘起2郎腿，
目光玩味地环视四周。都别藏着掖着了，出来吧！刚才不是挺热闹的吗？唱戏的那个，还有那个在房梁上荡秋千的，都下来见见新房东。话音落下，屋子里依旧死一般的寂静。那些鬼物显然是被刚才苏阳在院子里释放的金丹威压给吓破了胆，此刻一个个装死，谁也不敢当出头鸟。哼，跟我玩躲猫猫！苏阳冷笑一声，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倾城在，主人。苏倾城的身影缓缓浮现，一身红衣如火，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戏谑的冷笑。既然他们不愿意出来，那你就辛苦一下，去把他们抓出来。抓到了也不用带过来了，直接当点心吃了吧。正好这几天还没给你加餐呢。遵命。苏倾城眼中红光一闪，舔了舔红唇，那股红衣鬼将的恐怖煞气瞬间爆发，如同实质般席卷了整个大厅。啊！别吃我！上仙饶命！鬼将大人饶命啊！这一招果然奏效。只听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响，从天花板上、地板缝里、墙壁后面接二连三的滚出来十几个奇形怪状的鬼影，有舌头伸得老长的吊死鬼，有浑身湿漉漉的水鬼，还有缺胳膊少腿的残废鬼。而领头的正是刚才在2楼唱戏的那个，那是一个穿着青衣戏服的女鬼，长得倒是颇为清秀，只是脸色惨白，眼角还挂着2行血泪，看起来楚楚可怜。此时，这群平日里吓得活人屁滚尿流的恶鬼，正整整齐齐地跪在苏阳面前，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哟，人偶不，鬼还挺齐。苏阳眉毛微挑，目光落在那个青衣女鬼身上。你是这儿的头儿？回禀上仙，奴家柳如烟，生前是这宅子里的戏子。青衣女鬼声音颤抖，带着一丝凄婉的戏腔。我们虽是鬼，但也只是守着这宅子，从未害过人性命。那些之前来的人都是被自己吓跑的，没害过人。苏阳开启天眼通扫了一眼，确实，这些鬼虽然阴气重，但身上并没有那种沾染了人命的血煞之气，顶多就是些怨气未消的孤魂野鬼。行，算你们运气好。苏阳弹了弹烟灰，既然我是新房东，那就得立立规矩。我这人讲道理，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被我老婆吃了，化作她的养料。苏倾城适时的配合着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吓得众鬼浑身一哆嗦。第二，留下来给我打工，我这事务所刚开张，正缺人手，我看你们一个个身怀绝技的，正好物尽其用。打工？柳如烟愣住了，她做鬼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要雇鬼打工的。怎么不愿意？苏阳眉头一挑，愿意，只要不杀我们，干什么都行。众鬼连忙磕头如捣蒜，开玩笑，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已经死了，但谁愿意魂飞魄散啊？很好。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开始指点江山。你柳如烟是吧？长得还凑合，以后就负责前台接待，不过以后别整天哭丧着脸，给我笑一个。柳如烟连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僵硬笑容。还得练。苏阳摇了摇头，又指向那几个舌头老长的吊死鬼。你们几个舌头那么长，正好用来擦玻璃和天花板，省梯子了。吊死鬼们，还有你那个水鬼，负责拖地浇花，自带水源，环保又节能。水鬼，剩下的看家护院，搬抬。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这屋子打扫干净，半小时内我要看到这地方焕然一新，否则……苏阳手中雷光一闪，是，马上干。众鬼吓得屁滚尿流，立刻化作一道残影，开始忙活起来。接下来的画面让旁边的周明月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有点想笑。只见那几个吊死鬼道挂在天花板上，长长的舌头像是抹布一样，飞快地擦拭着水晶吊灯，那是真的舔干净啊！水鬼趴在地上，身体所过之处，地板变得锃亮如新，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其他的鬼则是搬着那些破旧的家具往外扔，或者用阴风卷走灰尘。这就是传说中的阴兵过境。不到半小时，原本破败不堪、阴森恐怖的凶宅，竟然真的变得窗明几净，焕然一新。虽然那种阴冷的气息还在，但在苏阳的授意下，苏倾城稍微收敛了一下煞气，反而让这里多了一种神秘而高贵的哥特风。大佬你也太神了吧！周明月看着眼前这一切，对苏阳的崇拜简直突破了天际。不仅能捉鬼，还能把鬼训得服服帖帖当保姆，这简直是把资本家的剥削精神发扬到了阴间啊！基操物六。苏阳站起身，看着焕然一新的大厅，满意地点了点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他走到大门口，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块早就兑换好的牌匾，随手一挥挂了上去。那是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5个大字：天师事务所。而在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专治各种不服，人鬼皆霸气。周明月拍手叫好，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红着脸凑到苏阳身边。那个老板，既然公司开张了，那我这个首席宣传官晚上住哪啊？这房子这么多房间。他眼神闪烁，显然是有点害怕一个人住，又有点期待和苏阳。苏阳哪能看不出他的小心思？他一把拦过周明月的细腰，在他耳边坏笑道：房间虽多，但只有主卧的床最软，阳气最足。你要是怕鬼的话，我不介意稍微挤一挤。谁怕鬼了？周明月嘴硬道，身体却很诚实的往他怀里靠了靠。那就好。苏阳哈哈一笑，走，去看看我们的主卧，顺便是一下床的弹性。就在2人准备上楼的时候，叮，检测到事务所成立，
发布第1阶段任务，任务名称扬名立万，任务描述1周内完成3单灵异委托，打响事务所的名气。任务奖励极品灵石10颗。护山大阵初级1座。苏阳脚步一顿，极品灵石、护山大阵，这可是建设基地的硬通货呀！看来今晚这试床的活动得往后稍了。或者，苏阳看了一眼旁边含羞带怯的周明月，又看了看手机上刚刚弹出来的几个求助私信。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当然是全都要。先试床，再接单。夜色深沉，槐树胡同44号的这座凶宅里，却并没有往日的阴森死寂。相反，主卧的大床上正上演着一场酣畅淋漓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那张不知是哪个年代留下的雕花大床，虽然看着有些年头，但质量却出奇的好。即便是在2人激烈的动作下，也只是发出了轻微且富有节奏的打吱声，仿佛在为这场战斗伴奏。老板，我不行了。周明月的声音带着哭腔，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汗水浸湿了秀发，粘在那张潮红的俏脸上。他虽然有着足以傲视群芳的魔鬼身材，但在体力这方面，哪里是苏阳这头金丹期蛮牛的对手？这就求饶了，刚才不是还喊着要给我生猴子吗？苏阳坏笑一声，并没有打算就此收兵。此时的他体内的金丹正在疯狂运转，阴阳大乐腹地功法让他不仅没有丝毫疲惫，反而越战越勇，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在这阴气极重的凶宅里，周明月体内的元阴之气显得格外诱人，与这里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补。那是弹幕里粉丝说的不是我。周明月想要辩解，却被苏阳再次封住了红唇。不管是谁说的，今晚这床必须是出个结果来。苏阳大手一挥，房间内的灯光骤然熄灭，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洒在2具交缠的躯体上，朦胧而暧昧。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老槐树的枝叶照进卧室内时，苏阳神清气爽地睁开了眼睛。呼，他吐出一口浊气，只觉浑身经脉通畅，修为似乎又稳固了几分。这凶宅果然是个好地方，虽然普通人住进来会折寿，但他有9转纯阳体护身，这里的阴气反而成了刺激他修炼的磨刀石。再加上昨晚的劳逸结合，现在的状态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他侧头看了一眼，周明月正像只八爪鱼一样死死地缠着他，睡得昏天黑地，那张娃娃脸上还挂着一丝疲惫后的满足。苏阳把他的手脚拿开，起身下床，刚一走出卧室，就看到楼梯口站着一道红色的倩影。苏倾城双手抱胸，倚在栏杆上，那一双美眸中带着几分幽怨，几分戏谑。主人昨晚睡得可好？这老房子的隔音不太好，奴家在玉佩里可是听了一整晚的交响乐呢。苏阳老脸一红，干咳了一声，咳，这是修炼懂不懂？是，修炼。苏倾城翻了个白眼，飘了过来，伸手帮苏阳整理了一下衣领，语气瞬间变得温柔起来。主人，早膳已经备好了。早膳？苏阳一愣，谁做的？这屋里还有人会做饭？柳如烟做的。苏倾城指了指楼下那个唱戏的女鬼，生前居然还烧得一手好菜，我已经让她把厨房收拾出来了。苏阳走到楼梯口往下一看，只见1楼大厅里那个青衣女鬼柳如烟正端着一个托盘从厨房里飘出来。她虽然是飘着的，但手里的托盘却稳如泰山。看到苏阳下来，柳如烟连忙迎一拜，脸上挤出一个有些僵硬但恭敬的笑容。早上好，老板，奴家做了些清粥小菜，不知合不合老板胃口。苏阳走过去看了看，皮蛋瘦肉粥，几碟精致的小咸菜，还有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卖相居然相当不错。可以啊，如烟。苏阳拿起一个小笼包咬了一口，鲜嫩多汁，味道竟然比外面卖的还要好。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以后咱们事务所的伙食就交给你了。多谢老板夸奖。柳如烟受宠若惊，苍白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红晕。她做鬼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人夸奖做饭好吃。对了，其他的鬼呢？苏阳一边喝粥一边问道。都在院子里除草呢。柳如烟指了指外面，那个吊死鬼正在修剪树枝，水鬼在清理池塘，大家都很积极。苏阳透过落地窗看去，果然院子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些平日里吓死人的恶鬼，此刻一个个化身勤劳的园丁，干的那叫一个卖力。不错，很有觉悟。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吃饱喝足，苏阳拿出手机，准备开始干正事了。毕竟系统发布的扬名立万任务可是有时间限制的，1周内要完成3单委托。他打开那个灵异 app 的后台，看了一眼私信列表，好家伙，私信直接999加，大部分都是粉丝的表白和骚扰信息。苏阳直接略过，开始筛选那些真正的求助信息。这个有点意思。苏阳的手指停在了一条置顶的私信上，发信人的 ID 叫我是大明星，头像是一张戴着墨镜和口罩的自拍，看起来遮遮掩掩的，内容写得很急切。苏大师您好，我看过您的直播，知道您是有真本事的高人，求求您救救我！我最近遇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有人在窥视我，不管我换到哪里住，那个视线都如影随形，而且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身上多了一些莫名的手印，我现在精神都要崩溃了，根本不敢睡觉。只要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价钱随您开，100万、500万都可以。窥视、手印。苏阳摸了摸下巴，
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这剧情听起来像是变态私生饭，但根据描述，又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而且我是大明星。苏阳点开那个头像大图看了看，虽然遮得很严实，但这身材气质确实有点眼熟，好像是最近挺火的一个当红小花旦，叫什么杨幂。第一单生意就是女明星，这牌面可以啊。苏阳当即回复了过去，接了，地址发我，马上到，几乎是秒回。太好了，谢谢大师，我在云顶山庄8号别墅，您到了直接跟保安报我的名字，我叫杨幂。果然是她，大幂幂。苏阳嘴角微翘，这杨幂可是号称国民女神，以清纯玉女的形象出道，身材却极其有料，是无数宅男的梦中情人。给这种级别的大明星捉鬼，那不仅能赚大钱，还能近距离欣赏一下女神的睡姿。怎么看上哪个小妖精了？笑得这么荡漾。苏倾城不知何时飘到了他身后，看着手机屏幕，语气酸溜溜的：什么小妖精？这是客户，是上帝。苏阳义正言辞地收起手机，站起身来，去把楼上那个懒猪叫醒，咱们该出发了。这种能上头条的大新闻，怎么能少了咱们的首席宣传官呢？半小时后，周明月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在苏倾城的冷眼注视下，慌慌张张地化了个淡妆，换上了一套方便行动的运动装。虽然只是简单的 T 恤加瑜伽裤，但那紧致的布料却将他那前凸后翘的身材勾勒得更加惊心动魄，尤其是那双腿笔直修长，简直是腿控福利。老板，我们去哪啊？周明月背着直播设备，像个小跟班一样跟在苏阳身后。云顶山庄。苏阳走出大门，看着停在门口的那辆二手捷达，皱了皱眉，这车有点掉价呀，回头得买辆豪车撑场面。云顶山庄那可是江州市最有名的富人区啊。周明月眼睛一亮，听说那里住的都是大明星和大富豪。老板，我们是去捉鬼还是去追星啊？既捉鬼也追星。苏阳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坐稳了。第一单生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轰！破旧的捷达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带着两人直奔云顶山庄而去。云顶山庄位于江州市风景最秀丽的半山腰上，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价值连城，安保措施更是严密到了极点。苏阳的车刚开到山脚下，就被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拦住了。干什么的？这里是私人领地，闲杂车辆禁止入内。保安看着那辆破捷达，眼中满是鄙夷。这年头收破烂的都开上捷达了。苏阳降下车窗，还没说话，副驾驶的周明月就探出头来，摘下墨镜，露出一张甜美的笑脸。大哥，我们是杨幂小姐请来的特别顾问。杨幂？保安一愣，随即看清了周明月的脸，顿时眼睛都直了。这不是那个最近爆火的灵异女主播吗？你是周明月？对啊，是我。周明月卖了个萌。卧槽，活的？那这位就是。保安把目光转向苏阳，眼神瞬间变得崇拜无比。苏大师，手撕鬼将的那个苏大师。低调。苏阳淡淡一笑，身上自然流露出一股高人的气场。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当然可以。杨小姐早就打过招呼了，快请进。保安连忙打开闸门，还得寸进尺的敬了个礼。看着捷达车扬长而去，保安还在感叹：啧，大师就是大师，开个破捷达都这么有气质，这就是传说中的返璞归真吧。8号别墅，这是一栋占地极广的欧式庄园别墅，花园里种满了名贵的玫瑰花，但此刻这栋豪宅却大门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感。苏阳刚把车停稳，别墅的大门就打开了一条缝，一个穿着真丝睡裙、戴着墨镜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当她看到苏阳时，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顾不上形象，直接光着脚跑了出来。苏大师，您终于来了。随着她的奔跑，那真丝睡裙随风摆动，勾勒出曼妙至极的身材曲线，尤其是胸前那波涛汹涌，简直让人眼晕。她跑到苏阳面前，一把抓住了苏阳的手，那双手冰凉刺骨，还在微微颤抖。舅舅，我那个东西，他又来了。他就在屋里。苏阳抬头看了一眼面前这栋气派的欧式别墅，虽然此刻是大白天，阳光明媚，但这栋房子却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阴霾笼罩着。2楼的窗帘紧闭，透不出一丝生气，反而隐隐有一股让人不舒服的窥视感从窗户缝隙里透出来。别怕，有我在，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你。苏阳反手握住杨幂那冰凉的小手，顺势将她揽入怀中，一股精纯的阳气缓缓渡了过去。杨幂只觉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原本因为恐惧而僵硬的身体渐渐软化下来。她抬起头，虽然戴着墨镜，但苏阳依然能感受到镜片后含泪的目光充满了依赖。真的可以吗？杨幂声音颤抖，我找过好几个大师，他们都被吓跑了，有的还疯了，那是他们学艺不精。苏阳自信一笑，手指轻轻在她手背上摩挲了一下。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这人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是专门欺负美女的恶鬼。走，进去看看。苏阳搂着杨幂的纤腰，大步走向别墅大门。周明月跟在后面，看着两人的背影，忍不住撇了撇嘴，小声嘟囔道：哼，大色狼见到女明星就走不动道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敬业地举起了手机，打开了直播间。标题简单粗暴直击：苏大师 vs 国民女神杨幂幂，豪宅捉鬼实录。刚一开播，
直播间瞬间涌入了10万人，弹幕密密麻麻的刷屏。卧槽，真的是杨幂，这就是传说中的云顶山庄，木了，放开那个女神，让我来。楼上的别做梦了，那是苏大师，除了她谁配得上女神？走进别墅大厅，奢华的装修令人啧舌，名画、古董随处可见，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但此刻这里却乱得像个垃圾场，昂贵的花瓶碎了一地，沙发被利器划得稀烂，墙上还留着几道触目惊心的抓痕。这是那个东西弄的。周明月看着那深达寸许的抓痕，倒吸一口凉气，这要是抓在人身上，还不得皮开肉绽？杨幂摘下墨镜和口罩，露出一张苍白憔悴却依然美得惊心动魄的脸庞，那双标志性的狐狸眼此刻布满了红血丝，眼下有着浓重的黑眼圈，显然已经很久没睡过好觉了。她每天晚上都会出来到处乱砸东西，还发出那种奇怪的喘息声。杨幂抱着胳膊，似乎回忆起了什么恐怖的画面，身体微微颤抖。而且她还喜欢在我洗澡或者是睡觉的时候。说到这里，杨幂咬了咬嘴唇，脸颊泛起一丝羞耻的红晕，有些难以启齿。睡觉的时候怎么了？苏阳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示意杨幂也坐过来。我是天师兼职医生，讳疾忌医可不行，把细节说清楚，我才好对症下药。杨幂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苏阳坚定且帅气的眼神，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缓缓拉开了真丝睡裙的领口。你看，随着领口拉开，一大片雪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而在那精致的锁骨下方，靠近那抹深邃沟壑的地方，赫然印着一个紫黑色的手印。那手印不大，手指细长，看起来不像是人的手，倒像是某种爪子。最关键的是，这手印的位置实在是太刁钻，太暧昧了，只要再往下一点点，就要触碰到那不可描述的禁区了。这鬼是个 LSP 啊！苏阳眼睛一眯，虽然嘴上在谴责，但目光却很诚实的在那手印上停留了好几秒。除了这里，还有吗？还有。杨幂脸红的快滴血了，她缓缓撩起睡裙的下摆，在那修长圆润的大腿内侧，竟然也有一个同样的手印，甚至比胸口那个还要深，还要清晰。这位置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畜生，简直是畜生！苏阳一拍大腿，义愤填膺，这种好不，这种下流的事情怎么能让一只鬼来做？简直是暴殄天物！周明月在旁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老板，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直播间里的水友更是炸了。卧槽，这鬼我想当，这是什么福利环节？主播镜头拉近点，女神受苦了。苏大师快弄死那个色鬼！难道只有我关注苏大师的手放在哪了吗？确实，苏阳的手此刻已经非常自然地覆盖在了杨幂的大腿上。别动，我要检查一下这残留的鬼气。苏阳一脸严肃，掌心贴着那个紫黑色的手印，轻轻摩挲着，入手微凉，肌肤滑腻如丝绸，手感简直绝了。苏大师。杨幂身子一颤，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哼。苏阳的手虽然热，但并不像那个鬼手印那样让他感到恶心和恐惧，反而带着一种让他安心的力量，甚至还有一丝奇异的电流感。忍一下，这鬼气有点顽固，我得深入一点。苏阳说着，指尖微微用力，一丝纯阳之气顺着手印钻了进去。滋滋滋，那紫黑色的手印像是遇到了克星，发出一阵轻微的灼烧声，冒出一缕黑烟，颜色瞬间淡了不少。好了吗？杨幂咬着嘴唇，眼波流转，那妇人君采撷的模样，简直是在考验苏阳的道心。差不多了。苏阳依依不舍地收回手，放到鼻尖闻了闻，不是普通的厉鬼。苏阳神色微凝，看向杨幂，杨小姐，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礼物，或者是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礼物？杨幂想了想，突然脸色一变，有，上周有个匿名的粉丝寄来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尊很奇怪的佛像。佛像？对，看着像是泰国的佛牌，但是又不太像那个佛像长得很妖媚，还抱着一个骷髅。我当时觉得有点害怕，就把它扔在储藏室了。但是第二天，它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床头柜上。佛牌？苏阳冷笑一声，看来是有人想害你啊！这种东西，如果不供奉好，或者被人动了手脚，那可是会反噬主人的，轻则倒霉，重则丧命，甚至会被那个啥。那个佛像现在在哪？就在2楼的主卧里，我根本不敢动它。走，带我去看看。苏阳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邪神，敢跟我抢女人可，敢害我的客户。2楼主卧，这里的窗帘拉得更严实，一进去就感觉阴冷刺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檀香味，却又掩盖不住底下的腐臭。在正对着大床的梳妆台上，赫然摆放着一尊黑漆漆的佛像。那佛像只有巴掌大小，通体乌黑，雕刻的是一个身材妖娆的女子，正赤身裸体的缠绕在一具骷髅身上，脸上带着诡异而淫邪的笑容。而那骷髅的眼睛正用2颗红宝石镶嵌，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妖异的光芒，死死盯着那张大床。就是他！杨幂躲在苏阳身后，指着那尊佛像，声音都在发抖。哟，欢喜佛！苏阳走上前，打量着那尊佛像，嘴角勾起一抹不屑。还是个冒牌货，用尸油和骨灰做的古曼童变种吧。既然被我撞见了，那就别装死了。苏阳伸出手，直接朝着那佛像抓去。嘻嘻嘻！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佛像的瞬间，佛像突然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嬉笑声，紧接着
呼，一股粉红色的雾气猛地从佛像中喷涌而出，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小心，是迷魂烟！苏阳屏住呼吸，后退一步，但身后的杨幂和周明月却没那么好的反应。两人吸入了一口粉雾，眼神瞬间变得迷离起来。热好热呀！杨幂撕扯着领口，整个人像是八爪鱼一样缠上了苏阳。周明月也把手机一扔，嘴里哼哼唧唧。卧槽，又是这招！苏阳感觉有点头大。而就在这时，那尊黑色的佛像竟然缓缓变大，化作一个半透明的黑影，漂浮在空中。他长着一张英俊却邪气的脸。结，哪里来的道士，坏我好事？不过既然来了，那就一起加入这场极乐盛宴吧。我可以传授你无上双修大法，让你成仙成佛。双修？苏阳看着那个邪灵笑了。就凭你个石油泡出来的垃圾，也配跟我谈双修？既然你这么喜欢玩这套，苏阳眼中金光一闪，魅魔体质瞬间全开。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魅魔。粉红色的迷魂雾气中，原本那个面目狰狞、眼神贪婪的黑色邪神虚影，此刻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愣在半空。他那双原本死死盯着杨幂和周明月的血红眼睛，不知何时竟然不受控制地转到了苏阳身上。随着苏阳体内魅魔体质的全力爆发，一股无形却致命的吸引力以他为中心，向着四周疯狂扩散。此刻的苏阳在邪神眼里简直就像是这世间最完美的艺术品，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诱惑。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深邃如渊的眼眸，甚至连不紧不慢整理衣领的动作都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魅力。咕咚一声清晰的吞咽口水的声音竟然从那个半透明的邪灵喉咙里发了出来。邪神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栗，那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渴望，比他生前对女色的渴望还要强烈100倍。这是什么感觉？邪神原本嚣张的声音变得有些结巴，甚至带上了一丝羞涩。你怎么会这么好看？好看！苏阳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向前踏出一步，仅仅是这一步就让那邪神的虚影猛地一颤，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却又忍不住想要靠近。刚才不是说要和我双修吗？苏阳眼神如钩，直勾勾地盯着他。怎么现在怂了？不是怂。邪神那原本漆黑的虚影脸上竟然泛起了一层诡异的红光，他扭捏地搓着手，眼神迷离地看着苏阳。如果是这位道长的话，奴家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奴家生前是个男的，但既然成了灵体，性别这种东西也是可以卡的，只要道长不嫌弃，奴家愿意做寿。哦，苏阳还没反应过来，旁边原本还迷迷糊糊的周明月听到这话，直接一口酸水吐了出来，瞬间清醒了大半。卧槽，太恶心了！苏阳也是脸色一黑，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这特么是什么虎狼之词？魅魔体质这么猛的吗？连公的都能掰弯？滚！苏阳怒喝一声，原本的挑逗瞬间变成了杀意。老子只喜欢美女，你个不男不女的烂货也配引我？去死吧！轰！苏阳不再废话，右手猛地抬起，掌心之中狂暴的阳五雷瞬间凝聚成一颗耀眼的雷球。五雷正法，掌心雷啊！道长你好凶，人家好喜啊！邪神的话还没说完，那颗雷球就已经狠狠轰在了他的脸上。滋滋滋！恐怖的雷霆之力瞬间爆发，那是至刚至阳的天地正气，正好克制这种用尸油和怨气炼制出来的邪秽之物。不，我不想死，我还没尝过道长的滋味。邪神发出最后一声绝望且变态的哀嚎，整个虚影在雷光中瞬间崩解，化作无数黑烟消散。咔嚓！摆在梳妆台上的那尊黑色佛像也随之炸裂开来，变成了满珠的碎片。一股恶臭的黑水从碎片中流出，那是变质的尸油，呼真晦气。苏阳嫌弃地甩了甩手，感觉像是踩到了一坨狗屎。叮！恭喜宿主击杀尸油邪神分身，替天行道，奖励积分100点，奖励桃花运符1张。虽然你好像不需要。随着邪神的消散，房间里那股粉红色的迷魂雾气也迅速散去。杨幂发出一声呻吟，原本迷离的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她晃了晃脑袋，看清了眼前的状况，满地的佛像碎片，空气中还残留着焦糊味，而那个给了她无限安全感的男人正站在一片狼藉中，背影挺拔如山。苏大师，杨幂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发软，刚才那种被欲望支配的感觉虽然消失了，但身体的记忆还在。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真丝睡裙的领口大开，几乎衣不蔽体，而且刚才她好像一直死死地抱着苏阳，还蹭来蹭去的呀！杨幂惊呼一声，连忙捂住胸口，羞得满脸通红。没事了。苏阳转过身，看着眼前这幅春光乍泄的美景，心情顿时好了不少。那个脏东西已经被我清理了。不过，苏阳指了指桌上那些流着黑水的碎片，这玩意儿虽然毁了，但它在你身上留下的标记还在，而且这屋子里的阴气也入体了。如果不及时处理，恐怕会有后遗症。后遗症？杨幂脸色一白，也不顾上羞耻了，连忙从床上爬起来，抓着苏阳的手臂。那怎么办？苏大师，求求你，一定要帮我彻底根治啊！我不想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放心，既然接了单，我肯定负责到底。苏阳拍了拍他的手背，目光在他那双修长的大腿上扫过。不过，接下来的治疗可能需要更深入一点，而且需要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更深入？杨幂一愣，随即看到了苏阳那意味深长的眼神，瞬间秒懂。他的脸更红了，但眼神中却并没有抗拒，
反而多了一丝期待。那去浴室可以吗？那里的浴缸很大，而且隔音很好。杨幂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咳。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声。周明月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整理着凌乱的衣服，一边用一种幽怨的眼神看着苏阳。老板，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要不我先出去，给你们把门。苏阳还没说话，杨幂倒是先反应过来，连忙摆手，不是那个意思。明月妹妹，你别误会，我只是想请苏大师帮我驱邪，真的只是驱邪。虽然解释得很苍白，但杨幂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了。行了。苏阳打断了他的慌乱，看了一眼周明月。明月，你先把直播关了，刚才那段没播出去吧？没，刚才那种情况哪敢播呀，会被封号的。周明月摇了摇头。那就好。苏阳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杨幂。杨小姐，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咱们就去浴室可治疗吧。需要准备点什么吗？比如精油之类的？杨幂小声问道。这可是她看小说里写的，精油不用，准备好热水就行。苏阳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要用独门秘法帮你把体内的湿毒和阴气逼出来。明月，你在外面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哦，周明月撅着嘴，虽然心里有点酸，但想到这是老板的工作，也只能乖乖听话。10分钟后，豪华的主卧浴室内，水雾升腾，巨大的圆形按摩浴缸里放满了热水，上面还撒着几瓣玫瑰花瓣。杨幂裹着一条浴巾站在浴缸边，有些手足无措。此时的她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防备，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苏大师，需要我全脱了吗？她红着脸不敢看苏阳。当然。苏阳正在试水温，头也不回地说道。隔着衣服怎么逼毒？万一毒气被衣服挡住了，逆流攻心怎么办？哦，那我脱。杨幂咬了咬牙，缓缓解开了浴巾。哗啦，浴巾滑落，一具堪称完美的胴体展现在苏阳面前。该瘦的地方瘦，该有肉的地方那是真的有肉，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和那惊人的臀围形成的比例，简直是造物主的恩赐。苏阳感觉鼻子一热，体内的金丹又开始疯狂旋转了。进去吧。苏阳声音有些沙哑。杨幂听话地迈开长腿，跨进浴缸，温热的水瞬间包裹了他的身体。大师，你也下来吗？他靠在浴缸边，眼神迷离地看着苏阳，发出了邀请。苏阳看着水中那若隐若现的风景，嘴角一扬。那是自然，这种高难度的治疗必须得贴身进行。浴室里水温正好，热气腾腾，巨大的圆形按摩浴缸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将两具身躯紧紧包裹。水面上漂浮的玫瑰花瓣随着水波荡漾，时不时贴在雪白的肌肤上，红白相间，更显妖娆。杨幂背靠着浴缸壁，双臂此时却紧紧抓着苏阳的肩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仰着修长的脖颈，如同一只濒死的天鹅，口中发出一声声压抑不住的低吟。好烫。苏大师那里不行。什么行不行的？我是医生，听我的。骗鬼呢吧？谁家治病是这种声音啊？周明月的小脸红得像个大苹果，心里像是打翻了5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虽然他昨晚也体验过苏阳的手法，知道那确实很那个，但是听着别的女人在里面发出这种声音，他心里那个酸啊，简直比喝了10斤陈醋还难受。臭老板，坏老板，大色狼，明明昨晚还叫人家小甜甜，今天就抱着女明星洗鸳鸯浴。周明月气鼓鼓地踢了一下门角，却又忍不住把耳朵贴得更紧了。好奇心害死猫啊！哗啦啦，里面的水声越来越大，夹杂着杨幂断断续续的求饶声和苏阳带着磁性的低语。放松点，毒气出不来。呜，受不了了。周明月，这特么要是能播出去，直播间绝对当场封停100年。他感觉自己浑身燥热，腿都有些发软，只能靠在墙上，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里面那活色生香的画面。浴室里，随着苏阳最后一掌拍在杨幂的小腹上，噗！杨幂猛地喷出一口黑气，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一样软倒在苏阳怀里。而原本清澈的洗澡水，此刻竟然变成了墨汁一般的漆黑色，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那是被逼出来的尸毒和煞气。呼，搞定！苏阳长出了一口气，额头上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这逼毒是个技术活，既要清理干净，又不能伤了美人的身子，比打架还累。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杨幂，此时的她虽然精疲力尽，但皮肤却变得晶莹剔透，原本苍白的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眉宇间的那股晦气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媚态，那是阴阳调和之后的滋润效果。苏大师，杨幂缓缓睁开眼睛，眼神迷离地看着苏阳，手指无意识地在他的胸口画着圈圈。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身体好轻，像是飘在云端一样。既然好了，那就起来吧。苏阳虽然很享受这种温香软玉在怀的感觉，但这水太脏了，实在没法多待。他抱着杨幂站起身，随手扯过一条浴巾将她裹住，然后迈出浴缸。哗啦，浴室门打开，正贴在门上的周明月一个没站稳，直接踉跄着跌了进来。哎呦，正好撞在苏阳结实的胸膛上。怎么，你也想进来吸血？苏阳似笑非笑地看着怀里的周明月，又看了看被自己抱在另一只手上的杨幂，左拥右抱，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巅峰吗？没有，我是怕你们缺氧。对，缺氧。周明月红着脸辩解道，眼神却忍不住往杨幂身上瞟。只见杨幂虽然裹着浴巾，但那露出来的肩膀
和锁骨上布满了一层淡淡的粉色，眼神更是媚得能滴出水来，那一副刚被滋润过的样子，傻子都能看出来发生了什么。周明月心里那个酸啊！好了，别酸了。苏阳腾出手揉了揉周明月的脑袋，然后把杨幂放在那张巨大的圆床上。杨小姐，毒已经排干净了，那个手印也消失了。杨幂连忙低头检查，果然胸口和大腿上的紫黑手印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皮肤光洁如初，甚至比以前还要白嫩。真的没了！杨幂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看着苏阳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崇拜。苏大师，您真是神医！再造父母。那个报酬方面，他虽然是大明星，但也是懂规矩的，报酬不急。苏阳走到窗边，一把拉开厚重的窗帘，唰，明媚的阳光瞬间洒满整个房间，驱散了所有的阴霾和腐臭。杨小姐，既然事情解决了，我们也该走了。苏阳转过身，看着床上的尤物，嘴角微扬，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啊，这就走了？杨幂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她看着苏阳那潇洒的背影，咬了咬牙，突然掀开被子，光着脚跑了过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了苏阳的腰。别走，苏大师，我怕晚上那个东西还会来，能不能留下来陪我？他的声音颤抖，带着一丝祈求。我家很大的床也很大，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明示了。旁边的周明月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女明星也太不矜持了吧。苏阳也是一愣，感受着背后传来的惊人柔软，心里那个痒啊。但是叮咚，就在苏阳还在天人交战的时候，他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是那个灵异 app 的特别关注提示音。苏阳掏出手机一看，眼睛瞬间亮了。紧急悬赏江州市中心烂尾楼金鼎大厦灵异事件升级，已有5批探险者失联，悬赏金额800万，外加市中心商铺一套，备注低度危险，疑似有红衣厉鬼盘踞，非高人勿扰。800万，还有商铺。苏阳喉结滚动了一下，事务所刚开张，正是缺钱缺地盘的时候，这商铺简直是送上门的枕头啊！而且只是疑似红衣厉鬼，对他这个金丹的大修士来说，那不就是送菜吗？这诱惑力确实比女明星的床要大那么一点点。他转过身，轻轻推开杨幂，我也想留下来陪美女，可惜业务太忙啊。放心，那个邪神已经被我灭得渣都不剩了，绝对不会再来了。而且苏阳从兜里掏出一张折成3角形的黄符，塞进杨雪那深深的事业线里。这是我画的护身符，贴身带着，保你百邪不侵。如果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记得我的服务宗旨是随叫随到，包君满意。说完，苏阳不再停留，拉起一脸懵逼的周明月，大步走出了房间，只留下杨幂一个人站在阳光下，握着那张还带着体温的黄符，眼神痴痴地望着门口。苏阳，我一定会让你是我的。出了别墅，周明月才回过神来，一脸崇拜地看着苏阳。老板，你太牛了，连杨幂幂这种大明星都能拒绝，这要是换了别的男人，估计腿都走不动道了吧？那是你老板，我是那种见色忘义的人吗？苏阳坐进破解打里，点燃一根烟，一脸深沉。我是一个有原则的天师，切，我看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周明月小声嘀咕。苏阳没理会他的吐槽，发动车子，目光看向远处的城市天际线，那里有一栋高耸入云却漆黑一片的大楼，正被浓重的阴云笼罩。金鼎大厦，江州市最著名的烂尾楼，也是著名的自杀圣地。走吧，明月，今晚咱们去干票大的。夜色渐浓，繁华的江州市中心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但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却有一块区域显得格格不入。那是一片被铁皮围挡圈起来的巨大工地，里面矗立着一栋尚未完工的摩天大楼。大楼主体已经封顶，足有60多层高，但外立面低玻璃幕墙只装了一半，露出里面黑洞洞的水泥骨架，像是一具被剃光了肉的巨型骷髅，在夜色中冷冷注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这就是金鼎大厦，江州市著名的烂尾楼，也是坊间传闻中进去就出不来的恐怖境地。吱嘎，破旧的捷达车停在了工地围挡的一个缺口处。苏阳熄火下车，抬头看着眼前这栋被浓重阴霾笼罩的大楼，眉头微微一挑。好家伙，这煞气都快凝成实质了。在他的天眼通视野里，整栋大楼并不是黑色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红色，那是无数怨气和血气交织而成的颜色。大楼顶端更有一团巨大的黑云盘旋不散，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将所有的阴气都死死地锁在里面，只进不出。老板，这里看着好邪门啊！周明月抱着直播设备下了车，刚一落地就打了个寒战。明明外面是大热天，但这围挡附近却冷得像是开了冷气，地上的野草都枯黄一片，仿佛生命力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一样。邪门就对了。苏阳点燃一根烟，指了指大楼的方位，你看这楼的形状，下宽上窄，像不像个墓碑？再看这周围的地势，四面高中间低，典型的巨阴盆。本来这种地方建个公园或者寺庙镇一下也就算了，偏偏建了个商住两用的大楼，这哪是给人住的，这分明是给鬼住的养尸地啊！养尸？周明月吓得脸都白了。你是说有人故意这么建的？谁知道呢？也许是开发商缺德，也许是有人想借这地方养点什么东西。苏阳冷笑一声，踩灭烟头，走吧，既然来了，不管他养的是什么，今晚都得给我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开播，让你那些粉丝也见见世面。哦，好。周明月深吸一口气，
熟练地打开直播设备，惊悚直播探秘江州第一凶宅金鼎大厦，苏大师带你飞。刚一开播，因为之前的热度，直播间瞬间涌入了20多万人。第一，老婆我来了，卧槽！金鼎大厦，主播你不要命了？听说上周刚有3个驴友死在里面，怕什么？没看到旁边站着谁吗？那是苏大师，连鬼姜都能手撕的狠人。苏大师好帅，求大师正脸，今晚有好戏看了。这地方可是出了名的邪门，据说半夜能听到几10个人一起哭。看着弹幕里疯狂滚动的消息，周明月心里的恐惧稍微消散了一些。家人们，今晚我们就在这传说中的金鼎大厦探险。他刚说了个开场白，突然，嘘，走在前面的苏阳突然停下脚步，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怎么了？周明月紧张地问道。有人。苏阳眯着眼睛看向大楼1楼那个黑洞洞的入口，只见在那漆黑的阴影中，隐约有几道光束在晃动。看来对这800万感兴趣的不止我们一家啊！苏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走，去跟同行打个招呼。两人穿过杂草丛生的工地，走进了大楼的1楼大厅。这是一个巨大的挑空空间，本来应该是豪华的商场大堂，现在却堆满了生锈的脚手架和烂水泥袋，地上满是积水和垃圾。在那空旷的大厅中央，正站着3个人，2男1女，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黑色冲锋衣，背着战术背包，手里拿着看起来很高科技的仪器，正在四处扫描。滴滴滴，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手里的仪器突然响了起来。队长，磁场波动剧烈，这地方的阴气值爆表了，起码是厉鬼级别的。淡定点，阿文。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壮汉，手里提着一把改装过的工兵铲，满脸横肉，看起来凶神恶煞。厉鬼又怎么样？咱们猎魔小队杀过的厉鬼还少吗？这次的悬赏可是800万，干完这一票，咱们就能退休了。旁边那个扎着马尾辫、穿着紧身衣的女人冷冷擦拭着手中的2把匕首，没有说话，但眼神却异常犀利。哟，挺专业的吗？苏阳带着周明月走了出来，声音在大厅里回荡。谁？3人反应极快，瞬间转身，手里的武器齐刷刷对准了苏阳。当看清来人是一个年轻帅哥和一个拿着自拍杆的主播时，光头壮汉皱了皱眉，眼中的警惕顿时变成了不屑。哪来的小屁孩，也是来做任务的？直播？哼，现在的网红为了流量真是连命都不要了。那个眼镜男推了推眼镜，冷笑道：喂，那个主播，赶紧带着你的小白脸男朋友滚蛋，这里不是你们郭家的地方，这楼里的东西凶得很，待会儿要是吓尿了裤子，可没人给你们换。周明月被他们这凶巴巴的态度气到了，挺起胸膛反驳道：谁郭家了？我们也是接了悬赏来的，而且我老板很厉害的。厉害？光头壮汉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指着苏阳大笑起来。就这细皮嫩肉的小子，厉害在哪？床上厉害吗？另外2人也跟着哄笑起来。苏阳也不生气，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掏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然后对着光头壮汉吐了个烟圈。几位，口气别这么大，小心闪了舌头。这楼里的东西可不仅仅是厉鬼那么简单。苏阳的目光越过3人，看向他们身后那漆黑的电梯井。而且你们难道没发现，你们多了一个人吗？多了一个人？光头壮汉一愣，放屁，我们猎魔小队就3个人，哪里多了？是吗？苏阳指了指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脚下，那他影子里多出来的那只手是谁的？什么？眼镜男阿文脸色瞬间煞白，下意识低头看向自己的影子，借着手中的手电筒光芒，他惊恐地看到，在自己影子的脖子处，竟然真的多出了一只细长的漆黑的手影。那只手影正做着一个掐脖子的动作，正在缓缓收紧。几乎是同时，阿文便感觉到一股冰凉刺骨的寒意缠上了自己的脖子，呼吸瞬间变得困难起来。他的双手拼命抓着空气，眼球突出，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阿文！光头壮汉和那个女人大惊失色，有东西在他背上。女人厉喝一声，手中匕首泛起寒光，就要去砍阿文的后背。别动！苏阳突然大喝一声，那是淫鬼，你这一刀下去，砍不死鬼，反而会把他的脖子砍断，那怎么办？光头壮汉急得满头大汗。求我呀！苏阳弹了弹烟灰，一脸欠揍的表情。求我，我就救他。你！光头壮汉气得咬牙切齿，但看着阿文那已经开始发紫的脸色，只能忍气吞声。求求你，大师，救救我兄弟！这还差不多。苏阳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右脚猛地一跺，金光咒震，轰！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波纹以他脚掌为中心，瞬间贴着地面扩散开来。当金光波纹扫过阿文的影子时，影子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一团黑影像是被烫到了一样，从阿文的影子里弹射而出，想要逃回黑暗的电梯井里。来都来了，还想跑？苏阳虚空一抓，掌心雷复，滋滋滋，几道细小的雷电如同锁链一般，瞬间追上了那团黑影，将他死死缠住，拖回了苏阳面前。那是一个浑身漆黑，没有厚度，就像是一张剪纸一样的小鬼。这就是淫鬼，长得真磕碜。苏阳捏着拼命挣扎的小鬼，嫌弃地摇了摇头，这种低级货色也敢出来丢人现眼。啪！他双手一合，直接把那淫鬼拍成了黑烟，消散在空气中。呼呼！阿文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黑色手印。他看向苏阳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神仙一样，充满了恐惧和感激。多谢大师救命之恩。光头壮汉和那个女人也是一脸呆滞，一脚震出影鬼，虚空雷法抓鬼，这特么是小白脸，这简直是影视高人啊！现在我有资格在这里过家了吗？苏阳看着三人，似笑非笑。有，大师您请，您请。光头壮汉连忙点头哈腰，哪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那个大师，既然您这么厉害，要不咱们组个队？组队？苏阳瞥了他们一眼，摇了摇头，不必了，我嫌你们拖后腿。而且，苏阳抬头看向头顶那深不见底的楼层，眼神变得凝重起来。上面的东西可不是刚才这种小鬼能比的。你们要是想活命，最好现在就滚，滚得越远越好。说完，苏阳不再理会这三人，拉着一脸崇拜的周明月，径直朝着那个散发着浓重阴气的电梯井走去。老板，我们不走楼梯吗？电梯好像坏了。周明月看着那个没有门的电梯井，有点腿软。谁说我们要坐电梯？苏阳站在电梯井边，往下看了一眼，深不见底，阴风呼啸。这电梯井就是通往这栋楼心脏的捷径。倾城、楚灵，出来干活了！嗡，红光与紫气交织，两大绝色女鬼再次登场。主人有何吩咐？带我们上去，直接去顶楼。苏阳指了指上方。好嘞。苏倾城一把揽住苏阳的腰，楚灵则嫌弃地抓住了周明月的后衣领。嗖，两道流光冲天而起，顺着电梯井直奔60层楼顶而去。而在他们身后，3个猎魔小队的成员看着这一幕，彻底傻眼了。卧槽，那2个女的是鬼？红衣鬼将，千年尸王，这特么是什么神仙阵容啊？光头壮汉吞了口唾沫，感觉腿肚子都在转筋。队长，我们还上吗？阿文弱弱地问道。上个屁，赶紧跑！这800万是有命赚没命花呀！3人对视一眼，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大楼。呼呼呼，漆黑幽深的电梯井内，阴风呼啸，仿佛通往地狱的通道。2道流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上攀升。慢慢点，太快了，我要吐了！周明月被楚灵像拎小鸡仔一样拎着后衣领，整个人悬在半空，双脚乱蹬，看着脚下深不见底的黑洞，吓得哇哇乱叫。这可比过山车刺激多了，这可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自由飞翔啊！相比之下，苏阳的待遇简直就是帝王级的。他被苏倾城一双藕臂紧紧揽在怀里，后背贴着他冰凉却柔软的娇躯。虽然是鬼，但红衣鬼将的身体已经凝实到了极点，那种触感就像是抱着一块上好的凉玉，既降温又舒服。尤其是那淡淡的幽香钻进鼻孔，让苏阳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倾城啊，你这飞行技术不错嘛，以后要是失业了，可以去送外卖，绝对没人敢给差评。苏阳甚至还有闲心调侃，一只手很不老实地搭在苏倾城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主人说笑了。苏倾城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声音酥软，只要主人喜欢，倾城愿意带您飞一辈子，去哪都可以，甚至是极乐世界哦。可，那个就算了，我还想多活2年。苏阳干咳一声，感受着耳边致命的诱惑，体内的金丹又开始躁动了。这妖精真是时时刻刻都在勾引他犯罪。到了，随着楚灵冷冰冰的一声提醒，2道流光猛地减速，然后轻飘飘落在了一片满是碎石和钢筋的混凝土楼板上。金鼎大厦顶层，这里离地面足有200多米高，周围没有围墙，只有光秃秃的水泥柱子。夜风在这里变得格外狂暴，吹得人衣服猎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把人卷下去。哦，周明月刚一落地就扶着一根柱子干呕起来，双腿发软，根本站不直。出血！苏阳走过去拍了拍他的后背，顺手渡过去一丝真气帮他平复翻涌的胃。看看这夜景多美！他走到楼层边缘，俯瞰着脚下的江州市，万家灯火，霓虹闪烁，车流如织，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只不过在这繁华的夜景之上，他们所在的这栋楼却像是一座孤岛，死寂冰冷，与下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美是美，但这风有点大呀。周明月缓过劲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脚下，顿时一阵眩晕。他举起手机，对着镜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家人们，我们现在已经在楼顶了，刚才那是特效。对，特效。他可不敢说自己是被僵尸带上来的，只能含糊其辞。直播间里弹幕刷得飞起，神特的特效！我刚才看到那个古装美女脚都没沾地。主播你别骗我，这世界上真的有轻功吗？苏大师那一手太帅了，怀中抱妹杀！这地方看着好阴森啊，主播小心背后。就在这时，叮当叮当，一阵清脆的敲击声突然在寂静的楼顶响起，声音很有节奏，像是有人在拿着锤子敲打钢筋。有人！周明月吓了一跳，本能地躲到苏阳身后。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工人干活？工人！苏阳眯起眼睛，透过漆黑的夜色看向楼层的另一端，在他的视野里，那里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人声鼎沸。只见在不远处的脚手架上，竟然真的有几十个人在忙碌着。他们穿着破烂的迷彩服，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有的在搬砖，有的在扎钢筋，有的在推着独轮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常的夜间施工现场。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个搬砖的工人脑袋是扁的，像是被重物砸过；那个扎钢筋的
胸口插着一根生锈的钢筋，血还在往下滴。那个推车的只有上半身，下半身空荡荡的飘在空中。他们机械地重复着生前的动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麻木和空洞。这是周明月顺着苏阳的目光看去，借着微弱的月光看清了那边的景象，捂着嘴差点叫出声来。鬼公有，这年头鬼都这么卷了吗？死了还要加班？苏阳也是有点无语。他见过厉鬼索命的，见过色鬼劫色的，但这大半夜还在兢兢业业盖楼的鬼，他还是头一次见。地缚灵，身旁的楚灵冷冷地开口。作为千年尸王，他对这种东西最熟悉不过。这些人死的时候执念太深，或者是被人下了咒，灵魂被困在这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死前的工作，永世不得超生。执念？苏阳摇了摇头，我看是被剥削习惯了吧。走，过去跟这些劳模打个招呼。苏阳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哎，那个谁，安全帽戴好。苏阳冲着那个脑袋被砸扁的鬼喊了一嗓子。那鬼动作一顿，缓缓转过身，那张血肉模糊的脸上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安全帽？他摸了摸自己扁平的脑袋，似乎在思考怎么戴帽子。还有你，那钢筋插歪了。苏阳又指着那个胸口插钢筋的鬼，这么干活，工程质量怎么保证？豆腐渣工程就是被你们这么搞出来的。苏阳这一嗓子直接把这群鬼工友给喊懵了。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几十双惨白空洞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苏阳，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且恐怖。你是监工？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看起来像是工头的鬼飘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张图纸，整张脸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焦黑一片，只能看到2只白色的眼珠子。监工？苏阳双手背在身后，挺起胸膛，一副领导视察的派头。我是新来的甲方代表，来看看进度。你们这盖的是什么玩意儿？这墙都歪了，拆了重盖。甲方？工头鬼愣了一下，随即焦黑的脸上露出一抹愤怒。又是甲方，又是你们这群吸血鬼，拖欠工资不给，还天天让我们加班，现在还要拆了重盖。兄弟们，弄死他，把他也砌进墙里当柱子。好！随着工头一声令下，那几十个鬼工友瞬间暴走，他们扔下手中的砖头和钢筋，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像是一群疯狗一样朝着苏阳扑来，怨气冲天。这哪里是什么勤劳的工人，分明是一群被压迫到极致、怨气难消的恶鬼。哎呦，脾气还挺大。苏阳看着漫天飞舞的鬼影，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的工人素质真差，动不动就要打甲方。不过苏阳眼中金光一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想把我砌进墙里，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牙口。楚灵，给他们上一课，教教他们什么叫安全生产规范。是，主人。楚灵早已按捺不住，听到命令，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砰！下一秒，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工头鬼直接被一只纤细却有力的大手抓住了脑袋，狠狠按进了旁边的水泥柱子里。轰！水泥柱瞬间炸裂，工头鬼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按成了标本。不戴安全帽，罚款。楚灵冷冷地说道，然后转身一记鞭腿，将3个扑上来的搬砖鬼踢得魂飞魄散。千年尸王的肉身力量打这些普通厉鬼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苏倾城也没闲着，他红袖一挥，无数红绫如灵蛇般飞出，将那些试图从背后偷袭的鬼工友全部捆成了粽子。我也来凑凑热闹。苏阳看着这乱成一团的工地，从系统空间里掏出一把从火葬场顺来的大铁锤。80、80、80，他像是打的鼠一样，每一锤下去都能把一个恶鬼砸扁。金光咒加持下的大铁锤，那就是真正的物理超度神器。不到2分钟，几十个气势汹汹的恶鬼就被这一男二女给清理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地的残魂和那个被楚灵按在柱子里的工头。现在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苏阳走到半截身子都在柱子里的工头面前，用铁锤敲了敲他的脑袋。能。工头鬼吓得直哆嗦，他做鬼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比鬼还凶的人。这楼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这里盖楼？苏阳直奔主题。我们也不知道啊。工头鬼哭丧着脸，我们死后就被困在这里了。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她逼着我们盖楼，她说只要这楼盖到顶就能通天，我们就能投胎了。红衣女人？苏阳眼神一凝，她在哪里？就在那根柱子下面。工头鬼颤巍巍地指了指大楼中央，一根也是唯一一根已经浇筑好的巨大承重柱。那根柱子足有2人合抱那么粗，表面光滑，但隐隐透着一股血色，上面还贴满了各种符咒，看起来诡异至极。打生桩。苏阳脑海里瞬间冒出这3个字。在建筑风水里有一种极度邪恶的秘术，就是把活人浇筑在承重柱里，用来镇压地气，保佑大楼不倒。看来这 boss 藏得挺深啊。苏阳丢下工头鬼，提着大铁锤一步步走向那根血色的承重柱。明月，躲远点，接下来我要拆迁了。他走到柱子前，深吸一口气，浑身肌肉隆起，金光如同火焰般燃烧。给我开！轰！大铁锤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在了那根承重柱上。咔嚓！伴随着一声脆响，那坚硬无比的水泥柱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纹。紧接着，一股浓郁到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顺着裂缝喷涌而出。在那裂缝深处，一只惨白的手缓缓伸了出来。咔嚓轰隆！随着那只惨白的手掌伸出，原本就已经布满裂纹的巨大承重柱终于在一声巨响中彻底崩塌。
碎石飞溅，烟尘滚滚，一股浓郁到令人窒息的血腥味瞬间弥漫了整个顶楼，甚至盖过了原本的尸臭味。可好香啊！周明月躲在远处的一根柱子后面，捂着口鼻，眯着眼睛看向烟尘中心。直播间的镜头虽然有些模糊，但那一抹刺眼的猩红却依然清晰可见。只见在那废墟之上，静静地站着一道人影，那是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鲜红如血的中式嫁衣，绣着金线的凤凰展翅欲飞，但此刻那嫁衣却早已破败不堪，裙摆处沾满了黑红色的血污和灰白的水泥渣。她低垂着头，一头乌黑的长发如同海藻般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露在外面的双脚赤裸着，脚踝上还拴着2根断裂的红绳，皮肤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静死一般的寂静。随着她的出现，就连周围狂暴的夜风似乎都停滞了。那些原本还在哀嚎的残魂野鬼，此时更是吓得连影子都缩回了地缝里。这是新娘子。周明月咽了口唾沫，小声嘀咕道：“怎么感觉比之前那个牛头鬼将还要吓人？红衣厉鬼生前含冤而死，死后又被封入生庄，受禁地气冲刷和怨气滋养。”苏阳站在距离女鬼不到5米的地方，手里提着大铁锤，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像是在欣赏一件古董。这可是极品啊，放在这烂尾楼里吃灰，真是可惜了。似乎是听到了苏阳的声音，那红衣女鬼缓缓抬起头，那一瞬间，周围的温度骤降10度。只见那乱发之下，露出一张精致却极其诡异的脸庞。她的五官极美，典型的东方美人脸，但此刻那脸上却布满了细密的裂纹，就像是破碎的瓷器重新拼凑起来的一样。在裂纹之中，隐隐有黑色的煞气在流动。最恐怖的是她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一片漆黑，仿佛2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正死死地盯着苏阳。是你破了我的家。她的声音沙哑干涩，就像是2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听得人牙酸。家。苏阳看了一眼地上那堆碎水泥块，嘴角一抽。美女，你管这水泥墩子叫家？那你这居住环境也太恶劣了吧，不仅没窗户，还不透气，关键是……苏阳指了指他那满是灰尘的脸和衣服，你看看你这身行头，本来挺好看的嫁衣，弄得跟从灰堆里刨出来似的，还有你这脸上的粉底。苏阳竟然走上前2步，伸出手想要去擦拭他脸上的水泥灰，是不是涂太厚了，都卡粉了知道吗？全场死寂，无论是躲在远处的周明月，还是飘在半空的苏倾城和楚灵，此刻都惊呆了。神特么卡粉，那是人家的脸裂开了好吗？面对这种级别的红衣厉鬼，第一反应居然是吐槽人家的妆容，这脑回路是碳基生物能有的吗？找死！红衣女鬼显然也被苏阳这不按套路出牌的举动给激怒了。她虽然被困在柱子里多年，脑子不太灵光，但也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在羞辱她。好，她猛地张开嘴，发出一声凄厉的尖笑，原本樱桃般的小嘴瞬间裂开到耳根，露出一口细密尖锐的獠牙，无数根漆黑的发丝如同钢针般暴涨，朝着苏阳疯狂刺来。哎呦，怎么还急眼了？面对漫天袭来的发丝，苏阳不慌不忙，甚至连手里的锤子都没举起来。倾城、楚灵护驾，这女人的头发太脏了，我不想弄脏衣服。苏倾城和楚灵虽然无语，但动作却丝毫不慢。哼，哪里来的丑八怪，也敢对主人动手动脚？苏倾城娇喝一声，红袖一挥，一道血红色的屏障瞬间挡在苏阳面前。噗噗噗，那些尖锐的发丝刺在屏障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却无法寸进分毫。紧接着，楚灵从天而降，给本宫趴下！他那修长的大长腿带着千钧之力，狠狠劈向红衣女鬼的头顶。轰！红衣女鬼不得不收回发丝，抬起双手应接了这一击。巨大的冲击力让她脚下的楼板瞬间崩碎，双腿直接陷进去了半截。哟，有点本事！楚灵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她这一脚可是连岩石都能踢碎，这女鬼竟然硬接了下来，而且看起来还没受什么伤。硬！苏阳站在后面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毕竟是在水泥里泡了这么多年，这身体密度估计比花岗岩还硬。不过苏阳眼神一闪，目光落在女鬼那陷在地里的双腿上。硬归硬，灵活性肯定不行。楚灵，攻他下盘。倾城，用鬼术干扰他的视线。是。两女的令立刻改变战术。苏倾城化作无数道红色幻影，围着女鬼不停旋转，时不时发出刺耳的鬼笑声，扰乱她的心神。而楚灵则是发挥近战优势，一拳接一拳，拳拳到肉，专门往女鬼的关节处招呼。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响彻夜空。那红衣女鬼虽然防御力惊人，怨气滔天，但在2大高手的围攻下，很快就落入了下风。她愤怒地嘶吼着，想要反击，却总是被苏倾城的幻术迷惑，打在空处。啊呀呀！我要杀了你们！女鬼彻底发狂了，她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浓郁的血光，原本破碎的嫁衣竟然开始自动修复，变得鲜红欲滴。血迹，万鬼窟！呜呜呜！随着她的尖叫，整栋金顶大厦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无数道黑色怨气从4面8方涌来，汇聚在她的身上。她的气息节节攀升，竟然隐隐有突破红衣厉鬼，向着鬼王境界迈进的趋势。不好，他在吸收这里的地气。苏倾城脸色一变，主人，快阻止他！这地方是养尸地，要是让他吸干了这里的阴气，我们未必打得过他。吸地气！苏阳眼睛一眯，
手中的大铁锤微微发亮。想升级？问过我没有？我这人最讨厌2件事，一是别人在我面前装逼，二是别人当着我的面开挂。金光咒破煞，轰！苏阳全身金光大盛，如同一个小太阳般耀眼。他猛地跃起，双手高举大铁锤，对着正在疯狂吸气的红衣女鬼当头砸下。给我憋回去！当！这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女鬼的脑门上，就像是敲钟一样，发出了一声巨响。女鬼正在攀升的气息瞬间被打断，整个人被这一锤砸得眼冒金星，脑袋嗡嗡作响。原本聚集在她周围的怨气也被金光震散。你！女鬼捂着脑袋，摇摇晃晃地退后几步，一脸懵逼地看着苏阳。这一锤子太狠了，差点把他的天灵盖给掀了。你什么你？没礼貌！苏阳落地，扛着锤子，一脸痞气地走到他面前。刚才不是挺凶吗？现在怎么不叫了？来，给爷笑一个！说着，他竟然真的伸出手，用锤柄挑起了女鬼的下巴。女鬼气得浑身发抖，眼中的红光闪烁不定。耻辱，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堂堂红衣厉鬼，被封印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结果先是被2个女鬼围殴，现在又被一个人类拿锤子敲脑袋调戏。我要和你同归于尽！他怒吼一声，身体竟然开始急速膨胀，像是要自爆。想自爆？苏阳眼神一冷，并没有退缩，他突然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女鬼的手腕。别冲动嘛，美女，你要是炸了，这身漂亮的嫁衣可就没了。而且苏阳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了一句：我有办法让你见到你想见的那个人。这句话就像是一道定身咒。女鬼那原本已经膨胀到极限的身体瞬间僵住了，眼中的疯狂和暴虐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迷茫和渴望。你说什么？她的声音颤抖着，死死地盯着苏阳。他还活着？苏阳嘴角微翘，果然，每一个红衣厉鬼背后都有一段狗血的爱情故事。只要抓住了这个痛点，再凶的厉鬼也能变成乖巧的小绵羊。活没活着我不知道。苏阳耸了耸肩，但我能帮你找到他，或者他的转世。真的？女鬼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我这人从不骗鬼。苏阳一脸真诚的忽悠。不过嘛，你也知道，现在找人很贵的，还要动用关系，所以苏阳搓了搓手指，意思不言而喻。女鬼愣了一下，随即看了一眼周围的废墟。我没钱。没钱？苏阳叹了口气，那就难办了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女鬼，最后目光停留在她那虽然有些破损，但依然难掩曼妙的身材上。不过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的，正好我这事务所缺个扛大包的保镖，要不你签个卖身契，给我打工还债。卖身契？红衣女鬼愣住了，那双漆黑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茫然。她虽然死了有些年头了，但生前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卖身葬父她听说过，但这卖身找人还是头一回见。没错，就是劳动合同。苏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张散发着金光的黄纸契约。只要你签了字，那就是我的人哦，不，我的鬼了。包吃包住，五险一金虽然没有，但香烛纸钱管够。最重要的是，我会带你去找那个把你骗到这里封进柱子里的负心汉。苏阳的声音虽然平淡，却字字诛心。他不是负心汉。女鬼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周围的阴气又开始翻涌，似是不愿相信。他说过会来救我的，救你，把你钉在柱子里几10年，拿了买命钱去娶妻生子，这也叫救你？苏阳冷笑一声，毫不留情地撕碎了他的幻想。醒醒吧，傻女人，跟我混，我带你去找他的转世，是杀是剐，让你亲自动手。出了气以后就老老实实做我的鬼，怎么样？女鬼看着苏阳那双深邃且充满自信的眼睛，沉默了良久。她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水泥柱子里太久了，那份执念在苏阳的喝问下终于动摇，化作了无尽的委屈和滔天的恨意。既然那个男人背叛了她，那她也不必再守着那份可笑的誓言。眼前这个男人强得可怕，或许真的能帮她了结这段因果。好，女鬼缓缓点了点头，声音依旧沙哑，但却多了一丝坚定。我要找到他，亲手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是不是黑的，这就对了吗？大家都是成年鬼了，要识时务。苏阳嘿嘿一笑，指了指契约下方，来，按个手印。女鬼伸出那只惨白的手，在那张金色的契约上轻轻一按，嗡，一道金光闪过，契约瞬间化作2道流光，分别钻入了苏阳和女鬼的眉心。定，恭喜宿主收服红衣厉鬼，变异成功，签订主仆契约，请为新鬼仆命名。既然你穿着嫁衣，又是在这大楼里找到的。苏阳摸了摸下巴，本想取个楼花或者水泥妹之类的名字，但看到苏倾城和楚灵那鄙视的眼神，还是改了口，就叫你江映雪吧。江映雪，映雪。女鬼喃喃自语，似乎想起了什么，眼角的血泪渐渐止住。多谢主人赐名。随着契约的生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江映雪身上原本破败不堪、沾满污秽的嫁衣，竟然开始自动修复，变得鲜红如火，上面绣着的金凤更是熠熠生辉，而她那张布满裂纹如同破碎瓷器的脸庞，也在金光的滋润下迅速愈合，裂纹消失，皮肤变得光洁如玉。虽说依旧惨白，但却透着一种病态的凄美。那双原本漆黑的眼睛也恢复了眼白，变成了一双含烟带水的桃花眼，美，极美。不同于苏倾城的霸气冷艳，
也不同于楚灵的高贵傲娇。江映雪的美是一种古典、温婉却又带着一丝破碎感的柔弱之美，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想要呵护，想要狠狠的欺负。啧啧，捡到宝了！苏阳围着江映雪转了一圈，目光毫不掩饰的在她那嫁衣包裹下的玲珑曲线上扫视。虽然是传统的宽大嫁衣，但依然难掩那一抹傲人的弧度，尤其是那束腰的设计，更是将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身材，这气质，以后带出去当打手，倍儿有面子。主人，江映雪被苏阳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微微低下了头，那一抹娇羞的风情更是让人心神荡漾。可，行了，以后都是一家人。苏阳收回目光，主要是腰间的软肉被苏倾城掐了一把，看向旁边那群还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鬼工友。至于你们那几十个戴着安全帽的恶鬼，顿时浑身一紧，生怕这煞星一锤子下来把他们全超度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盖楼，那也不能浪费了这份手艺。苏阳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扔给那个工头鬼。槐树胡同44号天师事务所，那里正在搞装修，缺个施工队，你们现在就过去报到，找一个叫柳如烟的前台登记。记住，要是敢偷懒或者敢吓唬邻居，苏阳手中雷光一闪，我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雷电法王的关爱。是，一定去，一定好好干。工头鬼如蒙大赦，连忙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千恩万谢，然后化作一阵阴风，争先恐后的朝着槐树胡同的方向飘去。只要不魂飞魄散，干点装修算什么？哪怕是通下水道，他们也愿意啊。处理完顶楼的事情，苏阳带着后宫团和周明月乘坐那部还没修好的电梯，一路降到底层。刚一走出大楼，就看到工地大门口灯火通明，几辆豪车停在那里，一群人正围在一起，气氛有些焦灼。其中一个穿着西装、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正满头大汗地擦着额头，一脸焦急地望着大楼方向。他就是金鼎大厦的开发商王百万。在他身后，两排穿着黑西装的保镖，一个个神情紧绷，显然是被刚才楼顶传来的雷声给震慑住了。这都快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动静？王百万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金表，心急如焚。刚才那动静闹得那么大，又是打雷又是红光的，苏大师该不会……老板，要不我们撤吧？一个保镖队长咽了口唾沫，小声说道：“这地方太邪门了，我感觉浑身都在冒冷气。”撤你个头！王百万虽然心里也慌，但还是骂道：“苏大师还在里面呢，要是他也没有办法，咱们这楼盘就彻底完了。”就在这时，哒哒哒，一阵清晰而富有节奏的脚步声从黑暗深邃的大楼一层大厅里传了出来，所有人的心脏猛地一提，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了过去。只见在那昏暗的灯光与尘埃交织中，一道修长的身影双手插兜，嘴里叼着烟，一脸悠闲地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还跟着那个看起来有些狼狈但眼神却异常兴奋的小主播周明月。出来了，真的活着出来了！王百万激动得浑身肥肉乱颤，悬着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连忙小跑着迎了上去。苏大师，您可算出来了，真是急死我了！急什么？怕我死在里面没人给你收尸？苏阳吐出一个烟圈，淡淡的瞥了王百万一眼。不，苏大师吉人自有天相，怎么可能出事？王百万连忙陪笑，递上一根极品雪茄。那个苏大师，里面的情况搞定了。苏阳接过雪茄，却没有点，而是拿在手里把玩着。真的？王百万大喜过望。刚才那雷声是您弄出来的，不然呢？苏阳吐出一个烟圈，淡淡瞥了王百万一眼，里面的脏东西有点多，嫌麻烦，就顺手引了一道天雷，洗了洗地。顺手引天雷。王百万和一众保镖听到这话，差点没给跪下。这特么可是神仙手段啊！之前那几个所谓的猎魔小队进去没10分钟就哭爹喊娘的跑出来了，结果苏大师进去一趟，直接用雷法洗地，这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红衣女鬼，王百万小心翼翼地问道。收了。苏阳轻描淡写地说道。至于那些闹事的鬼工人，我也都已经妥善安置了。从今天起，这栋楼干净了，风水我也顺手帮你理顺了。明天你就可以安排工人进场复工，保证顺风顺水。好！王百万激动的脸都红了，这栋楼可是压了他好几个亿的资金啊！要是再不复工，资金链一断，他就得去跳楼。苏阳，这简直是他的再生父母。苏大师，您就是我的活神仙啊！王百万二话不说，直接掏出手机，啥也别说了，钱马上转。叮，支付宝到账800万元。不到10秒钟，苏阳的手机里就传来了悦耳的提示音。紧接着，王百万又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个厚厚的文件袋。苏大师，这是之前承诺的商铺，位于市中心步行街黄金地段，300平米，上下2层，房产证和钥匙都在里面，手续我已经让人办好了，您签个字就行。苏阳接过文件袋，掂量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王老板是个爽快人，那是，能结识苏大师这样的高人，是我的荣幸。王百万搓着手，一脸谄媚。苏大师，今晚辛苦了，我在帝豪会所订了至尊包厢，给您安排了全套的放松服务，您看吃饭就算了。苏阳摆了摆手，直接拒绝，家里还有几张嘴等着喂呢，没空。开玩笑，家里的红衣鬼将和千年狮王还等着他回去喂养呢，哪有空跟这个油腻胖子吃饭？是，大师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王百万不敢有丝毫勉强，
连忙示意保镖让开道路，甚至亲自跑过去帮苏阳拉开了那辆破捷达的车门。大师，您慢走，以后有什么吩咐，随时给我打电话。破旧的捷达车发出一声轰鸣，喷出一股黑烟，在往百万敬畏的目光中扬长而去。车上，周明月抱着那个装着房产证的文件袋，看着手机里的800万转账截图，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发财了，发财了，老板，你太帅了！周明月眼睛里全是小星星，忍不住侧过身，看着正在单手开车的苏阳。800万啊，这得买多少个包包，吃多少顿火锅啊！出息！苏阳白了他一眼，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放在了周明月的大腿上，轻轻捏了一把。这钱可不是用来吃火锅的，那是干嘛的？周明月脸一红，却并没有躲闪，反而有些享受这种亲昵，用来养家糊口，顺便给咱们的事务所升个级。苏阳看了一眼系统商城里那个亮起的图标，眼中闪过一丝火热。聚灵阵初级，售价600积分。有了这聚灵阵，只要再完成最后一单任务，拿到那几颗极品灵石做镇眼，他的凶宅事务所就能彻底变成一个灵气充沛的修仙洞天。到时候不管是人是鬼，在里面修炼都能事半功倍。对了，老板，周明月突然想起了什么，好奇地问道：“那个新收的红衣女鬼叫江映雪，那个你打算怎么安排她啊？我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而且好像很听你的话。”说到这，周明月语气里带着一股浓浓的酸味。之前一个苏倾城，一个楚灵，现在又来一个江映雪，这后宫团是越来越壮大了。他这个唯一的活人，感觉压力山大呀。怎么吃醋了？苏阳坏笑一声，手指在他腿上画着圈。放心，你是首席大弟子，地位不可动摇。至于江映雪，苏阳心神沉入眉心的契约空间。只见在那片金色的空间里，江映雪正穿着那身鲜红的嫁衣，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休养。似乎是感受到了苏阳的注视，他缓缓睁开眼，那双桃花眼中满是柔顺与依恋，轻轻唤了一声：“主人。”这声音软糯凄婉，听得苏阳骨头都酥了。这变异后的红衣厉鬼果然有点东西。苏阳嘴角微翘，脚下油门一踩，车速瞬间飙升。怎么安排？当然是带回家，好好调教一番了。今晚咱们事务所又要热闹了。槐树胡同44号，当那辆破捷达带着轰鸣声停在大门口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原本这个时候，这条老巷子应该是阴风阵阵，鬼影重重的，但此刻这里却热闹得像是装修现场。12嘿呦，12嘿呦！只见几十个戴着安全帽的半透明鬼影正漂浮在半空中，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有的在修补破损的屋顶，有的在粉刷斑驳的外墙，还有的竟然在用阴气把院子里的杂草连根拔起，然后种上从不知哪儿弄来的名贵花草。那个被楚灵按进柱子里的工头鬼，此刻正拿着一张图纸飘在半空，指挥若定。老张，那块砖歪了，给我扶正。小李，那棵树的造型不对，要剪成迎客松的形状，显得咱们事务所有档次都给我麻利点。老板马上回来了，要是让他看见咱们偷懒，都得被送去填海眼。哟，挺热闹啊。苏阳推门下车，看着这一幕，满意地点了点头。看来这群劳模的觉悟很高嘛。老板回来了。工头鬼眼尖看到苏阳，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带着一群鬼工友飘下来，整整齐齐地排成2排，鞠躬行礼。老板好，老板辛苦了。那场面比任何5星级酒店的迎宾还要排场。周明月跟在苏阳身后，看着这群不久前还要把他们气进墙里的恶鬼，现在却乖巧的像鹌鹑一样，不禁感叹：这就是资本哦，不，这就是实力的力量啊！行了，都别整这些虚的。苏阳挥了挥手，活干得不错，回头让财务让柳如烟给你们多烧点纸钱。谢谢老板。众鬼欢呼雀跃，干劲更足了。走进大厅，原本还有些阴森破败的1楼，此刻已经大变样了。地板被擦得锃亮，甚至能照出人影。破旧的家具被修复一新，还摆上了几盆不知从哪弄来的兰花，透着一股雅致。前台位置，柳如烟正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个算盘，似乎在算账。看到苏阳进来，他连忙飘身迎上，盈盈一拜，恭迎老板回府。苏阳点点头，环视了一圈四周。虽然装修搞得差不多了，但这屋子里的阴气还是太重，普通人待久了肯定会折寿，身体虚弱。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明月，虽然经过昨晚的双修滋润，他体质增强了不少，但此刻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抱着手臂搓了搓。这里还是太冷了。周明月小声嘀咕道：冷，那是以前。苏阳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走到大厅正中央，那是整栋楼的风水眼所在。系统兑换聚灵阵终极，定消耗积分600点，兑换成功。随着苏阳心念一动，手中突然多出了5面颜色各异的小旗子，以及一块散发着温润白光的玉盘，这就是阵旗和阵盘。去！苏阳随手一抛，咻咻咻，5面令旗化作5道流光，分别射向大楼的5个方位，瞬间没入墙体之中。紧接着，苏阳将手中的阵盘狠狠拍入脚下的地板。聚灵阵起！轰！一声无形的闷响在整栋楼内回荡。刹那间，原本弥漫在屋子里的阴森鬼气，像是遇到了强力抽风机，疯狂地朝着阵盘汇聚。经过转化后，变成了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白色雾气，那是灵气。不仅如此，
方圆几公里内的天地灵气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朝着这里涌来。呼，一阵暖风吹过，周明月只觉得浑身一暖，那种刺骨的寒意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沐春风的舒适感，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天啊，好舒服！周明月忍不住呻吟出声，感觉像是在泡温泉一样。不仅仅是他，就连那些鬼物此刻也都发出了舒服的叹息。对于鬼物来说，阴气虽然是生存根本，但太过驳杂的怨气也会让他们失去理智。而这种经过聚灵阵转化的灵气，阴阳调和，不仅能滋养魂体，还能帮他们洗去身上的戾气，加快修炼速度。多谢老板赐福！柳如烟激动地直接跪下了，他能感觉到自己停滞多年的鬼力竟然有了一丝松动，这才哪到哪。苏阳拍了拍手，感受着体内金丹在灵气的滋养下欢快的旋转，满意的笑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洞天福地，哪怕是在这儿睡觉都能长修为。睡觉？周明月眼睛一亮，坐到苏阳身边，抱着他的胳膊蹭啊蹭。那老板，今晚我们还修炼吗？这里的环境这么好，修炼效果肯定更棒吧？看着这丫头那食髓知味的模样，苏阳刚想调戏两句，突然嗡嗡，两道流光从他身上飞出，苏倾城和楚灵一左一右出现在他身旁。苏倾城一身红衣，眼神不善地盯着周明月，楚灵则是一脸高冷，紫色的眸子里透着一丝鄙视。哼，现在的凡人女子真是越来越不知羞耻了。苏倾城冷哼一声，主人刚回来，一身疲惫，你就只想着用那种事来榨干主人？就是。楚灵难得的和苏倾城站在了统一战线，主人乃是千金之躯，岂能夜夜笙歌？要我说，主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人给他捏捏肩，捶捶腿，放松一下。周明月被这两大女鬼一对，顿时缩了缩脖子，不敢吭声了。毕竟这两位姐姐，一个是鬼将，一个是狮王，他是真的惹不起啊。行了，都少说两句。苏阳走到那张刚刚被修复好的太师椅上坐下，翘起二郎腿，一副大爷模样。既然都知道我累了，那还愣着干嘛？倾城按肩，楚灵捶腿，至于明月吗？苏阳看了一眼周明月，去给我泡杯茶，要浓点的。是。三女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在苏阳的淫威不威严下，还是乖乖的行动起来。苏倾城飘到苏阳身后，伸出冰凉的小手，力度适中的按捏着他的肩膀。楚灵则半跪在地上，把苏阳的腿放在自己那富有弹性的大腿上，轻轻捶打。这待遇简直是神仙也不换啊！对了，还有一位呢。苏阳突然想起了什么，心念一动，映雪，出来吧。嗡，一道红光闪过，穿着凤冠霞帔的江映雪缓缓出现在大厅中央。经过契约的滋养，她现在的状态比之前好了太多。那一身鲜红的嫁衣在灯光下流光溢彩，衬托的她那张古典精致的脸庞愈发娇艳欲滴，只是那双桃花眼中还带着一丝初来乍到的怯生生。映雪拜见主人。江映雪盈盈一拜，那身段，那嗓音，简直就是标准的古代大家闺秀。起来吧。苏阳目光在她身上扫了一圈，越看越满意，这才是极品啊！相比之下，苏倾城太妖，楚灵太冷，这江映雪就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想怜惜的小家碧玉。又是红衣，苏倾城看到江映雪那身嫁衣，顿时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手上的力度不由得加重了几分。主人，您这喜好还真是专一啊！思轻点。苏阳倒吸一口凉气，吃醋归吃醋，别谋杀亲夫啊！哼！苏倾城傲娇地哼了一声，但手上的动作却温柔了下来。映雪呀，这是你两位姐姐，以后要好好相处。苏阳指了指身边的两女，江映雪乖巧地点了点头，对着苏倾城和楚灵行了一礼，见过两位姐姐。楚灵淡淡的应了一声，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既然是新来的，那就得懂规矩，以后主人的起居饮食，你要负责打下手。还有，楚灵看了一眼苏阳，意有所指的说道：主人那方面需求大，我们姐妹有时候忙不过来，你也要随时做好替补的准备。替补？江映雪脸瞬间红到了耳根，低着头，细若蚊蝇的应了一声。是。映雪明白了。看着这满屋子的莺莺燕燕，人鬼是齐聚一堂。苏阳靠在椅子上，喝着周明月递过来的热茶，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这就是生活啊，有钱有房有修为，还有这么一群角色可可角色下属，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定，检测到宿主完成2单委托，请尽快完成第3单任务，获取极品零食奖励。系统的提示因适时的响起，打断了苏阳的享受。第3单任务。苏阳放下茶杯，眼中金光一闪。现在的聚灵阵只是初级，虽然不错，但要想真正把这里打造成铜墙铁壁般的洞天福地，还得靠那几颗极品灵石做阵眼。看来这温柔乡虽好，也不能一直待着。苏阳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明月，帮我看看后台有没有什么大单子，最好是那种给钱多事儿还大的。好嘞。周明月立马拿出手机，点开 app， 刚一刷新，他就惊呼出声：老板，有了，还是个跨国大单。跨国大单？苏阳眉毛一挑，放下了手中的茶杯，饶有兴致地看向周明月手中的手机屏幕，念来听听是什么样的洋鬼子，能让你这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主播这么激动？周明月吞了口唾沫，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捧着手机像是在宣读圣旨。老板，这次的委托人来头可大了，是来自英国皇室的爱丽丝，温莎公爵之女，据说还是威廉王子的表妹。皇室旁边的楚灵闻言不屑地冷哼了一声，一边给苏阳捶腿，一边淡淡道：蛮夷之地的所谓皇室也配称大单。想当年本宫随父皇万邦来朝时，这些金毛鬼子还在那儿玩泥巴呢。就是苏倾城也是一脸嫌弃，那些洋鬼子身上一股子腥膻味，哪有咱们华夏的鬼灵气足，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周明月缩了缩脖子，没敢接这两位姑奶奶的话茬，继续念道：委托内容是爱丽丝小姐随身携带的一颗家族传世宝石血腥玛丽，最近似乎受到了诅咒，每当夜深人静时，宝石里就会传出女人的哭泣声，而且爱丽丝小姐这几天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被绑在十字架上火烧。她请了随行的神父和驱魔人，甚至还找了当地的几个风水大师，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那些大师反而一个个发了疯，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学狗叫呢。现在他开出了悬赏500万美金，外加那颗受诅咒的宝石。500万美金，听到这个数字，苏阳的眼睛瞬间亮了。按照现在的汇率，这可是3000多万软妹币啊！再加上那颗宝石虽然是受诅咒的，但这种有些年头的古董，里面蕴含的阴气或者煞气，对于他这个修道之人来说，搞不好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灵石，有点意思。苏阳摸了摸下巴，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洋鬼子的钱不赚白不赚，而且我也挺好奇，这外国的鬼到底是怕大蒜十字架呢，还是怕我的掌心雷？接了，苏阳大手一挥，拍板决定：明月，联系那位爱丽丝小姐，就说这单子天师事务所接了。好嘞，周明月立马开始操作。江州市半岛国际酒店，这是江州市最顶级的超5星级酒店。此时，整个顶层的总统套房区已经被完全封锁，走廊里站满了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黑人保镖，一个个腰间鼓鼓囊囊，显然是带着家伙的。当苏阳带着周明月来到酒店大堂时，并没有带着那群显眼的鬼后宫，而是让他们藏在玉佩和随身空间里，毕竟是去见外宾，太吓人也不好。你好，我们是接了悬赏的天师。周明月在前台出示了预约信息。很快，一个穿着燕尾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白人老管家走了下来，他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苏阳一番，眉头微微皱起，用一口有些生硬的中文说道：就你们2个年轻人，爱丽丝小姐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已经接待了不下10批所谓的大师了，结果都是些江湖骗子。如果你们只是想来骗钱，或者是想接近爱丽丝小姐，我劝你们趁早离开。老管家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傲慢和不信任。老头，看人可不能看表面。苏阳双手插兜，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直接越过他走向电梯。有没有本事，试过才知道。而且，你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你，老管家气结，但想到小姐现在的状况，只能强压下怒火，跟了上去。请跟我来，但我要提醒你们，如果治不好小姐，或者是让小姐受到惊吓，你们会付出代价的。来到顶层总统套房，刚一推开门，一股浓郁的玫瑰花香混合着淡淡的硫磺味扑面而来。宽敞奢华的客厅里坐着几个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正中央欧式沙发上的一个年轻外国女子。她有着一头如同黄金般璀璨的大波浪长发，皮肤白皙的近乎透明，五官深邃立体，就像是橱窗里最精致的洋娃娃。尤其是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如同深海般迷人，却又透着一丝深深的恐惧和疲惫。她穿着一件丝质的白色睡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和深不见底的事业线。这身材简直是标准的欧美大洋马，丰乳肥臀，充满了一种原始而狂野的诱惑力。这应该就是那位爱丽丝小姐了。而在她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着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巨大银色十字架的中年神父。神父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正一脸严肃地对着爱丽丝念叨着什么。哦，上帝啊，又来了2个华夏的骗子吗？看到苏阳进来，神父停下了祷告，转过身，用一种极为夸张的语气说道：管家，我早就说过，东方的巫术都是蝎装神弄鬼的把戏，根本对抗不了这种来自地狱的恶魔，只有主的圣光才能拯救爱丽丝小姐。苏阳瞥了那神父一眼，根本没理他，而是径直走到爱丽丝面前，大马金刀的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目光毫不避讳的在她那傲人的曲线上扫视了一圈。真大。苏阳用中文小声嘀咕了一句，然后换上一副职业的微笑。Hello， 爱丽丝小姐，我是来帮你抓鬼的。你会说中文吗？我会的，我曾经在华夏留学过2年。爱丽丝开口，她的中文竟然出奇的标准。她看着苏阳，眼中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的轻视，因为这个男人看她的眼神虽然带着侵略性，却并没有那种令人作呕的猥琐，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霸气。这位先生，你真的能帮我吗？爱丽丝有些虚弱地说道。杰克神父已经做了3天祷告了，可那个声音还是每天晚上准时出现。祷告有个屁用！苏阳嗤笑一声，指了指那个神父，念经要是能把鬼念死，那还要我们这些抓鬼的干什么？你说什么？杰克神父显然被激怒了，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圣经。你这个异教徒，你竟敢亵渎主！这是驱魔仪式，是神圣的。神圣！苏阳站起身，走到杰克神父面前，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他胸前那个巨大的银色十字架。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十字架里面好像并没有什么圣光，反而藏着一股骚味啊！你放手！杰克神父脸色大变，想要挣脱，却发现苏阳的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而且苏阳凑近神父，鼻尖耸动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身上这股硫磺味，可不像是教堂里的熏香，倒像是某种西方黑暗生物的味道。”听到这话，杰克神父的瞳孔猛地一缩，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你在胡说什么？我是梵蒂冈认证的高级驱魔人，是不是胡说？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苏阳松开手，转头看向一脸茫然的爱丽丝：“爱丽丝小姐，介不介意我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就像中医那种望闻问切，当然可能需要一点肢体接触。”苏阳举起手，掌心之中一缕淡淡的金光若隐若现。爱丽丝看着那缕金光，本能地感觉到一股温暖和安全感。她咬了咬红唇，看了一眼旁边脸色难看的管家和神父，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只要能治好我，随你怎么检查。”奢华的欧式总统套房内，气氛变得有些古怪。爱丽丝顺从地躺在宽大的天鹅绒沙发上，那件丝质睡袍随着她的动作微微上滑，露出2条修长白皙的大腿，在水晶灯的照耀下散发着象牙般的光泽。她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显然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毕竟这还是她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异性面前接受这种所谓的全身检查。放松点，爱丽丝小姐。苏阳坐在沙发边，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了她那光洁的额头上。我的手法很温柔的，不会痛，只会有点热。哼，装神弄鬼。旁边的杰克神父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巨大的银色十字架，死死盯着苏阳的手，眼中满是嫉妒和怨毒。管家，你就这么看着这个异教徒亵渎尊贵的小姐吗？这简直是温莎家族的耻辱。老管家虽然脸色也很难看，但想起之前那些发疯的大师，还是咬牙忍住了。杰克神父，请安静。如果他治不好小姐，我发誓会把他扔进泰晤士河喂鱼。苏阳根本没理会2个老男人的聒噪，此时他体内的金丹正在缓缓运转，一缕精纯的纯阳灵气顺着他的指尖缓缓钻入爱丽丝的体内。随着灵气入体，爱丽丝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令人脸红心跳的轻哼，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泡进了一池温热的牛奶里，暖洋洋的，却又带着一股酥酥麻麻的电流感，瞬间传遍了4肢百骸。感觉怎么样？苏阳的手顺着她的额头缓缓向下滑动，经过高挺的鼻梁，划过如玫瑰花瓣般的红唇，最后停留在她那精致的锁骨上，很舒服。爱丽丝迷离地睁开眼，那双湛蓝的眸子里仿佛蒙上了一层水雾，脸颊泛起2团诱人的红晕，舒服就对了。苏阳嘴角微翘，手指继续向下探去。不过真正的病灶应该在这个位置吧？他的指尖最终停在了爱丽丝胸口正中央，那里正是他平时佩戴那颗血腥玛丽宝石的位置。虽然现在宝石已经被摘下来了，但在苏阳的视野里，那里依然盘踞着一团浓郁德化不开的黑气。那黑气就像是一只寄生的蜘蛛，将触角深深扎进了爱丽丝的心脏里，不断汲取着她的生命力。这里最近是不是经常感觉像针扎一样疼？苏阳的手指轻轻按压在那团柔软之上。啊，是的。爱丽丝身子一颤，既是因为疼痛，也是因为羞涩。这几天每天晚上这里都会疼得我喘不过气来，那就没错了。苏阳眼神一凝，掌心猛地用力按了下去。九转纯阳破煞，轰！一股霸道无比的金光瞬间冲进爱丽丝的心脉。几乎是同时，一声尖锐刺耳的惨叫竟然从爱丽丝的胸口传了出来。那声音凄厉无比，根本不像是人类能发出来的，倒像是某种野兽濒死前的哀嚎。紧接着，一团黑色雾气被金光硬生生从爱丽丝体内逼了出来，在半空中扭曲挣扎，隐隐形成了一张狰狞的人脸。那是什么东西？一直保持着绅士风度的老管家吓得脸都白了，连连后退，差点摔倒在地上。魔鬼！那是魔鬼的印记！杰克神父大喊一声，举起手中的十字架就要冲上来，让我来驱散他。主啊，请赐予我力量！滚一边去！苏阳连头都没回，反手一巴掌抽了过去。啪！杰克神父直接被抽得原地转了个圈，重重摔在茶几上。不想让你家小姐死，就给我老实点！苏阳冷冷地喝道，手中金光更盛，死死压制住那团黑气。出来吧，你！他五指成爪，猛地向上一提，那团黑气彻底脱离了爱丽丝的身体，被苏阳抓在手中，捏成了一个黑色光球。呼呼！随着黑气离体，爱丽丝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原本苍白的脸色也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她感激地看着苏阳，眼神中充满了崇拜。苏先生，你真的把他抓出来了？只是个分身而已。苏阳看着手中那团还在疯狂撞击着金光罩的黑气，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这玩意儿是被人种进去的？种进去的？爱丽丝一愣，你是说有人要害我？没错。苏阳转过身，目光如电，直直看向刚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是血的杰克神父。神父，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团黑气上的气息和你那个十字架里的味道一模一样？什么？听到这话，老管家和爱丽丝同时看向杰克神父，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杰克神父，这怎么可能？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爱丽丝难以接受。哼，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苏阳冷笑一声，一步步走向神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颗血腥玛丽之所以会受诅咒，也是你动的手脚吧？
你先把诅咒种在宝石里，让爱丽丝小姐日夜受折磨，然后你再假装驱魔，实际上是利用驱魔的过程加深诅咒，慢慢吸干她的生命力。至于那些被下封的大师，恐怕也是遭了你的毒手吧？你胡说，你这是污蔑！杰克神父捂着肿起的脸，眼神闪烁，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我是主的仆人，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主的仆人？苏阳突然停下脚步，指了指神父胸前的十字架。那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十字架在流血吗？什么？杰克神父下意识地低头看去，只见原本银光闪闪的巨大十字架，此刻竟然从缝隙里渗出了粘稠的暗红色液体，一股浓郁的血腥味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那根本不是什么圣器，而是一个装满了鲜血的容器啊！看到这一幕，爱丽丝吓得尖叫起来，血真的是血！老管家也是一脸骇然，颤抖着指着神父：“杰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嘿嘿嘿嘿嘿！眼看事情败露，杰克神父脸上的惊慌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扭曲和贪婪的笑容。他缓缓直起腰，原本有些佝偻的身躯竟然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爆响，身形瞬间拔高了一截。没想到啊，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竟然还有人能识破我的伪装。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像是两块骨头在摩擦。既然被发现了，那就没办法了。咔嚓，他一把扯掉胸前的十字架，猛地捏碎，里面的鲜血瞬间爆开，淋了他一身。沐浴在鲜血中，他的双眼瞬间变成了猩红色，两颗尖锐的獠牙从唇下翻了出来。原本还想慢慢享用这位高贵的皇室处女，现在看来只能把你们全都杀光，再带他的尸体回去复命了。好！他张开嘴，发出一声非人的嘶吼，背后的黑色长袍猛地炸裂，一对像蝙蝠一样的巨大黑色肉翅从他背后扑哧一声钻了出来。吸血鬼！周明月躲在门后，举着手机的手都在抖，但职业素养让他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句：“家人们，看到没？活的吸血鬼！”这特效我给满分。好！伴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杰克神父，或者说那只名为杰克的吸血鬼，彻底撕破了伪装。那对宽大的黑色肉翅猛地一扇，掀起一阵腥臭的狂风，将屋内的家具吹得东倒西歪。原本道貌岸然的神父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皮肤青灰、长着尖锐獠牙的怪物。这就是他的真面目。爱丽丝吓得花容失色，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她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神父，竟然是一只吃人的恶魔。上帝啊，我有罪！老管家更是吓得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显然是吓尿了。结，恐惧吧，尖叫吧！杰克悬浮在半空，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爱丽丝那雪白的脖颈，口水顺着獠牙滴落。多么甜美的血液，只要吸干了你，我就能晋升为高贵的男爵。死吧！没有任何废话，他双翅一震，化作一道黑色闪电，张开血盆大口，直扑爱丽丝而去，速度之快，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啊！爱丽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在耳边炸响。爱丽丝颤巍巍地睁开眼，只见那个东方男人苏阳不知何时挡在了她的身前，他紧紧伸出了一只手，就像是赶苍蝇一样，轻描淡写抓住了杰克神父那只锋利的爪子。这就是你们西方的神职人员，吃相也太难看点了吧？苏阳单手插兜，一脸嫌弃。而且你不知道他是我的客户吗？当着我的面抢生意，是不是有点太不给面子了？你！杰克神父大惊失色，他这一击可是用了全力的，就算是钢板都能抓穿，这个人类竟然徒手接住了，而且那只手就像是铁钳一样，捏得他骨头都在咔咔作响。放开我，卑微的黄皮猴子！杰克怒吼一声，另一只爪子带着撕裂空气的劲风，狠狠抓向苏阳脑袋。嘴真臭！苏阳眉头一皱，抬起一脚，快如闪电地踹在了杰克的肚子上。轰！杰克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墙壁上，把那面挂着名画的墙壁都砸出了一个大坑。咳！杰克从废墟中爬出来，灰头土脸，嘴角溢出一丝黑血，看向苏阳的眼神充满了忌惮。你到底是什么人？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类，这股力量简直比狼人还要恐怖。我是什么人？苏阳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并没有急着追击，而是转身把吓坏了的爱丽丝扶了起来，顺势揽住了她那颤抖的纤腰。别怕，有我在，这只大蝙蝠伤不了你一根汗毛。感受到苏阳身上强大的雄性气息，爱丽丝原本惊恐的心瞬间安定了不少。苏先生，请你一定要救我！放心，既然接了单，我就负责到底。苏阳安抚了一下这位异国公主，然后转头看向正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的吸血鬼。既然你是个非人类，苏阳摸了摸下巴，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正好，我这儿也有几个非人类，早就想找个练手的对象了。倾城、楚灵、映雪，都出来吧，来客人了！嗡！随着苏阳话音落下，三道截然不同的恐怖气息瞬间充斥了整个总统套房。左边红光漫天，阴煞之气如潮水般涌动，一身红衣风华绝代的苏倾城飘然而出，美眸含煞，冷冷盯着前方的吸血鬼。右边紫气东来，势威浩荡，身穿金丝绣凤长袍的楚灵从天而降，一双紫色的眸子里跳动着幽冥鬼火，高贵而冷艳。中间则是一身鲜红嫁衣，
温婉中带着一丝破碎感的江映雪。她低着头，手指搅着红绫，虽然看起来柔弱，但那股浓郁的怨气却丝毫不弱于另外两位。三鬼齐出，整个房间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连地毯上都结了一层薄霜。这是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杰克神父，此刻彻底傻眼了。他虽然是西方的吸血鬼，但也能感觉到眼前这3个女人身上那恐怖的压迫感，尤其是那个穿金丝长袍的，那股气息竟然让他体内的血液都开始凝固。主人，这就是您说的洋鬼子。苏倾城飘在半空，嫌弃地用红袖掩住口鼻，长得真丑，像只拔了毛的乌鸡，而且身上这股味道简直比茅厕还臭，确实难看。楚灵也是一脸不屑，上下打量着杰克那一身排骨和青灰色的皮肤，这种货色连给我当炼尸材料都不配，太脆了。江映雪虽然没说话，但她默默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根带着血迹的生锈钢筋，显然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你们被3个女鬼如此羞辱，杰克气得浑身发抖。我是高贵的血族，不是什么误解，我要把我们怎么样？苏阳靠在沙发上，怀里搂着目瞪口呆的爱丽丝，像是看戏一样挥了挥手。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既然是洋垃圾，那就分类处理了吧，记住别弄死了，我还有话要问他。是，主人。3女异口同声的应道。下一秒，嗖，苏倾城率先出手，万鬼噬心，无数道红色的绫罗如灵蛇般飞出，瞬间缠住了杰克的4肢和翅膀，将他死死定在半空。放开我！杰克拼命挣扎，利爪撕扯着红绫，但那些红绫仿佛无穷无尽，越缠越紧，这点力气也想挣脱。楚灵冷笑一声，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杰克面前，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肉身力量。砰！他没有任何花哨，直接一拳轰在了杰克的胸口，咔嚓，那是胸骨碎裂的声音。杰克惨叫一声，整个人被打得攻成了虾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还没等他缓过气来，江映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负心汉都该打。他低声喃喃着，手中的钢筋狠狠抽在了杰克的后背上。啪！这一棍子下去，杰克的一只翅膀直接被打折了，耷拉下来。啊！杰克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是真的被打哭了。这特么都是些什么怪物啊？一个控制，一个坦克，还有一个搞偷袭的刺客，配合的天衣无缝。这哪里是战斗，这分明是单方面的群殴。躲在门后的周明月举着手机，看着直播间里那疯狂滚动的弹幕，整个人都热血沸腾了。卧槽，这就是咱们东方的女鬼天团吗？太飒了！红衣姐姐，那个红绫捆绑，我承认我想歪了。那个僵尸御姐一拳好猛，爱了！心疼吸血鬼1秒钟，千里送人头啊！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打爆洋鬼子！沙发上，爱丽丝看着那3个在空中飞舞，把恐怖的吸血鬼当沙包打的美丽女子，又看了一眼身边一脸淡定的苏阳，她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原来东方的神秘力量竟然这么强大，而这个能驾驭这些恐怖存在的男人。爱丽丝看着苏阳俊朗的侧脸，眼中的恐惧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痴迷和崇拜。强者无论在哪里都会让异性本能的臣服。苏，这就是你的力量吗？爱丽丝忍不住凑近苏阳，双手环住他的腰，整个人都贴了上去。这只是冰山一角。苏阳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惊人弹性，嘴角微翘，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如果你想看，我可以给你展示更多，比如一些需要2个人配合的东方秘术。就在2人气氛暧昧的时候，别打了！那边被揍得鼻青脸肿，翅膀都折了的杰克终于扛不住了，发出了杀猪般的求饶声：我投降！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关于血腥玛丽的秘密。苏阳挥了挥手，示意3位女鬼暂停殴打服务。此时的杰克神父已经被揍得不成人形了，那一对引以为傲的蝙蝠翅膀被折断，耷拉在身后像2块破抹布，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獠牙都被打断了一根，看着凄惨无比。说吧，要是这秘密不够劲爆，我不介意让他们给你加个钟。苏阳走过去，一脚踩在杰克的胸口，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我说。杰克吐出一口黑血，眼神惊恐的看了一眼飘在旁边的3个女煞星，颤抖着说道：那颗血腥玛丽不是普通的红宝石，它是300年前血族的一位亲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命匣。玛丽亲王？苏阳眉毛一挑，也是吸血鬼？是的，而且是血统最纯正、实力最强大的吸血鬼女王。杰克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但很快又变成了恐惧。当年教廷集结了12位红衣大主教，才勉强将它封印在这颗宝石里。我潜伏在温莎家族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寻找机会，用拥有皇室血统的处女之血，也就是爱丽丝小姐的血，来解开封印，唤醒女王。只要女王苏醒，她就会赐予我初拥，让我晋升为高贵的公爵，甚至亲王。听完杰克的供述，苏阳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命匣，封印。他从兜里掏出那颗从爱丽丝那里拿来的红宝石，之前还没仔细看，现在在灯光下一照，果然发现这宝石内部仿佛有一汪鲜血在流动，隐约还能看到一个蜷缩着的微小人影，正散发着妖异的光芒。原来这里面还藏着个睡美人啊！苏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吸血鬼女王，不知道比起咱们东方的女鬼和僵尸，滋味有什么不同？听到这话，旁边的苏倾城顿时不乐意了。主人，您怎么什么都要啊？他飘过来，醋意大发地盯着那颗宝石。
这种西方的洋妖精，谁知道身上带没带什么奇怪的病菌？万一传染给主人怎么办？就是。楚灵也是冷哼一声，一脸高傲，还要喝人血，太野蛮了，哪里有我们懂规矩？江映雪虽然没说话，但她默默地走到苏阳身边，用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看着他，一副我很乖，别要他的表情。看着这3个争风吃醋的女鬼，苏阳有些哭笑不得。行了，我又没说要收了他，不过这玩意儿留着也是个祸害，不如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里面的能量给炼化了。说完，苏阳反手将宝石收进系统空间，然后低头看向地上的杰克。至于你吗？杰克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你想干什么？我已经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不能杀我，不能杀你。苏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抱歉，我这人有个优点，那就是斩草除根。况且留着你这么个想吸我雇主血的定时炸弹，我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你不讲信用。杰克瞪大了眼睛，绝望地嘶吼着，跟畜生讲什么信用？苏阳眼神一冷，掌心之中狂暴的雷光瞬间凝聚。下辈子记得别来华夏撒野。五雷正法灭！轰！一道刺目的雷柱瞬间贯穿了杰克的身体。不，在凄厉的惨叫声中，这位妄想晋升公爵的吸血鬼男爵直接被雷光轰成了渣，连灰都没剩下。还是杀了，好，干净。苏阳随手一招，嫌弃地拍了拍手。倾城、楚灵、映雪，回来吧。是，主人。3女化作流光，消失在原地。房间里顿时只剩下了苏阳、爱丽丝，还有那个依然在装死的老管家。至于周明月，早在刚才打起来的时候就很识趣地溜到门外把风去了。好了，爱丽丝小姐。苏阳转过身，看着依旧瘫坐在地上的金发美人。经过刚才的惊吓，她的睡袍早就乱了，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惊人的曲线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着，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坏人已经被抓走了，诅咒也解除了，你安全了。苏阳走过去，绅士地伸出手。爱丽丝抬起头，那双湛蓝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泪水，看起来楚楚可怜。她没有去握苏阳的手，而是直接扑进了苏阳怀里，紧紧抱住了他的腰。苏，别走！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浓浓的依赖和恐惧。我害怕，杰克神父竟然是怪物，我不知道身边还有谁可以信任，只有你救了我。感受着怀中柔软火热的娇躯，还有那扑鼻而来的玫瑰香气，苏阳的心跳也不由得快了几分。这大洋马太热情了呀！那个爱丽丝小姐，男女授受不亲。苏阳嘴上说着客套话，手却很诚实地放在了她的背上，轻轻安抚着。我不管你是收了钱的。爱丽丝抬起头，那张精致如洋娃娃般的脸上挂着泪珠，红唇微张，眼神迷离地看着苏阳。你说过会负责到底的，今晚能不能留下来陪我？我给你加钱加倍。听到加钱2个字，苏阳原本想要拒绝的话瞬间咽了回去。可，既然爱丽丝小姐这么有诚意，苏阳看了一眼四周狼藉的房间，最后目光落在那张完好无损的欧式大床上。作为一名敬业的天师，保护雇主的人身安全确实是我的职责所在，尤其是贴身保护。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一把将爱丽丝横抱起来。啊！爱丽丝惊呼一声，双手顺势勾住了苏阳的脖子，脸颊绯红，却并没有挣扎，反而羞涩地把头埋进了他的胸口。苏轻点，放心，中西结合疗法我很擅长的。苏阳抱着美人大步走向卧室。至于门外的周明月，作为合格的助理，他应该知道今晚老板要加班谈业务吧。这一夜总统套房内的动静比刚才打架还要大。事实证明，在某些方面，西方人的体质确实比东方人要抗造一些，而苏阳也充分领略了一把异域风情。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这场中西交流会才落下帷幕。看着身边沉沉睡去犹如天使般的爱丽丝，苏阳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点燃了一根事后烟。叮！恭喜宿主完成第3单委托阶段任务，扬名立万完成。奖励发放中，获得极品零食乘10，获得护山大阵初级阵盘，额外获得积分200点。听着脑海中的提示音，苏阳吐出一个烟圈，笑得格外灿烂。零食到手，大阵可成。接下来该回去把我的事务所打造成真正的休闲圣地了。江州市半岛国际酒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奢华的大床上。苏阳睁开眼，只觉得神清气爽。昨晚那一架打的，不是那一觉睡的，简直是身心通透。怀里金发碧眼的爱丽丝正像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那张精致如洋娃娃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口水，显然还在做着美梦。这洋妞还真是有些粘人。苏阳抽出手臂，掀开被子下了床，看着一地狼藉的衣物和被撕破的丝袜，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穿戴整齐后，苏阳没有吵醒爱丽丝，而是在床头留下了一张写着银行卡号的纸条。虽然昨晚是肉偿，但之前的悬赏金500万美金，那可是一分都不能少的。推门走出卧室，那个老管家正笔直地站在门口，顶着2个大黑眼圈，手里端着托盘。看到苏阳出来，老管家浑身一抖，腰瞬间弯成了90度，语气恭敬到了极点。苏大师，您醒了，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是顶级的黑松露煎蛋盒。不用了，赶时间。苏阳摆了摆手，径直走向门口。对了，记得让你家小姐把尾款结一下，还有
没事别让你家小姐给我打电话，我很忙。是，一定一定。老管家连连点头，目送着苏阳离开，直到背影消失，才敢直起腰擦冷汗。这个连吸血鬼都能随手捏死的东方恶魔，实在是太可怕了。酒店楼下，那辆破捷达依旧停在最显眼的位置，跟周围的一众豪车格格不入。周明月正趴在方向盘上打瞌睡，嘴角还流着口水。醒醒，开工了！苏阳敲了敲车窗。老板你下来了！周明月猛地惊醒，擦了擦嘴角，一脸八卦地看着苏阳。老板，昨晚战况如何？我看到爱丽丝小姐的身材应该挺想知道。苏阳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点燃一根烟。想。周明月疯狂点头。那是另外的价钱。小切，别废话，回事务所，今天有大事要办。大事？难道又有大单子？比那个更重要。苏阳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咱们的家要升级了。半小时后，槐树胡同44号。此时虽然是大白天，但这条胡同依然没什么人敢走，毕竟那凶宅的名头太响了。苏阳推开大门，走进院子。经过之前那些鬼工人的连夜施工，现在的事务所已经初具规模。原本杂草丛生的院子被铺上了青石板，种上了几棵名贵的罗汉松，中间还挖了个小池塘，引来了活水，看起来会有几分江南园林的雅致。今天让这里彻底改头换面。苏阳走到院子正中央，深吸一口气，意念沟通系统取出护山大阵，初级阵盘，取出极品灵石成石。嗡！随着一阵空间波动，一个古朴沧桑、刻满玄奥符文的青铜阵盘出现在苏阳手中。与此同时，10颗拳头大小、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耀眼白光的石头悬浮在他周围，那是极品灵石，每一颗里面蕴含的灵气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修真者修炼10年。卧槽，老板，这是什么灯泡？怎么这么亮？旁边的周明月被晃得睁不开眼，只觉一股股纯净的能量扑面而来，让他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灯泡，这可是无价之宝。苏阳笑了笑，神色变得肃穆起来。柳如烟。苏阳满意的环视四周，有了这护山大阵和极品灵石，这里不仅是一个修炼圣地，更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以后哪怕是遇到什么千年老妖，正道魁首打上门来，他也有了底气。老板，你看！周明月突然指着那口小池塘惊呼道。只见原本浑浊的池水，此刻竟然变得清澈见底，水面上还飘着一层淡淡的灵光。灵泉。苏阳眼睛一亮，没想到这极品灵石的效果这么好，连普通的水都被同化成了灵泉水。这水要是拿出去卖，估计那些富豪得抢破头。以后咱们喝茶洗澡都用这个水。苏阳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对了，老板。周明月凑过来，一脸期待地问道。既然这里环境这么好，那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比如开个 party 什么的？ party？ 苏阳看了一眼满院子的鬼，嘴角抽了抽。群鬼乱舞 party 吗？不过既然大家都这么高兴，那就整一个吧。苏阳摸了摸下巴，本想把那颗血腥玛丽拿出来研究研究，但转念一想，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真弄个吸血鬼出来杀风景不太好，而且这玩意儿封印了几百年，怨气肯定重，得找个时间单独调教。明月拿着这张卡，苏阳随手掏出一张黑卡扔给周明月，去买最好的食材，牛肉卷要 M9 的，毛肚要空运的，酒要茅台。今晚咱们就在这院子里吃一顿灵气火锅。好嘞，老板大气！周明月欢呼一声，拿着卡就冲了出去。夜幕降临，往日里阴森恐怖的槐树胡同44号，今晚却是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桌子中间是一口特制的铜锅，里面翻滚着红油和清汤，浓郁的牛油香味混合着院子里特有的灵气清香，飘散出几条街。来，下肉！周明月像个勤劳的小蜜蜂，端着一盘盘顶级的 M9 和牛雪花，兴奋地往锅里倒。这肉真漂亮，看着就流口水。苏阳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杯刚倒上的飞天茅台，一脸惬意。在他身边坐着3个绝色美女，左边是苏倾城，一身红衣似火，正拿着筷子优雅地夹起一片毛肚，在红油锅里7上8下。右边是楚灵，依旧是那副高冷的僵尸女王范儿，不过此刻手里也端着个红酒杯，紫色的眸子里少了几分杀气，多了几分慵懒。而刚加入家庭不久的江映雪则像个小媳妇，站在苏阳身后，拿着一把蒲扇，轻轻给苏阳扇着风，时不时还帮他把包好的虾仁放进碗里。至于那群鬼工人，虽然吃不了阳间的食物，但苏阳特意让柳如烟点了几捆极品膏香和纸钱，一个个趴在墙角，吸的那叫一个陶醉。主人，您尝尝这个，烫好了。苏倾城夹起那片裹满红油的毛肚，吹了吹，直接送到了苏阳嘴边。啊！苏阳毫不客气地张嘴咬住，爽脆弹牙，麻辣鲜香。不错，手艺见长。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顺手在苏倾城光滑的脸蛋上捏了一把。那是为了伺候好主人，奴家可是特意去网上学了火锅攻略的。苏倾城娇笑一声，眼神妩媚的能滴出水来。哼，狐妹子。旁边的楚灵冷哼一声，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主人，吃肉有什么意思？来，喝酒。他拿起酒瓶给苏阳倒满，这酒里我加了一滴我的狮王精血，大补。咳。正在吃虾仁的苏阳差点噎住。狮王精血，
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喝？放心，经过灵气净化，早就没了尸毒，只有纯粹的能量。楚灵挑了挑眉，还是说主人怕补过头了，晚上受不了？开玩笑，我会受不了。苏阳一听这话，男人的胜负欲瞬间上来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液入喉，瞬间化作一股热流，直冲丹田，那感觉就像是吞了一团火，烧得浑身燥热，爽！苏阳大喝一声，只觉体内的金丹运转速度都快了几分。老板，我也敬您一杯。周明月也凑了过来，小脸红扑扑的，显然是喝嗨了。要不是跟着老板，我这辈子哪能吃上这种几千块一盘的牛肉啊？而且这院子里的空气太好了，我感觉皮肤都变嫩了。他摸了摸自己的脸蛋，一脸陶醉。这聚灵阵的效果确实逆天，这才短短半天，院子里那些原本枯死的花草全都复活了，而且长势喜人，就连普通的蔬菜种在角落里，几个小时就冒出了绿油油的芽。这哪里是凶宅，分明就是神仙洞府。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根据地。苏阳靠在椅子上，享受着僵硬雪的按摩，看着满院子的莺莺燕燕，心中充满了成就感。这才是穿越者该过的日子啊！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享受生活才是目的。对了，老板，周明月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酒杯，有些神秘兮兮的说道：“刚才我去买菜的时候，听旁边几个大妈在议论，说咱们这片老城区好像要拆迁了。”拆迁？苏阳眉头一皱，这地方闹鬼闹了几十年，谁敢来拆？我也觉得奇怪啊。周明月挠了挠头，但听说这次来的开发商头很铁，是从港岛那边过来的大财团，说是要在这一片建什么风水大阵，镇压气运。港岛风水大阵？苏阳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在我的地盘上搞风水，这是想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不管他，苏阳摆了摆手，只要不拆到我头上来，随他们折腾。要是想动我的宅子，他看了一眼头顶那层隐隐流动的阵法光幕，冷笑一声，那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钉子户。来来来，继续喝，今晚不醉不归。好耶！欢声笑语在小院里回荡，这一夜注定是个狂欢夜。只是苏阳并不知道，就在距离槐树胡同不远的一座高楼顶层，一个穿着唐装，手里拿着罗盘的老者正皱着眉头，遥遥望着44号院的方向。奇怪，老者看着手中疯狂乱转的罗盘指针，喃喃自语：那地方明明是极阴之地，怎么突然间会有如此浓郁的灵气冲天而起？难道是有异宝出世？老者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看来这江州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翌日清晨，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空气清新的不像话。周明月伸着懒腰从客房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士衬衫，下摆刚好遮住大腿根，露出一双白皙修长的美腿，在晨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哇，好舒服啊！他深吸一口气，只觉神清气爽。老板这阵法也太神了，我感觉我现在的皮肤状态比18岁还好，连黑眼圈都没了。周明月拿出小镜子照了照，美滋滋地转了个圈。院子中央，苏阳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手里拿着那颗血星玛丽红宝石把玩着，而在他身后，江映雪正拿着一把木梳，温柔地帮他梳理着头发。苏倾城则趴在他腿边，像只慵懒的猫咪一样，用剥了壳的葡萄喂他。这画面简直就是地主老财的腐败生活写照。咚咚咚！就在这时，那两扇刚刚刷了红漆的厚重大门突然被人重重地敲响了，力道很大，透着一股来者不善的味道。谁啊？大清早的扰人清梦。苏阳眉头微皱，嘴里的葡萄紫精准吐到了远处的垃圾桶里。我去看看。周明月连忙跑过去开门，大门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领头的是个穿着名牌西装、梳着大背头的中年胖子，腋下夹着个公文包，满脸横肉，一副暴发户的派头。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身穿唐装、手持罗盘的老者，老者须发皆白，看起来颇有些仙风道骨，但那双道三角眼里闪烁的金光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在两人身后，则是几个穿着拆迁半马甲的壮汉，手里拿着测量仪器。你们找谁？周明月警惕地问道。哟，这破宅子里还藏着这么个极品小妞呢。那胖子看到周明月，眼睛顿时直了。可，我是盛世豪庭开发商的拆迁部经理赵刚。胖子清了清嗓子，挺着啤酒肚说道：这户主是谁？赶紧叫出来，有好消息通知你们。找我的。苏阳懒洋洋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出来，他靠在太师椅上，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进来吧。门没锁，赵刚带着人趾高气昂地走了进来。刚一进院子，那个一直眯着眼的唐装老者脸色突然猛地一变。这是他看着手中疯狂乱转的罗盘，又感受着院子里那浓郁的几乎化不开的灵气，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而震惊的光芒。真的是风水宝地，而且是那种传说中的聚宝盆格局，甚至比他在港岛见过的那些顶级豪宅的风水还要好上100倍。小子，你就是这房子的主人？赵刚并没有注意到老者的异样，他走到苏阳面前，居高临下的把一份文件甩在桌子上。算你运气好，我们老板看上这块地了，打算在这里建一个风水广场。这是拆迁合同，一口价500万，赶紧签了字拿钱滚蛋，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赵刚看来，这种破旧胡同里的烂宅子给个500万已经是天价了，这小子肯定会哭着喊着跪谢皇恩。然而苏阳连看都没看那合同一眼，只是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滚。
是什么？赵刚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他妈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我不管你是谁。苏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趁我还没生气之前，带着你的人滚出去，别弄脏了我的院子。操，给脸不要脸是吧？赵刚怒了，一挥手，兄弟们，给我慢着！一直没说话的唐庄老者突然开口拦住了他。老者上前一步，对着苏阳拱了拱手，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和傲慢。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老夫乃是港岛风水协会副会长黄大仙，我看你这宅子阴气森森，恐怕不是善的呀。黄大仙抚摸着胡须，故作高深的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里以前应该是个乱葬岗吧？地下埋着不少脏东西，你住在这里，不仅会折损阳寿，还会断子绝孙啊！哦，苏阳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那一大师的高见呢？哼，好说。黄大仙背着手，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夫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只要你把这宅子卖给赵经理，老夫可以亲自出手，为你做一场法事，化解你身上的煞气。而且这500万足够你去别的地方买套好房子了，何必死守着这个凶宅呢？说完，他紧紧盯着苏阳，等待着他露出感激涕零的表情。这招危言耸听，他在内地屡试不爽。那些土包子一听什么断子绝孙，早就吓尿了。呵呵，苏阳突然笑了，笑得很开心，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位黄大仙。港岛大师是吧？阴气森森是吧？苏阳缓缓站起身，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既然你眼睛这么好使，那你有没有看见，此刻正趴在你背上的那位仁兄，正在对你笑呢？是什么？黄大仙脸色一变，下意识地回头看去。呼，一阵阴风吹过，虽然是大白天，但他却感觉后脖梗一阵发凉。装神弄鬼，老夫一身正气，百邪不侵。黄大仙强镇定心神，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猛地一甩，急急如律令，显形。符纸燃烧，化作一团火球。然而就在火球即将飞出的一瞬间，啪！一只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的手突然凭空出现，一把捏灭了那个火球。紧接着，一身红衣的苏倾城缓缓从空气中浮现出来，他悬浮在半空，居高临下的看着黄大仙，嘴角挂着一抹讥讽的笑容。老东西，你的火还没我的洗脚水热呢！鬼红衣厉鬼！黄大仙瞳孔骤缩，吓得连退3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虽然会点风水术数，也见过不少鬼，但像这种大白天就能现形，而且气息如此恐怖的红衣厉鬼，他还是第一次见。这怎么可能？这里明明灵气冲天，怎么会养出这种凶物？他哪里知道，这灵气正是苏阳用来养鬼的。赵经理是吧？500万。苏阳走到那个早已吓傻了的胖子面前，捡起桌上的合同，撕拉，合同被撕得粉碎，洋洋洒洒地落在赵刚脸上。你！赵刚双腿打颤，想跑又不敢跑。刚才你说让我滚蛋。苏阳活动了一下手腕，发出咔咔的脆响。我看你这嘴是有点欠收拾了。话音刚落，啪！苏阳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抽在赵刚那肥硕的脸上。嗷！赵刚惨叫一声，整个人像个陀螺一样原地转了2圈，半边脸瞬间肿成了猪头，2颗带血的牙齿直接飞了出去。这一巴掌是教你怎么跟人说话。砰！还没等他站稳，苏阳又是一脚重重踹在他的啤酒肚上。噗！赵刚一口苦水喷了出来，捂着肚子跪倒在地上，疼得五官都扭曲了。这一脚是让你记住谁才是这里的主人。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大师饶命，饶命啊！赵刚蜷缩在地上哭爹喊娘。旁边的几个壮汉保镖看着这一幕，又看了看飘在半空的红衣女鬼，硬是一个敢上前的都没有，全都在瑟瑟发抖。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苏阳一脚踩在赵刚的脑袋上，声音冰冷刺骨。这块地别说是500万，就是5个亿我也不会卖。还有，他微微俯身，眼神如同看垃圾一样看着赵刚。这地方风水确实不好，特别是对你们这种坏事做尽的人来说，命不够硬可是压不住的。滚吧！是，我们这就滚，这就滚！赵刚被苏阳冰冷的眼神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爬起来，拉着腿软的黄大仙屁滚尿流的跑出了院子，直到跑出胡同口上了车，黄大仙才缓过劲来。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神中的恐惧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疯狂的贪婪。大仙，咱们还是别惹那小子了吧，那地方真有鬼啊！赵刚哆哆嗦嗦的说道。蠢货！黄大仙一巴掌拍在赵刚头上，你懂个屁！那小子手里绝对有重宝，否则不可能在大白天养出红衣厉鬼，还能让那里灵气如龙。那红衣女鬼若是能被老夫收服，练成鬼奴，还有那个让灵气聚集的宝贝。黄大仙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阴恻恻的笑了。这小子虽然有点道行，但毕竟太年轻，不懂才不露白的道理。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别怪老夫来硬的了。今晚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港岛斗法。入夜，月明星稀，槐树胡同44号院内灯火通明，灵气氤氲。经过一天的发酵，聚灵阵的效果已经完全显现。院子里的空气湿润而甘甜，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给五脏六腑做 SPA。苏阳躺在那张黄花梨木的太师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正在看《猫和老鼠》。而在他身旁却是一幅令人血脉奋张的画面。周明月刚刚洗完澡，
换上了一件真丝吊带睡裙，那轻薄的面料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她那玲珑有致的曲线。她正跪坐在苏阳脚边，一双白嫩的小手涂满了精油，正在给苏阳做足底按摩。老板，这个力度可以吗？周明月抬起头，几缕湿漉漉的发丝贴在脸颊上，眼神中带着一丝讨好。左边再重一点。苏阳视线没离开屏幕，随口吩咐道。好的呢。而在另一边，苏倾城换上了一身红色的半透明纱衣，里面若隐若现的肚兜更是让人浮想联翩。她正飘在半空，随着轻柔的音乐翩翩起舞，一颦一笑尽显狐媚本色。楚灵则盘膝坐在一块巨石上，借着月光吞吐着周围浓郁的灵气，紫色的湿气在她周身缭绕，给她增添了一种妖异的高冷美。至于江映雪，正贤惠地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给苏阳缝补一件衬衫。这哪里是凶宅，这分明就是酒池肉林的帝王享受。与此同时，距离44号院仅有一墙之隔的胡同口，气氛却是一片肃杀。一张铺着黄布的法坛早已摆好，上面摆满了猪头、香烛、纸钱，还有一个装满黑狗血的瓷碗，脑袋上缠满绷带，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赵刚正躲在法坛后面，一脸紧张地看着正在做法的黄大仙。大仙，这真的能行吗？赵刚说话都漏风，疼得直吸凉气。那小子邪门得很，咱们要不还是报警吧？报个屁警！黄大仙瞪了他一眼，手里挥舞着一把桃木剑，脚踏七星步，一脸的不屑。白天那是老夫没防备，才被那小子的障眼法给骗了。现在老夫摆下了五鬼运财夺命阵，不仅要破了他的风水，还要把那只红衣女鬼抓来给老夫当顶炉。黄大仙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他在港岛混迹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在他看来，苏阳不过是个仗着有点奇遇的毛头小子，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道法。看好了！黄大仙大喝一声，手中桃木剑猛地刺向那碗黑狗血，挑起一张符纸：天灵灵，地灵灵，五鬼听令，去其魂，夺其魄，破其门庭，急急如律令，去！呼！随着他剑指一挥，平地卷起一股阴风。只见法坛前的虚空中突然钻出了5个面目狰狞、浑身漆黑的小鬼，他们发出刺耳的尖笑声，化作5道黑烟，带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疯狂朝着44号院扑去。这就成了！赵刚看得目瞪口呆，这特效可比电影里真实多了。哼，这5只小鬼可是老夫用尸油喂养了10年的宝贝。黄大仙一脸傲然，别说是那个毛头小子，就算是真正的天师来了，也得脱层皮。然而就在那5道黑烟即将冲进44号院的一瞬间，嗡！院子上空那层原本隐形的阵法光幕突然亮了起来，就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石子，泛起一圈圈金色的涟漪。砰砰砰砰砰，5声闷响接连传来，那5只气势汹汹的小鬼就像是撞上了一堵烧红的铁墙。是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夜空，在金光照射下，5只小鬼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融化成了青烟，魂飞魄散。噗！与此同时，正在做法的黄大仙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身后的墙上。我的五鬼！黄大仙捂着胸口，看着消散的青烟，心疼的都在滴血。那可是他的本命骨鬼啊，就这么没了。大仙，你怎么了？赵刚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扶起他。阵法反噬，黄大仙脸色惨白如纸，眼中满是惊恐。那院子里有护山大阵，而且是高级大阵，带反伤的那种。院子里正在享受按摩的苏阳眉头微微一挑，抬头看了一眼头顶一闪而逝的金光。放烟花了？什么烟花？周明月好奇地抬起头，却只看到夜空中划过几道淡淡的青烟。没什么，几只不知死活的蚊子撞在电蚊拍上了。苏阳淡淡一笑，随手拿起一颗葡萄扔进嘴里。看来那位港岛的大师有点不服气啊，既然来了，不送点回礼怎么行？苏阳眼神一冷，对着正在跳舞的苏倾城招了招手。倾城，别跳了，主人。苏倾城飘然而至，红袖轻拂过苏阳的脸庞，香气袭人。去门口看看，是不是有人在乱扔垃圾？如果是的话，苏阳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就把垃圾清理干净，顺便教那位大师什么叫真正的斗法。遵命，主人。苏倾城媚眼如丝的应了一声，随后身形一转，原本那娇媚的模样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滔天的鬼气。那身红色的纱衣无风自动，猎猎作响，一头青丝瞬间变成了血红色，在夜空中飞舞。敢打扰主人雅兴，你们都得死！嗖，一道红光冲天而起，直接越过院墙，朝着胡同口扑去。胡同口，黄大仙刚刚缓过一口气，正准备收拾东西跑路。他虽然贪婪，但不傻，连那种护山大阵都有。这苏阳绝对是个扮猪吃老虎的隐士高人，这哪里是踢到铁板，这分明是踢到了核弹头。快扶我上车，这地方不能待了。黄大仙抓着赵刚的手臂，声音都在发抖。好。赵刚也被吓破了胆，两人搀扶着就要往那辆迈巴赫跑去。然而刚跑2步，一股刺骨的寒意突然从天而降，瞬间笼罩了整条胡同。路灯滋啦滋啦地闪烁了几下，然后啪，彻底熄灭。黑暗中，一个悠悠的女声在两人耳边响起：两位，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坐坐就要走啊？赵刚和黄大仙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僵硬地抬起头，只见在他们头顶的路灯杆上，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正倒挂在那里，那张惨白绝美的脸上带着一抹诡异的笑容。我家主人说了，乱扔垃圾可是要受罚的哦。胡同口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黄大仙和赵刚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看着倒挂在路灯杆上的红衣女人，牙齿都在打颤。咕噜，赵刚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只觉得裤裆里一阵温热，他又尿了。女鬼奶奶饶命啊！我就是个打工的，闭嘴，废物！黄大仙毕竟是见过世面的，虽然心里也慌，但还没彻底崩溃。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手中的桃木剑上，那把暗淡的木剑瞬间泛起一层红光。妖孽，别以为老夫怕了你，老夫乃是茅山下毛派传人，今日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替天行道。急急如律令，斩！黄大仙大吼一声，双手持剑，用尽全身力气朝着路灯杆上的苏倾城刺去。这一剑凝聚了他几十年的修为，带着一股惨烈的煞气。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苏倾城连躲都没躲，他只是轻轻伸出一根纤细白嫩的手指，在那剑尖上轻轻一弹，叮一声清脆的脆响。那把号称百年雷击木制成的桃木剑，就像是饼干一样，寸寸崩裂，化作一地木屑。噗！黄大仙如遭重锤，再次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瘫软在地，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这怎么可能？他绝望地看着那个缓缓飘落的红影，一指断剑，这哪里是普通的厉鬼，这分明是已经快要修成鬼王的凶物啊！那个叫苏阳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养着这种怪物？替天行道！苏倾城轻盈地落在黄大仙面前3尺处，眼神一厉，萧！一道鲜红的绫罗凭空出现，如灵蛇般死死勒住黄大仙的脖子。就凭你这把破木头，还是凭你刚才放的那几个不入流的小鬼？妖仙姑饶命！仙姑饶命！黄大仙被勒得脸色涨红，双手拼命抓着红绫，彻底崩溃了。是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仙姑的法架，求仙姑看来老夫一把年纪的份上，把老夫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苏倾城冷笑，我家主人说了，乱扔垃圾是要受罚的。不过嘛，他话锋一转，如果你能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来这里的，或许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我说，还没等黄大仙开口，旁边的赵刚就抢着喊道，他现在只想活命，什么商业机密，什么职业操守，统统见鬼去吧。是港岛李家，是李半城。李半城！苏倾城秀眉微蹙，那是谁？是港岛的首富，最有钱的人。赵刚哭丧着脸解释道，李半城今年90岁了，身体不行了，到处寻找续命的法子。前段时间，这个老神棍算出江州这片老城区藏着一处气运眼，是绝佳的续命宝地。只要拿下这块地，建个9龙锁煞阵，就能向天借命，再活20年。所以我们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强拆。没想到这里真的有高人，而且比推算的还要厉害，向天借命。苏倾城听完，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区区一个凡人，也妄想逆天改命，还想抢我家主人的地盘，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了。他红袖一挥，勒住黄大仙的红绫瞬间收紧，随后猛地松开，将他摔在地上。既然问清楚了，那你们也就没用了。不，别杀我！我都说了呀！赵刚和黄大仙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往后缩。放心，我不杀你们。苏倾城伸了个懒腰，杀了你们，反而脏了我的手。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话音刚落，苏倾城眼神骤然一冷，长袖猛地一挥，破！轰！一道肉眼可见的红色劲气从他袖中爆发，如同一柄无形重锤，隔空狠狠轰在了黄大仙的丹田位置。破！仿佛气球被踩爆的声音。黄大仙眼珠子暴突，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整个人工成了虾米，身后的墙壁都被震出了裂纹。我的修为，我的丹田，他修炼了一辈子的玄门真气，在这一击之下彻底废了。从今往后，他就是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老头。还有你！苏倾城转头看向赵刚，啊，别废我！赵刚吓得捂住裤裆，哼，脏东西，碰你都嫌晦气。苏倾城嫌弃地皱了皱眉，屈指一弹，萧！一道红色煞气瞬间钻入赵刚的眉心。既然你这么喜欢看女人，那就让你以后只能看不能吃，滚吧！回去告诉那个李半城，这块地姓苏，想借命，让他自己备好棺材，亲自来求我家主人。滚！随着一声厉喝，一股狂风凭空而起，直接将两人卷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扔出了100米开外，重重摔在马路牙子上。解决完这2只苍蝇，苏倾城收敛了一身的煞气，脸上重新挂上了那副娇媚的笑容。他哼着小曲，飘回了44号院。院子里，苏阳正享受着周明月的按摩，看到苏倾城回来，随口问道：“处理干净了？”回禀主人，都处理好了。苏倾城像只求夸奖的小狗一样，飘到苏阳身边，把头虚靠在他的膝盖旁。是港岛那个叫李半城的首富，想抢咱们这块地给他续命了。奴家废了那个老神棍的修为，还给那个胖子下了点绝护咒，把他们赶回去了。李半城！苏阳闻言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咧嘴笑了。首富啊，那家里肯定有很多宝贝吧？比如古董字画，比如珍稀药材。正好咱们这具灵阵还缺几样镇压阵眼的法器。苏阳伸手摸了摸苏倾城柔顺的长发，像是在撸猫。干得不错，这种送上门的肥羊
咱们可得好好薅一把羊毛。要是他真敢来，那就让他知道，有些命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了，夜深了。苏阳伸了个懒腰，站起身，一把将还在地上跪着的周明月拉了起来。既然垃圾清理完了，那咱们也该干正事了。看着苏阳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周明月小脸一红，却很默契的没有反抗，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句：“老板，你轻点，昨天还疼着呢。”日上三竿，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阳光透过茂密的罗汉松洒下斑驳的光影。经过一夜的修炼，周明月这会儿还在客房里呼呼大睡，那慵懒的模样像只吃饱了的小猪。倒是苏阳精神抖擞地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一边喝着僵硬血泡的灵茶，一边查看着昨天的收获。那颗硕大的血星玛丽红宝石此刻正静静躺在石桌中央，在阳光下折射出妖异的红芒。主人，这东西阴气太重，看着就让人不舒服。苏倾城飘在一旁，一边给苏阳包着荔枝，一边嫌弃地瞥了一眼那宝石。是啊，一股子腥味。楚灵也抱着手臂，冷冷地说道：“依我看，不如直接砸了，取了里面的能量来养阵。”听着两位的建议，宝石里的红光似乎颤抖了一下，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话，感到了害怕。砸了多可惜。苏阳笑着摇了摇头，手指轻轻摩挲着宝石表面，这里面可是关着一位300年前的亲王，那可是古董级别的女仆预备役啊！而且我对这种西方的黑暗生物还挺好奇的。说完，苏阳神色一正，倾城、楚灵、映雪、护法，是主人。三女立刻收起了玩笑的心思，分立3个方位，将院子严密封锁起来。苏阳深吸一口气，双手掐诀，引动护山大阵，聚灵阵转，轰！院子里的灵气瞬间沸腾起来，化作一道白色光柱，狠狠灌入那颗红宝石之中。给我破！咔嚓！随着苏阳一声低喝，坚硬无比的红宝石表面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紧接着，砰！一股浓郁到极致的血色雾气，如同火山喷发般从宝石中冲了出来，瞬间染红了半边天。原本温暖的院子温度骤降，一股古老、高贵却又充满嗜血欲望的恐怖气息降临了。吼！血雾翻滚中，一个优雅而傲慢的女声用古英语缓缓响起：“是谁唤醒了沉睡的本王？是鲜血的祭品到了吗？”呼！血雾渐渐散去，一道绝美的身影悬浮在半空之中。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的西方女子，她有着一头如瀑布般的银色长发，直垂脚踝，身上穿着一件繁复华丽的黑色哥特式长裙，层层叠叠的蕾丝和黑纱将她苍白如雪的肌肤衬托得更加晶莹剔透。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睛，猩红如血，却又深邃如渊，仿佛能吞噬人的灵魂。她高傲地抬着下巴，就像是一位巡视领地的女王，用那种看蝼蚁般的眼神俯视着下方的苏阳等人。东方人。玛丽·斯图亚特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不悦。肮脏的男性，谁允许你直视本王的容颜？跪下！一声厉喝，伴随着强大的精神威压，朝着苏阳碾压而来。那是属于血族亲王的威严，普通人要是听到这一声，恐怕早就吓得肝胆俱裂，跪地求饶了。然而，坐在石椅上的苏阳却连姿势都没变，依旧翘着二郎腿，甚至还慢悠悠吃了一颗苏倾城递过来的荔枝。噗！他吐出荔枝核，一脸玩味地看着天上的女王。跪下！我说大妹子，你是不是睡太久，脑子睡糊涂了？搞清楚状况，这里是华夏，是我的地盘。你说什么？玛丽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妹子，想他堂堂血族亲王，曾经让整个欧洲皇室都颤抖的存在，竟然被一个卑微的人类叫大妹子，放肆，竟敢羞辱本王！玛丽怒了，一头银发无风自动，周身血气暴涨，10根指甲瞬间变长，化作锋利的血刃。本王要吸干你的血，把你的灵魂囚禁在血河里1万年。唰！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血色闪电，带着恐怖的杀意直扑苏阳，速度之快，甚至在空气中留下了残影，不知死活。苏阳摇了摇头，甚至都没起身。就在玛丽的利爪距离苏阳的喉咙只有1寸时，定！一直站在旁边的楚灵突然出手，他一步踏出，狮王领域瞬间展开，一股比吸血鬼更加霸道、更加沉重的力量直接锁定了这片空间。嗡！玛丽的身形猛地一顿，就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什么？玛丽大惊失色，拼命挣扎，却发现自己像是陷入了泥潭，动弹不得。僵尸王！他惊恐地看着那个面无表情的紫瞳女子，感受到了来自血脉深处的压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啪！一条红色的绫罗如鞭子般抽了过来，狠狠打在他的身上。啊！玛丽惨叫一声，直接被抽飞出去，重重摔在草地上，一身华丽的哥特长裙都被打裂了，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敢对主人动手？谁给你的胆子？苏倾城飘了过来，手里把玩着红绫，笑得一脸和善。刚出来就这么嚣张，看来得教你规矩啊！你们这群卑鄙的！玛丽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还想反抗，但下一秒，江映雪默默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根熟悉的沾着血迹的钢筋。她虽然看起来柔弱，但下手可是真的黑。咣！一闷棍敲在玛丽的后脑勺上。玛丽两眼一翻，只觉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这特么都是些什么怪物啊？为什么这个人类身边会有这么恐怖的保镖天团？行了，别打坏了，这可是古董。苏阳摆了摆手，示意三女停手。他站起身，
一步步走到玛丽面前。此时的吸血鬼女王发型乱了，裙子破了，脸上还带着灰，哪还有半点刚才的高贵模样？怎么样，清醒点了吗？苏阳蹲下身，伸出手挑起玛丽精致的下巴。你想干什么？玛丽咬着嘴唇，眼中虽然还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恐惧。士可杀不可辱，我是高贵的血族亲王。亲王？苏阳嗤笑一声，手指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停留在她那白皙修长的脖颈上。在我这儿没有亲王，只有女仆，给你2个选择。苏阳竖起2根手指，第一，签下主仆契约，以后给我端茶倒水，暖床叠被。第二，苏阳掌心雷光闪烁，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我把你这颗漂亮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选吧。感受着那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玛丽浑身一颤，她看着苏阳那双毫无感情的眼睛，知道这个男人绝不是在开玩笑。沉默了3秒钟，这位高傲的吸血鬼女王终于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眼角滑落一滴屈辱的泪水。我选第一。很好，苏阳满意的笑了，看来这养马也不是很难驯服嘛。系统消耗200积分，兑换主仆契约。定，兑换成功。一道金色符文凭空出现，直接印入了玛丽的眉心。嗡，随着契约生效，玛丽身体一震，原本猩红的双眼瞬间变得迷离起来。她缓缓跪在地上，对着苏阳恭敬地低下了头，声音虽然还有些颤抖，但已经带上了顺从。玛丽拜见主人，这就对了吗？苏阳拍了拍她的脸蛋，以后你就叫小丽吧。小丽。玛丽嘴角抽搐了一下，这名字也太土了吧。但看着旁边虎视眈眈的3位前辈，她只能忍着泪水，乖巧地应道：是，谢谢主人赐名。行了，起来吧。苏阳站起身，看着这一屋子的角色，僵尸、厉鬼、吸血鬼，好家伙，这下算是把中西方的神话生物都凑齐了。既然人齐了，那就给你们分配一下任务。苏阳大手一挥，倾城负责做饭，楚灵负责安保，映雪负责家务。至于小丽嘛，苏阳上下打量了一眼玛丽那身破破烂烂的女仆装。你会做什么？我会弹钢琴，会画画，还会。玛丽结结巴巴地说道。太文艺了，不实用。苏阳摇了摇头。这样吧，以后你就负责给明月当陪练。陪练？没错。苏阳坏笑一声，那丫头体质太弱，正好让你这只吸血鬼陪她练练胆子，顺便你也学学怎么伺候人。是。玛丽委屈巴巴地应下了。谁能想到，堂堂吸血鬼女王复活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陪练兼女仆，这日子没法过了呀！啊，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周明月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从客房里走了出来。经过一整夜灵气的滋养，他只觉得浑身轻盈，皮肤好得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连走路都带着风。老板早啊！咦，这位是？刚走到院子里，周明月就愣住了。只见在石桌旁，除了正在悠闲喝茶的苏阳，还站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外国美女。那美女有着一头罕见的银色长发，五官精致的像个瓷娃娃，身上穿着一件有些破烂的黑色哥特长裙，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只是这位美女此刻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委屈，她手里正拿着一块抹布，笨手笨脚地擦着石桌，一边擦还一边偷偷抹眼泪。老板，这位是新来的 cosplay 模特。周明月凑到苏阳身边，小声问道：这造型挺别致啊，战损风。什么模特？这是咱们家新招的女仆。苏阳放下茶杯，指了指玛丽。小丽，跟明月姐打个招呼。小丽。玛丽听到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但感受到旁边苏倾城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她只能强忍着屈辱，放下抹布，对着周明月行了个蹩脚的屈膝礼。明月姐好，我是小丽。哇，还是个歪果人。周明月眼睛一亮，兴奋地围着玛丽转了一圈。这皮肤真白，这腿真长，老板你从哪挖来的极品啊？说着，他忍不住伸手想去摸摸玛丽那一头银发。别碰我！玛丽下意识地呲起牙，露出了2颗尖锐的獠牙，血红的眼睛里凶光毕露。作为一个高贵的血族亲王，被苏阳欺负也就罢了，这个没有任何修为的普通人类女人竟然也敢对他动手动脚。妈呀，牙！他有尖牙！周明月吓得尖叫一声，直接跳到了苏阳身后，瑟瑟发抖。老板，他是妖怪，他是吸血鬼啊！苏阳反手就是一巴掌拍在玛丽的屁股上。凶什么凶？吓到客人了不知道吗？收回去！你！玛丽羞愤欲死，那张苍白的脸瞬间长得通红。这混蛋竟然当着外人的面打他那个部位，但主仆契约的约束力让他无法反抗苏阳的命令，只能委屈巴巴地收起獠牙，低着头站在一旁。对不起，主人，我错了。看着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吸血鬼，转眼间就被苏阳收拾得服服帖帖。周明月从苏阳身后探出脑袋，一脸崇拜。老板，你也太牛了吧，连吸血鬼都能驯服，基本操作。苏阳淡定地拿起一瓶快乐水，递到玛丽面前。来，给明月姐表演个才艺，把这瓶盖开了。开瓶盖。玛丽愣住了，怎么不想干？苏阳眉毛一挑，不，我干。玛丽含着泪接过可乐，在周明月震惊的目光中张开嘴，用那2颗高贵的獠牙轻轻一咬，呲，瓶盖应声而开。哇塞，好厉害，这一手绝了！周明月鼓掌欢呼，这比起瓶器还好用啊！玛丽，我想死，真的。作为血族亲王，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已经碎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了。行了，别在那儿自怨自艾了。苏阳接过可乐喝了一口，
拍了拍玛丽的肩膀，好好干，只要你表现好，偶尔也不是不能赏你2口血喝。真的。听到血这个字，玛丽的眼睛瞬间亮了，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虽然很屈辱，但那可是强者的血液啊，哪怕只是一滴，对他现在的恢复也有着巨大的好处。看心情吧。苏阳随口画了个大饼，然后转头看向周明月，明月，今天我就不出去了，你带着小丽去给咱们事务所采购点东西，主要是给她买几身衣服，这破破烂烂的像什么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员工呢。好嘞，老板放心，保证把小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周明月一听要去逛街，顿时来了精神，而且还是带着一只吸血鬼去逛街，这也太酷了吧！记住，别让他乱跑，也别让他乱咬人。苏阳叮嘱了一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贴在了玛丽的后背上。这道锁音符能掩盖你身上的气息，让你在阳光下也能自由活动。要是敢跑，苏阳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不敢，绝对不敢。玛丽连连摇头，开玩笑，那个紫眼睛的僵尸王还在旁边盯着呢，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跑啊。目送着周明月带着玛丽兴高采烈地出门，苏阳重新躺回了太师椅上，终于清静了。他闭上眼，正准备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叮铃铃，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苏阳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港岛。哼，来得挺快啊！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按下接听键。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是苏阳，苏小友吗？我是李半城。这声音虽然平淡，却透着一股长期身居高位的威严感。哦，是李大老板啊！苏阳语气慵懒，完全没有一点面对首富的紧张感。怎么，棺材准备好了？打算什么时候送过来？电话那头的呼吸明显粗重了几分。显然，这位纵横商界半个世纪的大佬也被苏阳这不按套路出牌的开场白给噎住了。年轻人，说话不要太冲。李半城压着火气，缓缓说道：黄大师和赵经理不懂事，冲撞了小友，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我是个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关于槐树胡同那块地，我想和小友再谈谈。没什么好谈的。苏阳直接打断了他。1个亿。李半城直接报出了一个数字。苏阳没说话，只是对着电话吹了声口哨。2个亿美金。苏阳依然沉默，只是拿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5个亿美金。李半城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这可是几10亿软妹币啊，买一块破地简直是疯了。但为了那20年的阳寿，他豁出去了。苏小友，做人要知足，这笔钱足够你几辈子荣华富贵了。李老板，你可能误会了。苏阳终于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我不缺钱，而且你那条命在我眼里连我这院子里的一棵草都不值。嘟嘟嘟。说完，苏阳直接挂断了电话。港岛半山豪宅内，啪！李半城狠狠将手中的紫砂壶摔得粉碎，那张满是老人般的脸上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狰狞。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既然软的不吃，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他转过头看向坐在阴影处的一个黑袍人，大师，动手吧，我要让他家破人亡。日落西山，当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槐树胡同的时候，院子的大门终于被推开了。老板，我们回来了。周明月提着大包小包，像是刚打完胜仗的将军，一脸兴奋地冲了进来。而在他身后跟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唯唯诺诺的吸血鬼女王玛丽。此时的玛丽已经完全变了样，那件破破烂烂的哥特长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时尚火辣的现代装扮，上身是一件白色的紧身露脐 T 恤，那傲人的上围将布料撑得满满当当，仿佛随时都会裂开。下身是一条超短的牛仔热裤，那一双本来就修长笔直的大白腿，在热裤的衬托下更是白得晃眼。最绝的是，周明月还给他配了一双过膝的黑色长筒袜，刚好勒在大腿肉最多的地方，勒出一道诱人的绝对领域。配上那一头银色的长发和那双略带委屈的红瞳，简直就是从2次元里走出来的顶级手办。咕嘟，苏阳放下手中的茶杯，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养马换上现代装，杀伤力果然翻倍啊！怎么样，老板，我的眼光不错吧？周明月把玛丽推到苏阳面前，一脸邀功地说道：小丽的身材简直绝了，标准的衣架子，我给她买了好多风格的衣服，有御姐风、运动风，还有……说着，他神秘兮兮地从包里掏出一套黑白相间的衣服，还有老板你最喜欢的女仆装。女仆装。玛丽看到那几块布料少得可怜的衣服，脸瞬间涨红了，下意识地往后缩。不，我不要穿这个，这也太不知羞耻了。那裙子短的估计连屁股都遮不住，胸口还开了个大洞，这哪里是衣服，分明就是几块布条。他可是高贵的血族亲王，怎么能穿这种取悦男人的东西？不想穿。苏阳眉毛一挑，原本慵懒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小丽啊，看来你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手指轻轻敲击着石桌，发出哒哒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是敲在玛丽的心上。在这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是说你想回宝石里继续睡觉？听到回宝石3个字，玛丽浑身一颤，那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无尽黑暗。我穿。她咬着嘴唇，眼眶里含着泪水，屈辱地接过了那套衣服。10分钟后，当玛丽磨磨蹭蹭地从客房走出来时，整个院子仿佛都安静了。那是一套经典的法式女仆装，
黑色的连衣短裙紧紧包裹着她丰满的身躯，白色的围裙系在腰间，显得腰肢盈盈一握。胸口的心形镂空设计，将那2团雪白挤压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裙摆下是一双裹着白色蕾丝吊带袜的美腿，脚上踩着一双圆头的黑色小皮鞋。为了配合造型，周明月还给她戴上了一个白色的蕾丝猫耳发箍。主人，玛丽双手死死拽着那短得过分的裙摆，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根本不敢抬头看苏阳，太羞耻了！她堂堂亲王，竟然变成了这种玩物。转个圈看看。苏阳靠在椅背上，像个挑剔的皇帝。玛丽咬着牙，僵硬地转了个身。随着她的动作，那短裙飞扬，露出了里面带着蕾丝花边的。不错。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招了招手，过来。玛丽挪着步子走到苏阳面前，蹲下。玛丽身子一僵，但还是屈辱地蹲在了苏阳腿边。那姿势让她胸前的风光更是暴露无遗。苏阳伸出手捏住她下巴上的软肉，看着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睛。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服，平时在家里就这么穿，听见了吗？听见了。玛丽的声音细若蚊蝇，大点声。听见了，主人。玛丽大声喊道，2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这就乖了。苏阳伸手帮她擦去眼泪，指腹轻轻摩挲着她那娇嫩的脸蛋。别觉得委屈，能给我当女仆，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你看那边的柳如烟，想穿这身还没实体穿呢。飘在远处的柳如烟，老板扎心了呀。好了，既然换了新衣服，那就干活吧。苏阳指了指桌上的茶具，给我倒茶。是。玛丽乖巧的起身，拿起茶壶，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吸血鬼女王，此刻像个小媳妇一样伺候着自己。苏阳心里那叫一个爽。明月，这次干得不错，回头给你发奖金。苏阳对着旁边一脸姨母笑的周明月竖了个大拇指，嘿嘿，谢谢老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周明月看着玛丽那副忍辱负重的样子，心里也是暗爽，让你早上吓我，现在知道谁才是老大了吗？夜色渐深，院子里的欢声笑语逐渐平息。苏阳吃了顿玛丽亲手喂的晚饭，便让众女各自去休息了。他依然坐在院子里，看似在闭目养神，实则神识已经扩散开来，笼罩了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起风了呀！苏阳缓缓睁开眼，看着头顶那轮被乌云遮住的弯月，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自从白天那个电话之后，他就感觉到有一股阴冷的气机锁定了这里。那个李半城果然没那么容易死心。沙沙沙沙，忽然一阵细微的摩擦声从院墙外传来，就像是有无数只虫子在爬行，空气中开始弥漫起一股淡淡的腥甜味，那是蛊毒的味道。南洋降头术。苏阳眉毛一挑，不仅没有丝毫慌张，反而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色。看来这里首富请来的人路子挺野啊，正好让我的新女仆练练手。苏阳心念一动，对着客房的方向传音道：小丽，别睡了，有客人来了，去迎接一下。要是放进来一只虫子，今晚你就别想喝血了。客房内正穿着女仆装，蜷缩在被子里生闷气的玛丽猛地睁开了血红的双眼，她的鼻翼耸动了一下，显然也闻到了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低贱的爬虫！玛丽眼中闪过一丝暴戾。她在苏阳面前是只温顺的小猫，但在外人面前，她可是嗜血的亲王，敢打扰主人的休息死！唰，一道黑影瞬间穿窗而出，直接跃上了屋顶。在皎洁的月光下，吸血鬼女王露出了一双锋利的獠牙，死死盯着院墙外那片涌动的黑暗。月黑风高，槐树胡同44号的屋顶上，玛丽静静地伫立在飞檐之上，夜风吹拂着她那头银色的长发。沙沙沙沙，院墙外的阴影中，令人头皮发麻的摩擦声越来越近。紧接着，无数只黑色的甲虫、蜈蚣、毒蝎，像是一层黑色的潮水，顺着墙根蔓延而上，试图翻越院墙，侵入这座宅院。而在虫巢之后，一个全身裹在黑袍里，手里拿着一根古杖的干瘦老者，正阴恻恻地盯着院子。哼，什么狗屁风水大师，连个门都不敢让进。这黑袍老者乃是南阳赫赫有名的降头师乃密，他受李半城重金聘请，专门来破这所谓的邪门风水。只要我这万古石星降一出，管你里面住的是人是鬼，都要化作一滩脓水。乃密眼中闪过一丝残忍，举起手中古杖，刚要催动虫巢发起总攻。就在这时，喂，那个玩虫子的老头！一个清冷而高傲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乃密一愣，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在屋顶的飞檐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银发少女。她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那双猩红的眸子里写满了嫌弃和厌恶。这哪来的小丫头片子？乃密愣住了。她在南阳混了几十年，见过养小鬼的，见过炼尸的，但还没见过这种派个小姑娘出来守夜的。这是看不起谁呢？你是谁？这宅子里的丫鬟。乃密冷笑一声，手中古杖一指，小娃娃长得倒是不错，正好抓回去给我做成人皮骨，去咬死他！嗡！随着他一声令下，密密麻麻的虫巢瞬间暴动，成千上万只毒虫像黑云一样朝着屋顶上的玛丽扑去。真恶心！面对这铺天盖地的虫巢，玛丽皱了皱眉，往后退了半步。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宽大风衣，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这可是主人刚发的战斗服，要是弄脏了，那个变态肯定又要打我屁股。想到苏阳那毫不留情的大巴掌，玛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那是比面对教廷圣水还要恐怖的心理阴影。既然这样，玛丽缓缓抬起右手，
5根纤细的手指瞬间变长，化作无柄锋利的血色骨刃。原本委屈巴巴的小女仆气质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属于血族亲王的恐怖杀意。那就让你们连灰都剩不下！血月莲华，唰！玛丽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无数道红色的血光在夜空中绽放，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血色莲花，绝美却又致命。滋滋滋，凄厉的虫鸣声响彻夜空。那漫天的虫巢在接触到血光的瞬间，就像是遇到了绞肉机，瞬间被切割成了无数碎片。腥臭的虫血还没来得及落地，就被玛丽身上散发出的血煞之气直接蒸发。短短3秒钟，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虫巢竟然被杀了个干干净净，连一只完整的虫腿都没剩下。是什么？下方的奶蜜看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是什么妖术？你不是人，你是……还没等他说完，一阵香风扑面来，玛丽轻盈地落在奶蜜面前。她优雅地拍了拍风衣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奶蜜。就这点本事，连给我当开胃菜都不够，你别过来！奶蜜感受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吓得连连后退，手中骨杖拼命挥舞。出来，我的骨王金蚕蛊！噗！他猛地喷出一口精血，一只足有拳头大小、通体金黄的蚕虫从骨杖中钻了出来，张开锋利的口气，带着一股腥甜的毒气，快如闪电地射向玛丽的面门。这金蚕蛊乃是万蛊之王，剧毒无比，就算是宗师强者被咬上一口，也会化为脓水。然而面对这笔杀意击，玛丽只是嫌弃地撇了撇嘴，脏死了！啪！她看都没看，反手就是一巴掌，就像是拍死一只苍蝇一样。那只威震南阳的金蚕蛊直接被拍成了肉泥，啪叽一声糊在了旁边的墙上。噗！本命蛊被杀，奶蜜如遭雷击，狂喷一口鲜血，整个人委顿在地。我的金蚕！他绝望地看着地上的那滩烂泥，心态彻底崩了。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徒手拍死金蚕蛊还不怕毒？好了，游戏结束。玛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仔细地擦了擦刚才拍虫子的那只手，仿佛沾上了什么极度肮脏的东西。主人还要睡觉，你可以闭嘴了。说完，他伸出一只手，像是提小鸡一样，一把抓住了奶蜜的脖子，直接将她提了起来。可放开我！奶蜜拼命挣扎，但在血族亲王的力量面前，她那点力气简直就是笑话。走吧，去见主人。玛丽提着奶蜜，脚尖一点，身形如燕，轻盈地翻过院墙，落在了院子里。院子中央，苏阳依然坐在太师椅上，似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主人，清理干净了。玛丽走到苏阳面前，随手将半死不活的奶蜜扔在地上，然后乖巧地垂手站立，一副等待夸奖的模样。速度还行。苏阳看了一眼毫发无伤，甚至连衣服都没脏的玛丽，满意地点了点头。不过下次记住了，拍虫子别用手，脏。是，主人。玛丽记住了。玛丽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次没有做错，不用挨打了。苏阳放下平板，目光落在了地上的奶蜜身上。南阳降头师李半城派来的。奶蜜此时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他艰难地抬起头，看着这个年轻的过分的男人，还有他身边那个恐怖的女仆，眼中满是恐惧。你既然知道是李先生，还敢反抗？苏阳接过了他的话，你是想说这个吗？苏阳笑了，他站起身，走到奶蜜面前，一脚踩在他的胸口。看来那个李半城还是没听懂我的话呀。既然这样，苏阳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来而不往非礼也。小丽在。主人，去给我找个快递盒子来。苏阳指了指地上的奶蜜，把它打包一下，连同刚才墙上那滩烂泥一起给李老板寄过去。记得要发顺丰加急，我要让李老板明天早上一起床就能收到这份大礼。是。玛丽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打包活人，这业务他熟啊。看着玛丽那不怀好意的笑容，地上的奶蜜吓得魂飞魄散。不要杀了我，直接杀了我吧。想死？苏阳冷笑一声，那太便宜你了，敢往我院子里放虫子，你就做好变成虫饲料的准备吧。看着玛丽拖着惨叫的奶蜜去了后院，苏阳重新坐回椅子上，看着天上的月亮，眼神深邃。李半城，既然你想玩大的，那我就陪你玩玩，希望你那把老骨头能经得起折腾。翌日清晨，港岛太平山顶，李家豪宅。作为港岛首富的府邸，这里的奢华程度令人啧舌。站在落地窗前，可以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美景尽收眼底。餐厅里，90岁高龄的李半城正坐在长桌的主位上，享用着他的养生早餐，一碗价值6位数的极品绝燕粥。虽然他满脸老人斑，手也有些微微发抖，但那双浑浊的老眼中依然透着一股商界枭雄的狠辣。老爷，奶蜜大师那边还没有消息吗？站在一旁的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道。急什么？李半城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粥，语气淡然。奶蜜大师可是南阳降头术的泰斗，他亲自出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这会儿估计已经肠穿肚烂，化成一滩血水了。也是。管家连忙附和，跟李家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哼，那是自然。李半城放下勺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等那小子一死，那块地就是无主之物，到时候再花点钱打点一下，那续命的风水阵就能动工了。只要能再活20年，这天下依旧是我李半城的。就在主仆二人畅想未来的时候，叮咚，门铃突然响了。紧接着，
一个菲佣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老爷，外面来了个送快递的，说是有一份来自江州的加急件，必须您亲自签收。”江州？李半成眉毛一挑，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看来是乃密大师得手了，这是把那小子的死讯或者什么信物送来了吧？快拿进来！很快，2个保镖便抬着一个1人多高的纸箱子走了进来，重重地放在地毯上，箱子上还贴着一张显眼的生鲜速递标签。生鲜？李半成有些疑惑，难道乃密大师还给他寄了什么江州土特产？打开，随着李半成一声令下，管家拿着裁纸刀划开了胶带，刚一打开盖子，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混合着血腥气瞬间冲了出来，弥漫了整个餐厅。哦，离得最近的管家直接吐了出来。这是什么味道？李半成捂着鼻子，皱眉往箱子里看去。这一看，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手里的佛珠啪嗒一声掉进了粥碗里。只见那个巨大的箱子里，竟是一个被五花大绑、浑身是血、已经不成人形的老头。他像是一只被拔了毛的火鸡，蜷缩在箱子里，嘴里还塞着一双那是谁的臭袜子。而在他旁边还贴心的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罐子里装的是一团已经被拍扁了的黄色肉泥。那是乃密大师引以为傲的金蚕骨啊！乃密大师！李半成吓得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声音都在颤抖。听到有人叫他，箱子里的乃密艰难地睁开了肿成一条缝的眼睛。他看到李半成，像是看到了救星，激动得呜呜直叫。管家强忍着恶心，把塞在他嘴里的臭袜子拔了出来。李老板，乃密声音嘶哑，带着无尽的恐惧。魔鬼，那是个魔鬼。他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话？李半成哆哆嗦嗦地问道。乃密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沾血的纸条，上面用狂草写着一行大字：货已收到，不太新鲜，已退货。令，棺材备好了吗？没备好的话，我可以再送你一口。苏阳看着这行字，李半成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噗！急火攻心之下，这位叱咤风云的港岛首富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老爷，快叫救护车！整个李家大宅瞬间乱成了一锅粥。与此同时，江州市槐树胡同44号与港岛那边的鸡飞狗跳不同，这里却是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苏阳正翘着二郎腿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个遥控器，指挥着他的新女仆干活。往左一点，对，那块玻璃没擦干净，动作轻点，那是古董花瓶，碎了把你卖的都赔不起。只见玛丽穿着那身羞耻的女仆装，手里拿着抹布，正踩在梯子上擦窗户。虽然她已经很努力的在干活了，但因为裙子实在太短，每一次抬手或者弯腰都要小心翼翼地按住裙摆，生怕走光。那腹委委屈屈却又不得不从的小模样，看得苏阳心情大好。老板，你在看什么呢？笑得这么猥琐。周明月举着自拍杆走了过来，正在直播。什么猥琐？这叫欣赏劳动人民的汗水。苏阳白了他一眼，看了一眼直播间。此时直播间里的人气已经爆炸了，无数网友都在围观这位银发洋妞女仆。卧槽，这颜值，这身段，这真是女仆，不是哪个明星来体验生活了。主播牛逼呀！上次是红衣女鬼，这次是洋妞女仆，这事务所还招人吗？我不要工资，倒贴钱都行。楼上的别做梦了，看那小姐姐的眼神，分明只听老板一个人的话，这真的是为了生活被迫营业吗？我怎么感觉她看老板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可，那是敬畏，懂不懂？苏阳对着镜头解释了一句，然后转头看向玛丽。小丽，下来歇会儿吧。是，主人。玛丽如蒙大赦，连忙从梯子上爬下来。她接过苏阳递过来的水，小口小口地喝着，那双血红的眼睛还时不时偷瞄一眼苏阳，生怕他又想出什么新花样来折腾自己。别这么看着我，我可是个好老板。苏阳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色的液体。喏，奖励你的。这是……玛丽闻到那股味道，眼睛瞬间亮了，那是充满了灵气的血液，虽然不是人血，而是某种灵兽的血，其实是苏阳用系统积分换的灵鸡血，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依然是大补之物。谢谢主人。玛丽一把抢过瓶子，也不顾什么亲王形象了，仰头就灌。看着他嘴角沾着血迹，一脸满足的样子，苏阳摇了摇头。这就是传说中的给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吧？驯兽吗？得慢慢来。叮咚！就在这时，苏阳的手机响了一声，是一条新闻推送：突发，港岛首富李半成突发疾病入院，李氏集团股价大跌。看着这条新闻，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快递签收了呀。不知道这份回礼，李老板还满意吗？老板，什么快递？周明月凑过来，好奇地问道。没什么，给一位老朋友送了点土特产。苏阳收起手机，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行了，别播了，准备干活。干活？又有单子了？周明月眼睛一亮。不。苏阳看着院子角落里那棵已经长到3米多高的罗汉松，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李半成既然倒下了，肯定会有不少牛鬼蛇神想要趁机跳出来，咱们得未雨绸缪，给这护山大阵再加点料。加料？加什么？加点能让这帮人有来无回的好东西。加料？老板，你要加什么猛料啊？周明月好奇地凑了过来，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当然是能让人欲仙欲死的好东西。苏阳神秘一笑，手掌一翻，掌心之中凭空多了几面赤红色的令旗，
以及一瓶散发着幽幽蓝光的液体。系统兑换9宫迷魂阵进阶版，兑换雷火液1瓶，定消耗积分800点，兑换成功。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苏阳手中的令旗突然无风自动，猎猎作响。原本温润如玉的护山大阵，在这些令旗出现的瞬间，竟然荡起了一层肉眼可见的涟漪。之前的聚灵阵只是为了养人养鬼，防御力虽然有，但攻击性不足。苏阳拿着令旗走到院子的东南角，既然有人想玩阴的，那我就给他们准备个惊喜。这9宫迷魂阵不仅能让人产生幻觉，陷入无尽的恐惧循环，更重要的是，苏阳拧开那瓶雷火液，小心翼翼地滴了一滴在令旗上，滋啦，一团蓝紫色的电火花瞬间炸开，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灼的味道。配合着雷火液，只要有人敢强闯，瞬间就会被雷火烧成灰烬，连魂魄都别想跑掉。这可是专门针对修法者的杀招。听到烧成灰烬4个字，站在旁边一直偷瞄的玛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她虽然是吸血鬼亲王，但这种东方的阵法，光是看着就让她感觉浑身不舒服，仿佛有一把火在烤着她的灵魂。那个主人，玛丽小心翼翼地开口，指了指地上插着的一面令旗，这旗子歪了，强迫症看着难受，我能不能把它扶正？刚才苏阳随手一扔，那令旗斜斜地插在土里，确实看着有点别扭。玛丽作为贵族出身，骨子里那点优雅的强迫症又犯了。别动！苏阳还没来得及阻止，玛丽的手已经伸了过去。哎呀，我就扶一下嘛，我是想帮主人干活。然而就在他的指尖触碰到令旗的一瞬间，嗡！原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令旗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红光，紧接着轰！一股炽热无比的烈焰凭空而起，瞬间化作一条火蛇，顺着玛丽的手臂就缠了上去。啊！玛丽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那不是普通的火，而是蕴含着至阳之力的阵法真火。对于吸血鬼这种阴暗生物来说，这简直比泼硫酸还要痛苦100倍。痛，好痛！主人救我！玛丽拼命甩手，但这火蛇却像是复古之居，根本甩不掉，甚至还在往她身上蔓延，眼看就要烧到她那身珍贵的女仆装了。让你手欠！苏阳没好气地骂了一句，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玛丽面前。金光咒阵，他单手掐诀，一指点在玛丽的眉心，嗡！一道金光瞬间笼罩住玛丽全身，将那条火蛇硬生生逼退，最后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呼呼！玛丽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那张精致的小脸惨白如纸，额头上全是冷汗。她那条白皙的手臂上此刻多了一道红肿的勒痕，还在冒着热气。呜呜！主人好痛！玛丽眼眶含泪，委屈巴巴地举着受伤的手臂给苏阳看，那模样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活该！苏阳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蹲下身握住了他的手腕，一股清凉的灵气顺着他的掌心渡了过去，迅速缓解了玛丽的灼烧感。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是杀阵，连鬼神都杀的，你一个吸血鬼也敢乱碰？我以为我是自己人吗？玛丽抽泣着，而且他真的歪了吗？歪了，那是为了顺应地势，这叫斜插柳，不懂别瞎搞。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他那副梨花带雨的样子，心里那点恶趣味又上来了。既然做错了事，那是不要受罚。受罚！玛丽身体一僵，下意识地捂住了屁股，眼神惊恐。主人，这里是院子，明月姐还在呢。苏阳转头看了一眼周明月，这丫头正瞪大了眼睛，一脸八卦地在旁边围观，手里还拿着手机。看什么看？手机收起来！苏阳瞪了他一眼。哦，知道了。周明月吐了吐舌头，乖乖把手机收了起来，但眼神还是忍不住往这边瞟，显然是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想什么呢？苏阳狠狠敲了一下玛丽的脑袋，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既然手受伤了，那就罚你。苏阳指了指那几面还没插完的令旗，用嘴叼着，按我说的位置，一面一面插好。要是再敢乱动，我就把你扔进阵眼里。当然了啊，用嘴！玛丽愣住了，看着那粗粗的旗杆，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这成何体统？他可是高贵的亲王，怎么不愿意？苏阳眼神一冷，愿意，奴婢愿意。玛丽哪敢说个不字，连忙跪在地上，张开红润的小嘴，小心翼翼地叼起一面令旗。那富贵趴在地上，叼着旗子，不知所措的样子，配合着那身女仆装，简直是杀伤力爆表。这还差不多。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悠哉地坐回椅子上指挥起来。左边点对。就在苏阳这边调教女仆、升级阵法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香港养和医院，这家全港最顶级的私家医院，此刻特护病房所在的楼层已经被黑衣保镖围得水泄不通，走廊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港媒记者，长枪短炮试图冲破防线。请问李半城先生是否已经苏醒？听说李家收到了恐吓信，是否与之前的收地风波有关？李氏集团股价暴跌20%，请问李大少有什么回应？顶层 VIP 病房内，李半城躺在宽大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脸色灰败，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窗外就是跑马地的景色，但他此刻却无心欣赏。在他床边站着几个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女，一个个神色慌张，正是李家的核心成员。爸，您可千万要挺住啊！那个苏阳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把您气成这样，我这就让人去江州弄死他！李家的大儿子李泽居咬牙切齿地说道，手里紧紧攥着拳头。闭嘴！
咳！李半成猛地睁开眼，一把扯掉氧气面罩，声音沙哑却带着狠厉：弄死他！连奶蜜大师都被他当成垃圾扔到太平山顶了，你去送死吗？想起那个箱子里的惨状，李半成就忍不住浑身发抖。太狠了，那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在自己的地盘上，他还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那怎么办？难道这口气就这么咽了？李泽钜不甘心地问道。现在全港都在看我们李家的笑话。咽？李半成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光芒。我李半成纵横商海一辈子，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既然玄学手段斗不过他，那就用俗世的手段。他挣扎着坐起来，虽然身体虚弱，但那股枭雄的气势依然让人胆寒。江州这块地我要定了，马上联系江州市的赵世守，告诉他我要在江州投资100亿，建一个亚洲最大的物流中心，唯一的条件就是征收槐树胡同那片老城区。我就不信他再厉害，还能跟国家机器对抗，还能挡得住几百台推土机。100亿，李家众人都惊呆了。为了一个苏阳，竟然要砸100亿，去办，现在就去！李半成吼道，眼神疯狂。只要能续命，别说100亿，就是1000亿我也给。苏阳，我看这次你怎么接招？日上三竿，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气氛有些旖旎。好酸。玛丽正跪坐在石凳上，两只手轻轻揉着有些发肿的腮帮子，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睛里还包着2包泪，看起来微曲极了。昨晚为了插好那几10面令旗，他可是用尽了浑身解数，哪怕他是吸血鬼亲王，嘴巴也受不了啊！怎么有意见？苏阳躺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杯刚榨好的灵血西瓜汁，悠哉地喝着。没意见。玛丽连忙摇头，生怕苏阳再想出什么新花样来折腾他。现在的他已经彻底被打服了，只要看到苏阳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腿肚子就转筋。没意见就好，这肌肉锻炼对你有好处。苏阳坏笑一声，正准备再调戏2句，轰隆隆，胡同口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紧接着一连串急促的刹车声响起。听这动静，起码来了10几辆车，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小轿车。老板，外面来了好多车，全是红旗和奥迪A6。周明月慌慌张张地从门口跑进来，手里还拿着直播用的手机，不过已经被他关掉了。还有警察封路了，说是市里的领导来了。是领导？苏阳眉毛一挑，看来李半成的动作挺快啊。既然来了，那就开门迎客吧。我想看看这帮人能唱出什么戏来。大门打开，只见胡同里已经站满了人，最前面的是几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中年男人，一个个气度不凡。特别是领头那个戴眼镜的，挺着个将军肚，一脸威严。在他旁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年轻人，正是李家派来的代表，李氏集团的高级副总裁王森。而两旁则是几10名荷枪实弹的特警，正警惕地盯着这座看似破败的宅院。你就是苏阳？领头的眼镜男上下打量了苏阳一眼，眉头微皱。这年轻人穿着大裤衩人字拖，一脸吊儿郎当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高人。我是。苏阳靠在门框上，手里还端着西瓜汁，吸溜了一口。你们是干嘛的？组团来旅游？放肆！眼镜男身后的秘书厉声喝道：这位是咱们江州市的赵世守，还不过来问好？赵世守？苏阳哦了一声，依然懒洋洋地靠着。没听说过，找我有事？秘书气结，刚要发作，却被赵世守拦住了。赵世守推了推眼镜，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苏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市里引进了一个100亿级的特大项目，要在这一片建设亚洲最大的智能物流中心，这可是关系到咱们江州几百万百姓民生的大事，也是市里的头号工程。说到这，赵世守指了指身后的王森，这位是投资方李氏集团的代表王总。经过我们的规划，你这所宅院正好处于物流中心的核心位置，为了大局，市里决定对这里进行征收，当然我们会给你最优厚的补偿。王森适时地走上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支票，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假笑。苏先生，我们李董很大方，这里是1000万。我知道你这房子以前是凶宅，根本不值钱，这1000万足够你买2栋别墅了。拿着钱签了字，咱们皆大欢喜，如何？苏阳瞥了一眼那张支票，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1000万？你们是在打发叫花子吗？苏阳，你别太贪得无厌。赵世守脸色一沉，官威十足。1000万已经是天价了，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你要知道，阻碍国家建设，当钉子户可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你不配合，我们有权启动强制征收程序，到时候你1分钱都拿不到，还得进去蹲几天。听到这话，苏阳笑了，他把手里的西瓜汁递给身后的玛丽，然后慢悠悠地走到赵世守面前。虽然他穿着人字拖，但那一瞬间爆发出的气势，竟然压得这位久居上位的世守有些喘不过气来。100亿投资，吓唬谁呢？苏阳伸出一根手指，别说是100亿，就是1000亿、1万亿，想买我这块地？苏阳凑到赵世守耳边，一字一顿地说道：连我这儿的一块砖，你们都买不起，你简直不可理喻！赵世守气得浑身发抖，脸长成了猪肝色。他在江州当家做主这么多年，谁见了他不是毕恭毕敬，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指着鼻子羞辱。好，很好。赵世守怒极反笑，大手一挥，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传我命令，明天早上8点，工程队进场，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这违章建筑给我推平了。违章建筑，苏阳嗤笑一声，行啊，我等着。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明天谁要是敢把爪子伸进我这院子……苏阳眼中寒芒一闪，身后的院子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温度骤降10几度，到时候缺胳膊少腿的，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我们走。赵氏手被那股阴风吹得打了个寒战，心里莫名有些发慌，但嘴上依然强硬，带着人怒气冲冲地走了。看着那群人离去的背影，玛丽有些担忧地拉了拉苏阳的衣角。主人他们毕竟是官府的人，要是真的开着推土机来，咱们能动手吗？玛丽毕竟是西方来的，对东方的官府有着本能的敬畏。推土机，苏阳转身看着身后那笼罩在淡淡灵雾中的宅院，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那也得他们能开得进来才行。咱们这9宫迷魂阵刚升级，正缺几个不开眼的来世示威力呢。传令下去，苏阳声音提高了几分，传遍了整个宅院。今晚都别睡了，把你们最吓人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明天早上，咱们给这位赵氏手好好演一出大戏。是，老板。院子里几10个鬼影齐声应道，声音凄厉，听得人头皮发麻。苏阳伸了个懒腰，看着天边那一抹残阳，百亿投资大项目，呵呵。明天过后，我看这江州还有谁敢接李半城的单子。翌日清晨8点整，原本宁静的槐树胡同，此刻已经被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彻底打破。10台重型挖掘机和推土机像是一排钢铁巨兽堵在了胡同口，巨大的铲都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寒光。赵氏手穿着一件黑色风衣，双手叉腰，站在一辆路虎指挥车旁，脸上写满了意气风发。在他身后跟着李氏集团的王森以及一大群戴着安全帽、手持棍棒的拆迁队员。赵氏手及时已到。王森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百达翡丽，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那小子到现在还没动静，看来是吓得不敢出来了。哼，敬酒不吃吃罚酒。赵氏手冷哼一声，大手一挥，对着扩音器喊道：里面的住户听着，最后一次警告，限你们3分钟内撤离，否则后果自负。声音在胡同里回荡，惊起几只乌鸦。然而那扇朱红色的大门依然紧闭，里面静悄悄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很好。赵氏手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既然要当钉子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全体都有，给我推，把这破院子给我夷为平地。轰隆隆，随着一声令下，10台挖掘机同时发动，黑烟滚滚，履带碾压着地面的青石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气势汹汹地朝44号院冲去。王森点燃一根雪茄，一脸戏谑地看着这一幕。苏阳啊，苏阳，跟我李家斗，这就是下场。眼看第1台挖掘机的铲斗就要砸在那扇朱红大门上，就在这时，嗡！44号院内突然升腾起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雾气，这雾气来得极快，而且极其诡异，仅仅几秒钟就将整座宅院，甚至连同胡同口的挖掘机大队全部笼罩在内。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暗了下来，四周温度骤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糊味。怎么回事？起雾了！赵氏手皱了皱眉，伸手挥了挥眼前的白雾，却发现能见度瞬间降到了不足1米。啊！前面有人！就在这时，打头的那辆挖掘机司机突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在他眼里，原本平坦的胡同路面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万丈深渊，而在深渊边缘站着一个身穿红衣、披头散发的女人，正对着他招手，露出2排森森白牙。来呀来呀，妈呀，鬼呀！司机吓得魂飞魄散，本能的猛打方向盘，想要掉头逃跑，但在外人看来，这辆挖掘机却是突然发了疯，原地一个大甩尾，砰！巨大的铲斗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在了旁边另一辆挖掘机的驾驶室上，轰隆，玻璃碎裂，火花四溅，那辆被砸的挖掘机司机当场被震晕了过去，车头直接瘪了一大块。老张，你疯了吗？后面的工头大骂道。可还没等他骂完，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10几台挖掘机就像是中了邪一样，开始在原地疯狂打转互殴，有的铲斗对着空气疯狂挖掘，仿佛那里埋着金山银山，有的则是对着旁边的围墙猛撞，一边撞还一边发出凄厉的惨叫。别过来，别咬我啊！好多蛇，火，好大的火，救命啊！我被烧着了，有鬼！我的方向盘变成骷髅头了。短短1分钟不到，原本气势汹汹的拆迁大队瞬间乱成了一锅粥，挖掘机撞在一起，黑烟滚滚，工人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雾气里乱窜，有的抱着头痛哭，有的在地上打滚，还有的竟然脱了裤子对着电线杆子磕头。这是怎么回事？赵氏手和王森站在外围，虽然没进阵，但看着这群魔乱舞的场面，也是吓得2腿发软。这就是9宫迷魂阵的威力。院子里，苏阳正端着一碗豆腐脑坐在墙头上，一边吃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下面的大戏。在他身边，玛丽正殷勤地给他包着茶叶蛋。主人，这阵法太厉害了，我看他们都快吓尿了，这才哪到哪。苏阳吸溜了一口豆腐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这只是开胃菜，让他们产生点幻觉而已，真正的硬菜还得咱们的员工亲自上。倾城、楚灵，带上你们的小弟下去陪这几位领导好好玩玩，记住别弄死了，吓个半死就行。遵命。
主人。苏倾城娇笑一声，化作一道红影飘了下去。楚灵也不甘示弱，紫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紧随其后。下方，赵氏守正拿着对讲机疯狂咆哮：“都停下！都给我停下！你们中了幻觉，都是假的！”突然，一只冰凉的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谁？赵氏手猛地回头，只见一张惨白的脸几乎贴在了他的鼻子上，那是长蛇鬼，眼角挂着2行血泪，嘴角却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市守大人，您是在找我吗？我这房子住了几10年了，您为什么要拆我的家呢？啊，鬼啊！赵氏手下的心脏差点骤停，一屁股坐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王总，救我！有鬼！他扭头去看王森，却发现这位李氏集团的高级副总裁此刻正被一个穿着清朝官服的僵尸提在手里，像是提着一只小鸡仔。你要干什么？我有钱，我有的是钱！王森吓得鼻涕眼泪一大把，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支票。钱！楚灵冷笑一声，露出2颗尖锐的獠牙。本宫不缺钱，本宫缺个刷马桶的太监。我看你细皮嫩肉的，正合适。说着，他张开嘴，做事就要咬下去。别咬，我不是太监，我有把的。王森崩溃了，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裤裆里瞬间湿了一大片。切，没用的东西！楚灵嫌弃的把他扔在地上。此时的胡同里已经是哀鸿遍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拆迁队员，现在一个个恨不得爹妈少生了2条腿，哭爹喊娘的往外跑。可那白雾就像是迷宫一样，无论他们怎么跑，最后都会回到原地，再次面对那些恐怖的鬼脸。苏大师，苏爷爷，我知道你在里面。赵氏守此时已经被吓得精神崩溃了，跪在地上，对着44号院的大门疯狂磕头。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拆了，我不拆了，求求你收了神通吧，这项目我不要了，我这就滚，这就滚啊！看着下面跪地求饶的赵氏守，苏阳吃完最后一口茶叶蛋，拍了拍手，从墙头上一跃而下。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悠哉悠哉地走到赵氏守面前。随着他的出现，周围白雾自动退散，那些恐怖的鬼影也瞬间消失无踪。阳光重新洒在胡同里，但满地的挖掘机残骸和晕倒的人群，却在提醒着所有人，刚才的一切都不是梦。赵氏守，刚才不是挺威风吗？苏阳一脸戏谑，怎么这才过了几分钟，就给我行这么大的礼？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苏爷，您是爷，您是我亲爷爷。赵氏守看着眼前这个笑眯眯的年轻人，就像是看着一尊魔神，浑身抖得像筛糠。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李半城那个老东西逼我的，滚吧！苏阳收起折扇，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把这些破铜烂铁都给我拖走，别堵着我家门口。还有，回去告诉那个王森，醒了以后给李半城带句话，想玩手段，下次让他亲自来，不然我就不仅是送快递那么简单了，或许我会亲自去港岛给他送终。随着赵氏守和拆迁大队的狼狈逃窜，槐树胡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是这宁静中透着一丝尴尬，因为在44号院的大门口还横七竖八的停着10台重型挖掘机和推土机。这些钢铁巨兽此时就像是被遗弃的锅，有的铲都插在墙里，有的铝带断了一半，还有的驾驶室玻璃全碎，看起来凄惨无比。老板，这些人跑得也太快了吧！周明月看着满地的狼藉，有些发愁的挠了挠头，连车都不要了，这堵着咱们家门口，进出也不方便啊，要不打电话叫拖车来拖走。拖车？苏阳围着一台崭新的卡特彼勒挖掘机转了一圈，眼睛却越来越亮。叫什么拖车？那不得花钱吗？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苏阳拍了拍挖掘机厚实的装甲，发出砰砰闷响。这一台怎么着也得180万吧，10台就是1000万。既然是他们自己不要了，那就是无主之物，那就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周明月瞪大了眼睛，老板，你想把这些都吞了？这可是违法的吧？违法？谁看见了？苏阳理直气壮地摊了摊手，我只看到一群人来我家闹事，然后扔下作案工具跑了，我这是帮忙清理垃圾，保护环境。说完，他转身对着院子里喊了一嗓子，小的们都出来干活了，来大生意了。呼，一阵阴风吹过，工头鬼带着他的几10个鬼兄弟兴奋地飘了出来。老板有什么吩咐？是不是要去追杀那帮孙子？杀什么杀？咱们是正经公司。苏阳指了指那些挖掘机，给你们半天时间，把这些大家伙给我拆了，零件归类，废铁打包，能卖的都给我卖了，咱们事务所的装修基金这不就有着落了吗？众鬼，周明月、玛丽，这老板简直是雁过拔毛，收走牛皮啊！连这种横财都发。不过老板发话了，谁敢不从？于是乎，槐树胡同里上演了极其诡异的一幕。大白天的，几10个半透明的鬼影围着那些挖掘机上下翻飞。嘿呦，这发动机真沉！老张，大把手，这液压泵是好东西，小心点别弄坏了。那个谁，别用牙咬轮胎，那是橡胶，不值钱。如果是普通人拆这些庞然大物，起码得用氧气切割机搞好几天。但这群鬼工友可不一样，他们有的力大无穷，徒手就能拧下几百斤的螺丝，有的身体虚化，直接钻进机器内部拆解核心部件，效率之高简直令人发指。仅仅过了2个小时，原本堵在门口的10台钢铁巨兽就已经变成了一堆堆整齐分类的零件和废铁。
苏阳甚至还贴心地联系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当废品站的老板开着卡车过来，看到这一地已经被拆解的比出厂零件还要细碎的废铁时，整个人都傻了。这是挖掘机？老板咽了口唾沫，兄弟，你们这拆解技术，蓝翔毕业的吧？少废话，开价！苏阳坐在一堆液压杆上，手里把玩着一个从驾驶室里翻出来的纯金摆件。这虽然是废铁，但成色都挺新。老板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一口价500万，成交！苏阳爽快的拍板，反正也是白捡的，500万也是钱啊！定，支付宝到账500万元。听着悦耳的到账提示音，苏阳心情大好，不仅没被。果然，赵世守原本茂密的地中海发型，此刻真的成了不毛之地，头皮上全是红肿的毛囊，看着都疼。哟，这不是赵大领导吗？苏阳嫌弃的把他踢开，掸了掸裤子。大晚上的不睡觉，跑我这来搞行为艺术？不是说我是违章建筑吗？不是要推平我吗？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赵世守疯狂磕头，额头都磕出血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苏大师，只要您能救我，别说是拆迁，以后这槐树胡同就是您的私人领地，谁敢动一草一木，我赵某人第一个不答应。看着吓破胆的赵世守，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就受不了了。9宫迷魂阵的后劲可比想象中还要大呀，想让我救你也行。苏阳重新坐回椅子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过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而且光是你一个人来求我，分量恐怕不够啊。那个李家的人呢？李家的人。听到苏阳的问话，跪在地上的赵氏手浑身一抖，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颤颤巍巍的抬起手，指了指胡同口那个用来堆放建筑垃圾的垃圾堆。王总他在那里面，在垃圾堆里。苏阳挑了挑眉，冲着旁边那个正在啃鸡腿的工头鬼使了个眼色。老张，去把他给我扒拉出来。好嘞，老板。工头鬼把鸡腿骨头一扔，化作一阵阴风飘了过去。没过2分钟，放开我，别吃我，我的肉是酸的，不好吃啊！伴随着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一个满身污秽、散发着恶臭的人影被工头鬼像拖死狗一样拖了过来。正是白天那个西装革履、不可一世的李氏集团副总裁王森。此时的他身上那是名贵的高定西装早就变成了布条装，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头发里还插着半截烂香蕉皮。最关键的是，他的裤裆处湿了一大片。站在旁边的周明月没忍住，捂着鼻子干呕了一声，嫌弃的往后退了好几步。这味儿，他是掉进粪坑了吗？苏阳也是皱了皱眉，从玛丽手里接过一块手帕，捂住口鼻。停，就在那儿，别过来了，真他妈熏人！王森被扔在地上，整个人还是猛的，他眼神涣散，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鬼有鬼，好多鬼。显然，昨晚楚灵给他的特殊照顾，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看来是吓傻了。苏阳摇了摇头，手指一点，滋啦！一道微弱的电弧从他指尖射出，精准地击中了王森的人中。嗷！王森浑身一抽，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整个人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眼神也终于恢复了一丝清明。当他看清眼前坐着的人是苏阳，以及周围那熟悉的院子时，瞳孔瞬间放大。苏阳，哟，醒了！苏阳翘着二郎腿，晃着手里的红酒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王总这一觉睡得可好，我家这垃圾堆是不是比5星级酒店的大床还要舒服？你！王森指着苏阳，手指都在哆嗦。他想放狠话，想说你死定了，可话到嘴边，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穿着清朝官服、张嘴就要咬他的女僵尸，顿时吓得把话咽了回去。看来王总是没睡醒，还想再回去睡会儿。苏阳说着就要招呼工头鬼，别，我醒了，我彻底醒了。王森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跟旁边的赵世守跪成了一排。这俩难兄难弟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绝望。太惨了，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商界精英，现在却像2条丧家之犬一样跪在一个年轻人面前。既然都醒了，那就谈谈赔偿的问题吧。苏阳放下酒杯，脸色一正。昨天你们带着那么多人，开着那么多车，又是噪音扰民，又是破坏环境，还严重惊吓到了我的员工。说到这，苏阳指了指旁边正瞪着大眼睛、一脸无辜的玛丽，你看把孩子吓得连杯子都拿不稳了。王森和赵氏手看着那个徒手能捏爆钢管的吸血鬼女仆，嘴角疯狂抽搐。这特么是被吓的，这分明是想把我们生吞了好吧？苏大师，您说个数，只要能放过我们，多少钱我都出。赵氏手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1秒钟都不想多待。还是赵领导痛快。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你是官面上的人，我也不讹你。槐树胡同这片地以后给我划成特殊保护区，不管什么项目都得绕着走。另外，把这胡同给我修缮一下，铺上最好的柏油路，装上最亮的路灯，能做到吗？能，太能了。赵氏手疯狂点头。回去我就开会，明天不，今晚就连夜施工。很好。苏阳转头看向王森，眼神瞬间冷了下来。至于你吗？你们李家大老远从港岛跑过来恶心我，光修个路可不行。白天你给的那张支票呢？王森一愣，连忙在破烂的西装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皱皱巴巴还沾着菜叶子的支票。在这1000万。苏阳看着那张支票，冷笑一声，打发叫花子呢？我这宅子虽然破，但里面的风水可是无价之宝，
昨天你们那一闹，惊扰了地气，这损失怎么算？王森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伸出5根手指，5千万！啪！苏阳直接把酒杯摔在地上，玻璃渣子飞溅。看来王总是没诚意啊！楚灵，送客！好！屋子里瞬间传来一声狮吼，紫色的湿气翻滚而出。别叫那位姑奶奶！王森吓尿了。1个亿，我出1个亿，这是我所有的私房钱了，真的没有了！王森哭喊着，从手腕上摘下1块百达翡丽，又从脖子上扯下1块玉佩，还有这表300万，这玉佩是大师开过光的，也要500万，全都给您，求您放我一条狗命吧！看着地上那堆东西，苏阳这才勉强点了点头。行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玛丽，收钱。玛丽嫌弃的捏着鼻子走过去，把那些东西捡了起来。不过光给钱还不行。苏阳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模式，对准了王森，来，给你们家主子李半城录个视频，就说你王森无能，把事办砸了，还赔了1个亿，让他有本事就别派这种虾兵蟹将来送人头，让他洗干净脖子，最好亲自把棺材板备好。开始。王森面对着镜头，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但在苏阳那杀人般的目光下，只能硬着头皮对着镜头哭诉道：董事长，我有罪，我无能。苏大师说了，让您备好棺材。咔！录完视频，苏阳满意的收起手机。行了，滚吧，以后再敢踏进槐树胡同半步，我就把你做成标本，挂在门口当风铃。是，谢谢苏大师，谢谢苏大师。王森和赵氏手如蒙大赦，互相搀扶着，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大门，连那辆停在外面的迈巴赫都没敢开，直接消失在了夜色中。看着2人狼狈的背影，周明月一脸崇拜的凑了过来：老板，你太帅了，几句话就赚了1个亿，这赚钱速度比印钞机还快啊！这算什么？苏阳把玩着手里那块价值不菲的玉佩，感受到里面那一丝微弱的灵气，随手扔给了玛丽。赏你了，这玩意儿能稍微压制一下你体内的血煞气。谢谢主人。玛丽如获至宝，喜滋滋的戴在了脖子上。苏阳站起身，看着港岛的方向，眼神深邃。这只是点利息，李半城既然想续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1个亿不过是开胃菜罢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餐。说完，苏阳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行了，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明月，今晚你和玛丽睡啊？为什么？周明月一脸失望。老板，你不带我那个双休了吗？休什么休？身体不要了。苏阳白了他一眼，其实是因为系统刚才又有了动静，他得回房好好研究一下。今晚我有正事。正事？周明月狐疑的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一脸羞涩的江映雪和高冷的苏倾城，该不会是老板你想换个口味吧？ PS 各位读者大佬们，动动亲爱的小手指，点点免费的广告和礼物，有人看就加更，每天万字更新起步，求支持。换口味。苏阳走到门口的脚步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满脸八卦的周明月，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小丫头片子，大人的事少打听，今晚我要闭关，谁也别来打扰我，尤其是你。说完，苏阳直接走进主卧，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还顺手贴了一张隔音符，留下一屋子女人面面相觑。闭关？周明月撇了撇嘴，小声嘀咕道：骗鬼呢，我看是躲在房间里数钱吧。房间内，苏阳确实是在数钱，不过数的不是钞票，而是系统积分。他盘腿坐在宽大的红木床上，心念一动，系统结算。之前面对李家的强拆大队，为了保持高人风范，他一直没空搭理系统的提示音，现在终于清静了，是时候看看这一波装逼哦不，这一波自卫反击战的收获了。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击退强敌，极大的提升了天师事务所的威望，任务立威已自动完成。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积分1000点，恭喜宿主获得宗门神兽蛋，随机1颗神兽蛋。苏阳眼睛一亮，积分破1000倒是意料之中，毕竟这次闹的动静不小，不仅收拾了赵氏手，还隔空打了李半城的脸。但这个神兽蛋可是好东西啊！事务所现在虽然有了聚灵阵，但还缺个镇宅的祥瑞。苏阳搓了搓手，一脸期待。系统，先把那个蛋给我拿出来看看。嗡！随着一阵空间波动，一颗足有篮球大小、通体金黄、表面布满玄奥纹路的巨蛋出现在床上。这蛋刚一出现，周围的灵气就疯狂地涌了过去，仿佛它是个无底洞一般。好家伙，胃口不小啊！苏阳伸手摸了摸蛋壳，触感温热，甚至能感觉到里面传来的强有力的心跳声，咚咚咚，每一声心跳都仿佛暗合天地律动，震得苏阳体内的金丹都跟着共鸣。系统，这玩意儿怎么孵化？该不会要我像老母鸡一样爬上去吧？定，宿主需每日以精血喂养，并注入纯阳之气进行温养孵化。滴血又滴血，苏阳吐槽了一句：我这点血迟早得被你们榨干。虽然嘴上抱怨，但他动作却不慢，咬破指尖，一滴精血落在金蛋上，滋滋，鲜血瞬间被吸收，蛋壳上的纹路亮起了一瞬，但很快又暗淡下去。紧接着，苏阳调动体内的金丹，一股精纯无比的九转纯阳之气顺着手掌灌入蛋内，足足灌输了半个小时，苏阳都感觉有些虚脱了。那金蛋却只是微微晃动了一下，便没了动静。定，当前孵化进度1%，预计孵化时间30天，视能量吸收情况而定。卧槽，1%！
苏阳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一脸无语。我半条命都快搭进去了，你才长这么点，看来这是个长期饭票啊。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颗沉甸甸的金蛋抱在怀里。行吧，既然是神兽，那就得有点排面。这1个月，我就把你当大爷供着。苏阳拍了拍蛋壳，以后要是孵出来的东西不够强，我就把你做成番茄炒蛋。金蛋似乎听懂了威胁，微微颤抖了一下，散发出一股讨好的暖意。算你识相。苏阳将被子一卷，抱着这颗巨大的金蛋沉沉睡去。还别说，这蛋自带恒温功能，抱着睡比暖手宝还舒服。翌日清晨，苏阳是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的。他迷迷糊糊地摸过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林冰，那个身材火爆、脾气更火爆的美女警花。喂，林长官。苏阳打了个哈欠，这一大早的，是想请我吃早餐，还是想查我的岗啊？苏阳，别贫了，出事了。电话那头，林冰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焦急，甚至带着一丝颤抖。怎么，天塌了？苏阳坐起身，比天塌了还严重。林冰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说道，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天使整形医院吗？记得啊，那老黄鼠狼不是被我扬了吗？医院是被查封了，但是那些之前去整过容的女孩，昨晚全都失踪了。失踪？苏阳皱了皱眉，不仅是失踪，林冰的声音带着一丝恐惧。我们调取了监控，发现他们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他们的脸全都变了，变得一模一样，就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几百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在大半夜同时走上街头，朝着同一个方向聚集。现在整个江州警局都乱套了，这是太邪门了，我们根本处理不了。苏阳，算我求你，快来帮帮我！听到这里，苏阳的睡意瞬间全无。几百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觉得掉 SAN 值啊！就在这时，苏阳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叮，触发紧急支线任务，千面鬼影。任务描述：几百名女子容貌突变，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请宿主前往调查，揭开真相，解除危机。任务奖励积分500点。任务奖励零田图纸1级乘1。零田图纸，苏阳眼神瞬间亮了。他正愁院子里空荡荡的，想种点灵草灵药没技术支持呢，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啊！苏阳，你在听吗？电话那头林冰见苏阳没反应，焦急地喊道：在听，在听。苏阳立马换上一副正气凛然的语气：几百个复制人，这事儿确实邪门，林大美女有难，我苏阳怎么能坐视不理？行，你在哪？我马上到。我在是刑警队，你快来，局长他们都在等你。挂断电话，苏阳将金蛋收回系统空间，让他在里面慢慢吸收灵气。这单子必须接啊！为了我的林田大爷。他快速穿好衣服，洗漱完毕，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周明月和玛丽正在打扫卫生。老板，这么早要去哪啊？早饭还没吃呢。周明月问道。不吃了，有个大单子。苏阳摆了摆手，看好家，别让陌生人进来。说完，破杰达发出一声轰鸣，载着苏阳朝着市局疾驰而去。江州市刑警大队会议室，此刻这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长条会议桌旁坐满了人，局长、副局长、各大队队长，江州警界的高层几乎全到了。只是此刻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目光时不时瞟向坐在主位左侧的一个年轻女子，眼神中带着几分敬畏，但更多的是焦急和一丝压抑的不满。女子一身特制的黑色作战服，肩章上绣着一个诡异的骷髅与利剑交错的图案，这是华夏灵异调查局的专属标志。她正是林冰。作为灵异调查局驻江州分部的负责人，虽然年纪轻，但级别比在座的市局局长还要高半级。林长官，终于，一个脾气火爆的刑警队长忍不住把手里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沉声道：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案情10万火急，每1分钟都有市民处于危险之中。您说的那个世外高人到底来不来？如果他不来，我们是不是还要一直等下去？我看不如直接调特警队强攻吧。是啊，林长官。旁边也有人附和道：咱们虽然是普通警察，处理不了这种脏东西，但也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一个民间术士身上吧。而且听说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帮老刑警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虽然这次的案子确实邪门，逼得他们不得不求助灵异调查局，但看到林冰只叫了一个外援，心里多少有些没底，甚至觉得有些荒唐。林冰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那种在生死边缘磨砺出的煞气瞬间让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强攻？林冰声音清冷：你们知道这次面对的是什么吗？调查局的1队和2队都去西南边境处理鬼王复苏事件了，现在整个江州除了他，没人能处理这种级别的诡异事件。如果你们想让手底下的兄弟去送死，我不拦着。众人面面相觑，被对得哑口无言。就在这时，吱嘎，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苏阳双手插兜，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哟，这什么阵仗？苏阳扫视了一圈，挥手散了散面前的烟味。开追悼会呢？怎么一个个脸拉得比驴还长？看到苏阳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在场的警局高层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就是所谓的高人？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苏阳，你终于来了！林冰看到苏阳，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迎了上去。今天的他穿着一身干练的警服，只是那张英气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焦虑，眼圈还有些发黑。别贫了，
快过来看看这个！林冰一把拉住苏阳，把他拽到了大屏幕前。这是昨晚凌晨2点在市区各个路口拍到的画面。苏阳抬头看去，画面有些昏暗，带着监控特有的噪点。只见空荡荡的街道上，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个身穿睡衣或者是夜店装束的年轻女人。她们并没有成群结队，而是分散在不同的街道。但诡异的是，她们的动作竟然出奇的一致，僵硬、机械，就像是被提着线的木偶。每一步迈出的距离，甚至手臂摆动的幅度，都分毫不差。这不算什么，你仔细看他们的脸。林冰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暂停键，并将画面放大。当那一张脸清晰地呈现在屏幕上时，饶是苏阳见多识广，也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那是一张标准的网红脸，欧式大双眼皮，高挺的有些假的鼻梁，尖的能戳死人的下巴，还有那充盈过度的苹果肌。如果是单个看，顶多觉得是整容过度，但现在屏幕上分割出的10几个监控窗口里，10几个不同的女人，竟然全都顶着这一张一模一样的脸，甚至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死板、空洞，嘴角微微上扬，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诡异弧度。卧槽！苏阳忍不住吐槽道：“这是复制粘贴吗？这整容医院的技术也太标准化了吧！这就是恐怖谷效应。”旁边的市局局长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虽然对苏阳的态度有些怀疑，但还是硬着头皮介绍情况。这还只是监控拍到的，据我们的巡警报告，昨晚至少有300多个这样的女人走上街头。巡警试图拦截，但他们根本不听指挥，力气大的吓人，甚至还咬伤了好几个兄弟。林长官刚才那个质疑的刑警队长看向林冰，指着苏阳，语气中带着几分不信任：“这就是您请来的大师，他能解决吗？”闭嘴！林冰瞪了他一眼，苏阳却摆了摆手，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个刑警队长：“这位警官，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像大师？那要不这样，我看你印堂发黑，眉宇间有煞气缠绕，昨晚是不是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一条无头蛇追着咬？你怎么知道？”刑警队长脸色大变，瞬间站了起来：“坐下，基本操作而已。”苏阳淡淡一笑，转头继续看向屏幕，留下目瞪口呆的众人。行了，说正事。苏阳眯了眯眼，这些女人最后去了哪？城北烂尾的老体育馆。林冰在电子地图上点了一下，一个红点亮起，那里已经荒废好几年了，平时连鬼影都没一个。但昨晚监控显示，他们全都进去了，到现在还没出来。苏阳看着那个红点，若有所思。嗡！就在这时，苏阳突然感觉到系统空间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异动，那是昨晚刚得到的那颗金蛋。原本安静躺在系统空间里的金蛋，此刻竟然疯狂地颤抖起来，一股强烈的、充满了渴望的情绪直接传递到了苏阳的脑海中。好饿，想吃。那感觉就像是一个饿了3天3夜的人，突然闻到了红烧肉的香味。苏阳心中一动，这神兽蛋需要吸收能量才能孵化，现在反应这么大，难道说那个老体育馆里藏着什么大补的东西，或者是这些复制人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能量？有点意思。苏阳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既能完成任务拿灵田图纸，又能给这颗吞金兽找点口粮，这简直是一举两得呀！林长官，既然调查局的精锐都在忙，那这个烂摊子我就勉为其难帮你接了吧。苏阳安抚了一下系统空间里躁动的金蛋，转身往外走。走吧，带路，救我们俩。林冰愣了一下，不需要带重武器吗？要不要我让市局这边配合，调特警队一起调特警？苏阳摇了摇头，几百个力大无穷的疯女人，特警去了也是送菜，搞不好还得被咬，而且人多了阳气太重，容易打草惊蛇。好，林冰点头，心里那股紧张感竟然莫名的消散了不少。这家伙虽然看起来不正经，但总能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局长，那我带他去了。林冰抓起车钥匙，快步跟了上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会议室里的一众高层终于松了一口气。局长，这能行吗？副局长还是有些担心。局长擦了擦汗，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不行也得行，连灵异调查局的林长官都对他这么信任，这小子绝对不简单。通知下去，所有警力在体育馆外围3公里处戒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剩下的就交给苏大师吧。城北老体育馆，这座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庞然大物，因为当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加上位置偏僻，早就成了一座被人遗忘的废墟。外墙斑驳陆离，爬满了枯黄的爬山虎，像是一层层干裂的死皮贴在建筑表面。林冰踩下刹车，警车在距离大门1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前面的路被封死了。林冰解开安全带，看着前方被铁链锁死的大门，眉头紧锁。作为灵异调查局的联络员，他虽然接触过不少诡异档案，但此时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尸臭味，还是让他本能地感到不适。而且这里的磁场很乱，我的通讯设备全失效了。林冰看了一眼毫无信号的手机，有些紧张地握住了腰间的配枪。这把枪里装的是局里特配的朱砂弹，是他唯一的依仗。苏阳，这地方感觉很不对劲。是不对劲，威尔太冲了。苏阳推门下车，走到生锈的铁门前，伸手轻轻在手腕粗的铁链上一弹，叮一声清脆的金属颤音，紧接着那坚固的铁链竟然像是酥脆的饼干一样寸寸崩裂，化作一地碎渣。林冰看得眼皮一跳，虽然已经见识过几次了，但每次看到苏阳出手
还是让他不禁倒吸凉气。走吧，林大美女，跟紧点。苏阳拍了拍手上的灰，迈步跨过路障，两人一前一后穿过昏暗潮湿的球员通道。通道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两人脚步的回声。那种压抑的氛围让林彬的手心全是汗，呼吸也不自觉地变得急促起来。他只是个负责联络和情报的文职，这种一线冲锋陷阵的活儿，平日里都是行动队负责的。就在他们即将走出通道，进入那场看台的一瞬间，嘻嘻，一声女人的轻笑突兀地在空旷的体育馆内响起。谁？林彬猛地举枪，枪口颤抖着指向前方。然而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一股凉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只见偌大的椭圆形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几百个穿着睡衣、吊带裙、护士服的女人，像是一排排标本一样整齐划一地坐在那里。他们全部面向球场中央，一动不动，甚至连眨眼的动作都没有。这到底是？林彬感觉自己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简直像是误入了某个变态狂的蜡像馆。啧啧，这脸削得有点狠啊，下巴都能当开瓶器了。苏阳的声音适时响起，打破了死寂。他双手插兜，像是来参观的游客一样，对着看台指指点点。那个鼻子也是，透光性不错，用的硅胶应该挺便宜。随着苏阳话音落下，唰，原本死死盯着中央的那几百个女人，脖子突然同时转动了90度，咔嚓咔嚓，骨骼摩擦的声音汇聚成一片，听得人牙酸。几百双死鱼一般的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站在通道口的苏阳和林彬。咯咯咯！紧接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从他们喉咙里挤了出来。林彬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躲到了苏阳身后。苏阳，他们看过来了，别怕，一群没灵魂的皮囊而已。苏阳淡淡一笑，目光越过看台，看向球场中央，那里搭建着一个鲜红色的巨大舞台，舞台上铺的不是红地毯，而是一张张拼接起来的人皮。在舞台正中央竖着一面足有3米高的青铜古镜，镜子前背对着他们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身影。既然客人都到了，何不转过身来见见？那个身影缓缓转过身，当看清那张脸时，林彬瞳孔微缩。是你？之前那个前台护士，那个当时看起来唯唯诺诺的小护士，此刻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血的手术刀，脸上带着极度病态的狂热。嘘，小护士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不要吵，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可是伟大的画皮娘娘降临的时刻。她眼神痴迷地抚摸着身后的青铜古镜，声音尖锐刺耳。只要仪式完成，这世上所有的丑陋都会消失，所有人都能变得一样美。美？苏阳撇了撇嘴，这审美水平，我看你是从阎王殿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吧？弄几百个蛇精脸摆这儿，吓唬谁呢？放肆！小护士脸色骤变，原本还算清秀的脸庞突然扭曲起来，皮肤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竟敢亵渎娘娘的审美！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姐妹们，招待客人！轰！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看台上的几百个女人猛地站了起来，她们动作僵硬地跨过座椅，如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着两人涌来。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压迫感让林彬的脸色瞬间苍白，他举起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却颤抖得不敢开枪。苏阳怎么办？他们都是活人啊！活人！苏阳看着那些眼中没有一丝生气的女人，眼神微冷，躲我后面去。苏阳伸出手将林彬护在身后，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看来得活动活动筋骨了。几百个复制人如同丧尸出笼，嘶吼着扑了过来。他们虽然没有武器，但那经过邪法强化的身体力大无穷，指甲更是变得如利刃般锋利。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林彬背靠着墙壁，握着枪的手已经被冷汗浸湿。吼！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女人已经扑到了跟前，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林彬脖子咬来。啊！林彬惊呼一声，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砰！一声闷响，林彬睁开眼，只见苏阳不知何时挡在了他面前，一只手轻描淡写地按住了那个女人的脑袋，将她硬生生地定在原地。这就是灵异局的精英。苏阳回头调侃了一句，胆子怎么比我还小？我是文职。文职！林彬脸一红，有些恼羞成怒地辩解道：行吧，文职小姐，看好了。苏阳手上微微用力，那女人便被一股柔劲震飞出去，撞倒了一片后面冲上来的人。太多了，根本打不完。林彬看着那黑压压的人潮，绝望地喊道：谁说我要一个个打了？苏阳深吸一口气，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他双手掐诀，体内金丹疯狂运转，一股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三界内外唯道独尊，体有金光，复印无身。轰！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一股耀眼至极的金光猛地从苏阳体内爆发出来，在这昏暗阴森的体育馆内，就像是一轮突然升起的烈日，光芒万丈，刺得人睁不开眼。啊！周围那些被煞气控制的女人一接触到这纯正的金光，就像是冰雪遇到了沸水，发出一声声凄厉惨叫，身上冒出阵阵黑烟，本能地向后退去。原本密不透风的人墙瞬间被这金光硬生生撑开了一个直径10米的真空地带。林彬站在苏阳身后，沐浴在这温暖的金光中，看着眼前那个高大的背影，整个人都看呆了。这就是他的实力吗？这种级别的金光咒
就算是局里那位常年闭关的供奉长老，恐怕也做不到吧。跟紧了！苏阳低喝一声，顶着金光罩，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的推土机，径直朝着球场中央的舞台冲去。沿途那些试图阻拦的女人，只要碰到金光，就被瞬间弹开。该死，该死！舞台上那个小护士看到苏阳竟然顶着几百人的围攻冲了过来，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无比。既然拦不住，那就变成娘娘的养分吧。他猛地将手中的手术刀插入自己的心口，噗呲，鲜血喷溅。但诡异的是，那些血并没有落地，而是像是受到了某种牵引，全部飞向了身后那面青铜古镜。嗡！古镜吸收了鲜血，镜面瞬间泛起一层血色涟漪。紧接着，镜子里伸出了无数双惨白的手臂，像是要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拖进去。画皮，千面纱！小护士嘶吼一声，她的身体开始迅速干瘪，仿佛被抽干了血肉。而那面镜子却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呼呼呼！周围那些原本还在围攻苏阳的几百个女人，突然齐齐停下了动作。下一秒，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她们的脸掉了，就像是面具脱落一样，那一层整容出来的完美脸皮，竟然自动从她们脸上剥离，化作一张张惨白的人皮面具，飞向了空中的那面镜子。几百张脸皮在空中飞舞，那场面简直比地狱还要恐怖哦！林冰哪怕是见过不少大场面，看到这漫天飞舞的人皮，也忍不住一阵反胃，想跑。苏阳看着那些飞向镜子的脸皮，眼中寒芒一闪，在我面前玩这种把戏，经过我同意了吗？他身形未停，脚踩七星步，瞬间冲上了那个铺满人皮的舞台。掌心雷破！苏阳举起右手，掌心之中雷光涌动，5条蓝紫色的电蛇疯狂缠绕，发出噼里啪啦的爆鸣声。轰！带着雷霆万钧之势，苏阳一掌狠狠拍在了那面青铜古镜上，咔嚓一声脆响，原本坚不可摧的古镜，在这刚至阳的雷法面前，瞬间布满了裂纹。啊！镜子里传出一声凄厉至极的尖叫，那不是人类的声音，更像是什么野兽濒死前的哀嚎。紧接着，砰！古镜炸裂，无数碎片飞溅而出，那些原本飞向镜子的几百张脸皮，瞬间失去了牵引，像是下雨一样，哗啦啦的落了下来，铺满了整个球场。与此同时，看台上那几百个没了脸皮的女人，身体一软，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齐刷刷的晕倒在座位上。呼！苏阳收回手，掌心雷光渐渐消散，他看了一眼脚下那些镜子碎片，又看了一眼已经变成干尸的小护士，眉头紧锁。这就结束了。林冰脸色惨白的走上舞台，看着苏阳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刚才那一幕简直刷新了他的世界观。结束。苏阳弯下腰，捡起一块镜子碎片，那碎片里并没有映照出苏阳的脸，而是一只正在缓缓睁开的血色眼睛。这只是个开始。苏阳捏碎手中的碎片，看着那只斜眼在指尖消散，声音低沉：真正的画皮娘娘根本不在这里，我们刚才砸碎的不过是人家放在这里收集脸皮的一个储物柜罢了。随着青铜古镜的碎裂，体育馆内那股令人窒息的尸臭味似乎淡了一些，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焦灼和血腥混合的味道。看着满地昏迷不醒的几百个女人，以及铺满了整个球场的人皮面具，哪怕是见惯了生死的刑警们冲进来时，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煞白。快叫救护车，把所有医院的救护车都叫来！局长拿着对讲机的手都在抖，这绝对是江州建市以来最恶劣、最诡异的特大案件。林冰此时已经缓过劲来，正在配合医护人员检查那些受害者的情况。苏阳，他们……林冰翻开一个昏迷女子的眼皮看了看，又检查了一下她的脸，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忍和惊恐。他们的脸虽然原本的皮肤还在，但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苏阳手里依然捏着那块封印着斜眼的镜子碎片，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子原本的五官还算清秀，但此刻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透明感，就像是长期不见天日的豆芽菜，甚至能清晰地看到皮下的血管。更可怕的是，她的五官似乎有些移位，就像是橡皮泥被人随意捏过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原状。奇怪就对了。苏阳冷哼一声，蹲下身，伸出一根手指按在女子的眉心，注入一丝微弱的灵气。那个所谓的画皮娘娘，可不仅仅是给他们贴了一张皮那么简单，这是一种古老的邪术，叫溶血素颜。她用那张完美的人皮面具作为模具，利用邪法强行改变受害者的骨骼和肌肉走向，让他们的脸长成面具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的精气神会被面具慢慢吸干，最后彻底沦为那面镜子的养分。如果再晚来一天，苏阳指了指那个已经变成干尸的小护士，他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那样。这哪里是整容，这分明就是夺舍。林冰听得后背发凉，看着这满地的受害者，咬牙切齿道：这个混蛋为了收集什么美，竟然害了这么多人。苏阳，这块碎片里的眼睛。林冰指着苏阳手中的碎片，那只血红色的眼睛还在缓缓转动，似乎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邪恶。这玩意儿是个路标。苏阳站起身，将碎片举到眼前，与那只血眼对视。系统扫描。他在心中默念。定，检测到特殊物品画皮血眼分身。物品介绍：画皮妖用来监控和收集能量的媒介，内部蕴含着本体的一丝神念。提示：跟随血眼的视线，可找到本体藏身之处。果然，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想躲
他手掌猛地用力，体内金光咒发动，一股至阳之气瞬间包裹住了碎片。滋滋滋，碎片里的血眼发出一阵无声的惨叫，随后猛地爆开，化作一缕极细的血色烟雾。这缕烟雾并没有消散，而是像一条有灵性的红蛇，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笔直地指向了东南方向。那是林冰顺着烟雾的方向看去，脸色微变。那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具体点？苏阳问道。林冰迅速拿出手机，调出电子地图，比对了一下方位。这个方向如果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的话，那里只有一座地标性建筑——金茂大厦。而且林冰似乎想起了什么，眉头皱得更紧了。金茂大厦的顶层是一家全江州最高端的私人女子会所，叫倾城绝色。听说那里的会员费1年就要100万，而且只接待名媛贵妇。倾城绝色，苏阳玩味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名字起的倒是挺霸气，就是不知道里面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走吧，林长官。苏阳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那缕还在空中指引方向的血焰，既然找到了老巢，那就趁热打铁。这只躲在下水道里的老鼠，也是时候见见光了。现在就去。林冰看了一眼周围乱糟糟的现场，不需要等支援吗？或者先把这些受害者安顿好，等你安顿好，黄花菜都凉了。苏阳摇了摇头，那东西既然是个分身，他这边一碎，本体肯定已经知道了。现在去，或许还能堵住他。要是晚了，他换张皮混进人海里，你上哪找去？听到这话，林冰神色一凛。确实，画皮妖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战斗力，而在于他的伪装能力。一旦让他跑了，那就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局长，这边交给你了。林冰当机立断，对着不远处忙得焦头烂额的局长喊了一声，把这些受害者全部隔离观察，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探视。说完，他一把拉开车门，对着苏阳甩了甩头，上车。警车再次轰鸣，拉响警笛，像一道红蓝色的闪电，朝着市中心疾驰而去。车上，苏阳坐在副驾驶，依然是一副懒散的模样，但眼神却始终盯着前方那缕只有他能看见的血焰。苏阳，那个画皮娘娘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林冰握着方向盘，忍不住问道。经过刚才那一战，他对这个神秘的敌人充满了忌惮。什么东西？苏阳轻笑一声，他不是人，也不是鬼，准确的说，他是一股执念。千百年来，女人对美貌的执念，对衰老的恐惧，汇聚在一起，在某些特定的阴煞之地，就会诞生这种怪物。他以皮囊为食，以虚荣为血，越是繁华的地方，越是充满欲望的地方，他就越强大。说到这，苏阳看向车窗外飞速倒退的高楼大厦，眼神幽深。这江州市中心既是萧金窟，也是他的狩猎场。那个倾城绝色会所，恐怕早就成了他的私人食堂了。林冰听得心里发毛。如果真如苏阳所说，那家只接待顶级名媛的会所里，现在的那些名媛，还有几个是活人？或者说，他们皮囊下的灵魂，还是原来的自己吗？到了。20分钟后，警车停在了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前。金茂大厦作为江州的地标，这里寸土寸金，出入的都是豪车名流。但此刻，在苏阳的天眼中，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厦顶层正笼罩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粉色妖气。那妖气如同活物一般，正在缓缓蠕动，像是一张巨大的嘴，在吞噬着整座城市的欲望。好重的妖气啊！苏阳推门下车，抬头看着顶层，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容。走吧，林长官，咱们去赴一场真正的鸿门宴。金茂大厦1楼大堂，作为江州的地标建筑，这里的奢华程度令人啧舌。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巨大的水晶吊灯从30米高的挑空顶棚垂落，每一处细节都透着金钱的味道。然而，当苏阳和林冰走到那部通往顶层倾城绝色会所的专用电梯前时，却被拦住了。拦路的是2名身高1.9米、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他们的肌肉把西装撑得鼓鼓囊囊，耳朵上挂着耳麦，脸上写着生人勿近4个大字。先生，请留步。其中一名保镖伸出一只手，面无表情地挡在了苏阳面前。这里是私人会所，实行会员邀请制，而且保镖上下打量了苏阳一眼，目光在他那身地摊货休闲装上停留了1秒，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会所规定，男士与宠物不得入内，哪怕是陪同女士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我们会所尊贵女会员的私密性。听到这话，林冰眉头一皱，刚想掏出警官证，警察办案，但他的手还没碰到口袋，就被苏阳按住了。办案？咱们是来消费的，别搞得那么严肃。苏阳笑眯眯地看着那个保镖，指了指头顶的摄像头。男士不让进。那如果我不是来消费的，是来送货的呢？送货？保镖愣了一下，送什么货？当然是送几位绝世美女给你们老板娘鉴赏鉴赏。苏阳打了个响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出来吧，小的们，别在里面闷坏了，出来透透气，顺便教教这2位大哥什么叫待客之道。嗡！随着苏阳的话音落下，他腰间挂着的一个黑色小布袋突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3股截然不同但同样令人心悸的气息瞬间在大堂内爆发。呼！一阵阴冷的红雾凭空涌现，在这金碧辉煌的大堂里显得格外刺眼。红雾散去，3个风格迥异却都美得惊心动魄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阳身后。左边一位身穿大红色的复古嫁衣，长发如瀑，肤白胜雪，眉宇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凄美与哀怨，
正是红衣厉鬼苏倾城。右边一位穿着一身清朝的官服，紫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妖异的光芒，那是僵尸公主楚灵。而站在中间的，则是一身黑白女仆装，有着精致混血面孔和一双血色瞳孔的吸血鬼亲王玛丽。主人，玛丽一出来就习惯性的蹭到了苏阳身边，完全无视了周围震惊的目光。憋死人家了，怎么才放人家出来吗？嘶！看到这突然出现的3个女人，2个保镖倒吸一口凉气，墨镜差点掉在地上。美，太美了！他们在倾城绝色刊大门见过的美女名媛不知凡几，甚至有很多当红明星，但眼前这3位，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都完全碾压了他们见过的所有女人。那种美，带着一种不属于凡尘的魔力，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想要沉沦。这也是送给老板娘的。保镖咽了口唾沫，眼神有些发直。怎么，这3位女士有资格进去了吗？苏阳双手抱胸，戏谑地问道。有资格。保镖下意识地让开了路，但随即反应过来，不对，他们可以进，但你还是不能。啪！他话还没说完，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抽在了他脸上。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穿着女仆装的玛丽。啰嗦！玛丽嫌弃地甩了甩手，主人想去哪就去啊，什么时候轮到你看门狗狂吠了？这一巴掌看似轻描淡写，却直接把那个1.9米的壮汉抽得原地转了3圈，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另一个保镖见状，刚要掏电棍，叮！一旁的楚灵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伸出一根青葱般的手指，隔空一点，那个保镖瞬间僵在原地，保持着掏电棍的姿势，像是一尊雕塑，连眼珠子都动不了了。走吧，主人。苏倾城微微欠身，红袖一挥，原本紧闭的电梯门叮的一声自动打开。这才叫服务态度吗？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电梯。林彬跟在后面，看着倒在地上的保镖和那一群非人类的美女军团，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这就是他的手下，红衣厉鬼、僵尸、吸血鬼。这家伙到底是开事务所的，还是开百鬼夜行图鉴的？叮！电梯门关上，开始急速上升。狭小的轿厢内，气氛有些诡异。3个女鬼围着苏阳，一个个争奇斗艳，那浓郁的阴气让身为普通人的林彬感觉像是掉进了冰窖里。苏阳，这就是你的计划？林彬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既然是女子会所，当然要带女伴来了。苏阳理所当然地说道。而且，你不觉得让他们去对付那个画皮娘娘更有意思吗？那个画皮要不是喜欢收集美女的脸皮吗？我倒要看看，面对这3位，他有没有那个胆子下刀。苏倾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的寒芒。画皮，哼，不过是些靠着偷窃别人皮囊苟活的下作东西。在本宫那个年代，这种妖怪只能在乱葬岗吃腐肉。楚灵也冷冷地补了一刀。叮！说话间，电梯到达了顶层，门缓缓打开，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香水味扑面而来。但这香水味之下，却掩盖着那股挥之不去的腐烂气息。入眼处是一片粉红色的世界，粉色的地毯，粉色的纱幔，粉色的灯光。大厅里10几个穿着旗袍、身材婀娜的美女服务员正端着托盘穿梭其中。看到电梯门打开，走出来一个男人，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一下。但当他们看到苏阳身后那3个气场全开的绝世美女时，那些服务员的眼神瞬间变了，不是惊艳，而是贪婪，就像是饿狼看到了鲜肉。欢迎光临倾城绝色。一个穿着大红色旗袍，看起来像是领班的女人扭着水蛇腰走了过来。她虽然在笑，但那双眼睛却死死盯着苏倾城那张完美的脸，舌头不自觉地舔了舔鲜红的嘴唇。几位小姐真是面生啊，是第一次来吗？这位先生，这里是女兵区。少废话！苏阳直接打断了他，目光穿过这层层叠叠的粉色迷雾，看向大厅深处那扇紧闭的鎏金大门。叫你们那个什么画皮娘娘出来。就说苏阳指了指身后的3位手下，有人来砸场子比美了，要是他觉得自己那张皮不够看，我可以免费帮他整整容。领班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随后一点点阴沉下来，原本娇媚的声音也变得尖锐刺耳。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来了，那就把皮留下吧。撕啦！随着他的话音，周围10几个旗袍美女突然齐齐撕开了身上的衣服。不仅仅是衣服，她们撕开的是自己的肚皮，一张张血盆大口竟然长在她们的肚子上，里面满是细密的尖牙，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腥风。姐妹们，开饭了！哦，林彬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肚皮长嘴的一幕，还是差点吐出来，真恶心。苏倾城眉头紧皱，眼中满是厌恶，这种丑陋的东西也配叫倾城绝色？姐妹们，干活了，让这群丑八怪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鬼。轰！大战一触即发。好！伴随着一阵令人作呕的腥风，10几个腹部张着血盆大口的旗袍怪物，如同一群饿疯了的野狗，扭曲着4肢朝着苏阳等人扑杀而来。他们肚子上的嘴巴里甚至还流淌着粘稠的黄绿色液体，那一张张原本美艳的脸上此刻只剩下了贪婪和疯狂，完全看不出半点人类的理智。真恶心！别弄脏了我的新裙子。玛丽第一个动了。作为高贵的吸血鬼亲王，她有着严重的洁癖和审美强迫症，眼前这些东西简直就是在挑战她的忍耐极限。唰！空气中只留下一道黑白交织的残影，下一秒，砰！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领班怪物甚至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脑袋就被人像拍西瓜一样狠狠拍碎，红白之物四溅，
玛丽的身影优雅地落在3米开外，手里还捏着一块沾血的头盖骨，一脸嫌弃地扔在地上。太弱了，连只鸡都不如。好，又有2只怪物趁机扑向了看起来动作最慢的楚灵，他们肚子上的大嘴猛地张开，想要一口咬住楚灵的大腿。放肆！楚灵紫色的眸子中闪过一丝暴戾，他是僵尸，铜皮铁骨，刀枪不入，这世上除了苏阳的雷法，还没什么东西能伤得了他。当！只听一声脆响，那怪物的利齿咬在楚灵的小腿上，不仅没咬破皮肤，反而崩碎了一地牙齿。就凭你们这几颗烂牙！楚灵冷笑一声，2只手分别抓住2只怪物的脑袋，给本公分！撕拉！让人头皮发麻的撕裂声响起，2只怪物竟然被楚灵硬生生从中间撕成了2半，黑色的血雨漫天洒落，却在靠近楚灵身体的1寸处被一股无形的湿气弹开。这就是僵尸的力量吗？躲在苏阳身后的林冰看得目瞪口呆，这种纯粹的暴力美学比任何枪械都要震撼人心。相比于玛丽的速度和楚灵的力量，苏倾城的出手则显得更加唯美且致命。他甚至都没有移动脚步，只是轻轻抬起那只惨白的手，红袖一挥，红绫锁去！咻咻咻！无数条鲜红如血的绫罗绸缎从他袖口飞出，像是拥有生命的毒蛇，瞬间缠绕住了剩下的7、8只怪物。那些怪物疯狂挣扎，用肚子上的嘴撕咬红绫，但那看似柔软的绸缎却坚韧无比，反而越收越紧。脚！苏倾城朱唇轻启，手指微微一勾，噗噗噗，一连串闷响。7、8只怪物像是被巨蟒绞杀的猎物，身体瞬间扭曲变形，骨骼尽碎，最后被硬生生地勒成了一堆烂肉。短短不到半分钟，刚才还气势汹汹的10几个恐怖怪物，此刻已经全部变成了地上的尸体。整个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浓重的血腥味在提醒着所有人刚才发生了什么。啪啪啪！苏阳站在电梯口，悠闲地鼓起了掌。精彩，太精彩了！看来以后拆迁队不用招人了，有你们3个就够了。主人谬赞了。苏倾城微微欠身，收回红绫，依旧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玛丽则是一脸求表扬地凑了过来：“主人，主人，我杀得最快，我要奖励！好好好，回头奖励你一瓶82年的血浆。”苏阳敷衍地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转头看向大厅深处那扇依旧紧闭的鎏金大门：“喂，里面的老妖婆，你的看门狗都死光了，还不打算出来见客吗？还是说你觉得自己长得太丑，没脸见人？”轰隆隆，似乎是被苏阳的话激怒了，整个顶层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周围那些粉红色的纱幔瞬间变成了血红色，墙壁上开始渗出粘稠的血液，原本奢华的大厅眨眼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磨盘。呵呵呵，一阵尖锐刺耳、充满怨毒的笑声从鎏金大门后转了出来。好俊俏的小哥，好厉害的帮手！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嘎吱，沉重的鎏金大门缓缓打开，一股比刚才浓郁100倍的妖气喷涌而出。在那大门之后，是一个由无数张人皮缝制而成的巨大巢穴，在巢穴正中央坐着一个身穿凤冠霞帔的女人，她背对着众人，正对着一面巨大镜子梳头。你看我。女人缓缓转过头，露出了一张没有五官的脸，那张脸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张血淋淋的大嘴，正咧到了耳根。美吗？美吗？画皮娘娘那张没有五官，只有一张裂开大嘴的脸上流淌着腥臭的粘液，她歪着头，似乎真的在等待一个赞美。那空洞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带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期待。苏阳看着那张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但他脸上却露出了一抹十分诚恳的微笑。美，太美了，美得像是一个刚剥了皮的茶叶蛋掉进了理发店的碎发堆里，又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真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别致的玩意儿。噗嗤，躲在后面的林冰没忍住，差点笑出声来。原本紧张恐惧的气氛瞬间被这一句话冲淡了不少。你找死！画皮娘娘那张大嘴瞬间张大到了极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被嘲讽了。作为依靠收集美貌和虚荣存活的妖魔，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质疑她的美。轰隆隆，随着她的暴怒，那个由无数人皮缝制而成的巨大巢穴突然活了过来，无数张惨白的人皮从地上、墙上剥离下来，在空中飞舞盘旋，最后汇聚成一条条惨白的长鞭，带着呼啸的风声，铺天盖地的朝众人抽打过来。小心，这些皮上有尸毒！苏倾城脸色微变，手中红绫瞬间化作一道红色的屏障，将众人护在身后。啪啪啪，人皮长鞭抽打在红绫上，发出沉闷的爆响。那看似柔软的人皮，此刻竟然坚硬如铁，每一次抽击都在红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黑痕，甚至冒出阵阵白烟。敢弄坏本宫的衣服，找死！楚灵暴喝一声，不再防守，整个人如同一枚紫色的炮弹，直接撞破了人皮边网，朝着画皮娘娘冲去。大威天龙不对，僵尸拜月！他双臂平举，10根漆黑的指甲暴长3寸，带着浓郁的湿气，狠狠插向画皮娘娘的胸口。咯，好完美的身体，好结实的皮肤。面对楚灵的攻击，画皮娘娘不仅不躲，反而伸出了那双同样没有皮肤，只有鲜红肌肉的手臂。噗呲，楚灵的利爪毫无阻碍地刺入了画皮娘娘的胸膛。然而，楚灵的脸色却变了，因为她感觉自己像是刺进了一团强力胶水里，那伤口处没有流血，反而分泌出无数细小的肉芽，
死死缠住了他的双手，正在疯狂吞噬他体内的尸气。你的皮我也要了。画皮娘娘狞笑一声，大嘴一张，竟然吐出一条猩红长蛇，像蟒蛇一样缠住了楚灵的脖子。滚开！就在这时，一道黑白残影闪过，玛丽瞬移到了画皮娘娘身后，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银质餐刀，对着画皮娘娘的脖子狠狠划下，搁喉里。撕拉！画皮娘娘的脑袋直接被切了下来，咕噜噜滚到了地上。赢了！林冰惊喜道。没那么简单。苏阳站在原地，眉头微皱，只见那个滚落在地上的脑袋竟然还在笑。嘻嘻嘻，没用的，我有1000张皮，就有1000条命。话音未落，画皮娘娘那无头的身体突然一阵蠕动，竟然从脖腔里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脑袋，而且这个脑袋竟然长着一张玛丽的脸，一模一样，无论是五官还是神态，甚至连玛丽那种高傲不屑的眼神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什么？玛丽愣住了，看着那个长着自己脸的怪物，一种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心头。怎么样，这张脸我喜欢。顶着玛丽脸的画皮娘娘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既然你把我的头切了，那我就用你的脸来赔吧。轰！画皮娘娘的气息突然暴涨，她身下的那个人皮巢穴彻底崩解，化作无数张人皮，像是一件件衣服一样，层层叠叠地披在了她的身上。眨眼间，一个足有3米多高，全身由无数张人皮缝合而成，长着几百只手脚的巨大怪物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怪物的每一寸皮肤上都印着一张痛苦扭曲的人脸，而在怪物最顶端的脑袋上正顶着玛丽那张绝美的脸庞。画皮真身，千面罗刹！怪物发出一声咆哮，几百只手臂同时挥舞，整个大厅瞬间变成了一个绞肉机。砰！楚灵直接被一只巨手拍飞，重重砸在墙上，把墙壁砸出了一个大坑。嗖！玛丽想要利用速度躲避，但那怪物的身上突然裂开无数张嘴，喷出粘稠的毒物，瞬间封锁了他的移动空间，将他逼得狼狈后退。就连苏倾城的红灵在面对这巨大的体型和力量差距时，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短短几分钟，原本占据上风的3位女王竟然被这个缝合怪物全面压制，这也太强了吧！林冰看着那个恐怖的巨人，握枪的手都在发抖。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灵异案件的范畴，简直就是灾难片里的 BOSS。不是他强，是他作弊。苏阳却依然淡定，目光死死盯着怪物胸口处的那面镜子。那面镜子虽然被无数人皮包裹着，但依然透出一丝丝诡异的红光。他把这栋大厦里所有女人的怨气和欲望都吸进了那面镜子里，作为他的能量源。只要镜子不碎，他就能无限重生，而且越打越强。那怎么办？那镜子被他护在最里面，根本打不到啊！林冰焦急道。打不到？苏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画着奇怪符文的符纸。谁说我要去打那面镜子了？既然他这么喜欢美，这么喜欢皮呢，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苏阳看了一眼旁边还在苦战的3位手下，喊道：倾城、楚灵、玛丽，都退下！听到主人的命令，3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抽身暴退，回到了苏阳身边。怎么，要逃跑了吗？顶着玛丽脸的怪物发出嘲讽的笑声，几百只手臂挥舞着，如同魔神降世。留下来吧，成为我的一部分吧。逃跑？苏阳摇了摇头，夹着符纸的手指微微一晃。我是怕一会伤着他们。你说你有1000张皮，有1000条命是吧？那如果我把你这身皮全都给烧了呢？苏阳眼神一冷，手中用400积分兑换的符纸猛地燃起一道金红色火焰。3昧真火符，去！轰！3昧真火符在触碰到千面罗刹的一瞬间，并没有像普通炸药那样产生剧烈的冲击波，相反，它像是滴入滚油的一滴冷水，瞬间引发了连锁反应。那金红色的火焰如有灵性一般，顺着千面罗刹那由无数人皮缝合而成的身体疯狂蔓延。啊！千面罗刹发出了比刚才700倍的惨叫，但这声音里不仅仅是痛苦，更多的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3昧真火乃是道家精气神炼化之火，专破一切虚妄与邪煞。对于画皮娘娘这种靠着怨气和虚荣堆砌起来的怪物来说，简直就是最致命的克星。只见那些原本惨白坚韧、刀枪不入的人皮，在火焰灼烧下，竟然开始滋滋冒油，发出令人作呕的焦臭味。一张张痛苦扭曲的人脸在火焰中浮现，随后化作青烟消散。那是被囚禁在皮囊中的怨魂，在烈火中得到了解脱。不，我的皮，我的美貌！顶着玛丽脸庞的脑袋疯狂嘶吼着，他试图用那几百只手臂去扑灭身上的火，但这火却像是复古之居，越扑越旺，甚至连他喷出的那些毒物，在接触到火焰的瞬间也被烧得干干净净。别挣扎了！苏阳站在远处，火光映照在他脸上，忽明忽暗。尘归尘，土归土，既然是借来的东西，迟早是要还的。你看，现在这样多干净！随着苏阳话音落下，千面罗刹庞大的身躯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塌。无数层人皮像是在烈日下暴晒的积雪，迅速消融瓦解。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那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恐怖巨人就已经被烧成了一堆灰烬，只剩下最核心的那面青铜古镜在烈火中苦苦支撑。咔嚓！终于失去了人皮供养的古镜也承受不住3昧真火的高温，表面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我不甘心啊！伴随着最后一声怨毒的诅咒，
古镜彻底炸裂，一股浓郁到极致的粉红色烟雾从破碎的镜子里飘了出来。这股烟雾并没有消散，而是在空中凝聚成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粉红色珠子，散发着诱人而危险的光芒。这是画皮娘娘千年修行的妖丹，也是这满城欲望的结晶。嗡！就在妖丹出现的瞬间，苏阳感觉到自己的系统空间里，那颗沉寂了许久的金蛋突然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动。想吃，给我！那种强烈的渴望，甚至让苏阳的脑海中都产生了一丝眩晕感。好，给你。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小祖宗还真是个挑食的主，普通厉鬼看不上，非得这种千年大妖的内丹才肯动弹。他手一挥，一道吸力发出，直接将那颗粉红色的妖丹抓在手里，然后迅速丢进了系统空间。下一秒，苏阳就感觉到空间里传来一阵似有似无的咀嚼声，紧接着一股暖流从空间里反馈回来，让他刚才因为画符消耗的灵力瞬间回满，甚至还精进了不少。定，神兽蛋吸收高阶，妖丹1枚，孵化进度提升至10%。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画皮娘娘，分身与本体歼灭，任务千面鬼影完成，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积分800点，恭喜宿主获得灵田图纸1级乘1，恭喜宿主获得特殊道具千幻面具。听着那一连串悦耳的提示音，苏阳嘴角的笑容怎么也压不住。这波血赚啊，不仅解决了麻烦，拿到了灵田图纸，神兽蛋也吃饱了，还爆了个装备。呼！随着画皮娘娘的死亡，周围的幻境也随之破碎，那些粉红色的沙幔、血肉墙壁统统消失，变回了原本那个金碧辉煌但空荡荡的会所大厅。这就结束了。林冰看着地上一堆黑灰，还有些不敢相信，刚才那个把苏倾城他们都压着打的怪物，就这么被一张符给烧没了，不然呢还要留着过年。苏阳拍了拍手，将3位手下收回养魂袋，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了，林长官，苏阳指了指地上的那堆灰烬，这善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了。还有体育馆那些昏迷的女人，妖缘已除，他们脸上的邪术应该也解了，不过可能会有点后遗症，比如脸皮松弛什么的。脸皮松弛？林冰嘴角抽搐了一下，那恐怕比杀了他们还难受，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了。苏阳耸了耸肩，命保住就不错了，做人不能太贪心。就在这时，林冰的对讲机突然响了，滋滋，林队，体育馆那边有情况，怎么了？是不是受害者醒了？林冰连忙问道。不是，对讲机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乱，是那些掉落在地上的人皮面具，刚才全都融化了，变成了一滩滩血水，而且我们在血水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好像是某种虫卵，而且那些虫卵一接触空气，不到几秒钟就全部枯萎死亡了。听到虫卵2个字，苏阳原本轻松的表情微微一凝。虫卵，画皮妖虽然邪门，但跟虫子可没什么关系，除非这个所谓的画皮娘娘并不是单纯的天地生养的妖物，而是被人为饲养出来的，有点意思。苏阳眯了眯眼，看着地上的那堆灰烬，若有所思。有人在用这种邪术收集美女的皮囊和怨气，甚至不惜养出一只千年大妖，这背后的人图谋不小啊。苏阳，这虫卵林冰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不是说明这背后还有幕后黑手？十有八九吧。苏阳随口说道，但语气中却并没有多少担忧。不过既然虫卵都死了，线索也就断了，管他是谁呢，敢把爪子伸到江州来，我就给他剁了。苏阳伸了个懒腰，打断了林冰的思绪。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现在送我回家啊？这么急？林冰愣了一下，不留下来帮忙分析一下案情吗？分析个屁！苏阳摆了摆手，大步走进电梯，脸上露出一抹期待的笑容。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更重要的事？林冰下意识地问道。当然是。苏阳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刚到手的灵田图纸，眼神发亮。回去种田啊？我那院子里空荡荡的，正好趁着这几天清闲，开垦几亩灵田，种点灵瓜灵果，到时候请你吃西瓜。林冰看着电梯门缓缓关上，林冰一脸无语，刚解决了一个惊天大案，不想着领功受奖，居然想着回去种西瓜，这大师果然脑回路清奇。吱嘎，破捷达在槐树胡同44号门口停下，真不打算让我进去坐坐？林冰降下车窗，看着正哼着小曲儿解安全带的苏阳，眼神有些复杂。今天发生的一切，让他对这个看似吊儿郎当的年轻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神秘、强大，而且脑回路清奇。改天吧，今天家里要大兴土木，灰尘大。苏阳摆了摆手，而且我这人种田的时候不喜欢被人围观，容易分心。行吧。林冰无语的翻了个白眼，那你小心点，要是那虫卵还有后续，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知道了。啰嗦。送走了林冰，苏阳转身推开朱红色的大门，刚一进院子就看到周明月正举着手机对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进行探灵直播。家人们，这就是传说中的100年老槐树，据说这树下埋过。哎呀，老板你回来了。看到苏阳，周明月眼睛一亮，连忙把镜头对准了他。快看，这就是我们事务所的苏大师，刚去处理完一件惊天大案回来。去，别拍我。苏阳挡开镜头，今天直播暂停，所有人包括鬼都给我回屋待着去。啊？为什么？周明月一脸不解，
现在人气正高呢，因为我要把这院子给翻新一下。苏阳看着眼前这虽然干净但略显荒凉的院落，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翻新？老板，你请装修队了？装修队？苏阳神秘一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灵田图纸。我用的可是神仙装修队。把周明月和几个鬼仆都赶进屋里，并严令禁止偷看后，苏阳站在院子中央，深吸了一口气。系统使用灵田图纸1级，目标位置前院及后院空地。定，确认使用。灵田开辟中。轰隆隆，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整个44号院仿佛发生了一场小型地震。但奇怪的是，这震动只局限在院墙之内，墙外连一只路过的野猫都没有惊动。只见地面上原本铺设的那些青石板，像是有了生命一样，自动向两侧分开，露出下面黑褐色的泥土。紧接着，一道肉眼可见的乳白色灵光从地底喷涌而出，如同甘霖一般洒落在泥土之上。滋滋滋，在灵光的滋润下，原本干硬贫瘠的泥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颜色变得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了如同黑玉般油润肥沃的领土。一股清新的泥土芬芳混合着淡淡的草木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院落。定，1级灵田开辟成功。当前面积1亩3分地，特性作物生长速度正100%，灵气含量正50%，病虫害免疫。好东西啊！苏阳蹲下身，抓起一把黑土，触感温润细腻，甚至能感受到里面蕴含的微弱生机。在这土里种东西，就是插根筷子，估计都能发芽的。有了，接下来就是种子了。苏阳拍了拍手，打开了系统商城。之前攒了2000多积分，除了买符只花掉800，加上刚才任务奖励的2000，他现在手头可是有3200多积分的巨款。系统，给我推荐点适合新手种植的灵种。定，推荐如下：1. 巨灵草种子，初级灵草，可吸纳天地灵气，改善周围环境，成熟期3天，售价100积分包。2. 猪果树苗，低阶灵果，果实甘甜多汁，常食可强身健体，美容养颜，成熟期15天，售价500积分珠。3. 灵精米种子，修仙界主食，蕴含纯净灵力，长期食用可洗精伐髓，成熟期7天，售价300积分包，美容养颜。看到猪果的介绍，苏阳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家里那几个女人的脸，这玩意儿要是种出来，估计能让他们抢破头吧。而且灵精米也不错，总吃外卖也不健康，是时候改善一下伙食了。系统，给我来2包巨灵草，1株猪果树苗，再来1包灵精米。定，扣除1000积分，购买成功。光芒一闪，苏阳手中多几个精致的小布袋和1株半米高的小树苗。开干！苏阳像是勤劳的老农一样，挽起袖子，开始在灵田里忙活起来。说是忙活，其实也就是挖个坑埋点土。在灵田特性的加持下，根本不需要像普通种地那样施肥浇水。当他把最后1粒灵精米种下，并用院子里的井水浇灌了一遍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呼，刚刚种下的巨灵草种子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土而出，嫩绿的芽尖在风中摇曳，散发着点点星光，将整个院子映照得如梦似幻。那株猪果树苗更是瞬间拔高了1尺，枝叶舒展，几朵淡粉色的小花苞竟然已经挂在了枝头。原本阴森森的凶宅，此刻竟然多了一丝仙家福地的韵味。呼，搞定！苏阳直起腰，看着眼前这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叫生活吗？吱嘎！就在这时，主屋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几个脑袋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老板，那个震动停了，我们能出来了吗？周明月还没看清院子里的景象，就先问了一句。出来吧，带你们看看震打下的江山。苏阳往躺椅上一瘫，悠哉悠哉地摇着扇子。几人走出屋子，下一秒，卧槽！周明月一声国粹脱口而出，手机都差点惊掉了。这是咱们家院子，原本光秃秃只有几根杂草的院子，此刻竟然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花园，空气中弥漫着让人通体舒泰的清香。深吸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好纯净的灵气！苏倾城飘了出来，美眸中满是震惊。作为厉鬼，他对灵气的感知最为敏锐，在这里修炼1天，恐怕抵得上在外面修炼1个月。主人，您这是把天庭的御花园搬下来了吗？楚灵也忍不住惊叹。他走到那株猪果树前，看着那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竟然感觉到体内的尸毒都被压制了几分。玛丽更是夸张，直接扑到了那片巨灵草地里打滚，舒服，太舒服了，感觉皮肤都在呼吸，这比什么顶级 SPA 都要爽啊！看着这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苏阳嘴角微扬，心中那股成就感油然而生。行了，别再那鬼叫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后勤基地。那个谁，玛丽，以后这几亩地的浇水施肥任务就交给你了，要是敢偷懒，我就把你挂在树上当风干腊肉啊！又是我！玛丽从草地里抬起头，一脸委屈。主人，我是亲王，不是花农啊，怎么有意见？苏阳眉毛一挑，没意见。玛丽立马认怂，能给主人种地是玛丽的荣幸，这还差不多。苏阳满意的闭上眼，享受着微风拂面。然而就在这岁月静好的时候，叮咚，门铃突然响了。这大晚上的，谁会来这？明月，去开门。苏阳懒得动弹，周明月跑过去打开大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快递服的小哥，
手里抱着一个长条形的黑色盒子。但这快递小哥的脸色惨白，眼神呆滞，就像是一个死人。请问是苏阳先生家吗？小哥的声音机械而僵硬。有您的加急快件。周明月看着那个黑盒子，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寒意。那盒子的形状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口微型的棺材。微型棺材。周明月被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躲到了苏阳身后。老板，这人好怪啊，而且身上好臭，像是1个月没洗澡了一样臭。苏阳摇着折扇走了过来，在那快递小哥面前3步远的地方停下。他没有急着接那个黑盒子，而是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脸色惨白的快递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仅是臭，还是尸臭。哥们，送个快递而已，不用把命都搭上吧。货物送达。快递员根本没有理会苏阳的调侃，那双浑浊的眼珠子机械地转动了一下，然后双臂僵硬地向前移送。那个黑色的长条盒子直直朝着苏阳怀里到来。苏阳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脚尖轻轻一点地面，身形向后飘退半米，啪嗒，黑盒子重重摔在地上。就在盒子落地的瞬间，那个快递员像是完成了最后使命的机器，身体猛地一颤。紧接着，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噗呲，他的皮肤开始迅速溃烂发黑，像是被高温融化的蜡像。无数只有米粒大小的黑色甲虫从他眼眶、鼻孔、耳朵里钻了出来。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一个大活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了一滩黑色的脓水和满地乱爬的尸虫。啊！虫子，好多虫子！周明月吓得尖叫一声，差点跳到苏阳背上去。那些尸虫似乎嗅到了活人的气息，立刻调转方向，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朝着最近的苏阳和周明月涌来。哼，在我的地盘上玩虫子！苏阳眼神一冷，单脚重重一跺地面。灵田镇压！嗡！刚刚开辟出来的灵田仿佛感应到了主人的意志，地面上的黑土微微蠕动，一股无形的灵压瞬间爆发。那些原本凶猛无比的尸虫，在这股纯净的灵气压制下，就像是遇到了天敌，发出一阵阵滋滋的惨叫声。随后，他们那黑色的甲壳开始冒烟，不到片刻就全部化作了黑色的飞灰，成为了灵田的肥料。这就没了。周明月从苏阳背后探出个脑袋，看着内衣的黑灰，心有余悸。这就是灵田的妙用。苏阳淡淡一笑，这种污秽的东西正好给我的花花草草当养料。处理完这些恶心的虫子，苏阳的目光这才落到了那个黑色的盒子上。盒子是用上好的阴沉木做的，上面雕刻着许多看不懂的扭曲符文，散发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阴冷气息。老板，这不会是炸弹吧？周明月担心道。炸弹？那倒好了。苏阳蹲下身，伸出手指在盒盖上轻轻一弹，咔嗒，盒子并没有锁，应声而开。呼！一股红色的毒雾瞬间从盒子里喷了出来。小心！苏倾城惊呼一声，就要冲过来护住，但苏阳却像是早有预料，早在毒雾喷出的瞬间就已经屏住呼吸，同时手中折扇猛地一扇，狂风大作，直接将毒雾吹散。而在毒雾散去后，盒子里的东西终于显露出了真容，里面铺着一层红色的绸缎，绸缎上趴着一只拳头大小、通体血红、背上长着一张鬼脸图案的大蜘蛛。这蜘蛛并没有死，反而在盒子打开的一瞬间，8条长满倒刺的腿猛地一缩，然后像一颗红色的炮弹直奔苏阳面门射来，速度之快，甚至在空中拉出了一道红色的残影。啊！周明月吓得捂住了眼睛。然而预想中的惨叫声并没有传来，只听啪的一声轻响。周明月透过指缝偷偷看去，只见苏阳正拿着一双不知道从哪变出来的长筷子，稳稳夹住了那只鬼脸蜘蛛的身体，任凭那蜘蛛怎么挣扎，怎么挥舞那带毒的獠牙，都无法挣脱那双筷子的束缚。哟，好大一只螃蟹哦！不，蜘蛛。苏阳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筷子上的猎物，鬼面血蛛，南洋10大毒虫之一，这玩意儿可是稀罕货呀。据说用它泡酒能壮阳补肾，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壮阳。旁边的玛丽和苏倾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无语。自家主人这关注点永远是那么清奇。嗡！就在这时，苏阳的系统空间里，那颗金蛋又开始震动了，而且这次比刚才吸收妖丹时还要急切。吃！我要吃这个脆鸡肉味！苏阳脑海中甚至自动翻译出了那颗蛋的意念。行，给你，真是个饿死鬼投胎。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趁着没人注意，手腕一翻，直接把那只价值连城的鬼面血蛛丢进了系统空间。咔嚓咔嚓，空间里再次传来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叮！神兽蛋吸收鬼面血蛛1只，孵化进度提升至15%。处理完这只见面礼，苏阳这才看向盒子底部，那里还压着一张红色的信纸，信纸的材质很特殊，摸起来滑腻腻的，像是人皮，上面的字迹也是用鲜血写成的，透着一股浓浓的怨毒之气。苏阳，坏我画皮大阵，毁我千年心血。这只鬼面蛛只是开胃菜。7月15，鬼门大开之时，本座必亲临江州，取你狗命，炼你神魂。落款：黑巫教鬼佬。黑巫教鬼佬。苏阳看着信上的内容，眉头微微一挑，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啊，好像是在哪本灵异杂谈上看到过。据说是一个活跃在东南亚一带的邪教组织，专门修炼各种阴毒的降头术和蛊术。那个画皮娘娘竟然是这个什么鬼佬养的，有意思。
苏阳掌心涌出一团火焰，将那张人皮信纸烧成灰烬。7月15吗？正好，到时候我的神兽也该孵出来了。希望这位鬼佬到时候能多带点这种好吃的虫子来，不然我怕我家饭桶吃不饱啊。苏阳拍了拍手，站起身，对着还在发呆的众人挥了挥手。行了，别愣着了，垃圾清理完了，接着奏乐，接着舞。玛丽，去给我倒杯茶，刚才吃那巧克力有点腻了。是，主人。院子里再次恢复了平静。而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某处深山古洞中，噗！一个盘坐在骷髅堆上的黑袍老妪突然猛地喷出一口黑血。我的鬼面猪，苏阳，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凄厉的咆哮声在山洞中回荡，惊起无数蝙蝠。夜深人静，槐树胡同44号再次恢复了宁静，只有那个新开辟的灵田里散发着淡淡荧光，像是一块镶嵌在黑夜里的翡翠。苏阳早已回房睡下，周明月也抱着手机在客房里呼呼大睡。然而，就在凌晨2点，阴气最重的时候，院墙外的角落里突然钻出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小脑袋，借着月光看去，竟然是几只体型硕大、皮毛金黄的黄鼠狼。领头的一只最为特别，眉毛竟然是白色的，头上还顶着一片不知道从哪头来的破树叶，看起来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滑稽感。吸溜，领头的老黄皮子趴在墙头上，对着院子里的灵田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极度陶醉的神色。好香，好纯净的灵气啊！爷爷，这就是传说中的巨灵草吗？旁边一只小黄皮子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吃了它，我是不是就能化形了？何止是化形，老黄皮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这可是上等的灵药，要是能偷几株回去献给老祖宗，咱们这一只在族里的地位绝对能起飞。可是这院子里好像有脏东西。另一只胆小的黄皮子缩了缩脖子，我闻到了一股很可怕的尸气，还有血腥味。怕什么？老黄皮子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富贵险中求，而且现在这个点里面的东西肯定都睡了，动作快点，偷完就跑，咱们可是会土遁的，谁能抓得住咱们？说完，老黄皮子把手一挥，小的们上，把那几株长得最好的给我拔了。滋滋滋，几只黄鼠狼瞬间化作几道黄影，顺着墙根溜了进去，直奔那片刚刚发芽的巨灵草。他们的动作极其灵活，落地无声，显然是惯犯了。眼看着那只老黄皮子的爪子就要碰到一株嫩绿的巨灵草幼苗，就在这时，哎呀，这大晚上的哪来的几只小老鼠呀？一道慵懒且带着几分戏谑的女声突然在他们头顶响起。老黄皮子浑身一僵，猛地抬头，只见在那株老槐树的树杈上正坐着一个身穿黑白女仆装的少女，她手里晃着一杯红酒，那双猩红色的眸子在夜色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正如猫戏老鼠般盯着他们。不好，被发现了，点子扎手，风紧扯呼！老黄皮子反应极快，怪叫一声，身子一矮就要往土里钻，这是他们皇家最拿手的绝活土遁术。然而砰，他引以为傲的脑袋刚撞到地面，就发出一声闷响，像是撞在了钢板上，瞬间鼓起了一个大包。哎呦，我的头！老黄皮子疼的眼泪都出来了，怎么回事？土怎么变硬了？蠢货！另一边，穿着清朝官服的楚灵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把铁锹。这地已经被我家主人炼化成了灵田，每一寸土都硬如金铁，就凭你们那几只破爪子也想钻？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主人说灵田还缺几只看家护院的狗，我看你们挺合适的。跑，快跑！老黄皮子吓得魂飞魄散，这哪是普通人家呀，这是进了妖魔窝了呀！他转身想翻墙，却发现红衣似火的苏倾城早已飘在墙头，手里的红绫如同一张天罗地网，将整个院子封得严严实实。3位姑奶奶饶命啊！老黄皮子也是个能屈能伸的主，眼看跑不掉，扑通一声就跪下了，2只前爪作揖，像人一样疯狂磕头。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只是路过呀，路过。这时主屋的房门打开，披着睡袍一脸起床气的苏阳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那把折扇，慢悠悠地走到这群黄皮子面前，一脚踩住了老黄皮子的尾巴。路过能路到我的菜地里来，还要拔我的苗？你是觉得我这院子里的化肥不够多，想把自己贡献出来当肥料是吧？不，大仙饶命，苏大师饶命！老黄皮子感受到苏阳身上那股令他窒息的纯阳之气，吓得尿都要出来了。我是城南土地庙旁边的黄二爷，我有修行的，我肉酸不好吃啊。黄二爷，民间5仙里的黄仙。苏阳挑了挑眉，蹲下身，用折扇挑起他的下巴。既然是修行有成的精怪，那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吧？来，交个买命钱，我这人很公道，一只黄皮子1万，哦不，1件法宝。你们这一共5只，那就是5件，少1件我就剥1张皮。我给！老黄皮子哪敢讨价还价，连忙从嘴里吐出一颗灰扑扑的珠子，又让小的们把自己藏在毛里的宝贝都掏了出来，1块100年的雷积木碎片，1颗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金牙，还有几株还没干透的野山蚕。就这，苏阳嫌弃的看着这一地破烂，除了这雷积木有点用，其他的都是垃圾。看来你们是很想变成围脖呀！别，大仙，我还有一个绝活！老黄皮子急中生智，大喊道：“我会催生术，我是木属性的妖灵，我可以帮您种地。这些巨灵草虽然长势好，但要成熟起码
还得3天。只要您放过我们，我愿意损耗10年修为，帮您今晚就催熟这一茬。哦，苏阳眼睛一亮，种地小能手，这感情好啊。他正好嫌这草长得慢，不够泡茶喝呢。行，这可是你说的。苏阳松开脚，拍了拍手。今晚天亮之前，要是这片地里的草没熟，明天的早餐就是黄鼠狼炖蘑菇。玛丽盯着他们，要是敢偷懒，直接放血。好嘞，主人。玛丽兴奋地舔了舔嘴唇，手里的餐刀转得飞起。于是乎，这一晚，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出现了极为励志的一幕。5只黄鼠狼撅着屁股，围着那几株巨灵草，身上冒着绿光，累得哼哧哼哧的输送腰力。旁边还站着一个吸血鬼监工，时不时挥舞一下手里的小皮鞭。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院子的时候，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胡同。苏阳推门而出，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入眼处，那片原本只有嫩芽的林田里，此刻已经长满了1尺多高、通体碧绿、叶片上还挂着露珠的成熟巨灵草。在那翠绿的叶片之间，隐隐有灵气流转，光是闻一口都让人神清气爽。而在田埂边，那5只黄鼠狼已经累瘫了，一个个吐着舌头，像是被掏空了身体，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不错，虽然长得丑了点，但这干活效率还是挺高的嘛。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走过去随手拔了一株巨灵草，定收获成熟的巨灵草乘1，品质优良，系统回收价10积分珠。回收？傻子才回收。苏阳撇了撇嘴，这玩意儿虽然是初级灵草，但在如今这个灵气枯竭的末法时代，那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玛丽，烧水。苏阳拿着一把巨灵草走进屋，今天咱们喝神仙茶。10分钟后，一壶碧绿澄澈、散发着袅袅灵雾的茶水被端上了石桌。周明月揉着眼睛刚走出来，就被这股香气勾住了魂。好香啊！老板，你在煮什么？茶。苏阳给自己倒了一杯，轻轻抿了一口，轰！一股温热的气流顺着喉咙直下，瞬间化作精纯的灵力散入4肢百骸。原本一丝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整个人精神抖擞，仿佛刚做了个全身按摩。这就是灵茶的滋味吗？苏阳眼睛微眯，这效果比红牛强了100倍不止啊！我也要喝。周明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闷下，哇，好烫，但是好舒服。周明月瞪大了眼睛，摸了摸自己的脸，老板，我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好了，刚才那颗痘痘都不见了。少见多怪，排毒养颜只是基本操作。就在2人品茶的时候，一辆加长版的黑色劳斯莱斯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胡同口。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唐装、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搀扶着一个脸色苍白、看起来病恹恹的年轻女孩走了下来。老者刚一下车，鼻子就动了动，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好浓郁的灵气，这是传说中灵药成熟的味道。他猛地看向44号院的大门，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看来传言非虚，这槐树胡同里真的住着一位隐士高人。婉儿，你有救了！咚咚咚，沉重且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谁啊？一大早的。周明月还没从那杯神仙茶的陶醉中缓过神来，不情不愿地放下杯子，跑去开门。大门打开，门口站着的正是那位身穿唐装的老者和那个病恹恹的年轻女孩。老者虽然看起来年过70，但腰杆笔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只是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焦急。而那个女孩虽然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但依然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紫，一张苍白的小脸上满是痛苦，却掩盖不住那精致绝伦的五官，活脱脱一个病弱版的林黛玉。请问这里是苏大师的府邸吗？老者看到开门的是个小姑娘，连忙收敛了气势，客气地问道：找我老板的？周明月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目光在那辆停在胡同口的劳斯莱斯上停留了1秒。乖乖，这车标是个小金人爱，看来又是大客户。老板来活了，有人找。周明月回头喊了一嗓子：进来说吧。院子里传来苏阳懒洋洋的声音。老者大喜，连忙搀扶着女孩走进了院子。刚一跨过门槛，2人就被院子里那浓郁的灵气给震撼了。尤其是那个女孩，原本因为寒冷而僵硬的身体，在这股充满生机的灵气包裹下，竟然稍微舒展了一些，苍白的脸上多了一丝血色。好舒服。女孩虚弱的开口，声音细若游丝：爷爷，这里的空气好像是热的，果然是高人居所，洞天福地啊！老者激动的胡子都在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2人走到石桌前，苏阳正翘着2郎腿，手里把玩着那个从黄皮子那敲诈来的雷击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坐，多谢大师。老者不敢托大，小心翼翼地扶着孙女坐下，然后双手抱拳，恭敬地行了一礼。在下京城柳家柳长风，这是舍孙女柳婉儿，冒昧登门是想求大师救命。京城柳家正在旁边偷听的周明月差点把手里的茶杯摔了，那可是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顶级豪门啊，据说家里有人在上面当大佬的。这种级别的大人物竟然跑到这个小胡同里来求医。苏阳却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个叫柳婉儿的女孩，漫不经心地问道：京城柳家名头不小啊，不过我这天师事务所也是刚挂牌不久，连个广告都没打，你们是怎么找上门来的？大师过谦了。柳长风苦笑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敬畏。您这还需要打广告？现在整个灵异圈的高层
谁不知道江州出了位在世阎罗苏大师？前些日子港岛李家在您这折戟沉沙，连南洋那位大名鼎鼎的降头师乃密都被您废了送回去。这事儿早在圈子里传疯了。紧接着又是昨天的画皮妖案，那是连灵异调查局都束手无策的特大诡异事件，结果被您单枪匹马给平了。据说连局里的林长官都对您推崇备至。说到这，柳长风看了一眼苏阳，眼中满是狂热。老夫虽然身在京城，但也有些人脉。得知这些消息后，便立刻动身赶来，只求大师能出手救婉儿一命。原来是林冰那丫头给我打的广告。苏阳摸了摸鼻子，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间名气已经这么大了，连京城的人都慕名而来。行吧，看在你消息这么灵通的份上，说说什么病？多谢大师。柳长风大喜，连忙说道：婉儿这孩子命苦，从出生起就带了一种怪病，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感觉浑身发冷，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我们看遍了国内外的名医，什么仪器都查了，都说他身体机能正常，可他的体温却常年低于常人5度，尤其是到了晚上，更是浑身结霜，痛不欲生。最近这段时间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甚至经常昏迷不醒。医生说他可能活不过20岁。说到这位叱咤风云的老人眼眶都红了。只要能救婉儿一命，柳家愿倾尽家财，哪怕是要我这条老命都行。苏阳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一根手指搭在了柳婉儿的手腕上。呲，指尖触碰的瞬间，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苏阳的手指传了过来。那感觉不像是在摸活人，倒像是在摸一块万年玄冰。苏阳眉头微微一挑，随即松开手，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怪病？谁跟你们说这是病的？这哪是病啊，这分明是个行走的中央空调啊！啊！柳长风和柳婉儿都愣住了。空调？这是什么神仙比喻？大师您别开玩笑了。柳婉儿苦笑一声，我真的很痛苦，我没开玩笑。苏阳收起笑容，正色道：你这体质在修仙界有个学名叫九阴绝脉，也就是俗称的极阴之体。这种体质的人天生就是个阴气聚能环，会源源不断的吸收天地间的阴煞之气。如果是放在古代，那是修炼阴寒功法的绝世天才。可惜你生在现代，又不懂修炼法门，那些阴气积攒在体内排不出去，自然就把你冻成冰棍了。听到修仙界极阴之体这些词，柳长风的眼睛瞬间亮了。果然找对人了。之前的医生只知道开药打针，只有眼前这位大师一眼就看出了病根。那还有救吗？柳长风颤抖着问道。就是能救，不过苏阳摸了摸下巴，眼神在柳婉身上转了一圈。这种体质可是个宝啊，要是治好了，以后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了，省电又环保。柳婉儿脸一红，虽然身体很冷，但心里却莫名有点羞恼。这人怎么这样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调侃人家？行了，不逗你了。苏阳拿起桌上的茶壶，倒了一杯刚才没喝完的巨灵草茶，推到柳婉儿面前，把它喝了。柳婉儿看着那杯碧绿色的液体，有些犹豫。喝吧，婉儿，大师不会害你的。柳长风催促道。柳婉儿点了点头，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轰！茶水入喉的瞬间，他只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在体内炸开。那股暖流霸道而温和，像是一轮小太阳，瞬间冲散了积压在他经脉中10几年的寒气。柳婉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呻吟。紧接着，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原本紫黑的嘴唇也变得鲜艳欲滴，甚至连身上裹着的羽绒服都穿不住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热好热！柳婉儿脱掉羽绒服，露出里面单薄的丝绸衬衫，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散发着惊人的青春活力。这是神迹啊！柳长风看着孙女红润的脸庞，激动的老泪纵横。10几年了，他从来没见过孙女这么健康的样子，仅仅是一杯茶就把那些名医束手无策的绝症给治好了。大师，神医啊！柳长风扑通一声又要跪。打住！苏阳手一抬，一股柔劲拖住了他。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这杯茶只能压制他体内的寒气3天，要想彻底根治，得把他体内的九阴绝脉疏通，甚至引导他踏入修行之路，学会自己控制这股力量。修行？柳长风愣了一下，随即狂喜。如果孙女能跟着这位高人修行，那岂不是因祸得福，一步登天？求大师收婉儿为徒。柳长风二话不说，直接把柳婉儿按在地上。婉儿，快给师傅磕头！等等等等！苏阳连忙摆手，我可没说要收徒，带徒弟多累啊，还得管吃管住管教导。苏阳撇了撇嘴，他自己都还是个半吊子，全靠系统外挂，哪有功夫带徒弟？不过嘛，苏阳话锋一转，眼神落在了柳长风那块唐装腰间挂着的玉佩上。那玉佩通体透亮，里面隐隐有一条血丝游动，虽然比不上系统的宝物，但也算是一块难得的血玉髓。要是刘老愿意付出点诚意，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每隔几天给他做一次热疗，帮他疏通经脉。诚意？当然有诚意。柳长风人老成精，顺着苏阳的目光看去，立马摘下腰间的玉佩，双手奉上。这块千年血玉髓是老夫早年偶然所得，据说能温养气血，就当是给大师的见面礼。另外，这里有一张不记名黑卡，里面有1个亿，算是婉儿的诊金。以后大师但凡有任何差遣，柳家上下万死不辞。看着那块血玉髓和黑卡，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这老头上道，比那个李半城强多了。行吧，
东西我收下了。苏阳接过玉佩，随手扔进系统空间，把人留下，你可以走了。啊！柳长风愣住了，把人留下？废话，疏通经脉是个细致活，得慢慢来。苏阳理直气壮地说道，而且他这体质太招鬼了，在外面容易出事，留在我这有我的阵法镇着，安全。怎么怕我对你孙女图谋不轨？苏阳指了指旁边正在擦窗户的玛丽，又指了指飘在空中的苏倾城。你觉得我有这几位在，还会缺美女吗？柳长风看了一眼那几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仆，老脸一红，连忙摆手，不敢，大师人品贵重，老夫幸得过，那婉儿就拜托大师了。说完，柳长风又叮嘱了刘婉儿几句，要听话，要勤快，然后一步三回头的走了，留下刘婉儿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苏阳和那一群非人类，有些手足无措。行了，别去找了。苏阳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既然留下来了，就不能吃白饭。正好玛丽忙着种地，缺个打下手的。你会做饭吗？刘婉儿啊，我是柳家大小姐，我只会吃。苏阳嫌弃的摇了摇头，那就从洗碗开始学起吧。那个谁，明月，带新人去领一下工作服。既然是极阴之体，那必须得穿的清凉一点，有利于散热。周明月，刘婉儿，这就是传说中的高人吗？怎么感觉像是进了贼窝啊？这就行了吗？10分钟后，主卧的房门打开，周明月领着焕然一新的刘婉儿走了出来。只见这位京城来的豪门千金，此刻身上那件厚重的羽绒服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薄如蝉翼的冰蓝色丝绸吊带裙。这裙子本来是周明月买来当睡衣的，穿在身材娇小的刘婉儿身上显得有些宽松，却恰到好处的露出了她那晶莹剔透的锁骨和白皙如玉的肩膀。因为羞涩，刘婉儿的双手紧紧抓着裙摆，整个人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白兔，脸红的快要滴出血来。老板，这会不会太少了一点？周明月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都快入秋了，真不会冻着吗？冻着。苏阳瞥了一眼刘婉儿额头上那细密的汗珠，你看她像是冷的样子吗？确实，喝了那一杯神仙茶后，刘婉儿体内的火力被彻底激发，现在的她就像个小火炉，这一身清凉的装扮不仅不冷，反而让她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爽。可是这也太……刘婉儿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异性面前穿得这么清凉，这是为了治病，医者父母心，懂不懂？苏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体内的寒气需要通过毛孔散发出来，穿多了就是把寒气捂在里面，那是嫌命长。行了，别扭捏了，既然换好工作服了，那就开工吧。苏阳指了指石桌上还没收拾的茶具和刚才吃剩下的早点盘子，先把这些洗了。啊，哦，刘婉儿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但想到爷爷临走前的叮嘱，还是乖乖的走了过去，笨手笨脚的收拾起盘子。哗啦，不出意外，不到10秒钟，一声脆响传来，一个精致的青花瓷茶杯在刘婉儿手里滑落，摔得粉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刘婉儿吓坏了，连忙蹲下身去捡碎片，结果手指一慌，又被锋利的瓷片划了一道口子，鲜红的血液瞬间涌了出来。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周明月连忙跑过去想帮忙。别动！苏阳突然厉喝一声，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刘婉儿面前。他没有去看刘婉儿的伤口，而是死死盯着那滴落在地上的鲜血。滋滋滋，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滴鲜血落在地砖缝隙的泥土上，并没有渗下去，而是像强酸一样发出刺耳的腐蚀声，并且冒出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周围的一圈嫩草在这寒气的侵蚀下瞬间枯萎结霜，变成了冰雕。周明月和刘婉儿都看呆了，这就是九阴绝脉的霸道之处。苏阳皱了皱眉，抓起刘婉儿的手指，直接含在了嘴里。刘婉儿身体猛地一颤，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他竟然……苏阳没有什么揖你的心思，他只是不想浪费这滴宝血，顺便帮他止血。一股极其阴寒带着浓郁血腥味的气流顺着舌尖进入体内，苏阳体内的纯阳金丹瞬间运转，将这股寒气吞噬炼化，味道不错，有点像薄荷味的冰镇西瓜汁。几秒钟后，苏阳松开刘婉儿的手指，伤口已经愈合了，连疤痕都没留下，下次小心点。苏阳看着一脸呆滞满脸通红的刘婉儿，严肃地说道，你的血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剧毒，对于那些脏东西来说却是致命的诱惑，不想引来百鬼夜行，就给我把这身皮肉护好了。是，我知道了。刘婉儿捂着手指，心跳快得像是要跳出嗓子眼。入夜，槐树胡同的气温骤降，虽然白天喝了灵茶，但九阴绝脉的爆发期还没过。一到晚上，刘婉儿体内的寒气就开始反扑。院子里，苏阳正蹲在灵田边查看着那株果树苗，长得倒是挺快，就是这果子怎么还是青的？苏阳有些不满意。按照系统的说明，这株果成熟需要大量的阳气，但同时也需要极寒之气来刺激，这就叫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冷，好冷！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牙齿打颤的声音。只见刘婉儿裹着一条薄毯子，缩在屋檐下的躺椅上，眉毛和头发上都结了一层白霜，小脸冻得煞白。哪怕是穿着单薄的丝绸裙子，此刻也挡不住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正好，工具人来了。苏阳眼睛一亮，走过去一把拉起刘婉儿，跟我来。去哪？屋里有暖气吗？刘婉儿哆哆嗦嗦地问道。去地里。
苏阳把他拉到那株朱果树苗前，把手伸出来，握住树干。啊！刘婉儿虽然不解，但还是乖乖伸出了颤抖的小手，握住了那只有拇指粗的小树苗，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犀利。苏阳单手掐诀，一指点在朱果树上，又一指点在刘婉儿的眉心，移花接木，转，嗡！灵田微微震动，刘婉儿只感觉体内那股让她痛不欲生的寒气，突然像是找到了宣泄口，疯狂地顺着手臂涌向那株小树苗。原本折磨她的寒冷，此刻竟然变成了一种释放的快感。而那株朱果树苗在吸收了这股极纯的阴寒之气后，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树皮变得更加晶莹，叶片上多了一层冰蓝色的纹路，那几颗青色的果实也开始慢慢变红，散发出诱人的异香。果然有用！苏阳大喜，这哪里是什么绝症病人，这分明就是最好的人形催熟剂啊！然而就在这时，呜呜，院墙外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无数黑影在胡同里晃动，一双双贪婪的绿色眼睛在黑暗中亮起，死死盯着院子里的刘婉儿。好香好香的阴气，吃了它我就能成鬼王。刘婉儿释放出的极阴之气，就像是在黑夜里点亮了一盏几千瓦的大灯泡，把方圆10里的孤魂野鬼全给招来了。啊！鬼，好多鬼！周明月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象，吓得尖叫起来。闭嘴，别吵！苏阳头都没回，依旧专注于引导寒气。一群闻着味儿来的苍蝇罢了。玛丽、倾城、楚灵，干活了！苏阳淡淡的吩咐道。别弄脏了我的院子，尽量抓活的。抓活的！玛丽的身影瞬间出现在墙头，手里拿着那把他最爱的餐刀。主人，抓活的干嘛？这些丑东西又不能吃。谁说不能吃？苏阳指了指脚下的灵田，这地刚开垦，正缺肥料呢，把它们都给我埋进土里当养料。得令。3位女王相视一笑，眼中闪过嗜血的光芒。下一秒，惨叫声、求饶声，还有重物落地的声音，在槐树胡同离此起彼伏。而刘婉儿握着树干，看着那个站在自己身旁，一脸淡定的指挥着鬼怪大杀四方的男人，心中那股寒意似乎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安，仿佛只要有他在，这世间的一切妖魔鬼怪都不过是肥料而已。放开我，快放开我！我是城南乱葬岗的鬼大爷，你们敢动我？妈呀，这是什么土？他在吃我的腿！救命啊！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此刻正如同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那些原本闻着阴气寻来的孤魂野鬼，此刻一个个悔的肠子都青了。他们原本以为是来吃自助餐的，结果刚一翻过墙头，就被几位比他们凶残100倍的女魔头给按在了地上。玛丽嫌弃的捏着一只青面鬼的脖子，像是提溜着一只垃圾袋，随手往灵田里一扔。进去吧，你长得这么丑，当肥料都嫌你寒碜。扑通，青面鬼刚一落地，那黑色的灵土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瞬间化作无数黑色的触须，缠住了他的四肢，硬生生地把他往地下拖。另一边，苏倾城的红绫如同包粽子一样，一次性卷了7、8个小鬼，优雅地往土里移送。楚灵则更加简单粗暴，一脚一个，跟踩地鼠似的，把那些试图从土里钻出来的鬼魂重新踩回去。而一直安静跟在苏阳身边的江映雪，虽然没有那么暴力的手段，但他周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气，所过之处，那些小鬼瞬间被冻成冰雕，然后被他轻轻一推，碎成冰渣落入田里。啧，这届鬼魂的质量不行啊！苏阳站在田埂上，看着这热闹的场面，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摇了摇头。虽然嘴上嫌弃，但他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花怒放。随着这几10只鬼魂肥料的注入，再加上刘婉儿源源不断输送的极阴之气，那株原本只有半米高的朱果树苗，此刻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咔嚓咔嚓，树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变得更加粗壮，树皮呈现出一种如红玉般的质感。原本青色的果实，此刻像是充了气一样迅速膨胀，颜色也从青绿转为淡红，再到深红，最后变成了晶莹剔透的血红色。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果香瞬间爆发出来，掩盖了院子里所有的阴气和血腥味。咕咚，握着树干的刘婉儿忍不住咽了口水，好香！那种香味就像是沙漠里的旅人闻到了甘泉，让他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渴望着咬上一口。成了！苏阳眼睛一亮，单手一挥，停！刘婉儿只感觉手上一轻，那股吸力瞬间消失，他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好在苏阳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腰。干得不错，看来你是个天生的种田好手。苏阳赞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看向树梢，只见那繁茂的枝叶间挂着9颗拳头大小、红彤彤、亮晶晶的朱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叮！恭喜宿主，朱果变异成熟。因吸收了大量鬼魂精魄与极阴之气，该朱果发生良性变异，名为阴阳血朱果，功效大幅度提升气血，滋阴补阳，美容养颜，且对鬼怪之体有极大的滋补作用。变异了！苏阳大喜，这可是意外之喜啊！他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在衣服上随便擦了擦，然后咔嚓一口咬下，汁水四溢，爽！苏阳感觉自己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体内的金丹滴溜溜直转，灵气瞬间暴涨了一大截。看到苏阳吃得这么香，周围的一圈人和鬼都馋哭了。周明月扒着窗户，口水流了一地。玛丽眼巴巴地盯着树上，2只尖牙都在发痒。
就连一向高冷的苏倾城，目光也忍不住在那些果子上流连。行了，都有份。苏阳心情大好，大手一挥，又摘下几颗。玛丽、倾城、楚灵还有映雪，你们几个刚才干活辛苦了，一人一颗。谢谢主人，主人万岁！玛丽欢呼一声，抢过果子就往嘴里塞。将映雪接过珠果，那张常年清冷如霜的俏脸上也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对着苏阳盈盈一幅多谢公子。他虽然话不多，但看向苏阳的眼神里却满是柔情。分完自家人的，苏阳又摘了一颗珠果，递到了刘婉面前，给，这是你的工钱，给我。刘婉受宠若惊，指着自己，可是我刚才什么都没做，就是站着，你可是头号功臣。苏阳把果子塞进他手里，这果子吸收了你的寒气，和你同源，正好能帮你调理身体，吃了它，未来半个月你应该都不会觉得冷了。真的吗？刘婉捧着那颗温热的珠果，眼眶微红，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下一秒他的眼睛猛地瞪大，那种困扰了他10几年的深入骨髓的寒意，在这一口果肉下咽的瞬间，竟然像是遇到了烈阳的残雪，迅速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轻松。不冷了，真的不冷了。刘婉激动得差点哭出来，他3两口把剩下的果子吃完，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连苍白的脸蛋都变得粉扑扑的，娇艳欲滴。多谢老板。这一刻他看着苏阳的眼神里，除了感激，还多了一丝异样的光彩。这个看起来坏坏的喜欢捉弄人的男人，竟然真的治好了他的绝症。不用谢，记得以后勤快点就行。苏阳摆了摆手，把剩下的一颗扔给了扒在窗户上的周明月，接着别说老板亏待你。哇，谢谢老板，老板大气。周明月如获至宝。就在这时，嗡，苏阳的系统空间里，那颗贪吃的金蛋又开始震动了，而且这次震动的格外剧烈，甚至带着一丝委屈。我呢？我的呢？你们都吃独食，宝宝稀里苦。苏阳他看了一眼树上一共9颗果子，分了6颗，自己吃了1颗，还剩2颗。行，你是祖宗。苏阳无奈，只能又摘了1颗，丢进了系统空间。咔嚓咔嚓，空间里传来嚼果子的声音，紧接着那金蛋似乎满意了，打了个饱嗝，不仅不震动了，反而反馈给苏阳一股更加精纯的灵力。叮，神兽蛋吸收阴阳血珠果1颗，孵化进度提升至20%，这进度条总算是动了。苏阳看着树上仅剩的1颗珠果，叹了口气，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看来还得多种点地，不然这一大家子加上个吞金兽，迟早把我吃穷了。夜色渐深，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鬼大战，但此刻却弥漫着一种诡异而温馨的气氛。而在几公里外的江州市中心医院特护病房内，刚刚做完接骨手术的王森正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突然，病房的窗户被一阵阴风吹开，一个黑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飘了进来，停在了他的床头。谁？王森吓了一跳，想要按呼叫铃，但一只冰冷枯瘦的手却先一步按住了他的喉咙。嘘！黑影里传出一个沙哑难听的声音，像是指甲划过玻璃。想报仇吗？想让那个苏阳生不如死吗？江州市中心医院特护病房，窗外的月光被乌云遮蔽，病房内只有那个黑影散发出的阴冷气息。王森躺在床上，喉咙被那只枯瘦的手死死掐住，窒息感让他翻起了白眼。但他听到了那句想报仇吗？原本恐惧的眼神中瞬间爆发出了一股疯狂的怨毒。想可我想。王森拼尽全力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如果不是苏阳，他现在还是高高在上的李氏集团副总裁，是人人巴结的王总。可现在他成了全江州的笑柄，被吓尿裤子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连李家都把他当成了弃子。他恨不得食其肉请其皮。结，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充满怨恨的眼神。黑影松开了手，发出一阵夜宵般的怪笑。他缓缓从阴影中走出，露出了一张满是刺青却只有半张脸皮的恐怖面容。我是鬼老座下的黑使。苏阳毁了姥姥的画皮大阵，杀了姥姥的本命骨，这个仇不共戴天。但姥姥正在闭关修炼神功，暂时无法亲临江州，所以我们需要一条听话的狗替我们在江州搞点事情。黑使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贴着黄色符纸的陶罐，递到了王森面前。这里面是姥姥炼制的大力鬼王骨，吃下去你会获得超越凡人的力量，哪怕是那小子的道术也奈何不了你，但代价是你会变得半人半鬼，每晚都要遭受万重噬心之痛。怎么样，敢吃吗？王森看着那个散发着恶臭的陶罐，里面隐约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他犹豫了1秒，但下一秒，苏阳那张戏谑的脸浮现在他脑海中。只要能杀了他，王森一把抢过陶罐，眼神疯狂。别说是半人半鬼，就算是下18层地狱，我也认了。咔嚓，他直接砸碎陶罐，抓起里面那团黑乎乎还在蠕动的肉球，一口吞了下去。啊呀！凄厉的惨叫声响彻病房，王森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全身的血管暴起，皮肤变成青紫色，一根根黑色的骨刺从他的关节处刺破皮肤长了出来。苏阳，你给我等着，我会把你撕成碎片。翌日清晨，槐树胡同44号，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苏阳是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广场舞神曲给吵醒的，他揉着惺忪的睡眼，
顶着鸡窝头推门而出，还没来得及发火，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原本古朴静谧的院子，此刻简直干净的能反光，地上的每一块青石板都被刷得锃亮，连缝隙里的青苔都被踢得整整齐齐。不仅如此，石桌上摆满了丰盛到夸张的早餐，豆浆、油条、小笼包、皮蛋瘦肉粥，甚至还有摆盘精美的广式早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刘婉，此刻正穿着那件清凉的吊带裙，手里拿着2个大拖把，像是踩着风火轮一样在院子里疯狂拖地，一边拖嘴里还一边哼着歌，那动作快的都要拉出残影了。早啊，老板！看到苏阳出来，刘婉把拖把一扔，一脸兴奋地凑了过来。那张原本苍白病态的小脸，此刻红润的像是熟透的苹果，额头上全是汗，眼睛里闪烁着仿佛打了鸡血一样的光芒。老板，你醒了，早饭做好了，衣服我洗了，地我也拖了3遍了，我还把房顶上的瓦片都擦了一遍，你看亮不亮？苏阳抬头看了一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房顶，嘴角抽搐了2下。你这是吃兴奋剂了？不是兴奋剂，是那个果子。刘婉激动地比划着，那个猪果太厉害了，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着，感觉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身体里像是有火在烧一样，我不干活就难受，浑身难受。说着他又看了一眼苏阳身后的门框，老板，那个门框上好像有点灰，我去擦擦。说完还没等苏阳说话，他就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拿着抹布疯狂摩擦门框。苏阳看来是昨晚那颗变异猪果的药效太猛了，对于刘婉这种常年体虚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下子给他装了个核动力马达。行了行了，别擦了，再擦漆都被你擦掉了。苏阳一把拉住正如脱缰野哈士奇般的刘婉，既然精力这么旺盛，那就干点正事。正事？什么正事？刘婉眼睛一亮，是不是要去打怪兽，还是去抓鬼？抓什么鬼？咱们是正经人。苏阳指了指旁边那片空出来的黑土地，种地。昨晚收获了巨灵草和猪果，苏阳手里的灵精米种子还没种呢，这玩意儿可是修仙界的主食，长期吃能改善体质，增加灵气亲和度，比什么补品都强。种地好耶，我这就去。刘婉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要往地里冲。等等，先把那几个长工叫出来。苏阳走到墙角，踢了踢那几块看起来有些隆起的土包。都几点了，还睡？太阳晒屁股了，起来干活。哗啦，土包破开，5只顶着黑眼圈、一脸生无可恋的黄鼠狼从土里钻了出来。特别是领头的老黄皮子，原本光滑油亮的皮毛此刻都有些干枯分叉了，整只鼠看起来像是被榨干了一样。大仙，我们昨晚才刚催熟完一批草生产队的驴也没这么使唤的呀。老黄皮子哭丧着脸，2只前爪何时求饶？少废话。苏阳从系统空间里掏出一把亮晶晶的如同钻石般的米粒种子，随手撒在田里。这是灵晶米，比巨灵草更高级，只要你们把这批米给我种好了，我就赏你们1颗猪果。猪果，听到这2个字，原本还要死不活的5只黄鼠狼瞬间垂死并中惊坐起，他们可是亲眼看到那猪果的神奇功效的，1颗就能抵10年苦修啊！干，我们干！小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为了猪果冲啊！老黄皮子瞬间回光返照，带着4个徒子徒孙像打了鸡血一样冲进田里，开始疯狂刨土、播种、施展催生术。看着这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苏阳满意的坐在石桌旁，夹起1个水晶虾饺放进嘴里。这大小姐的手艺还不错嘛。就在这时，玛丽打着哈欠从屋里飘了出来，看到这一桌子早饭，眼睛都直了。哇，主人你吃独食？去，这是人家婉儿做的，想吃自己做去。哼，做就做，下次我给主人做鲜血布丁。玛丽不服气的抓起1根油条塞进嘴里，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主人，刚才我看那个手机一直在响，好像有很多人在私信你。私信？苏阳拿过旁边的手机看了一眼，好家伙，999家的消息提示，点开一看，大部分都是求救的、求挂的，还有求合影的，但其中有一条置顶的消息引起了苏阳的注意。发信人是个陌生的账号，头像是一片漆黑，内容只有简短的1行字：今晚12点，城西废弃化工厂，我想跟苏大师玩个游戏，赌注是叶雨晴的命。下面还附带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叶雨晴江州大学辅导员此时正昏迷不醒的倒在地上，而在他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正在缓缓转动的绞肉机。苏阳嘴里的虾饺瞬间不香了，他眼神一冷，一股恐怖的杀意瞬间笼罩了整个小院。原本还在欢快干活的黄鼠狼们吓得全都僵在了原地，连刘婉儿都感觉背后一凉，不敢出声。玩游戏，咔嚓，苏阳手中的那双象牙筷子在巨大的握力下应声而断。老板怎么了？正在旁边大快朵颐的刘婉儿吓了一跳，嘴里的半个包子都忘了嚼。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苏阳露出如此可怕的表情，那双平日里总是带着3分戏谑的眸子，此刻却冷得像2把刚出鞘的冰刀。没什么，有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动了我的人。苏阳站起身，随手扔掉断块，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那股翻涌的杀意。说起来，他对叶雨晴确实有些亏欠。自从上次在学校帮他解决了麻烦后，这一段时间以来，先是忙着对付港岛李家，接着又是画皮妖案，回来还得开荒种田，忙得昏天黑地，竟然把这位美女导员给忘在脑后了。她一个弱女子，
留在那种阴气森森的学校里当辅导员，本来就容易招惹是非，现在倒好，直接成了别人对付我的筹码。苏阳眼睛微眯，看来等这次把人救回来，不能再让他回学校了。正好我现在家大业大，这事务所里又是女鬼又是僵尸的，缺个脑子清醒会管账的管家婆。叶雨晴心细如发，又是高知分子，让他来给我管账，岂不是正好？打定主意，苏阳转头看向正在擦嘴的玛丽。玛丽，别吃了，跟我走一趟。去哪？杀人吗？玛丽眼睛一亮，瞬间扔掉手里的油条，优雅地擦了擦嘴，那双血红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去救人。苏阳冷笑一声，大步向外走去，顺便清理门户。城西废弃化工厂，这里原本是江州的工业重地，后来因为污染严重被关停，如今已经荒废了10几年。生锈的管道像是一条条死去的巨蟒盘踞在厂区上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药剂残留味和腐烂的铁锈味。最核心的车间内，巨大的工业绞肉机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嘎吱声，巨大的齿轮缓慢而坚定地转动着，仿佛一张责人而逝的钢铁巨口。在绞肉机上方，叶雨晴被一根粗麻绳吊着双手悬在半空，他身上穿着那套标志性的职业装，只是此刻丝袜已经勾破，高跟鞋也掉了一只，整个人处于昏迷状态，脸色苍白如纸。只要那根绳子一断，他就会瞬间掉进下面的绞肉机里，变成一堆肉泥。嘿嘿嘿！一个半人半鬼的怪物蹲在绞肉机旁的横梁上，发出一阵变态的笑声，正是吞下了鬼王谷的王森。此时的他早已没了之前那个精英总裁的模样，他的身高暴涨到了2米多，身上的西装被撑爆，露出的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青紫色，上面布满了黑色的血管，背上更是长出了一排狰狞的骨刺。最可怕的是他的脸，一半还是人样，另一半却已经变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口水顺着嘴角滴落，落在地上的铁板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苏阳，你怎么还不来？我好饿，好想吃你的肉。王森伸出长着利爪的手，轻轻拨弄着吊着叶雨晴的绳子。这么漂亮的美人，要是真变成了肉泥，那多可惜啊！轰！就在这时，车间耐上厚重的铁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暴力轰开，整扇铁门像是炮弹一样飞了进来，重重砸在绞肉机旁边的墙壁上，震得整个车间都在颤抖。烟尘散去，2道人影出现在门口。既然觉得可惜，那你就自己跳进去尝尝味儿啊！苏阳双手插兜，迈过地上的废墟，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玛丽微微欠身，手里还拿着一把刚从厂房门口顺来的生锈扳手，一脸嫌弃地看着周围的环境。苏阳看到仇人出现，王森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那只独眼中爆发出刻骨的仇恨。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得好苦啊！啧。苏阳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一眼王森这副尊容，忍不住摇了摇头。我说王总，好歹也是个体面人，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以前虽然看着虚，但好歹像个人，现在这算什么？生化危机变异体！闭嘴！王森怒吼一声，猛地一拉手中的绳子，这都是拜你所赐，现在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女人变成肉酱！嘣！绳子瞬间断裂，处于昏迷中的叶雨晴身体失去了支撑，直直朝着下方飞速旋转的绞肉机坠落下去。啊！在失重感的刺激下，叶雨晴猛地惊醒，一睁眼就看到那恐怖的钢铁齿轮在眼前放大，吓得发出绝望的尖叫。玛丽！苏阳眼神一凛，甚至没有回头，知道玛丽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快到连残影都看不清。就在叶雨晴的头发丝都要碰到绞肉机齿轮的瞬间，一只纤细却有力的手臂稳稳揽住了她的腰。唰，一阵天旋地转。当叶雨晴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恐怖的绞肉机，正被一个穿着女仆装的漂亮外国女孩公主抱着，平稳落在了一旁的高台上。没事吧，美丽的小姐？玛丽冲她眨了眨眼，那双血红色的眸子里带着几分调侃。我家主人说了，你要是少了一根头发，就把我的血口粮停掉。你是？叶雨晴惊魂未定，还没反应过来。别怕，我是自己人。玛丽把他放下，指了指下方，你看谁来了？叶雨晴转头看去，只见在那昏暗的车间中央，那个让他日思夜想却又恨得牙痒痒的身影，正独自一人面对着那个恐怖的怪物。苏阳！叶雨晴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雨晴，别哭了。苏阳抬头看了他一眼，露出一个让他安心的笑容。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了，我那事务所正好缺个管账的老板娘，我看你挺合适的，以后别当那个破辅导员了，跟我混，包吃包住包分配男朋友。你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叶雨晴破涕为笑，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混账，竟敢无视我！被晾在一边的王森彻底暴走了，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既然你把他救了，那你就自己下去填肚子吧。轰！王森双腿一蹬，脚下的横梁瞬间断裂，他像是一枚重磅炸弹，带着狂暴的劲风从天而降。那只长满骨刺的巨大鬼爪狠狠朝着苏阳的天灵盖拍去，这一击的力量足以拍碎一辆坦克。太慢了，面对这泰山压顶般的一击，苏阳却连躲都懒得躲，他只是缓缓抬起右手，五指成拳，体内金丹一转，一层淡淡的金光包裹在拳头上。既然你变成了这副鬼样子，那我就送你回老家。8级！嘣！轰！一大一小2个拳头在空中狠狠撞在一起，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下一秒，
咔嚓，令人头皮发麻的骨裂声响起。王森那只巨大鬼爪竟然像是纸糊的一样，从指尖开始寸寸崩裂，一直炸到了肩膀。啊呀呀！王森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整个人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狠狠砸进了那个正在运转的绞肉机里。滋滋滋，绞肉机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搅拌声，黑色的血肉横飞。不可能，我有鬼王之力，怎么会输？王森只剩下半截身子还在外面挣扎，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和绝望。鬼王！苏阳走到绞肉机旁，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冰冷如刀。在我面前，神都得跪着，何况你这只人不人鬼不鬼的杂种！巨大的工业绞肉机终于在咔咔几声闷响后停止了转动，并不是因为没电了，而是因为卡住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李氏集团副总裁吞噬了鬼王谷的王森，此刻彻底变成了一堆无法描述的暗红色肉糜，和那些生锈的齿轮纠缠在一起，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这就结束了。玛丽站在高台上，有些失望地撇了撇嘴，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我还以为这个大块头能多撑2回合呢，结果是个银样蜡枪头，连主人一拳都接不住。一拳！苏阳站在绞肉机旁，看着那堆烂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也配？刚才那一拳，我连1成的力都没用。就在这时，嗡！那堆静止的肉糜中突然飘出一团漆黑如墨的烟雾，烟雾在半空中扭曲翻滚，最后勉强凝聚成一张狰狞的人脸，正是王森的模样。只不过现在的他只剩下了魂魄，而且因为鬼王谷的反噬，魂魄极其不稳定，仿佛随时都会消散。苏阳，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那张鬼脸发出凄厉的咆哮，并不是向苏阳求饶，而是带着一种同归于尽的疯狂，猛地朝着苏阳扑来。我要诅咒你，我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死都死了，还要污染环境！苏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上跳动着一丝金色的电弧。掌心雷！滋啦！一道细小却极其耀眼的雷光瞬间击穿了那团黑雾。啊！王森的残魂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在那只刚至阳的雷霆之力下，瞬间被打得魂飞魄散，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在魂魄消散的瞬间，一只只有米粒大小、通体漆黑、背上长着一对透明翅膀的小虫子掉了下来。那是大力鬼王谷的母虫尸体，这就是控制它的东西。苏阳弯腰捡起那只死虫子，放在眼前看了看。南阳蛊术结合了湘西赶尸术的手段，看来那个鬼佬确实有点门道。不过苏阳掌心一握，直接将虫尸捏成了粉末，也就仅此而已了。处理完王森，苏阳这才拍了拍手，转身看向高台上的叶雨晴。此时的叶雨晴虽然被玛丽救了下来，但整个人还处于一种极度的虚弱和惊恐之中。毕竟任谁被吊在绞肉机上面晃荡半天，又亲眼目睹了大变活人、生化危机，甚至是大卸八块这种限制级画面，心理防线都得崩塌。苏阳看到苏阳走过来，叶雨晴想要站起来，却发现双腿软得像面条一样，根本使不上劲。行了，别逞强了。苏阳走到他面前，二话不说，直接拦腰将他抱了起来。啊！叶雨晴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了苏阳的脖子，苍白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血色。怎么腿软了？苏阳低头看着他，嘴角带着一抹坏笑。是不是被我刚才英勇的身姿给迷住了？你少臭美了。叶雨晴把头埋在他怀里，听着那强有力的心跳声，原本颤抖的身体终于渐渐平静下来。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光说谢谢可不行。苏阳抱着他往外走，玛丽乖巧地跟在后面。救命之恩，要么以身相许，要么给我打一辈子工。你想选哪个？我叶雨晴脸一红，声音细若蚊蝇。那还是打工吧，不过我工资要求很高的。工资？苏阳豪气地笑了笑。放心，只要你肯来，整个事务所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你。那里面现在好像躺着1亿多现金吧，随便你花。1个亿。叶雨晴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像铜铃。他1个月工资才5000块的辅导员，哪里见过这么多钱？你抢银行了？抢银行哪有这来钱快？苏阳耸了耸肩，这都是那些好心人赞助的。所以叶大管家，这个 offer 你接不接？叶雨晴看着苏阳那双深邃的眼睛，咬了咬嘴唇，最后坚定地点了点头。接？为什么不接？反正学校那边我也待不下去了，那些流言蜚语烦都烦死了。从今天起，本姑娘就是你的私人管家了，这就对了吗？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走，回家。半小时后，槐树胡同44号。当苏阳抱着衣衫褴褛、丝袜破洞的叶雨晴走进院子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给林经理施肥的周明月和刘婉儿，以及飘在空中的苏倾城，蹲在地上数蚂蚁的楚林，全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老板，你这……周明月看着叶雨晴那妇惨兮兮又带着几分暧昧的模样，八卦之魂瞬间燃烧。这就是你说的清理门户？怎么清理了个大美女回来？而且这衣服破的，战况很激烈啊！可……叶雨晴脸红得快滴血了，连忙挣扎着从苏阳怀里跳下来，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裙摆。别误会，我是被绑架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苏阳拍了拍手，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位是叶雨晴，原江州大学辅导员，从今天起，她就是咱们事务所的财务总监兼大管家。以后你们买菜、买衣服、买化妆品的钱都找她批条子。财务总监听到这4个字，在场的所有女性眼睛瞬间亮了。叶姐姐好，我是周明月，事务所的前台。
叶姐姐你皮肤真好。我是刘尔，目前负责洗碗和种地。见过叶姑娘。苏倾城和江映雪也微微欠身行礼，就连玛丽都凑了过来。那我的血浆报销单也能找你吗？看着眼前这群热情过头而且身份各异的同事，叶雨晴整个人都有点懵。特别是看到刘婉儿那个穿着清凉吊带裙，手里还拿着锄头的豪门千金时，她的世界观更是受到了冲击。苏阳，叶雨晴拉了拉苏阳的衣角，小声问道：“你这事务所真的正经吗？我看怎么像是个美女收容所呀？”“绝对正经。”苏阳义正言辞地说道：“我们可是有营业执照的，虽然业务范围稍微宽泛了一点，员工成分稍微复杂了一点，但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鬼，排忧解难。行了，明月，带你叶姐姐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婉儿，去煮碗面，压惊。”“是，老板。”看着被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的叶雨晴，苏阳伸了个懒腰，看着天边升起的朝阳，管家有了，种地的有了，打兽也有了，这小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不过那个鬼佬还有7月15的约战，看来我也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系统打开属性面板，系统打开属性面板。随着苏阳心念一动，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淡蓝色光幕浮现在眼前。宿主苏阳，身份天师事务所所长，修为金丹期初期，功法九转纯阳功，技能金光咒圆满，掌心雷精通，初级炼气术，入门御物术熟练。当前积分3700点，3700点。苏阳挑了挑眉，刚才杀了那个王森，没奖励吗？定结算延迟补偿击杀半成品鬼王谷宿主王森，阻止其化身鬼王为祸一方，奖励积分800点，当前总积分4500点，4500点。苏阳打了个响指，不错，这绝对是他获得系统以来手头最宽裕的一次，4500点足够我把实力再提升一个台阶了。苏阳看着7月15的约战日期，心里很清楚，那个所谓的鬼佬既然能养出画皮妖和鬼王谷这种凶物，实力绝对不容小觑，起码也是个玩了一辈子邪术的老怪物。要想稳赢，光靠现在的手段可能还不够保险。系统打开技能升级列表，定检测到宿主当前技能，推荐升级方案如下：1. 掌心雷精通，阳武雷小惩，需消耗2000积分。阳武雷乃雷法正宗，至刚至阳，是一切阴邪之物的克星，威力是掌心雷的10倍。2. 金光咒圆满，金光法身，入门需消耗3000积分，将金光凝练成法身，防御力暴增，可应抗火箭筒轰击。3. 御物术熟练，万剑诀，入门需消耗1500积分，可同时操控多把飞剑，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苏阳摸了摸下巴，陷入了沉思。金光法身虽然强，但他现在有女鬼军团，防御暂时够用了。万剑诀很帅，但他现在连一把像样的飞剑都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就选雷法吧，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到时候给那个老妖婆来个五雷轰顶，看他死不死。系统兑换阳武雷，定消耗2000积分，技能升级中。轰！苏阳只感觉脑海中一阵轰鸣，仿佛有一道惊雷在识海中炸响，无数关于雷霆变化的奥义涌入他的脑海，他体内的纯阳灵力也开始发生质变，隐隐带着一丝丝跳动的电弧。片刻后，苏阳睁开眼，摊开手掌，滋滋滋，不再是之前那种蓝紫色的普通电弧，而是一团如同液体般流动的纯白色的雷浆。虽然只有小小一团，但散发出的毁灭气息却让苏阳自己都感到心惊肉跳。好霸道的阳武雷，这要是拍在人身上，怕是连渣都不剩了。苏阳满意的收起雷光，还剩2500积分。既然要种田，水源是个大问题，光靠着普通的井水，0斤米长的太慢了。苏阳目光扫向商城的生活类物品，兑换灵泉井眼，初级可将普通水井改造成灵泉，泉水蕴含微弱灵气，长期饮用可强身健体，浇灌灵田可加速作物生长，售价1500积分。买了，大手一挥，又是1500积分花出去，只剩下1000积分留作备用。使用灵泉井眼，苏阳走到院子角落的那口老井旁，将手中那一团散发着蓝光的水团扔了进去，咕嘟咕嘟，井水瞬间沸腾了一下，紧接着一股清冽甘甜的水汽弥漫开来，原本有些浑浊的井水瞬间变得清澈见底，甚至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荧光。搞定收工，睡觉。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时，叶雨晴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这一觉是她这半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这就是44号院吗？叶雨晴坐起身，环顾四周，房间布置得很古朴，却很干净，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闻一口就让人神清气爽。她穿好衣服，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让她以为自己穿越到了某个奇幻片场。只见院子里，一个穿着女仆装的混血美女正倒挂在房梁上擦灯笼，一个穿着霸气王服的绝美御姐楚灵正在和一只头上顶着叶子的黄鼠狼抢一把锄头。给我，我是僵尸，力气大，滋滋滋，我是技术公主，我会催生术。而在田埂边，那位柳家的大小姐刘婉儿正提着一桶水，小心翼翼地给地里刚冒出来的一层嫩绿色的秧苗浇水。叶姐姐醒了。正在摆盘的周明月眼尖，第一个看到了她。快来快来，早饭刚做好。
今天的粥是用老板刚弄出来的灵泉水煮的，可香了。叶雨晴愣愣地走过去坐下，桌上的早餐很简单，白粥、咸菜，还有几个红彤彤的果子，但那白粥竟然在发光，每一粒米都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她忍不住尝了一口，叶雨晴瞪大了眼睛，这也太好吃了吧！那种甘甜软糯的口感，还有滑入胃里那一股暖洋洋的感觉，简直比她在5星级酒店吃过的鲍鱼粥还要鲜美100倍。好吃吧？苏阳不知何时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个大茶缸，像个退休老干部一样。多吃点，补补身子，昨晚受惊了。叶雨晴连连点头，一口气喝了2碗粥，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吃饱喝足，苏阳把那个大茶缸往桌上一放，从怀里掏出2样东西，啪的一声拍在叶雨晴面前，一张黑色的银行卡，一部手机。行了，饭吃完了，该干活了。苏阳指了指那2样东西，这里面是柳家给的一个1诊金，手机里有500万，是卖破烂赚的，另外还有之前几次任务攒下来的几10万现金，都在我床底下的那个皮箱里。从今天开始，这些都归你管。咳，正在喝水的叶雨晴差点被呛死，她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一桌子巨款，又看了看一脸无所谓的苏阳，手都在抖。1个多亿，你就这么把卡扔在桌子上，还有几10万现金塞在床底下。叶雨晴感觉自己的职业素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得存银行吃利息啊，或者做理财啊，哪怕是买个保险柜也好啊。你这是暴殄天物，是对金钱的不尊重，所以才找你啊。苏阳理所当然地摊了摊手，我这人对钱没兴趣，最烦管账了。叶大管家，以后这事务所的开销，这帮吃货的伙食费，还有水电煤气费，统统交给你了。只有一个要求。苏阳指了指院子里的众人和众鬼，别亏待了大家。叶雨晴看着眼前这个看似随意，实则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自己的男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有些发热。她深吸一口气，拿起了那张黑卡，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好，既然老板信任我，那我就接下这个摊子。看着瞬间进入工作状态的叶雨晴，旁边的周明月和刘婉儿都偷偷竖起了大拇指。滋滋滋！就在这时，田里的老黄皮子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挥舞着爪子指向地面。大仙，快看，发芽了，发芽了！苏阳闻声看去，只见那片刚刚浇灌了灵泉水的黑土地里，一株株如同水晶雕琢般的嫩芽破土而出，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灵精米发芽了！苏阳嘴角微微上扬，钱有了，人齐了，地也种出来了，这事务所终于有点家的样子了。82名声在外，又来了一个大明星。翌日清晨，槐树胡同44号的院子里，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经过昨晚的整顿，事务所的各项工作已经步入正轨。玛丽穿着那身女仆装，正踩在梯子上擦拭着屋檐下的灯笼，虽然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外文歌，但手里的动作却极其麻利。楚林和苏清城这2位特殊员工正坐在石桌旁，研究着叶雨晴刚给他们买回来的新款手机，时不时发出惊奇的声音。而在林田里，老黄皮子带着他的徒子徒孙们，正勤勤恳恳地给刚发芽的灵精米施肥。老板，这是事务所接下来的采购计划。叶雨晴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走到躺椅旁，递给正在闭目养神的苏阳。此时的他虽然还是那一身职业装，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不再是那个受气的辅导员，而是手握上亿资金，掌管着一家虽然不正经但很有钱事务所的财务大总管。不用看了，你办事我放心。苏阳连眼睛都没睁，懒洋洋地摆了摆手，只要大家吃好喝好，剩下的钱你自己看着安排。对了，给玛丽多买点优质血浆，别让她总惦记着出去咬人。明白。叶雨晴看着眼前这个对金钱毫不在意，却有着绝对掌控力的男人，眼中闪过一丝敬佩。这才是做大事的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了，老板，刚才我在整理后台私信的时候，发现有不少人在打听咱们事务所的地址，好像名气已经传出去了。传出去好啊，生意兴隆吗？苏阳伸了个懒腰，正准备起身活动活动筋骨，就在这时，嗡！胡同口突然传来一阵低沉而奢华的引擎声，紧接着一辆亮银色的宾利木上缓缓停在了44号院的门口。这辆车一出现，顿时引来了胡同里街坊邻居的围观，但那一身黑西装的保镖往那一站，谁也不敢靠近。车门打开，先是下来2个戴着耳麦的保镖，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才拉开后座的车门。随后，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戴着墨镜口罩和鸭舌帽的女人，在助理的搀扶下走了下来。虽然看不清脸，但从那窈窕的身段和不俗的气质就能看出，这绝对是个大美女。而且那双露在外面的大长腿，哪怕穿着牛仔裤也依然吸睛。请问苏大师在吗？女人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异域风情，只是此刻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和恐惧。哟，这就来大生意了。苏阳耳朵一动，刚才的慵懒瞬间一扫而空，立马坐直了身子。明月，开门迎客。好嘞。大门打开，那个女人在保镖的簇拥下走进了院子。刚一进门，她就被院子里这诡异的组合给惊到了。穿着女仆装的外国人，穿着古装的美女，会种地的黄鼠狼，还有那一院子看起来就非同凡响的花花草草，这地方看着就不像凡间。您就是苏大师？女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深邃迷人却难掩惊恐和憔悴的大眼睛。当她摘下口罩的那一刻，卧槽，
热巴！正在旁边偷吃猪果的周明月一声尖叫，差点把舌头咬下来，手机都差点扔了。真的是热巴，活的热巴！就连一向淡定的叶雨晴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这可是当下娱乐圈最红的顶流女星之一，也是杨幂旗下的当家花旦。没想到真人比电视上还要美，那种异域风情的五官简直是上帝的杰作。只是现在的她脸色差得吓人，眼窝深陷，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颓败的气息。热巴小姐，苏阳倒是显得很淡定，毕竟之前连他老板杨幂的麻烦都解决过，对这些大明星也算是见怪不怪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甚至没有起身，目光并没有停留在热巴那张精致的脸蛋上，而是落在了她的肩膀上。在那里正趴着一个浑身青紫，只有巴掌大小，脑袋却大得离谱的婴儿。那婴儿没有眼睛，只有2个黑漆漆的窟窿，嘴里长满了一圈圈细密的尖牙，正死咬着热巴的脖颈，贪婪地吸食着她的阳气。古曼童？不对，是经过邪法炼制的阴煞。苏阳心中冷笑一声，看来这娱乐圈的水比传闻中还要深啊。苏大师，我是蜜姐介绍来的。热巴并不知道自己肩上趴着个鬼东西，她只觉浑身发冷，脖子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连呼吸都困难。蜜姐说您本事通天，上次就是您救了她，求求你也救救我。我最近总是做噩梦，梦见有个小孩在叫我妈妈，还要吃我的肉，而且不管我吃多少东西，身体都在迅速消瘦，去医院也查不出任何毛病。说到这，热巴的声音带上了哭腔，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身体和容貌就是命，再这么下去，别说拍戏了，她怕自己会活活受死。热巴小姐，先别急着哭。这时候，身为财务总监的叶雨晴走了上来，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既然是杨幂小姐介绍的熟客，那咱们就走 VIP 通道。不过，我们事务所是正规经营，得先谈谈挂号费的问题。钱不是问题。热巴的经纪人连忙拿出一张支票，显然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功课。这是200万定金，只要能治好热巴，后面还有500万、700万。叶雨晴接过支票看了一眼，还没等她说话，苏阳突然开口了，声音平淡却不容置疑：700万，治标。想要治本，还得加钱，加多少？经纪人皱眉问道。苏阳伸出一根手指，隔空指了指热巴的脖子。此时，那个趴在他肩上的鬼婴似乎感应到了苏阳的目光，竟然转过头，对着苏阳发出了无声的嘶吼示威，满嘴尖牙还在滴着黑色的口水。一口价2000万。苏阳淡淡的说道，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可不是普通的鬼，这是有人在你身上种下的借命种，如果不拔除，不出3天，你就会被他吸成人干，连魂魄都要被炼化。2000万买你一条命，这生意你不亏。什么借命？热巴吓得脸色惨白，两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紧紧抓着经纪人的手。我给2000万，我给，求大师救我，我有钱，我真的不想死。成交。看到热巴那副楚楚可怜，愿意付出一切的样子，苏阳没有再继续施压，毕竟做生意嘛，讲究个细水长流。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大管家叶雨晴，叶总监，收钱。好嘞。叶雨晴踩着高跟鞋走上前，动作娴熟地接过那张2000万支票，仔细核对了一遍，然后揣进兜里。款项已结清，接下来就是我们老板的服务时间了。热巴小姐，请跟我来。在众人的注视下，苏阳带着忐忑不安的热巴走进了东厢房，那是专门辟出来的治疗室。砰！房门关上，隔绝了外面那群八卦的视线。房间里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檀香味。苏大师，我们要怎么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热巴有些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衣角，心跳快得像是要跳出来。怎么做？苏阳走到桌边，倒了一杯灵泉水润了润嗓子，然后转过身，目光平静地看着他。首先把衣服脱了。啊！热巴惊呼一声，下意识抱住胸口，那双卡姿兰大眼睛里写满了不可置信和羞愤。脱衣服，全脱吗？难道所谓的治疗其实是潜规则？虽然苏大师长得很帅，也很有本事，但这也太直接了吧？想什么呢？苏阳白了他一眼，指了指他的肩膀和脖子，那个东西趴在你的肩颈处，它的根须已经扎进了你的脊椎里。你穿的跟个粽子似的，我怎么下针？怎么拔毒？把你外面那件牛仔外套和里面的高领毛衣脱了，露出肩膀和背部就行。哦，原来是这样。热巴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背过身去，悉悉索索地脱掉了外套和毛衣，只剩下一件黑色的运动背心。当他转过身时，苏阳的眼神微微一亮。不得不说，这位顶流女性的身材确实没得挑，皮肤白皙如玉，锁骨深陷，优雅的天鹅颈和圆润的香肩，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只可惜，在这完美的艺术品上，趴着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那个青紫色的鬼婴，此刻正像一只树袋熊一样，死死抱着热巴的脖子，半个身子都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肉中，只剩下一个大脑袋露在外面，正对着苏阳龇牙咧嘴。在热巴白皙的后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条黑色的血管，如同蜘蛛网般蔓延，那是鬼婴的毒素正在侵蚀他的经脉。趴到床上去。苏阳指了指旁边的硬板床，热巴乖乖照做，趴在床上，把背部露给苏阳，可能会有点疼，忍着点。苏阳走到床边，右手五指张开，掌心之中一团纯白色的雷浆若隐若现，正是他刚进化的阳武雷。对付这种阴邪之物，
没有什么比雷法更管用的了。滋滋，苏阳的手掌还没触碰到热巴的皮肤，那个鬼婴就已经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哇！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婴儿啼哭，声音尖锐刺耳，直刺灵魂。但这声音只有苏阳能听见，普通人只觉一阵耳鸣心慌。鬼婴知道逃不掉，竟然凶性大发，不再躲藏，而是猛地张开满是尖牙的大嘴，狠狠朝热巴的大动脉咬去。他想在临死前吸干宿主的血，找死！苏阳眼神一冷，动作快如闪电，啪！他的手掌精准地按在了鬼婴的脑门上。杨武雷，震！轰！一道耀眼的白光瞬间没入鬼婴体内。啊！鬼婴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原本想要咬人的动作瞬间僵住。在霸道的雷霆之力下，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冒出阵阵黑烟。好疼！趴在床上的热巴虽然看不到背后的情况，但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就像是被烙铁烫了一样，剧痛无比，而且还有一种有什么东西正在被硬生生从身体里剥离出去的撕裂感。忍住！苏阳低喝一声，另一只手按住热巴乱动的肩膀，右手猛地往上一提，起！滋啦！像是什么粘稠的东西被强行扯开的声音。苏阳手中雷光大盛，硬生生将那个已经半融合的鬼婴从热巴身体里拔了出来。随着鬼婴离体，无数黑色的丝线从热巴毛孔中被抽出，最后全部汇聚在那个鬼婴身上。呼！热巴只感觉身体一轻，那股压了他半个月的沉重感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温暖。还没完，苏阳并没有放松，他看着手里还在拼命挣扎，试图重新钻回热巴体内的鬼婴，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小东西，长得这么丑，还想害人？尘归尘，土归土，下辈子别再做鬼了。苏阳掌心猛地一握，噗！杨武雷全力爆发。那个看似凶恶无比的鬼婴，在至刚至阳的雷霆面前，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轰成了虚无，只剩下一块像是木炭一样的黑色东西掉在地上。这是苏阳捡起来仔细看了看，那竟然是一个雕刻的栩栩如生的木偶娃娃，上面还刻着热巴的生辰八字，果然是被人下了降头。苏阳冷笑一声，手中火焰升腾，直接将木偶烧成了灰烬。好了，起来吧。苏阳拍了拍手，转头看向床上的热巴。此时的热巴正趴在床上大口喘息着，原本苍白的后背现在呈现出一片健康的粉红色，之前的黑色血管网已经完全消失了。结束了吗？热巴虚弱地撑起身子，感觉整个人像是刚跑完马拉松一样，但那种轻松感却让他想哭。结束了。苏阳随手扔给他一件外套披上，那个贱命种已经被我拔除了，你的命保住了。不过你被吸了不少阳气，最近几天可能会有点虚，多晒晒太阳，吃点好的补补就行。谢谢苏大师。热巴裹着外套，眼泪汪汪地看着苏阳，刚才那种被拯救的感觉让他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感。那个苏大师能不能加个微信？热巴红着脸有些期待地问道。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我也好加微信。苏阳还没说话，门外突然传来了周明月的声音：老板，饭做好了，再不出来就被玛丽吃光了。来了。苏阳应了一声，然后拿出手机调出二维码递给热巴。扫吧，不过先说好，我不闲聊，咨询按分钟收费。好，多少钱都行。热巴如获至宝，连忙加上好友，备注救命恩人苏大师。送走了千恩万谢的热巴和经纪人，苏阳看着手机里多出来的2000万余额，心情大好，这钱赚得比抢劫还快啊。不过他在意的不仅仅是钱，还有那个木偶娃娃。热巴说他半个月前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晚宴，回来后就开始不对劲，那个晚宴的主办方好像也是个大人物。苏阳摸了摸下巴，看来这江州的浑水是越来越深了。不过没关系。苏阳看向院子里那片长势喜人的林精米，只要我的地种得好，管你是人是鬼，来了都得给我当肥料。送走了依依不舍的热巴，槐树胡同44号再次恢复了短暂的宁静。不过这种宁静很快就被一声尖叫打破了。2000万！正厅里，叶雨晴捧着手机，看着银行 app 上那一串长长的零，手抖得像是在弹帕金森。作为曾经一个月工资几千块的辅导员，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躺在同一个账户里，加上之前的1亿多，现在事务所的流动资金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亿3000万。淡定。苏阳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那个被烧成灰烬的木偶残渣，漫不经心地说道：这才哪到哪，以后这种小钱多的是。小钱。叶雨晴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心情，看向苏阳的眼睛里简直在冒星星。虽然这个老板平时不正经，还喜欢当甩手掌柜，但这赚钱的能力简直是印钞机级别的呀。老板，这么多钱咱们怎么规划？叶雨晴迅速进入了大管家的角色，拿出一个小本本准备记录。是要扩大经营，还是投资理财，或者买几套别墅当员工宿舍？买什么别墅？这破院子住着挺舒服的。苏阳摆了摆手，目光却变得深邃起来。钱先留着，我有大用。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查清楚那个所谓的慈善晚宴。他指了纸桌上的那一小撮黑色粉末。热巴是在那个晚宴上中招的，那个王森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点被人下了蛊。我怀疑那个晚宴就是鬼佬或者他的同伙设下的局，专门用来筛选猎物或者收集养料。慈善晚宴，
正在旁边给苏阳剥葡萄的刘婉儿突然动作一顿，秀眉微蹙：“老板，您说的是不是玫瑰山庄举办的那个午夜慈善名流会？”“哦，你知道？”苏阳看向他：“我知道。”刘婉儿点了点头，把包好的葡萄喂进苏阳嘴里，解释道：“这个晚宴在江州的上流圈子里非常有名，甚至可以说是神秘。他每半年举办一次，地点就在城郊的一座私人庄园里，邀请函只发给顶级的富豪、名流和明星。据说那个晚宴的主办方是一位非常有背景的女士，大家都叫她玫瑰夫人。”而且刘婉儿的声音压低了几分，脸上露出一丝嫌恶：“我听爷爷提起过，那个晚宴有些不正经，很多去参加过的人回来后都会变得很奇怪，有的突然生意兴隆，有的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还有的就像热巴小姐那样身体越来越差，但却对那个玫瑰夫人死心塌地。”“玫瑰夫人？”苏阳嚼着葡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看是黑寡妇还差不多，既然找到了正主，那就好办了。”苏阳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那个晚宴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刘婉儿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就是今晚。我爷爷前2天刚收到邀请函，但他身体不适推掉了，那张邀请函现在还在家里的书房扔着呢。”“今晚？”苏阳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太阳已经西斜，择日不如撞日。婉儿，给你爷爷打个电话，让他把邀请函送过来。今晚咱们全家出动，去那个玫瑰山庄蹭顿饭吃，全家。叶雨晴愣了一下，看了一眼院子里正在打扫卫生的玛丽，飘在空中的苏倾城，还有蹲在地上数蚂蚁的楚灵。“老板，您是认真的吗？带他们去会不会把那个山庄给拆了？”“拆了正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苏阳豪气的一挥手：“而且既然是名流晚宴，咱们也不能太寒酸了。叶大管家，拿上卡，在去砸场子之前，先带大家去消费。2个小时后，江州市最高端的奢侈品购物中心恒隆广场，一行组合极其怪异，但颜值极其逆天的队伍走进了商场大门。走在最前面的是穿着人字拖、大裤衩，却一脸大爷模样的苏阳，在他身后跟着4个风格迥异的绝世美女：职业装御姐叶雨晴、清纯病娇大小姐刘婉儿、异域风情混血女仆玛丽，以及穿着一身现代古风长裙、气质清冷如仙的苏倾城。至于楚灵和江映雪，则在苏阳随身携带的玉佩里休息。这一行人一出现，瞬间吸引了整个商场的目光，回头率300%。卧槽，这是哪个公司的模特队出来炸街了吗？那个男的是谁？富二代？也不像啊，穿得这么屌丝，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无视周围人的议论，苏阳直接带着众女走进了一家名为 Chanel 的顶级专卖店。欢迎光临。导购小姐虽然看苏阳穿的普通，但看到他身后那几个女人的气质，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连忙热情地迎了上来：“先生，几位女士，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把你们这当季的新款礼服，还有适合他们尺码的，都拿出来。”苏阳大手一挥，指了指身后的4位美女：“一人挑3套，不用看价格，好看就行。”“啊，三套？”导购小姐愣住了，这里的礼服一件随随便便就是6位数起步啊，一人3套，那就是12套，这得多少钱？怎么，怕我付不起钱？苏阳对着叶雨晴努了努嘴：“管家，亮卡。”叶雨晴虽然心疼钱，但在这种场面下，那是绝对不能给老板丢脸的。她极其潇洒地从包里掏出那张黑金卡，2根手指夹着，在导购小姐面前晃了晃：“刷卡，没密码。黑金卡。”导购小姐的眼睛瞬间变成了探照灯，这是真大腿啊！好的先生，好的女士，这边请，我们这就为您清场服务。接下来的1个小时，对于苏阳来说是枯燥的等待，但对于4个女人来说却是狂欢。就连一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的苏倾城，在换上一件大红色的露背晚礼服，站在镜子前的时候，嘴角也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主人，这衣服会不会太露了？”苏倾城有些羞涩地捂着胸口，那雪白的肌肤在红裙的映衬下简直白得发光。“露什么露？这叫时尚。”苏阳看了一眼，只觉得鼻腔一热，这女鬼稍微打扮一下，简直就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啊！玛丽则是挑了一件黑色的哥特风长裙，配上她那苍白的皮肤和高傲的气质，活脱脱一个暗夜女王。刘婉儿选了一件冰蓝色的公主裙，乖巧可爱。叶雨晴则是一身干练又不失性感的白色修身礼服，尽显御姐风范。不错，都很不错。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行了，我也换身行头，毕竟今晚是去砸场子，总得穿的像个反派大 boss 才行。当苏阳换上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定制西装，梳起大背头，从试衣间走出来的时候，4个女人都看呆了。平日里那个穿着大裤衩、吊儿郎当的苏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挺拔、剑眉星目、嘴角挂着一抹邪魅笑容的贵公子。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信和霸气，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走吧，美女们。苏阳整理了一下袖口，对着众人伸出手：“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咱们去会会那位玫瑰夫人。”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州市西郊一座隐匿在半山腰的巨大庄园内，此刻却是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玫瑰山庄。一条铺着红地毯的蜿蜒山道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顶级豪车，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在这里只能算是入门款，
甚至还能看到几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限量版跑车。随着亮银色的宾利木上稳稳停在庄园门口，早已等候在此的侍者立刻上前，恭敬地拉开车门。先生、女士，欢迎光临玫瑰山庄。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率先踏上了红地毯。苏阳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迈步下车。紧接着，当那4位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人走下车时，原本还有些喧闹的庄园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无论是刚下车的富豪，还是门口的迎宾，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呆呆地看着这一行5人。太耀眼了！苏阳一身黑色高定西装，身姿挺拔，宛如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暗夜贵公子。而在他身旁，叶雨晴一身白色修身礼服，干练中透着御姐的性感，气场2米8。刘婉儿穿着冰蓝色的公主裙，乖巧地挽着苏阳的左臂，那张带着几分病态美的清纯脸蛋，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玛丽一身黑色哥特风长裙，挽着苏阳右臂，虽然带着美瞳遮住了血瞳，但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那一抹妖艳的红唇，依然让人不敢直视。最绝的是苏倾城，她穿着大红色晚礼服，静静在苏阳身后半部，那如瀑的黑发随意挽起，露出修长的天鹅颈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清冷而孤傲的仙气。这一男4女的组合，简直就是来炸场的。这是哪家的公子哥？以前怎么没见过？带4个女伴，而且全是这种极品，这也太嚣张了吧！那个穿红裙子的，怎么感觉有点冷啊？我隔着10米都起鸡皮疙瘩了。周围的窃窃私语声传入耳中，苏阳却充耳不闻，带着众人径直走向大门。先生，请出示邀请函。门口的安保人员虽然被震慑住了，但职责所在，还是硬着头皮拦了下来。而且按照规定，一张邀请函只能携带1名舞伴。您这……安保人员看了一眼苏阳身后的后宫团，有些为难。规定？苏阳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只是稍微侧了侧身。刘婉儿立刻心领神会，从精致的手包里掏出那张烫金的邀请函，递了过去。看清楚了，这是谁的邀请函？安保人员接过一看，脸色瞬间大变。邀请函的封面上印着一朵黑色的玫瑰，而在右下角还有一个特殊的鎏金印记，那是至尊 VIP 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落款处写着的名字柳长风，京城柳家。原来是刘老的贵客。安保人员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腰都快弯到地上了，冷汗直流。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刘老的客人，请快里面请。看着那扇缓缓打开的雕花大铁门，苏阳嘴角一撇，这就是名流圈，看人下菜碟，在哪都一样啊。走进庄园，扑面而来的便是一股浓郁的花香，但这花香并不单纯。在苏阳的鼻子里，这看似芬芳的玫瑰花香下，掩盖着一股极其微弱但却真实存在的血腥味，而且越往里走，这股味道就越浓。主人，这里的味道我不喜欢。玛丽凑到苏阳耳边，小声嘀咕道：“这些玫瑰花好像是用腐肉当肥料种出来的。”嘘！苏阳竖起一根手指，看破不说破，咱们是来吃饭的，别坏了胃口。穿过巨大的花园，众人来到了宴会厅。这是一个极尽奢华的大厅，水晶吊灯、波斯地毯、纯金餐具，无一不彰显着主人的财富。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珠光宝气，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苏阳这一行人的出现，再次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是谁？这气质娱乐圈什么时候出了这号人物？那个混血儿也不错呀，那是真血统还是整的？那是柳家的千金吧？她不是快死了吗？怎么看起来气色这么好？不少自诩风流的富二代和精英男士，目光贪婪的在4女身上游离，有些甚至已经蠢蠢欲动，想要上来搭讪，但慑于苏阳那股不好惹的气场，暂时没人敢当出头鸟。找个地方坐吧。苏阳对这种虚伪的社交没兴趣，带着众人走到角落的一个沙发区坐下。叶管家，去拿点吃的，记住别拿带血丝的肉，也别喝红色的酒。为什么？叶雨晴不解。因为脏。苏阳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正在端着酒杯满脸享受的品尝红酒的胖子。在苏阳天眼中，那个胖子手里端的根本不是什么红酒，而是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鲜血，而在那鲜血中隐约可以看到无数细小如同蛆虫般的黑色微粒正在蠕动。哦，叶雨晴顺着苏阳的目光看去，虽然他没有天眼，但那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让他胃里一阵翻腾，瞬间没了食欲。那我们吃什么？吃素。苏阳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还没吃完的猪果，分给大家，还是自家的东西，吃着放心。就在众人啃果子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年轻男人端着2杯香槟走了过来，他的目光直接越过苏阳，锁定在了气质最清冷的苏倾城身上。这位美丽的小姐，能赏脸喝一杯吗？年轻男人露出一个自认为迷人的笑容，把酒杯递到了苏倾城面前。我是天娱传媒的邵东家陈泽，我觉得小姐的气质非常独特，很适合我们公司下一部 S 级大制作的女主角，不知道小姐有没有兴趣深入交流一下？这套路陈泽用过无数次，百试百灵。然而苏倾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专注地用那纤细的手指包着手里的猪果皮，仿佛眼前这个大活人还没有一颗果子有吸引力。滚！一个清冷的字眼从他朱唇中吐出，周围的空气瞬间降了几度。陈泽的笑容僵在脸上，身在半空中的手显得格外尴尬。他没想到在这个圈子里竟然还有女人敢这么不给他面子。
小姐，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陈泽脸色一沉，刚想发作，啪，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打掉了他手里的酒杯，酒液飞溅，洒了他一身。谁？陈泽暴怒回头，只见苏阳正笑眯眯地看着他，手里还拿着一块擦手的湿巾。不好意思啊，手滑了。不过这位陈少爷，我劝你还是离他远点。苏阳指了指苏倾城，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道：“他脾气不好，而且他不吃人饭。”不吃人饭？陈泽一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苏阳凑到他耳边，阴森森地说道：“他只吃生人。”话音刚落，一直低着头的苏倾城突然抬起头，那双原本漆黑的美眸中瞬间闪过一丝猩红的血光，对着陈泽露出了一个诡异至极的微笑。啊！陈泽只觉一股凉气直冲脑门，吓得一声怪叫，连滚带爬地跑了。切，胆小鬼！玛丽不屑地撇了撇嘴，这种货色连当我的备用血库都不够格。行了，别闹了。苏阳看着陈泽狼狈逃窜的背影，眼中的笑意渐渐收敛，因为他感觉到大厅里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一股比刚才浓郁10倍的阴煞之气正从2楼的楼梯口缓缓蔓延开来。叮一声清脆的铃声响起，全场安静。一个穿着黑色蕾丝长裙、戴着面纱、身材丰腴妖娆的女人，在2名侍女的搀扶下缓缓出现在楼梯口。虽然看不清脸，但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成熟、魅惑，却又带着几分危险的气息，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欢迎各位莅临寒舍。女人的声音慵懒而沙哑，像是羽毛轻轻拂过心间。我是这里的主人，你们可以叫我玫瑰夫人。苏阳眯起眼睛盯着那个女人，在她的天眼中，那分明是一具化着浓妆、披着人皮的白骨红颜。玫瑰夫人。随着这个女人的出现，原本喧闹的宴会厅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那种眼神不仅仅是欣赏，更多的是一种狂热的痴迷，就像是一群瘾君子看到了最高纯度的毒品。那是媚术。苏倾城坐在沙发上，冷冷地吐出2个字，而且是很低级的媚骨香，只能迷惑这些凡夫俗子。低级是低级，但管用啊。苏阳看着周围那些已经开始流口水的富豪名流，眼睛微眯。此刻，随着玫瑰夫人走下楼梯，无数粉红色的粉尘从她身上抖落，钻进在场每一个人的鼻孔里。吸入粉尘的人，印堂迅速发黑，但精神却变得极度亢奋。各位，今晚的慈善晚宴，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玫瑰夫人走到大厅中央，声音娇媚入骨，她轻轻拍了拍手，2排穿着暴露的女侍者端着托盘走了出来。托盘上放着的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古董字画，而是一杯杯猩红如血的美酒，以及一盘盘切的薄如蝉翼、纹理清晰的刺身。这是我用庄园里特有的血玫瑰酿制的佳酿，还有从深海空运来的顶级红玉刺身。据说吃了它们，不仅能延年益寿，还能让人重返青春。重返青春！听到这4个字，在场的富豪们眼睛都红了。他们有钱有权，最怕的就是老，就是死。给我，我要1杯，我也要，多少钱我都给。一群平时自诩优雅的上流人士，此刻就像是抢食的野狗，疯狂地扑向那些侍者。哦，叶雨晴看着那盘所谓的红玉刺身，胃里又是一阵翻腾。在苏阳之前的提示下，他怎么看那肉都不像是鱼肉，倒像是从人身上割下来的。老板，他们疯了吗？刘婉儿也吓得脸色发白，紧紧抓着苏阳的胳膊。欲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苏阳淡淡的说道：“吃吧，吃得越多，死得越快。”就在这时，玫瑰夫人似乎注意到了这边的异类，毕竟全场都在抢食，只有苏阳这一桌人稳如泰山，还在那啃水果。他端着2杯酒，扭着水蛇腰，款款走了过来。随着他靠近，那股掩盖在香水味下的腐尸味越来越浓，熏得玛丽直皱眉。这位公子看着面生是第一次来吧？玫瑰夫人停在苏阳面前，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在苏阳身上打量了一圈，然后又扫过他身边的4位美女，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好纯净的灵魂，好完美的皮囊，特别是那个穿红裙子的和那个混血儿，简直就是制作尸魁的极品材料。我是这儿的主人，不知道公子怎么称呼？玫瑰夫人弯下腰，那一抹雪白的沟壑几乎要对到苏阳脸上，声音甜得发腻。免贵姓苏，苏阳。苏阳往后仰了仰身子，一脸嫌弃地挥了挥手。夫人，虽然这里是你的地盘，但能不能麻烦你离我远点？玫瑰夫人笑容一僵，公子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嫌弃奴家？不是嫌弃。苏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是我这人有洁癖，闻不得死人味。此话一出，空气瞬间凝固，玫瑰夫人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森的寒意。苏公子真会开玩笑。他强压下心中的杀意，将手中的酒杯递了过去。既然公子不喜欢奴家身上的香水味，那就喝杯酒赔罪吧。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玫瑰露，一般人可喝不到哦。酒杯里的液体猩红粘稠，还在微微晃动，仿佛有生命一般。酒就不必了。苏阳看都没看那杯酒一眼，从桌上拿起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我这人养生，只喝白开水。而且苏阳指了指那杯酒，似笑非笑地说道：“你这酒里兑了太多添加剂，又是处女血，又是婴儿油的，太补了，我怕喝了流鼻血。”当啷！玫瑰夫人手中的酒杯猛地被他捏碎，鲜红的酒液顺着她的指缝流下，滴在地毯上，竟然发出了滋滋的腐蚀声。既然被识破了，他也不再伪装。好，
很好。玫瑰夫人直起身，原本妩媚的脸庞突然变得狰狞扭曲，皮肤下的骨骼发出一阵阵爆响。原本还想让你们做个饱死鬼，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猛地一挥手，客人们，宴会的高潮开始了。这几位就是今晚的主菜，谁能杀了他们，我就赏赐他一颗长生蛋。轰！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整个宴会厅瞬间沸腾了。那些原本还在优雅进食的富豪名流们，此刻双眼瞬间变得血红，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们的皮肤开始溃烂，指甲变长，牙齿变尖，一个个像是生化丧尸一样，朝着苏阳这一桌疯狂扑来。杀了他们！我要长生蛋！我要长生不老！看着这群魔乱舞的场面，叶雨晴和刘婉儿吓得花容失色，尖叫着躲到了苏阳身后。真恶心！玛丽第一时间站了起来，一脚踹翻了面前的茶几，挡住了第一波扑上来的丧尸。主人，可以动手了吗？他舔了舔嘴唇，眼中血光大盛。别急，苏阳却依然坐在沙发上，稳如泰山。他看着那个站在高处一脸得意的玫瑰夫人，突然笑了。这就是你的底牌？一群中了尸毒的傀儡。系统，给我兑换控尸符，我就不兴致不了这群活死人。定，消耗200积分，兑换成功。苏阳手中凭空出现了一叠黄色的符纸。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尸体，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控尸。急如律令，起！苏阳手腕一抖，那叠符纸如天女散花般飞出，精准贴在了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个丧尸脑门上。嗡！一股诡异的波动瞬间扫过全场。下一秒，那些原本张牙舞爪扑过来的富豪们，突然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齐刷刷地僵在原地。紧接着向后转，苏阳一声令下，唰！几百个丧尸整齐划一地转身，面向了站在楼梯上的玫瑰夫人。什么？玫瑰夫人脸上的一瞬间凝固，眼中露出一丝惊恐。你会茅山的控尸术？你是茅山的人？茅山？苏阳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我可没那福气，不过是自己研究的小把戏罢了。现在游戏规则改了。他指着玫瑰夫人，对着那群傀儡下令：给我撕了他！好！几百个傀儡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如同潮水一般，反过来朝着玫瑰夫人扑去。不，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敢反噬！玫瑰夫人尖叫着想要施法控制，但在控尸符压制下，她的媚术根本毫无作用。转眼间，她就被淹没在了疯狂的人潮之中。啧，这叫什么？作茧自缚！苏阳拍了拍手，转头看向身后的4位美女。走吧，这里太吵了，咱们去后面逛逛。我感觉到那边有好东西。在庄园的深处，一股浓郁的血煞之气正在翻滚，那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血池，而在血池中央，一株妖异的黑色玫瑰正在缓缓绽放。那股气息很像是那位鬼佬精心培育的某种邪物。撇下身后乱成一锅粥的宴会厅，苏阳带着4个绝色美女穿过了幽深的长廊，身后的惨叫声、嘶吼声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滴答滴答，空气变得潮湿粘稠，脚下的红地毯不知何时变成了湿漉漉的暗红色泥土。哦，这什么味儿啊！刘婉儿捂着鼻子，小脸煞白。虽然她已经算是见过世面了，但这种混合着福尔马林、血腥味以及烂玫瑰花味的空气，还是差点把她的隔夜饭给熏出来。这是养料的味道。苏阳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手电筒。看来那位玫瑰夫人确实没撒谎，她这里的玫瑰确实是用特殊肥料种出来的。随着手电筒的光芒扫过，众人终于看清了眼前的景象。这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温室，但这里种的不是红菱。刚一接触藤蔓，就被腐蚀出几个大洞。苏倾城闷哼一声，身形倒退。好凶的草！玛丽也怒了，瞬移上前，手中餐刀化作银色风暴，想要斩断藤蔓。当当当，一阵金铁交击的声音响起，那藤蔓竟然比钢铁还要硬。玛丽震得虎口发麻，却只在上面留下了几道白印。好！黑色玫瑰的花蕊突然张开，露出一张布满利齿的大嘴，发出一声不像植物能发出的咆哮声。紧接着，一股粉红色的花粉喷涌而出，瞬间笼罩了整个温室。屏住呼吸，有毒！苏阳大喝一声，单手一挥，金光咒御嗡！一个巨大的金光罩凭空出现，将5人全部护在其中。那些带有剧毒和致幻效果的花粉撞在金光罩上，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却无法寸进分毫。敬酒不吃吃罚酒。苏阳看着那株张牙舞爪的魔花，冷笑一声：本来想给你留个全尸，既然你不听话，那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系统，给我兑换更金剑气符。定，消耗200积分，兑换成功。虽然杨武雷也能解决，但雷法威力太大，万一把这宝贝花给劈焦了就不好了。对付这种植物系的妖物，还是得用五行相克的道理。金克木，苏阳手中出现了一张银白色符纸，上面画着一把锋利的小剑。去！他2指夹住符纸，对着那株黑色玫瑰遥遥一指，消！符纸燃烧，瞬间化作一道长达数丈的银白色剑气，带着无坚不摧的锋锐之意，横扫而出。扑哧扑哧扑哧，刚才还坚硬如铁的黑色藤蔓，在这道庚金剑气面前，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瞬间被斩断了10几根。黑色的枝叶四溅，魔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巨大的花盘剧烈颤抖，似乎感到了恐惧，想要缩回血池里。想跑！苏阳既然动手了，
怎么可能让他跑掉？他身形一闪，直接冲出了金光罩，踩着那些漂浮在血池上的尸体，几步就冲到了魔花面前。给我起！苏阳双手被金光包裹，一把抓住了魔花的主干。呀呀！他暴喝一声，浑身肌肉隆起，九转纯阳功运转到极致，轰隆隆，整个温室都在震动。那株根系深扎在血池底部的噬魂黑魔花，竟然被苏阳凭借着蛮力，硬生生地连根拔起。哗啦！巨大的根系带起漫天血雨，那魔花疯狂扭动，花盘上的大嘴想要咬苏阳的手，却被苏阳身上的金光震得牙齿崩碎。老实点！苏阳一巴掌拍在花盘上，直接把他拍懵了。以后你就是我院子里的看门花了，再敢动手动脚，我就把你剁了喂猪！在这股绝对的力量压制下，原本凶残的魔花终于认清了现实，花瓣蔫了下来，藤蔓也无力地垂下，表示臣服。收！苏阳心念一动，直接将这株巨大的魔花收进了系统空间。随着魔花消失，周围那些依附于他生存的血玫瑰瞬间枯萎，化作一地黑灰。那个沸腾的血池也停止了翻滚，变成了死水一潭。呼，搞定！苏阳拍了拍手，跳回岸边，看着目瞪口呆的4位美女，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走吧，战利品到手。这地方太臭了，回家洗澡去。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已经干涸的血池底部突然露出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刻着一行血淋淋的小字：苏阳，你毁我分身，夺我灵花，这笔账7月15百鬼夜行之时，我会亲自来取你的项上人头。鬼佬！苏阳回头看了一眼那行字，不屑地撇了撇嘴，切，又是这套台词，能不能有点新意？老太婆，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到时候连你也一起给我的地当肥料。随着噬魂黑魔花被拔除，整个玫瑰山庄笼罩的那层粉红色妖雾也随之消散。宴会厅里，那些被控尸符定住的富豪名流们，随着妖气的断绝，一个个白眼一翻，像是被抽走了发条的玩偶，噼里啪啦倒了一地，陷入了深度昏迷。虽然命是保住了，但这一晚上的尸毒入体，加上透支的精气神，恐怕回去的大病一场，没个1年半载养不回来，这就完事了。叶雨晴看着满地横七竖八的尸体，还有点回不过神来。刚才还是群魔乱舞的生化危机现场，转眼间就变成了大型躺尸现场，不然呢，还要留下来给他们盖被子。苏阳嫌弃地跨过一个胖子的肚皮，带着众女走出了乌烟瘴气的宴会厅。刚走到庄园门口，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便划破了夜空，10几辆特制的黑色防爆车呼啸而至，全副武装的灵异调查局特勤人员迅速包围了现场，领头的正是穿着一身作战服、英姿飒爽的林冰。苏阳、李面晴。林冰刚冲下车，还没来得及问话，就被苏阳身后那4个争奇斗艳的绝色美女给晃花了眼。你是来办案的，还是来走秀的？林冰嘴角抽搐，特别是看到穿着礼服的苏倾城和哥特风的玛丽，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又被刷新了。这叫战术伪装，懂不懂？苏阳理直气壮地胡扯道。行了，里面的大 boss 已经被我解决了，剩下的那些虾兵蟹劫，还有那一堆中了尸毒的倒霉蛋，就交给你们收尾了。对了，记得封锁消息，就说是集体食物中毒。食物中毒？林冰看了一眼里面那仿佛修罗场一样的景象，无语地翻了个白眼。你觉得这借口有人信吗？那就是你们灵异局公关部的事了。苏阳耸了耸肩，打了个哈欠，累了一晚上了，我得回去补个觉，走了。说完，他带着自己的后宫团钻进了那辆还没熄火的宾利木上，在林冰复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回到槐树胡同44号，已经是凌晨3点。虽然夜深了，但苏阳却一点睡意都没有，他手里可是还攥着一个大宝贝呢。小的们都起来干活了。苏阳一进院子就喊了一嗓子，还在地里打盹的老黄皮子被吓得一个机灵，连忙带着徒子徒孙们从土里钻出来，排好队等待检阅。老板，这么晚了还要重点？刘婉儿揉着眼睛，虽然困，但还是很乖巧的去井边提水。今晚种个大家伙。苏阳走到林田最中央，也就是几株朱果树和林经米的中间位置，多退后点，别被误伤了。等到众人都退到了安全距离，苏阳心念一动，出来吧。黑魔花，轰！一株足有2米高，通体漆黑，散发着浓郁妖气的巨大玫瑰花凭空出现在林田中央。是老黄皮子一家看到这尊煞神，吓得毛都炸了，发出一声尖叫，直接钻进了土里，瑟瑟发抖。这是来自高阶妖值的天然压制，就连旁边的朱果树苗似乎都感受到了威胁，叶子微微卷缩起来。好！黑魔花一落地，立刻张开花盘上的大嘴，挥舞着满是倒刺的藤蔓，想要确立自己新地盘老大的地位。啪！苏阳反手就是一巴掌拍在他的花盘上。叫什么叫？扰民了不知道吗？给我老实扎根！以后这里的灵气由你负责调度，要是敢偷吃旁边的灵米，我就把你叶子全拔光。被苏阳一巴掌叫做人后，黑魔花瞬间委屈地缩了缩藤蔓，乖乖地将根系扎进了肥沃的黑玉灵土之中。嗡！随着它的根系深入，奇妙的变化发生了。原本因为种植了灵精米而稍微有些稀薄的灵气，在黑魔花扎根的瞬间，竟然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气旋。方圆几里内的游离灵气被这个气旋疯狂地吸扯过来，经过黑魔花的转化，变成了最纯净的木系灵气，反哺给整片灵田。呼！一阵清风吹过，旁边的朱果树苗舒服地舒展了枝叶，叶片更加翠绿。那些刚发芽的灵精米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了1寸。这就是顶级聚灵物的威力吗？苏阳深吸了一口那浓郁的快要液化的灵气，感觉浑身舒坦。这哪里是种花，这简直是在家里装了个核聚变反应堆啊！定，检测到宿主成功移植上古异种噬魂黑魔化，灵田品质提升，当前等级 D 级，极品。定，恭喜宿主摧毁玫瑰山庄邪恶据点，重创黑屋较在江州的布局，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积分3000点。恭喜宿主获得阵法大全中卷。恭喜宿主获得灵宠饲料高级成1包阵法中卷灵宠饲料。苏阳看着新到手的奖励，特别是那10包高级饲料，眼睛一亮。之前那颗神兽蛋一直挑食，非要吃天才地宝，搞得他都有点养不起了。现在有了系统特供的饲料，应该能把那小祖宗给喂饱了吧？嗡，似乎是感应到了口粮的气息，系统空间里的金蛋再次震动起来，这次震动得格外欢快。行了，别急，这就喂你。苏阳回到房间，关上门，把金蛋拿了出来，放在床上，然后撕开1包灵宠饲料。那饲料看起来像是一颗颗金色的糖豆，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奶香味。哗啦，苏阳把饲料倒在蛋壳上，嗖，只见金蛋表面光芒一闪，那一堆饲料瞬间凭空消失，仿佛被蛋壳直接吸收了。咯一声清晰的饱嗝声从蛋里传出来，紧接着蛋壳上的玄奥纹路开始疯狂流转，金光大盛。定，神兽蛋吸收高级能量，孵化进度提升至50%，终于过半了。苏阳摸了摸温热的蛋壳，有些期待。照这个速度，7月15之前你应该就能出来了吧？到时候带你去见识见识那位鬼佬，看看是他的蛊虫厉害，还是你这头神兽牙口好。金蛋蹭了蹭苏阳的手掌，似乎在回应他的期待。与此同时，江州市一处隐秘的地下室里，啪，一只名贵的青花瓷茶杯被狠狠摔碎在地上。废物，都是废物！一个穿着唐装的中年男人愤怒地咆哮着，他面前跪着几个瑟瑟发抖的黑衣人。玫瑰山庄被毁，鬼佬的分身被灭，连王森那颗棋子也被拔了。那个苏阳到底是什么来头？中年男人转过身，露出一张阴鸷的脸。如果苏阳在这里，一定会觉得眼熟，因为这个男人正是白天被苏阳打脸的那个天娱传媒少东家陈泽的父亲陈天阳。而在他身后的阴影里，缓缓走出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里的人影。陈老板，稍安勿躁。黑袍人的声音沙哑刺耳。那个苏阳确实有点本事，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惹怒了鬼佬。鬼佬已经传下法旨，7月15他会亲自出关血洗江州，到时候不仅是苏阳，整个江州的灵修界都要为他的付出记起。陈天仰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狠毒。好，那我就等着那一天，敢动我陈家的利益，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那株巨大的老槐树，洒在44号院的青石板上时，整个院子呈现出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梦幻景象。淡淡的白色雾气在空气中流淌，那不是普通的水雾，而是浓郁到几乎液化的灵气。在院子中央，那株移植过来的噬魂黑魔花已经彻底适应了新环境，它那2米高的身躯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漆黑如墨的花瓣边缘闪烁着金色的流光。原本狰狞的大嘴此刻紧闭着，看起来竟然有一种诡异的圣洁感。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强力空气净化器，源源不断地吞噬着天地间的杂气，然后吐出最纯净的木系灵气。在这股灵气的滋养下，旁边的阴阳血珠果树再次抽出了新芽，那几颗剩下的果子变得更加晶莹剔透。而那片种着灵金米的黑土地里，原本只有寸许高的秧苗，一夜之间竟然拔高到了膝盖处，叶片宽大翠绿，隐隐能听到拔节生长的声音。呼，苏阳站在屋檐下，深深吸了一口气，那股清凉甘甜的气流顺着喉咙滑入肺腑，瞬间化作暖流游走全身。昨晚消耗的精力在这一刻瞬间补满，这就是洞天福地的雏形啊！苏阳满意地点了点头，虽然比起修仙界那些顶级宗门还差得远，但在如今这个灵气枯竭的地球上，这绝对算得上是独一份的仙境了。哇，老板，你看我的皮肤！一声惊呼打破了宁静。只见刘婉儿穿着那件冰蓝色的丝绸睡裙，光着脚丫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她兴奋地指着自己的脸蛋，原本因为常年患病而有些苍白的皮肤，此刻竟然透着一种健康的粉润，细嫩的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连毛孔都看不见了。我感觉这空气里好像有护肤品一样，睡了一觉比做10次美容还要管用。我也是啊。周明月也凑了过来，拿着镜子照个不停。我的黑眼圈全没了，而且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一点都不累。就连一向稳重的叶雨晴此刻也是容光焕发，眼角的细纹完全消失，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好几岁。这就是灵气的滋养效果。苏阳笑着解释道，长期生活在这里，不仅能百病不生，还能延年益寿，青春永驻。青春永驻，3个女人的眼睛瞬间亮成了探照灯。对于女人来说，这4个字的杀伤力简直比核武器还要大。老板万岁，我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刘婉儿欢呼一声，直接扑到了那片巨灵草地里打滚，完全没有了千金大小姐的架子。滋滋滋，老黄皮子也带着他的徒子徒孙们从地里钻了出来，一个个毛发油光水滑，体型都大了一圈，显然也蹭了不少好处。大仙，这花真是神了！老黄皮子敬畏地看了一眼那株黑魔花，
虽然本能的感到害怕，但那种灵气灌顶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照这个速度，这批灵晶米最多还有3天就能成熟了。3天？苏阳挑了挑眉，不错，到时候给你们加餐。就在这其乐融融、全员修仙的美好时刻，砰砰砰，一阵粗暴的砸门声突然响起，震得门框都在发颤。开门，快开门！联合执法，里面的人听着，你们涉嫌违章建筑、非法经营、搞封建迷信，赶紧开门接受检查。苏阳眉头一皱，眼中的笑意瞬间消失。哪来的苍蝇？我去看看。叶雨晴脸色一沉，迅速进入了大管家的角色，整理了一下衣服，踩着高跟鞋走了过去。大门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穿着各色制服的人，有城管，有消防，有卫生局的，甚至还有几个拿着相机的记者。乌泱泱一大片，把胡同口都给堵了。领头的是一个挺着啤酒肚、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子，胸口挂着综合执法队队长刘强的工作牌。你们谁是负责人？刘强背着手，趾高气扬地扫视了一圈院子。当看到那一院子的美女时，那双绿豆眼里闪过一丝贪婪和淫邪。我是这里的行政主管。叶雨晴挡在前面，不卑不亢地说道。请问各位长官有什么事吗？我们事务所手续齐全，合法经营。合法？刘强冷笑一声，指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和那株巨大的黑魔花。这院子里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经过绿化局审批了吗？还有这房子，我看是危房吧？消防设施合格吗？有灭火器吗？最重要的是，他拿出一张盖着红章的通知单，狠狠地拍在叶雨晴面前。有人举报你们这里搞封建迷信活动，聚众淫乱，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现在我们要依法查封这里，所有人带回去接受调查。查封？聚众淫乱？叶雨晴气得浑身发抖，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有人故意在找茬。刘队长是吧？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叶雨晴身后传来。苏阳双手插兜，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脸上挂着那一抹标志性的戏谑笑容。你说我这儿搞封建迷信，证据呢？证据？刘强指了指旁边那个穿着清朝官服，正好奇地看着他们的楚灵。这大白天的穿着死人衣服在院子里晃荡，还不是封建迷信？还有那个，他又指了指站在梯子上擦玻璃的玛丽，这是在拍鬼片吗？啊，赶紧的，都给我逃走！这地方疯了，什么时候整改合格了，什么时候再说。说着，他大手一挥，身后的那一群执法人员就拿着封条和手铐要往里冲。老板，叶雨晴有些焦急地看向苏阳，这种官方层面的找茬最难处理，打又不能打，讲理又讲不通。别急，苏阳却依然淡定，他目光扫过刘强，又看了一眼那些明显是有备而来的执法队。陈天养派，你们来的吧？苏阳突然轻飘飘地问了一句。刘强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掩饰过去，厉声喝道：什么陈天养？我不认识，少跟我套近乎。既然你不认识，那就好办了。苏阳吐掉瓜子皮，眼神渐渐冷了下来。本来还想给陈老板留点面子，既然他喜欢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那我就陪你们玩玩。苏阳打了个响指，大黑，有人说你是违章职务，还要把你拔了，你答应吗？轰！随着苏阳的话音落下，院子中央那株原本安静的像个雕塑的噬魂黑魔花突然动了，它那漆黑如墨的花瓣猛地张开，原本紧闭的花蕊处竟然裂开了一张布满利齿的血盆大口。好！一声充满了暴虐和嗜血的咆哮声，如同惊雷般在院子里炸响。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黑色妖风凭空而起，瞬间席卷了整个胡同。原本晴朗的天空在这一瞬间竟然暗了下来，仿佛乌云压顶。啊，这是什么花？那花活了，它在叫！妖怪，有妖怪啊！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执法队和记者们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株巨大的黑色玫瑰竟然伸出了几十条粗壮的藤蔓，如同群蛇狂舞，在空中挥舞出令人胆寒的破空声。刘强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张胖脸瞬间变得惨白，裤裆里传来一阵温热。这是什么怪物？怪物！苏阳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恶魔般的微笑。这可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怎么？刘队长想尝尝被他亲吻的滋味吗？呼！一条带着倒刺的黑色藤蔓，像是一条毒蛇，缓缓伸到了刘强的面前，轻轻的、温柔的舔了一下他的脸。那藤蔓上分泌的腐蚀性粘液，瞬间让刘强的脸皮冒起了一阵青烟。滋滋滋！啊呀呀！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刘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连滚带爬的往外跑，连鞋都跑掉了一只。快跑！这地方闹鬼，有妖怪！快报警！不对，我们就是警察，快跑啊！那一群原本想来找茬的人，此刻恨不得爹妈少生了2条腿，一个个哭爹喊娘的冲出了胡同，连那几辆执法车都没敢开，直接弃车而逃。短短不到1分钟，刚才还喧闹无比的门口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地狼藉和几双跑丢的鞋子。切，就这胆子还来学人家查封？玛丽从梯子上跳下来，一脸不屑。主人，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吸干？那个胖子的血虽然油了点，但量大呀，太脏了，怕你拉肚子。苏阳摸了摸黑魔花伸过来的藤蔓，安抚了一下这个暴躁的看门狗。不过他看着那群人逃跑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陈老板这么热情，
那我也得送他一份回礼才行。苏阳转头看向正在收拾残局的叶雨晴，雨晴，帮我查一下这个陈天养名下所有的产业，特别是最近有什么大动作。好，叶雨晴立刻拿出平板，我这就查。不用查了。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刘婉突然开口了，他看着苏阳，眼神中带着几分凝重。陈家最近最大的动作就是要在城东开发一片新的楼盘，叫玉龙湾。听说那是陈家押上了全部身家的项目，但那个地方……刘婉顿了顿，压低声音说道：“以前是个乱葬岗，而且是万人坑那种。”乱葬岗？苏阳眼睛一亮，嘴角再次勾起那抹熟悉的坏笑。押上全部身家，那太好了！看来咱们的楚林和青城有新的游乐场了。滴答，一滴晶莹剔透，散发着悠悠异香的露珠，顺着是魂黑魔花漆黑的花瓣滑落，正要滴入泥土。接住！苏阳眼疾手快，拿着一个玉瓶稳稳接住了这滴露水。这就是传说中的魔花灵露。苏阳晃了晃玉瓶，看着里面那滴仿佛有生命般滚动的液体，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根据系统介绍，这是魂黑魔花每天清晨会凝聚出一滴精华，凡人喝了能百毒不侵，修士喝了能增长神魂，甚至对于鬼物来说也是大补之物。虽然产量低了点，但也算是细水长流了。苏阳满意的收起玉瓶，拍了拍黑魔花的花盘，干得不错，看来昨天那几个肥料让你吃得很开心啊。黑魔花讨好的蹭了蹭苏阳的手掌，几条藤蔓像是小狗尾巴一样摇个不停。昨天带群来找茬的执法队虽然跑得快，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精气神被他给吸了。虽然不如直接吞噬血肉来的爽，但也算是打了个牙祭。老板，查到了。这时叶雨晴拿着平板电脑快步走了过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关于那个玉龙湾项目，情况比婉儿说的还要严重。哦，怎么说？苏阳走到石桌旁坐下，接过刘婉儿递来的灵米粥。那个地块在100年前确实是个乱葬岗，后来又成了刑场，据说底下埋了至少上万具尸骨。叶雨晴滑动着屏幕，调出一张张老照片和新闻报道。这些年，只要有人想动那块地，都会发生各种诡异的事故。挖掘机无故翻车，工人半夜听到哭声，地基打下去就渗血水，甚至有几个开发商还没开工就暴毙了。所以那块地一直荒着，成了江州有名的兄弟。但这次陈天养不知道发了什么疯，竟然花了天价拍下来，还要在那上面建最高档的江景豪宅。而且叶雨晴指着一张刚偷拍到的工地照片，自从开工以来，工地已经被封锁了，外面有拿着电棍的保安24小时巡逻，连只鸟都飞不进去。但我查到了一些小道消息，据说里面的工地上每晚都会传来唱戏的声音，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工人失踪了。唱戏？苏阳喝了一口粥，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陈老板是请了高人在镇场子，在万人坑上唱戏给鬼听，这是想用鬼戏来安抚亡魂，强行压制怨气。不过苏阳放下碗，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法子，就像是在火药桶上点蚊香，一旦压不住，那就是惊天大爆炸。那我们要怎么做？叶雨晴问道。举报他？举报有什么用？人家有钱有势，手续肯定都办齐了。苏阳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既然是游乐场，当然是要亲自去玩玩了。青城、楚林在。正在研究手机怎么 P 图的2位女魔头立刻飘了过来。收拾一下，带你们去吃自助餐。自助餐？楚林眼睛一亮，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是有很多血的那种吗？不是，有很多怨气的那种。苏阳看着东方那片即使在白天也显得有些阴沉的天空，万人坑啊，那可是养尸炼魂的绝佳宝地。陈天养既然敢动这块蛋糕，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奔驰大 G 停在了城东的一片巨大荒地前，这里就是玉龙湾的施工现场。虽然是大白天，但却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工地周围围着2米高的铁皮围挡，上面贴满了施工重地、闲人免进的警示牌和各种镇宅的黄符。而在围挡上方，隐约可以看到一层淡淡的黑雾笼罩着整个工地，连阳光都透不进去，阴气好重。刚一下车，苏清城就皱起了眉头。他虽然是厉鬼，但也受不了这种杂乱无章、充满了暴力和怨毒的阴气。这里的鬼魂数量恐怕不下万只，而且都被人用了某种阵法困在了地下，出不来也散不去，这就是个高压锅。楚林耸了耸鼻子，一脸嫌弃，味道太杂了，像是泔水桶，一点都不新鲜。别挑食，有的吃就不错了。苏阳带着2女走到工地大门口。干什么的？门口的保安室里立刻冲出来2个拿着橡胶棍的保安，凶神恶煞地拦住了去路。这里是私人领地，赶紧滚！我是来看房的。苏阳双手插兜，笑眯眯地说道。听说你们这儿风水好，背靠乱葬岗，脚踩万人坑，我想买一套当阴宅。小子，你找茬是吧？保安大怒，挥舞着棍子就要打人。叮！苏阳还没动手，身边的楚林只是轻轻吹了一口气，2个保安瞬间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保持着举棍的姿势僵在原地，眼珠子乱转，却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走，进去看看陈老板请的哪路神仙。苏阳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工地，越往里走，阴气越重，地面上到处都是挖掘机挖出来的大坑，有些坑里甚至还露出了半截发黑的骨头。而在工地正中央搭建着一个巨大的法坛，法坛周围插满了黑色的令旗，上面画着狰狞的鬼脸。一个身穿明黄色道袍、
手里拿着桃木剑的中年道士正在法坛上踏罡步斗，嘴里念念有词。而在法坛下方摆放着几十口漆黑的棺材，棺材盖半开，里面隐约可见一具穿着寿衣的尸体。这是苏阳看了一眼法坛的布局，眉头微皱。百鬼搬运阵，这哪里是在镇压鬼魂，这分明是在借鬼运财。借鬼运财？苏清城不解，利用这里的万千怨魂，强行将四面八方的财气搬运过来，灌注到陈家的气运里。苏阳冷笑一声，这陈天养还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这种断子绝孙的阴损阵法都敢用，他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既然这样，苏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从家里带出来的灵精米，那我就帮他加把火。楚灵，去把那几口棺材盖给我掀了。倾城，去把那些令旗拔了。咱们给这位大师来个百鬼炸营。去吧，请你们吃顿好的。苏阳手腕一抖，手中那把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清香的灵精米，如同天女散花一般，洒向了法坛下方的棺材阵。与此同时，早就蓄势待发的楚灵和苏倾城也动了。楚灵像是个大力士，身形在棺材阵中穿梭，两只小手抓住沉重的棺材盖，像是掀翻饭盒盖子一样轻松，哐当哐当几下，就把那几十口用来镇压阵眼的黑棺材全部掀开了。破！苏倾城则化作一道红影，飞上法坛周围，长袖一挥，那些插在地上的黑色令旗应声而断。轰！随着令旗折断，原本笼罩在工地上的压抑气息瞬间出现了一丝裂痕，而在裂痕之中，一股更加狂暴、充满了贪婪和饥渴的阴气，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谁敢坏贫道的大阵？法坛上正在做法的中年道士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手中桃木剑咔嚓一声断成两截，阵法被破，凡是瞬间到来。他惊恐地瞪大眼睛看向下方，只见那些原本被死死压制在棺材里的运财鬼，此刻竟然全都坐了起来。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攻击人，而是疯狂地扑向地上的那些米粒。好香啊！灵精米作为修仙界的灵物，对于这些常年被怨气折磨、饥肠辘辘的恶鬼来说，那就是世上最顶级的美味，是黑暗中的灯塔。只要吃上一粒，就能洗涤怨气，增长鬼力。好！为了抢夺地上的米粒，几十只恶鬼瞬间扭打在一起，甚至连地底深处埋着的那些孤魂野鬼也闻着味儿钻了出来。眨眼间，原本肃穆的法坛下方变成了一个群鬼抢食的修罗场，成千上万只鬼魂如同黑色的潮水，为了那一小把米互相撕咬吞噬，场面极其骇人。这就是百鬼炸营？这是什么米？竟然能引动万鬼疯抢！中年道士吓得脸色惨白，想要逃跑，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软得站不起来了，因为那些吃到了灵精米的恶鬼身上的气息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暴涨。原本只是普通的厉鬼，吃了一粒米后，竟然隐隐有了突破鬼浆的趋势。而更可怕的是，米吃完了没了。一只浑身青紫、满嘴是血的恶鬼舔了舔地上的泥土，意犹未尽地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眼睛瞬间锁定了法坛上瑟瑟发抖的道士。还要吃？那里有个肉丸子。刷！所有鬼魂同时转头，几千双绿油油的眼睛齐刷刷看向了那个道士，那是充满了食欲的眼神。不，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黑龙观的玄机子，你们不能吃我！道士吓得魂飞魄散，疯狂地从怀里掏出各种符咒往下扔，但在已经陷入狂暴状态的万鬼面前，这些平时用来镇鬼的符咒，此刻就像是废纸一样。好！几只吃饱了力气大增的恶鬼率先冲上了法坛。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夜空，那个不可一世的玄机子瞬间就被鬼潮淹没，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这自助餐吃的有点血腥啊！苏阳站在远处的挖掘机顶上啧感叹，不过这道士也是活该，用这种阴损的阵法把鬼当牲口使唤，早晚得被反噬。老板，这么多鬼，万一跑出去怎么办？苏倾城飘在他身边，看着下方那密密麻麻的鬼影，虽然他也是鬼，但看到这副场景也有些头皮发麻。跑！苏阳笑了笑，吃了我的米，那就是我的鬼了。说完，他直接换出了系统面板。系统，给我推荐个能一次性装下几万只鬼的大家伙。定。推荐商品：万魂幡。下品法器。物品介绍：魔道入门法器，内含须弥空间，可容纳10万阴魂，不仅能收鬼养鬼，还能在战斗中释放万鬼噬魂，威力无穷。售价1500积分。1500积分。苏阳看了一眼自己刚攒下来的积分，虽然有点肉疼，但这可是实打实的法器啊！以后不管是群殴还是清场，都是神器。买了。定。消耗1500积分，兑换成功。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苏阳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杆巴掌大小的黑色小旗，旗面上绣着无数狰狞的鬼脸，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气。好宝贝！苏阳感受到旗子里蕴含的恐怖力量，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将灵力注入其中，猛地将手中小旗抛向空中。万魂幡开！轰！原本巴掌大小的黑旗迎风暴涨，瞬间化作一面足有3丈高的巨大幡旗，烈烈作响，遮天蔽日。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在幡面上成型，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从中传出。这是什么？别吸我，我还没吃饱！救命啊！下方那些刚刚吃完开胃菜的恶鬼们还没来得及消化，
就感觉身体一轻，不受控制地朝着那面黑色大气飞去。灵晶迷里蕴含着苏阳的一丝神念，这就是最好的标记，一个都跑不掉。呼呼呼，就像是巨型吸尘器清理灰尘一样。短短几分钟，原本拥挤不堪的工地瞬间变得空荡荡的，上万只鬼魂全部被卷入了万魂幡中，化作了旗面上一个个生动的鬼脸图案。收！苏阳单手一招，巨大的万魂幡迅速缩小，重新变回巴掌大小，落入他手中。只是现在的万魂幡比刚才更加沉重，旗面上的黑气也更加浓郁，隐隐能听到万鬼哭嚎之声。收获颇丰啊！苏阳掂了掂这件新法器，这些鬼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胜在数量多，带回去不管是用来炼器、炼丹，还是给黑魔花当灵石，都是极好的材料。走吧，这里的风水局已经破了。苏阳跳下挖掘机，将万魂幡别在腰间。没了这万鬼搬运阵，陈天养那玉龙湾立马就会变成真正的死地。煞气反冲，不仅房子卖不出去，恐怕他陈家的祖坟都得冒黑烟，这才是真正的断子绝孙。就在苏阳带着两女潇洒离去的时候，江州市陈家别墅，正在书房里等着好消息的陈天养突然感觉心口一阵剧痛，噗！他猛地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瞬间萎靡了下去。原本乌黑的头发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了一半。怎么回事？我的气运怎么断了？陈天养惊恐地看着窗外，只见原本悬挂在陈家上空的紫气，此刻竟然变成了一团漆黑如墨的煞气，正死死地罩住整个别墅。老爷，不好了！管家跌跌撞撞地冲进书房，玉龙湾工地塌了，那个道长失踪了，还有公司的股票刚才突然跌停了，好几个银行打电话来催债。什么？陈天养两眼一黑，差点晕过去。苏阳一定是苏阳干的，他咬牙切齿，眼中满是怨毒。鬼佬呢？鬼使大人呢？快请鬼使大人出手，我要让他全家死绝！阴影中，那个一直沉默的黑袍人缓缓走了出来，声音依旧沙哑，但却多了一丝凝重。看来我们都低估了这个苏阳，能在一夜之间破掉万鬼大阵，此人留不得。黑袍人伸出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手中握着一块黑色的骨牌。既然他喜欢玩鬼，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7月15还没到，但有些东西可以提前放出来了。咔嚓，骨牌碎裂，一道肉眼不可见的黑色波纹瞬间从陈家别墅扩散而出，朝着江州市的四面八方蔓延而去。而在那波纹所过之处，无数沉睡在地底、下水道、停尸房里的古老存在缓缓睁开了眼睛。